剧烈的撞击感和骨骼碎裂的痛楚还残留在神经末梢。秦风猛地睁开眼，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陌生的时事，阴冷潮湿的空气，还有脑子里那不属于自己的充满了悲愤与绝望的记忆。他秦风因为一场该死的车祸重生了，重生到了这个叫清河方的修真集市，一个同名同姓的倒霉蛋身上。这倒霉蛋快满18岁，长得剑眉星目，本来是个修炼天才，10岁被师傅李青山选中，8年时间就修炼到了炼气7层。结果呢，天才不过是个精心饲养，等着成年后被榨干所有修为和生命，助师傅突破筑基的人形大药罢了。修炼鼎炉，原身就是在得知这个残酷真相后，一口气没上来，活活气绝，才便宜了自己。我顶你个肺！秦风低声咒骂，揉着发胀的太阳穴。记忆里，原身对那个师傅李青山感恩戴德，对师傅的打骂当成是严厉的爱，真是个纯纯的大冤种。现在这具身体归他了，想把他当鼎炉吸干，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去吧。他秦风可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老实人。他慢慢从石床上坐起来，活动了一下这具年轻而充满力量的身体。炼气7层，体内灵力充沛，远比他上辈子那副被酒色掏空的身体强悍100倍，也算是不错了。秦风自语，眼神却冰冷的吓人。他刚走出自己那间简陋的石室，一道尖锐的女声就呲了过来：秦风，你死哪去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吗？还不快去做饭，是想饿死我们吗？声音的主人是李沐月，他师父李青山的独生女儿。少女穿着淡粉色的短裙，身姿已经初具规模，胸前那片风景正如诗中所言，小荷才露尖尖角，脸蛋更是没得说，灵气逼人，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可惜里面装满了骄横和鄙夷。秦风的目光在她身上扫过，前世阅女无数的本能让他下意识地给出了一个高分，可惜了，是个脑瘫。问你话呢？哑巴了。李沐月见秦风只是盯着他看，既不回话，也不像往常那样惶恐地低下头，顿时柳眉倒竖。他几步冲到秦风面前，扬起手就朝他脸上扇了过来，动作熟练无比，显然不是第一次了。在原身的记忆里，这种巴掌简直是家常便饭，但现在身体里的灵魂换了人。啪！清脆的响声在洞府中回荡。李沐月愣住了，秦风也愣住了。他本想躲开，甚至反手给他一个教训，可身体的本能反应竟然是僵在原地，硬生生挨了这一下。妈的，这具身体被欺负得太久，都形成肌肉记忆了。火辣辣的疼痛从左脸颊传来，秦风的眼神瞬间沉了下去。他没有暴怒，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的道歉，他只是抬起头，用一种李沐月从未见过的眼神平静地看着他。那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委屈，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冷漠，看得李沐月心里莫名其妙的咯噔一下。你看什么看？他被看得有些发毛，色厉内荏地叫道：再看信不信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秦风缓缓抬手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脸颊，很好，这一巴掌他记下了。知道了，我这就去做饭。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但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说完，他便转身径直走向厨房，没有多余的废话，没有一丝情绪波动。李沐月看着他的背影，莫名的感到一阵烦躁和不安。今天的秦风太奇怪了，就好像换了个人。他跺了跺脚，啐骂道：一个下人胚子，装什么装？等我爹回来，看我不好好收拾你。厨房里简陋的可怜，秦风熟练的生火、淘米、切菜，这些都是原身8年来每天都在重复的工作。冰冷的井水拍在脸上，稍微缓解了左脸的痛楚，也让他的头脑更加清醒。他一边机械地做着饭，一边飞速地盘算着，距离他18岁生日没多久了。李青山那个老狗随时可能对他下手。跑！清河坊这么大，李青山是炼气巅峰，在这里可以说是地头蛇。他一个炼气7层能跑到哪里去？硬刚，更是找死。炼气7层和炼气巅峰看似只差2层，实则天差地别。看来只能智取，必须得想个万全之策，不但要保住自己的小命，还要让那对狗妇女付出代价。正思索间，一阵淡淡的馨香飘了过来，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小风，你的脸，师玉儿又打你了。秦风回头，来人是师娘萧婉。她今天穿着一身素雅的白色长裙，30岁的年纪却保养得极好，肌肤白皙，眉眼如画，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成熟妩媚的风韵，特别是胸前那傲人的曲线被长裙勾勒得惊心动魄。这是一个让任何男人都无法忽视的女人。在原身的记忆里，这个家里也只有师娘萧婉会对她好，会在她被李青山打得皮开肉绽时偷偷给她送来更好的伤药。
会在他被李沐月欺负时站出来说2句公道话，会看他一个人在厨房忙不过来，主动进来帮他洗菜。他就像是这个冰冷洞府里唯一的一点温暖。秦风看着他关切的眼神，那双美眸里满是心疼。他知道萧婉和李沐月一样，都不知道李青山那个畜生的真实计划，他们只是被蒙在鼓里的家人。师娘，我没事。秦风摇了摇头，语气依旧平淡。怎么会没事？脸都肿了。萧婉伸出温润如玉的手，想要触摸他的脸颊，却又停在了半空中。他叹了口气，从储物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玉瓶，这是青露膏，你快擦上，不然明天就破相了。他不由分说的将玉瓶塞进秦风手里。月儿那孩子从小被我们惯坏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秦风捏着冰凉的玉瓶，心里却毫无波澜。若是原身在此，此刻怕是已经感激涕零，恨不得给师娘跪下。可秦风不是，他很清楚萧婉的善良是建立在无知之上的。一旦他知道自己的丈夫要拿秦风的命去换取前程，他会怎么选？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能相信的只有自己。谢谢师娘。他没有拒绝，也没有多说，只是低头继续做饭。萧婉看着他沉默的侧脸，感觉今天的秦风真的很不一样。以前的他虽然也沉默寡，但眼神里总带着怯懦和顺从。现在的他沉默却像一块冰，拒人于千里之外，那双眼睛里藏着他看不懂的东西。小风，他还想说点什么。师娘，饭快好了，你先出去吧，这里油烟大。秦风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萧婉张了张嘴，最终还是化作一声悠悠的叹息，转身走了出去。看着他摇曳生姿的背影，秦风的眼神闪动了一下，真是个极品尤物，可惜是仇人的老婆。饭菜很快端上了桌，3菜1汤，2荤1素，都是些普通的家常菜。李青山已经坐在了主位上，他看起来40多岁，面容儒雅，身形挺拔，颇有些仙风道骨的模样。若不是秦风知道了他的真面目，恐怕也会被这副皮囊给骗了。都坐吧。李青山开口，声音温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秦风默不作声地在最末尾的位置坐下，拿起了碗筷，准备当个干饭的隐形人。秦风，你的脸怎么回事？李青山目光如电，一下就落在了他微肿的左脸上。李沐月心里一紧，生怕他爹责骂他。秦风还没开口，李沐月就抢着说道：爹，不关我事，是他自己走路不长眼，撞到门上了。这谎话张口就来。李青山皱了皱眉，看向秦风，眼神里带着审视。是这样吗？秦风扒拉着碗里的饭，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现在只想安安静静的苟到想出办法，没必要在这种小事上和李沐月纠缠。李青山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追问。他转而露出了一个和煦的笑容，仿佛刚才的严厉只是错觉。小风啊，他用一种极其亲切的语气说道，再过不久你就要满18岁，成年了。来了。秦风心里冷笑，脸上却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模样。为师这些年看你修炼刻苦，心中甚是欣慰。李青山继续说着，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像个为子弟前途着想的慈祥长辈。所以为师决定明日便出趟远门，去为你寻一桩大机缘，祝你早日筑基。话音落下，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李沐月第一个不乐意了，他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发出刺耳的声响。爹，你偏心。他瞪着秦风，满眼都是嫉妒和不忿。他一个下人，凭什么能有机缘？爹，你的好东西都应该留给我。在他看来，秦风就是家里的奴隶，是条狗，主人给狗一口饭吃就不错了，哪有给狗找机缘的道理？这简直是在浪费资源。放肆！李青山脸色一沉，呵斥道：月儿，怎么跟你师兄说话的？没大没小，他算我哪门子师兄？李沐月不服气的顶嘴。萧婉连忙打圆场，一边给李沐月夹菜，一边柔声劝道：好了好了，月儿，听你爹的话，小风也是我们家人，你爹为他着想是应该的。他又转向李青山，带着几分担忧问道：夫君，你要去哪里寻机缘？危险吗？放心吧，夫人。李青山握住妻子的手，安慰道：只是一些老朋友的秘境开启，我去就回，没什么危险。倒是家里要辛苦你和小风了。他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既安抚了妻子，又在秦风面前把戏做足了。秦风全程低着头吃饭，就像一个局外人，但他心里却跟明镜似的。寻机缘是假，出去为那个吸干自己的邪恶一事做准备才是真。什么狗屁秘境，怕不是去买些布阵的材料，或者找个毁尸灭迹的好地方吧？真是个老戏骨，奥斯卡都欠你一个小金人，多谢师傅厚爱。秦风终于抬起了头，
脸上挤出一个感激又惶恐的表情，演技之逼真，连他自己都佩服。弟子一定看好家，等师傅凯旋。李青山满意的点了点头。在他看来，秦风还是那个被他拿捏的死死的老实孩子，丝毫没有察觉到死亡的盛宴即将为他拉开帷幕。一顿饭吃的是暗流涌动，各怀鬼胎。只有萧婉和李月月，一个在为丈夫担忧，一个在为机缘被抢而生气。饭后，李青山又把秦风单独叫到了他的书房。书房里点着檀香，墙上挂着几幅山水字画，看起来雅致不凡。小风，为师离开后，你要勤加修炼，切不可有半点懈怠，知道吗？李青山负手而立，语重心长。是，师傅。秦风恭敬地回答。你师娘和师妹都是女流之辈，家里的大小事务，你要多担待一些。是，师傅。特别是月儿，她年纪小，脾气是骄纵了些，但心眼不坏，你身为师兄，要多让着她。秦风听着这些虚伪至极的嘱咐，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真能演啊！他强忍着恶心，点头称是。去吧。李青山挥了挥手，明日我一早就走，就不与你道别了。秦风躬身退出了书房。在他转身的瞬间，他能感觉到李青山那双看似温和的眼睛里射出的贪婪与冰冷的杀意，就像屠夫在打量一头即将被宰杀的肥猪。秦风回到了自己那间阴暗的石室，关上石门，隔绝了外面的一切。他靠在冰冷的石墙上，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脸上的伪装瞬间褪去，取而代的是彻骨的寒意和凛冽的杀机。李青山要走了，这是他离开前的最后试探，而这也将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他必须在李青山回来之前找到破局的办法，否则等待他的就是神魂俱灭，万劫不复。他盘膝坐下，将萧婉给的青露膏抹在脸上，一阵清凉的感觉传来，疼痛消减了不少。接着他闭上眼睛，开始沉心修炼。不管要用什么方法破局，强大的实力都是基础，多一分实力就多一分活命的希望。时间紧迫，他必须争分夺秒。灵气顺着功法路线在经脉中运转，周而复始。原神的天赋确实惊人，修炼起来事半功倍。但秦风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不仅仅要活下去，他还要让李青山、让李沐月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付出血的代价。夜色渐深，洞府里一片寂静。秦风的呼吸平稳而悠长，整个人进入了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天边刚泛起一抹鱼肚白，晨间的寒气还未散尽，秦风已经准时睁开了眼睛。没有一丝留恋，他从冰冷的石床上翻身而起，动作干脆利落，像一具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一夜的修炼让他的修为更进一步，秦风感觉重生后这具身体的天赋好像又增加了许多。他走出石室，洞府里静悄悄的，只有檀香燃烧殆尽后留下的一点余味。他熟练地走进厨房，生火、挑水、淘米、切菜，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早已成了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他一直搞不明白，李青山好歹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修士，洞府里为什么连一个打杂的下人都不请？直到后来他才想通，这根本不是为了省那几个零食，这就是李青山打压他的一种手段，用日复一日的琐事和杂役消磨他的时间和精力，磨灭他的锐气和尊严，让他时刻记住自己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工具，一个随时可以被牺牲的牲畜，让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去修炼，去生出任何不该有的念头。真是好算计，可惜他秦风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逆来顺受的傻小子了。你越是想磨灭我，我心里的火就烧得越旺。早饭很简单，几碗灵米粥配上2碟清淡的小菜。秦风将饭菜端上石桌时，李青山和萧婉、李沐月也正好走了出来。李青山已经换上了一身青色劲装，显得精神抖擞，看样子是准备妥当了。萧婉的眼眶有些红肿，显然昨夜没有睡好，而李沐月则是一脸的不高兴，撅着嘴，谁也不看，自顾自地坐下，拿勺子用力地搅着碗里的粥，发出刺耳的声响。爹，你真的不带我去吗？李沐月还是不甘心，抬头问道。胡闹！李青山板起脸，那秘境凶险异常，爹爹自保都难，哪还顾得上你？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李青山打断了他，语气不容置疑，好好在家待着，别给你师兄添乱。说着，他意味深长地瞥了秦风一眼。秦风立刻低下头，做出惶恐又顺从的样子。弟子一定照顾好师妹。李沐月气得把勺子重重地拍在桌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谁要他照顾？一个下人而已。他尖声叫道：月儿！李青山呵斥了一声，但语气里却没有多少责备的意思。萧婉连忙拉住女儿的手，柔声劝道：月儿，别闹了，让你爹安心出门。秦风心里冷笑，一家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这顿早饭比昨晚的践行宴还要压抑。饭后，
李青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深深地看了萧婉一眼，又拍了拍李沐月的头，便转身向洞府外走去。他的脚步很轻，没有带起一点风声。很快，他的背影就消失在了洞府外的晨雾之中。走了，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终于走了。秦风心中紧绷的弦稍稍松了一点，但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李青山就像一头外出捕猎的猛虎，随时都可能带着一身血腥回来，然后将獠牙对准自己。唉，一声悠悠的叹息将秦风的思绪拉了回来。是师娘萧婉。她站在桌边，看着丈夫离去的方向，眼神复杂，有担忧，有不舍，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解脱。李沐月则哼了一声，瞪了秦风一眼，好像父亲的离开全是他造成的。我去找无华哥哥了。他丢下这句话，便头也不回地跑出了洞府，仿佛一刻也不想和秦风待在同一个空间里。一时间，偌大的洞府只剩下秦风和萧婉两个人，气氛变得有些微妙。师娘，我来收拾吧。秦风主动开口，打破了沉默。萧婉应了一声，却没有走开，反而也弯下腰，开始收拾起桌上的碗筷。她的动作很慢，很轻。随着她的动作，那成熟妩媚的身体在秦风面前微微扭动，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一股淡淡的幽香，不是檀香，也不是饭菜香，而是独属于她身上的女人香，丝丝缕缕地飘进秦风的鼻子里。秦风的心跳漏了一拍，他不得不承认，师娘萧婉确实是个极品尤物。那张温婉美丽的脸蛋，那丰腴饱满的身材，特别是胸前那傲人的弧度，足以让任何男人疯狂。原身那个色胚，怕是没少在心里意淫过吧。秦风强迫自己收回视线，专心收拾，但他能感觉到萧婉的目光似乎若有若无地落在他身上。小风，你脸上的伤还疼吗？他忽然轻声问道。多谢师娘关心，已经不疼了。秦风低着头回答。月儿他就是那个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萧婉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秦风沉默着没有接话，不是他不想说，而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难道要他说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还是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在实力不足以掀翻牌桌之前，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萧婉见他不说话，又叹了口气。他端着一碟碗，转身走向厨房。婀娜的背影在昏暗的洞府里摇曳生姿。秦风跟在他身后，两人一前一后，谁也没有再说话。厨房里空间不大，两人并排站在水池边，手臂偶尔会不经意地碰到一起。萧婉的肌肤细腻而温润，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那惊人的弹性。秦风的心神有些恍惚，他想起了前世的女朋友，但他很快就将这丝杂念驱逐出脑海。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萧婉是李青山的妻子，是这个囚笼里另一个可怜人，但她同样也是自己必须提防的对象。谁知道她这副温婉的面孔下藏着一颗怎样的心？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修仙世界，多一分警惕就多一分活命的机会。碗筷很快就收拾完了。师娘，我先去修炼了。秦风擦了擦手，恭敬地说道。去吧。萧婉点了点头，看着他，别太累了。这句话倒是真心实意的关心。秦风心中微动，但脸上依旧不动声色，躬身退出了厨房。走出洞府大厅，秦风回头看了一眼，萧婉还站在厨房门口，目光复杂地看着他。秦风收回目光，不再多想，径直走向自己的实事。而另一边，李沐月气冲冲地跑出洞府，一路向着山下的方式奔去。他要去见他的吴华哥哥。吴华今年14岁，是这片方氏主人吴刚的独子。吴刚是炼气巅峰的修士，在这一带颇有势力，对这个儿子更是宠爱到了极点，要什么给什么。李家和吴家算是世交，李青山和吴刚也经常在一起喝酒论道，所以李沐月和吴华从小就认识，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其实在很久以前，李沐月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最崇拜的人是他的师兄秦风。秦风天赋高，修炼快，人长得也剑眉星目，是整个方氏里最出色的年轻弟子。那时候的李沐月就像个小跟屁虫，整天师兄师兄的跟在秦风身后。秦风去了他就去了，秦风修炼他就在一旁安安静静的看着，眼睛里全是小星星。那时的他天真烂漫，把秦风当成自己最亲近的哥哥。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是从吴华开始在他耳边说那些话开始的。月儿，你别被他骗了，他就是你爹从外面捡回来的一个野种，一个下人。你看他整天待在你们家，吃你们的，用你们的，就是为了骗取你们家的修炼资源。他一个外人，凭什么跟你抢机缘？那些东西本来都该是你的，你才是李家的千金大小姐，他算个什么东西，就是一条狗而已。一句句恶毒的话语像毒药一样，不断地侵蚀着李沐月那颗本就不成熟的心。吴华到底给他灌输了什么狗屁理念，
秦风不得而知。他只知道从那以后，李沐月看他的眼神就变了，从崇拜变成了鄙夷，从亲近变成了厌恶。他不再叫他师兄，而是直呼他废物、下人，对他不是打就是骂，仿佛他是什么不共戴天的仇人。秦风想到这里，眼神变得冰冷。吴华，他记下了。方氏建在山谷之中，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李沐月轻车熟路地来到最大的一家丹药铺前。吴华哥哥，他一眼就看到了正和几个少年站在门口谈笑风生的吴华。吴华今天穿了一身华丽的锦袍，腰间挂着一枚价值不菲的玉佩，看起来派头十足。他长得不算英俊，但脸上总是带着一股子傲气。看到李沐月，吴华眼睛一亮，立刻撇下身边的同伴，迎了上去。月儿妹妹，你怎么来了？你爹不是说今天要去秘境吗？吴华脸上堆着笑。别提了。李沐月一跺脚，气呼呼地说道，爹爹没带我去，都怪秦风那个废物。哦。吴华眉毛一挑，故作惊讶地问，怎么又关他的事了？爹爹说他走了之后家里需要人照看，就让那个废物留下了。李沐月越说越气，本来那个机缘应该是我的，凭什么给他？他算什么东西？月儿妹妹别生气了。吴华柔声安慰道，你爹也是为了你好，秘境里多危险啊。再说了，就凭那个废物，给他机缘他也抓不住。他身后的几个少年也跟着附和起来。就是啊，月儿妹妹，吴少说的对，一个下人而已，哪能跟你比啊？要我说，李伯伯就是心太善了，养着那么个吃白饭的，要是我爹早把他赶出去了。哈哈，那种废物给他机会他也不中用啊。几人的哄笑声让李沐月的心情好了不少。他哼了一声说道，算你们会说话。吴华哥哥，我爹走了，这几天我可就指望你了，要是那个废物敢欺负我，你可得帮我出头。放心。吴华拍着胸脯大包大揽地说道，有我吴华在，谁敢欺负你？那个秦风要是敢对你不敬，我打断他的腿。好。李沐月破涕为笑，走，月儿妹妹，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吴华献宝似的说道，我爹前几天刚给我弄来一只2阶的灵虫雪云狐，可爱极了，我带你去看看。真的吗？我要去。李沐月顿时把秦风和秘境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开心地跟着吴华走了。看着两人亲密离去的背影，吴华身后的一个跟班凑了上来，低声问道，华哥，那秦风真有那么不堪？我怎么听说他可是青云方石的天才啊？吴华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的是一片阴沉。他回头冷冷地瞥了那个跟班一眼。天才？吴华冷笑出声，一个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天才算个屁的天才，不过是我吴家和李家养的一条狗罢了。他天赋再高又怎么样？还不是要给我爹和李伯伯当牛做马。李沐月那个蠢女人以前还真把他当回事，幸好被我及时点醒了。你们都给我记住了，以后见到那个秦风不用给他任何好脸色，他就是个下人，是个奴才，明白吗？明白，明白。华哥说的是。几个跟班连忙点头哈腰。吴华这才满意的转过头，追上李沐月的脚步，脸上又重新挂上了那副虚伪的笑容。只是在他的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深深的嫉妒和怨毒。他嫉妒秦风那张比他英俊100倍的脸，更嫉妒秦风那让他望尘莫及的修炼天赋。凭什么？凭什么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种，天赋能比他这个方氏少主还要好？所以他要毁了他。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天赋再高也没用，在这个世界上，背景和家世才是一切。他要让秦风一辈子都活在他的阴影下，永远都抬不起头来。李青山走了，这日子一下子就清静了。秦风伸了个懒腰，感受着体内奔腾不息的灵力，只觉得浑身舒坦。没有那个老东西在耳边天天废物蠢材的叫唤，连空气都清新了不少。李青山一走，这个家里实力最强的就变成了他。炼气7层，放在这青阳方氏怎么也算是个小高手了。而那个刁蛮任性的师傅女儿李沐月不过是个炼气4层的小菜鸟，没了他爹撑腰，他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在秦风面前根本不够看。头几天他还想仗着自己大小姐的身份作威作福。秦风，你个废物，眼睛瞎了吗？没看到本小姐的茶杯空了？秦风当时正在院子里打坐，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李沐月气得跺脚，抓起身边的一块石头就想砸过来。秦风缓缓睁开眼，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寒水，就那么淡淡的瞥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杀意，只有一种纯粹的漠视一切的冰冷。李沐月举着石头的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忽然想起来，他爹不在家，而眼前这个他一直瞧不起的废物，是个能一只手捏死他的炼气7层修士。
他那点骄横和跋扈，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脆弱的像一层窗户纸。哼！李沐月终究是没敢把石头扔出去，悻悻地收回手，自己跑去倒水了。从那以后，他虽然还是看秦风不顺眼，嘴里时不时会嘟囔几句，但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大呼小叫，颐指气使了。秦风乐得清闲，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修炼上。这具身体的天赋简直好到离谱，他明明才突破炼气7层没多久，可丹田里的灵力却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疯狂增长，短短半个多月，竟然已经隐隐触摸到了炼气8层的门槛。这种修炼速度，要是说出去，恐怕没人敢相信，真是个暴殄天物的蠢货。秦风不止一次在心里唾骂这具身体的原主，明明长了一张剑眉星目、俊朗不凡的脸，身材也挺拔修长，天赋更是万中无一，可偏偏活得像条哈巴狗，天天低着头，弓着腰，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土布衣服，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子唯唯诺诺的卑微。被李沐月指着鼻子骂废物，他不敢还嘴；被吴华那种货色当众羞辱，他也只敢忍着。真是白瞎了这副好皮囊和逆天资质。不过现在这具身体是他的了，秦风可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他不但要活，还要活得比谁都滋润。除了修炼，秦风最大的乐趣就是偶尔看看他那位名义上的师娘萧婉。萧婉是个极品美人，身段妖娆，前凸后翘，走起路来摇曳生姿，浑身都散发着一股成熟妩媚的风情，性格又温婉如水，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李青山那个糟老头子真是走了8辈子狗屎运才娶到这样的美人，只可惜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秦风不止一次在心里盘算着，等老东西哪天嗝屁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位美艳师娘弄到手，到时候财色兼收，岂不美哉？他正做着美梦，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呼喊声。不好了，不好了！一个小修士朝着这边跑来，出事了，出大事了！此时萧婉和李沐月正在饭厅里用饭，听到动静，萧婉放下筷子，秀眉微蹙，柔声问道：张山，何事如此惊慌？那名叫张山的小修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带着哭腔喊道：李夫人，小姐，不好了！刚刚方室里传来消息，说李师叔他在飞风谷被一群劫修给……他的话还没说完，萧婉手里的象牙块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李沐月更是豁然起身，厉声喝道：胡说八道！我爹是什么修为？炼气巅峰，整个青阳方室谁能是我爹的对手？一群不入流的劫修，给他提鞋都不配！你再敢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张山被他吓得浑身一哆嗦，哭得更凶了。小姐，是真的啊，消息都传遍了。听说李大人为了抢夺一株300年份的紫阳草，中了埋伏，被10几个劫修围攻，尸骨无存啊！尸骨无存，这4个字像是一柄1000斤重的巨锤，狠狠地砸在了萧婉和李沐月的心头。李沐月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他踉跄着后退2步，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这不可能，我爹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的。说着说着，他的眼眶瞬间红了，豆大的泪珠滚滚而下。下一秒，撕心裂肺的哭嚎声响彻了整个院子。爹，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怎么办啊？爹！李沐月哭得捶胸顿足，上气不接下气，而一旁的萧婉却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她娇躯一软，直接从椅子上滑落，瘫倒在地。她的脸色惨白如纸，双眼通红，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有眼泪无声的滑落，浸湿了胸前的衣襟。那种无声的悲痛，比李沐月的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碎。而此时站在饭厅门口的秦风，听着这噩耗，整个人都快要飘起来了。死了，李青山那个老东西真的死了！哈哈，死得好，死得太他妈好了！一股狂喜的浪潮在他胸中疯狂冲撞，几乎要冲破他的喉咙，让他仰天长啸。他的嘴角不受控制的疯狂上扬，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死死地把那股笑意压了下去。他甚至狠狠地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剧烈的疼痛让他瞬间清醒了几分。不能笑，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笑出来。秦风深吸一口气，脸上瞬间换上了一副悲痛又震惊的表情。他快步走进饭厅，几步冲到瘫倒在地的萧婉身边，弯下腰，用一种沉痛而又带着关切的语气说道：师娘。他伸手扶向萧婉的胳膊，入手处一片温润滑腻，隔着薄薄的衣衫，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萧婉娇躯的柔软和颤抖，一股淡淡的幽香钻入鼻孔，让秦风心神一荡。真香，真软。秦风一边在心里品头论足，一边将萧婉从地上搀扶起来。萧婉整个人都靠在了他的怀里，浑身无力，只是一个劲的掉眼泪。师娘，节哀顺变。秦风嘴里说着安慰的话，
心里却乐开了花。老东西，你也有今天，让你天天把我当牛做马，呼来喝去，让你把我当成人形大丹，突破筑基。现在你死了，连尸骨都找不着，这就是报应，活该。怀里抱着温香软玉的美人师娘，耳边听着李沐月那烦人的哭嚎，秦风的心情好到了极点。他甚至有心情欣赏一下李沐月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别说这小妮子虽然刁蛮，但长得确实水灵，这么一哭倒是多了几分我见犹怜的味道。不过秦风对他可没有半点怜香惜玉的想法。他扶着萧婉坐回椅子上，目光冷冷地瞥了一眼还在哭天抢地的李沐月。哭吧，尽情的哭吧，从今天起这个家就是我秦风说了算了。你这个刁蛮大小姐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等老子突破炼气8层，就足以在这里立足。秦风的眼中闪动着冰冷而兴奋的光。李青山的死对他而言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看着眼前这一片混乱的场景，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母女二人，心中的快意几乎要满溢出来。他极力压抑着，让自己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足够悲伤，足够沉痛。他甚至还挤出了几滴眼泪，用袖子擦了擦眼角，那副悲痛欲绝、强撑着主持大局的模样，演得惟妙惟肖。几个人看得都有些动容，连忙点头哈腰地离去了。秦风再次走到萧婉身边，轻轻拍着她的后背，柔声安慰道：师娘，人死不能复生，你要保重身体啊。师父泉下有知，也不希望看到您这个样子。他的手掌贴着萧婉的背，感受着那惊心动魄的曲线。萧婉哭得更厉害了，身体一抽一抽的，丰满的胸脯随着呼吸剧烈的起伏着，紧紧地贴着秦风的手臂。那惊人的弹性和柔软，让秦风心头一阵火热。他妈的，这感觉简直绝了！老东西死了，这么一个极品尤物留下来，这不就是上天送给他的礼物吗？秦风一边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美妙触感，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李沐月。李沐月还在哭，但声音已经小了很多，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泣。他红肿着眼睛，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像一只被抛弃的流浪猫。秦风心里冷笑，现在知道怕了，现在知道无助了。晚了，以前你仗着你爹的事对我作威作福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这个世界终究是靠实力说话的，没有了李青山，你李沐月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李青山留下的修炼资源、丹药、法器，还有这个宅子，从今天起全都是他的了。还有这对如花似玉的母女。花秦风的眼神变得幽深起来，他要让所有欺负过他、看不起他的人都付出代价，他要让整个青阳方氏的人都知道他秦风是多么厉害。李青山的死就像是打开了他身上的一道枷锁，从今往后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回到自己那间阴冷潮湿的石室，秦风反手关上石门，门一关上，他脸上那副悲痛欲绝的表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不住的狂喜。他再也忍不住了，整个人靠在冰冷的石门上，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发出了低沉而又畅快的笑声。哈哈哈哈！死了，那个视他为牲畜，养着他只为当丹药的老东西，真的死了，而且死得那么惨，尸骨无存。报应，这他妈就是天道好轮回。秦风只觉得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舒爽和通透，就像一个背着千斤巨石行走了18年的人，那块压得他喘不过气的石头突然就自己碎了，整个人都轻了，神清气爽。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灵力都在随着这股畅快的心情而欢呼雀跃，奔腾不息。他盘腿坐上石床，没有片刻耽搁，立刻进入了修炼状态。今晚感觉来了，心境的枷锁被彻底打开，秦风的修炼效率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灵气像是疯了一样，争先恐后的涌入他的四肢百骸，丹田里的灵力漩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旋转、压缩、壮大。瓶颈，不存在的。那层阻碍着他踏入炼气8层的壁垒，在此刻脆弱的如同一张薄纸。轰！一股远比之前更加雄浑的灵力波动从他体内爆发开来，灵力冲刷着经脉，发出江河奔涌般的声响。炼气8层，成了。秦风缓缓睁开眼，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放在这青阳方氏，炼气8层的修为已经足以让他拥有一席之地，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工具。李青山，你看到了吗？你费尽心机想压制我，想把我养成一头待宰的猪，可你一死，我立刻就突破了。你泉下有知，会不会气得从地底下爬出来？第二天一早，秦风走出石室，大厅里，萧婉和李沐月已经坐在了石桌旁，母女二人的脸色都无比憔悴，眼眶红肿，眼下是浓重的青黑色。很显然，他们一夜未眠。看到秦风走出来，
萧婉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小风，我们商量了一下，想为你师父办一场丧事。他的声音沙哑，充满了疲惫。秦风立刻换上一副沉痛的表情，重重的点了点头。应该的，师娘。师父待我恩重如山，这是弟子应该做的。他演得情真意切，看不出半分破绽。而一旁的李沐月则彻底没了往日的骄横跋扈，他呆呆地坐着，眼神空洞，像是被抽走了魂魄，对秦风的话毫无反应。父亲的死对他这个温室里的花朵来说，打击是毁灭性的。天塌了。接下来的几天，三人开始为李青山操办丧事。说是丧事，其实也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毕竟连尸首都找不到，只能立一个衣冠冢。李青山生前在方室里也算有些脸面，他的一些好友旧时都陆续前来吊唁。吴华也来了，他跟着他爹吴刚装模作样的对着衣冠冢拜了拜。李沐月一看到他，就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红着眼睛跌跌撞撞的跑了过去，声音带着哭腔：吴华哥哥。他想寻求安慰，想从这个一直讨好他吹捧他的人身上找到一点点支撑。然而吴华只是不咸不淡的瞥了他一眼，然后不着痕迹的后退了半步，拉开了距离。那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热切和谄媚，只剩下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漠，甚至还带着几分不耐烦和疏远。李沐月妹妹，节哀。他嘴里说着客套话，神情却拒人于千里之外。李沐月伸向他的手，就那么僵在了半空中。他整个人都傻了，一股比失去父亲还要刺骨的寒意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一道晴天霹雳狠狠劈中。为什么吴华哥哥会用这种眼神看他？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他总是围着自己转，把自己当成公主一样捧着。怎么爹爹一死，他就李沐月呆立在原地，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所有精气神，变成了一具没有表情的木偶。晚上吊唁的客人都走了，萧婉将失魂落魄的女儿拉回房间，看着她那副样子，又是心疼又是生气。月儿，你现在看清了吧？那个吴华，他接近你不过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如今你爹不在了，他自然就露出了真面目。这种人人品不行，以后离他远点。萧婉的话像一把把刀子扎在李沐月的心上，他趴在床上，把头埋进被子里，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一次他不只是为死去的父亲哭，更是为自己那可笑的天真和愚蠢而哭。丧事办完了，日子还得继续。没有了李青山，这个家的天平彻底向秦风倾斜。萧婉似乎也认清了现实，很自觉地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洗衣、做饭、打扫庭院，这些他以前从未碰过的事情，现在都得亲力亲为。李沐月也像是变了个人，不再哭闹，只是默默地跟在母亲身后，笨手笨脚地帮忙。曾经的千金大小姐，如今也要学着洗手做羹汤。秦风看着这一幕，心里只有冷笑。这天他看到萧婉正提着一桶水，便走了过去。师娘，我来吧。萧婉抬起头，看到秦风，连忙拒绝。不用，小风，你只管安心修炼，这些粗活我来做就行。他说着，想把水桶提得更稳一些。秦风却不由分说的伸手握住了桶柄，两人的手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一起。萧婉的手指温润而细腻，皮肤滑得惊人，那柔软的触感让秦风心头猛地一跳，一股电流从指尖窜起，瞬间传遍全身。舒爽！萧婉也像是被烫到了一样，触电般的缩回了手，脸上飞起一抹红晕。秦风没有再坚持，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晚上，萧婉主动找到了秦风，他拿出了一个储物袋，递到秦风面前。小风，这是你师父留下的一些零食和家当，以前都是他管着，现在他不在了，这个家就得靠你了。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修炼需要花费的地方多，这些东西你收着吧。秦风看着储物袋，没有客气，直接接了过来。神识一扫，里面有几百块下品零食，还有一些丹药和材料，虽然不多，但对现在的他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师娘放心，我一定会撑起这个家。秦风沉声说道。第二天，秦风拿着零食走进了青阳方室，他径直来到一家最好的成衣铺，把你们这里最贵最好的衣服拿出来。很快他换下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土布衣，穿上了一套剪裁合体的华贵青色长衫，用料考究，袖口和衣领处都绣着精美的云纹，腰间再配上一块上好的白玉佩。这么一穿，秦风原本就俊朗不凡的样貌再也遮掩不住，剑眉星目，面如冠玉，身姿挺拔修长，往那一站，活脱脱一个气质非凡的世家俊公子。走在方氏的街道上，周围那些女修的目光都跟被磁铁吸住了一样，频频回头，有的甚至看得脸都红了。当秦风以这副全新的形象回到洞府时，正在院子里晾晒衣服的萧婉和李沐月全都看呆了。
他们张着嘴，眼睛里写满了震惊和不敢置信。这还是那个平日里唯唯诺诺、低着头不敢看人的秦风吗？萧婉手里的湿衣服啪地掉在了地上，他瞪大了眼睛，嘴巴微张，完全说不出话来。李沐月更是直接愣在了原地，连眨眼都忘了。这还是那个平日里低眉顺眼、穿着破旧灰衣的秦风吗？眼前这个人剑眉入鬓，面容俊朗的让人移不开眼，一身青色华服将他本就修长的身材衬托得更加挺拔，腰间的白玉佩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气质。以前的秦风总是弓着腰，垂着头，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子卑微和怯懦，可现在的他站得笔直，神态从容，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自信和威严，就连走路的姿态都变了，不再是那种小心翼翼的碎步，而是步履稳健，每一步都踏得很实。这真的是秦风？李沐月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声音里满是不敢置信。萧婉也回过神来，连忙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衣服，慌乱中差点又绊倒。他偷偷抬头看了秦风一眼，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这个孩子已经不能说是孩子了，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比他见过的任何男子都要俊美，就连当年意气风发的李青山，在容貌上也远远比不过此时的秦风。师娘，师妹。秦风淡淡的点了点头，声音也不再是以前那种唯唯诺诺的语调。萧婉慌忙整理好衣服，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小风，你这身衣服花了些零食。秦风轻描淡写的说着，走到石桌旁坐下。既然要撑起这个家，总不能还穿着破衣烂衫。他的话里透着一股理所当然的意味，完全没有以前那种小心翼翼征求意见的语气。李沐月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以前他从没觉得秦风好看，甚至还经常嫌弃他土里土气的样子，可现在他忍不住偷偷多看了几眼，脸竟然有些发烫。萧安走过来，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本想说花这么多零食买衣服有些浪费，可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妥。现在这个家确实要靠秦风撑着，他的话也没错。而且他偷偷瞄了秦风一眼，心里竟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想法，他穿成这样确实很好看。对了，师娘。秦风忽然开口，我听方室里的人说，最近有几个修士总在咱们附近转悠，好像在打听什么。萧婉脸色一变，什么人？不知道，但看样子不像什么好人。秦风皱了皱眉，师娘，师傅刚走，外面的人都知道咱们家现在没了主心骨，怕是有人要起歹心了。萧婉的脸瞬间煞白，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李青山活着的时候，凭着炼气巅峰的修为，在这一带还算有些威慑力，可现在他死了，这个消息早就传遍了整个方氏。一个美貌的寡妇带着一个半大的女儿，家里还有一些积蓄，这对某些心怀不轨的人来说，简直就是送上门的肥肉。那怎么办？萧婉的声音都在颤抖。秦风站起身，走到她面前，师娘别怕，有我在。他的声音很轻，但却透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萧婉抬起头看着他，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那股恐惧竟然真的减轻了许多。这个曾经需要他照顾的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靠了？李沐月在一旁听着，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一丝安全感。虽然他以前总是看不起秦风，但现在父亲不在了，他和母亲确实需要一个男人的保护。而秦风现在的修为，在这青阳方氏也算不弱了。小风，那些人真的会来吗？萧婉担忧地问。秦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走到窗边朝外面看了看。师娘，从今天开始，你们晚上最好别单独出门，白天如果要去方氏，也叫上我一起。萧婉连忙点头。夜深了，秦风盘腿坐在自己那间阴冷潮湿的石室里，却没有修炼。石门紧闭，隔绝了外面的世界，也隔绝了那对母女。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膝盖，脑子里却在想着白天的事。他警告萧婉和李沐月外面有人窥伺，并非空穴来风。他在方氏换衣服的时候，确实察觉到有几道不怀好意的神识在他身上扫过。那些人不是在看他，而是在打听李家的事。李青山一死，这偌大的洞府就剩下一个美艳的寡妇，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小姐，还有一个修为只有炼气7层的弟子。这简直就是黑夜里的一块肥肉，引诱着周围的恶狼。他今天高调的换上华服，就是要做给那些人看。他要告诉所有人，这个家现在有他秦风撑着，他不是那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但光靠一身衣服下不退真正的豺狼。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炼气8层还不够，必须尽快变得更强。就在他思绪翻涌之际，一阵极其轻微的几乎微不可闻的敲门声响了起来。叩叩叩！秦风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刀。谁？这么晚了，会是谁来敲他这个偏僻石室的门？是李沐月那个不知死活的蠢货又想来找茬，还是秦风没有出声，
他站起身，悄无声息地走到石门边，将耳朵贴在冰冷的石门上。门外传来一阵压抑的、带着几分颤抖的呼吸声。是个女人。秦风心头一动，眉头却皱得更紧。他屏住呼吸，全身灵力暗自运转，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他缓缓地、一点一点地拉开了石门的门栓。吱呀，一道细微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石门被拉开一道缝隙，月光从门缝里洒进来，照亮了门外站着的人影。是萧婉。她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白色寝衣，长发披散着，没有佩戴任何首饰。清冷的月光下，她那张美艳的脸庞显得有些苍白，眼眶里还带着未干的泪痕，整个人透着一股楚楚可怜的脆弱感。夜风吹过，单薄的衣衫紧紧贴在她玲珑有致的身体上，将那惊心动魄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胸前那惊人的饱满，随着她紧张的呼吸微微起伏着，散发着致命的诱惑。秦风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随即变得警惕起来。师娘，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她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任何情绪。萧婉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下意识地拢了拢衣襟，眼神躲闪着，不敢与他对视。我睡不着。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沙哑而又柔弱。你师父他刚走，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害怕。他抬起头，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眼里蓄满了泪水，就这么可怜巴巴地看着秦风。小风，我能进来和你说说话吗？秦风沉默地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这个女人大半夜穿着这么一身衣服来敲一个年轻男弟子的门，说只是害怕，想谈谈心。鬼才信！要不是知道她只是个没什么修为的凡人女子，秦风都要怀疑她是不是什么夺舍的老妖怪了。但看着她那副梨花带雨、我见犹怜的模样，秦风心里那根弦被拨动了。他想起了李青山，那个糟老头子何德何能拥有如此极品的尤物。萧婉见秦风不说话，眼里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他哽咽着说：小风，我知道这样很唐突，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师父在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想，可他现在不在了。他像是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开始断断续续地诉说自己的过往。我才30岁，15岁那年，我还在世俗界的家里。你师父李仙人，他路过我们镇子，一眼就看上了我。我爹娘哪敢反抗仙人的意志，就把我送给了他。16岁，我就生下了沐月。这么多年，我一直住在这里，除了你师父和沐月，我谁也不认识，哪里也去不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助和迷茫，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太久的金丝雀。突然有一天，笼子的门打开了，他却不知道该飞向何方。秦风静静地听着，原来是这样，一个凡俗女子被一个修仙者强行掳走，做了10几年的笼中鸟，难怪她身上总有股挥之不去的忧郁气质。他看着眼前的萧婉，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师娘，而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一个美得惊心动魄又柔弱无助的女人。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成熟女人的体香，混杂着沐浴后的清香，不断地钻进秦风的鼻孔，那是一种让人心猿意马的味道。萧婉抬起泪眼，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秦风变了，变得他都快不认识了。以前那个总是低着头不敢看他一眼的少年，如今变得如此挺拔，如此俊朗，尤其是那双眼睛深邃的像是要把人的魂都吸进去。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强大的自信和勃发的生机，是他在李青山那个老男人身上从未感受过的。那是一种让他感到陌生的，却又让他心跳加速的奇妙感觉。秦风看着眼前的美人，看着她微张的红唇，看着她眼里的水光，鬼使神差的一句话脱口而出：师娘，你好香啊！轰！萧婉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她的脸唰的一下从脖子红到了耳根。她想斥责，想后退，可身体却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样动弹不得，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几乎要从喉咙里蹦出来。秦风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他上前一步，长臂一伸，直接将这个美艳的女人横抱了起来。啊！萧婉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下意识地伸出双臂，紧紧地搂住了秦风的脖子。入手处是男人坚实滚烫的胸膛，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一股浓烈的男性气息将他彻底包裹。秦风抱着怀里温香软玉的娇躯，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真软，真香，真他 M 的有料。他大步流星地走到石床边，毫不怜惜地将怀里的美人扔了上去。随着一声声被死死压抑在喉咙里的喘息，这个充满了寒气与潮湿的石室温度骤然升高。这个夜晚，秦风终于拥有了前世今生都梦寐以求的东西。第二天天光大亮，饭厅里李沐月正无精打采地拨弄着碗里的稀粥。他一夜没睡好，脑子里乱糟糟的。父亲死了，乌华哥哥也变了，这个家以后该怎么办？他正胡思乱想着，饭厅的门被推开了。
萧婉端着一盘刚烙好的饼走了进来。娘！李沐月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可当他抬起头看清母亲的脸时，整个人都愣住了。娘，你的脸！今天的萧婉和昨天那个憔悴不堪、双眼红肿的妇人判若两人。她的脸色红润，皮肤像是能掐出水来，泛着一种动人的光泽，眼角眉梢都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妩媚和风情，整个人像是雨后被滋润过的花朵，娇艳欲滴，光彩照人。李沐月揉了揉眼睛，满脸的疑惑：娘，你今天怎么好像变好看了，气色也好了这么多？萧婉的身体僵了一下，端着盘子的手都抖了抖。她低下头，不敢去看女儿的眼睛，脸上飞起一抹可疑的红晕。你这孩子看错了吧？她柔声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我一直都是这样啊。就在这时，秦风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依旧穿着那身华贵的青色长衫，神清气爽，步履稳健。他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萧婉，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脑子里却还在回味着昨夜那销魂蚀骨的感觉。真是大啊！萧婉感受到他的目光，身体绷得更紧了，头垂得更低，耳根都红透了，但他的眼神却忍不住偷偷的飞快地瞥向秦风那张英俊的过分的脸庞，只一眼，心跳就漏了半拍，然后又赶紧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收了回来。经过昨夜的滋润，秦风今天神清气爽，但他并没有出门的打算。李青山刚死，现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们这个家，一个死了顶梁柱的洞府，一个美艳的寡妇，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小姐，这组合简直就是在对外界的猎狗们大声宣告：人傻钱多，速来！他昨天高调换上新衣，就是为了震慑萧小，但他也清楚，单靠这点小聪明吓不退真正的恶狼，所以他今天哪也不去，就守在家里，等着某些不开眼的东西自己送上门来。果不其然，到了下午，秦风正在石室里打坐，眼皮猛地一跳，两股毫不掩饰的带着贪婪与恶意的气息闯进了洞府的范围。炼气7层，2个都是。秦风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鱼儿上钩了啊！院子里传来李沐月惊恐的尖叫，紧接着是萧婉压抑的惊呼。秦风不急不慢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这才慢悠悠地推开石门走了出去。院子里2个面相不善的散修正一前一后地堵住了萧婉和李沐月母女，为首的是个鹰钩鼻，眼睛像毒蛇一样在萧婉那成熟丰腴的身体曲线上来回扫视，充满了不加掩饰的淫邪。另一个三角眼则盯着吓得瑟瑟发抖的李木木，嘿嘿地笑着露出一口黄牙。别怕，2位美人。鹰钩鼻开口了，声音嘶哑难听，我们兄弟俩不伤人，就是来借点东西。萧婉强作镇定，将李沐月护在身后，脸色苍白地问道：2位道友想要什么？哈哈，爽快！鹰钩鼻大笑起来，听说李青山那老东西为了突破筑基，可是攒了不少好东西，他现在人没了，那些宝贝留着也是浪费，不如就送给我们兄弟，也算是结个善缘。三角眼在一旁帮腔，没错，等我们兄弟俩靠着这些宝贝突破了筑基，以后在这青阳方氏还能罩着你们母女俩呢。他说着还故意挺了挺胸膛，眼神里的贪婪和欲望几乎要溢出来。抢劫说得如此冠冕堂皇，甚至还想画个大饼。萧婉和李沐月吓得浑身发抖，他们何曾见过这种阵仗？李沐月更是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死死地抓着母亲的衣服。就在这时，一个平淡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你们说完了吗？秦风双手负后缓缓走了出来。鹰钩鼻和三角眼看到秦风，先是一愣，随即用神识一扫，哟，炼气7层。鹰钩鼻嗤笑出声，眼神里充满了不屑。李青山那老东西收的徒弟，小子，这里没你的事，滚一边去，不然连你一起宰了。三角眼也跟着威胁道：识相的就赶紧滚，等我们兄弟拿了东西，说不定还能把这对母女赏给你玩玩呢。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李沐月气得浑身发抖，却又因为恐惧而不敢反驳。萧婉的脸更是白得没有半点血色，身体摇摇欲坠。秦风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看着那2个如同跳梁小丑一般的家伙，如同在看2个死人。找死！他轻轻吐出2个字，话音未落，他的身影瞬间从原地消失。什么？鹰钩鼻瞳孔骤然收缩，心中警铃大作。好快的速度，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只觉得一股恐怖的威压当头照下，那股灵力波动雄浑的让他感到绝望。炼气8层，这他妈怎么可能是炼气8层？情报有误，这是他脑海里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下一秒，秦风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只手掌平平无奇地按在了他的天灵盖上。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鹰钩鼻的脑袋
像是被铁锤砸中的西瓜，瞬间爆开，红的白的溅了一地。那具无头的尸体晃了晃，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整个过程快到极致。另一边的三角眼脸上的笑容还僵在那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伴被一招秒杀，整个人都懵了，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脑门。不可能！他声音颤抖，脸上写满了惊恐和不敢置信。你不是炼气7层？秦风没有理会他的废话，反手从死去的鹰钩鼻腰间摘下储物袋，然后一步步走向三角眼。三角眼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想跑，可他的腿却像是灌了铅一样，根本不听使唤。在炼气8层的威压下，他一个炼气7层连逃跑的勇气都提不起来。饶命！前辈饶命！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疯狂地磕头。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前辈放我一条狗命，我再也不敢了。秦风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晚了，手起，掌落。又是一声闷响，三角眼的脑袋同样炸开，不了同伴的后尘血腥味瞬间弥漫了整个院子。萧婉和李沐月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大脑一片空白。前一刻还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2个恶徒，下一秒就变成了2具冰冷的尸体。而那个平日里在他们眼中有些懦弱的少年，此刻却像一尊杀神，面不改色地站在血泊之中。那种杀伐果断的冷酷，那种掌控一切的强大，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震撼，然后是无与伦比的安全感。秦风弯腰，同样取下了三角眼的储物袋，随手掂了掂。他转过身，看着依旧处于呆滞状态的母女2人，沉声说道：“过来，把他们2个拖出去埋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萧婉最先回过神来，她看着秦风，那双美丽的桃花眼里没有了恐惧，反而亮起了奇异的光彩，崇拜、迷恋，还有一种更加深沉的情愫。这个男人在最危险的时候，如天神下凡一般保护了他们母女。这种强大，这种可靠，让他整颗心都剧烈地跳动起来，身体深处甚至涌起一阵阵难以言喻的酥麻。李沐月也看着秦风，眼神复杂到了极点。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他一直看不起的师兄，竟然如此强大。这一刻，秦风的身影在他心中变得无比高大。晚上，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异样。李沐月不再像以前那样咋咋呼呼，只是低着头，默默地扒着碗里的饭，偶尔会偷偷地用敬畏的眼神瞥一眼秦风。萧婉则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给秦风夹了一筷子菜，柔声说：“小风，多吃点。”秦风抬起眼，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充满了侵略性，仿佛要穿透他的衣服，看进他的心里。萧婉立刻就读懂了那眼神里的含义，他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他赶紧低下头，用吃饭的动作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和羞涩，连耳根都变得滚烫。夜深了，秦风盘坐在石床上，白天的杀戮并未在他心中留下任何波澜，他只是在回味昨夜的销魂蚀骨，也回味着白天那2个蠢货临死前的绝望。就在这时，叩叩叩，一阵极其轻微，带着几分犹豫和羞怯的敲门声响起。来了。秦风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他甚至没有起身，只是淡淡的开口：“进来。”石门被轻轻推开，一道婀娜的倩影闪了进来，又迅速将门关上。是萧婉，她换上了一件更为轻薄的纱质寝衣，月光下，那具成熟丰腴的娇躯若隐若现，散发着致命的诱惑。经历了白天的惊吓，她的脸上非但没有恐惧，反而多了一层动人心魄的红晕。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眼，此刻更是媚意天成，眼波流转间能把人的魂都勾走。他不敢看秦风，低着头，双手无措地绞着衣角，声音细若文瑞：“小风，我……”话还没说完，一股强大的力量便将他凌空射了过去。萧婉惊呼着，下一秒就落入了一个坚实滚烫的怀抱。秦风已经10岁之位，哪里还会跟他废话？他一把抱起怀里柔软又肉乎乎的娇躯，那惊人的弹性与温软的触感，让他体内的气血瞬间沸腾。师娘，我等你好久了。他低沉的嗓音在萧婉耳边响起，带着不容抗拒的霸道。看着萧婉那张羞不可抑的俏脸，秦风再也按捺不住，低头便吻上了那片粉嫩的嘴唇。萧婉娇躯一颤，象征性的推拒了2下，便彻底软在了他的怀里，任由那股充满侵略性的男性气息将自己完全吞噬。抱着怀里这具梦寐以求的尤物，秦风感觉像是在做梦。李青山那老东西真是暴殄天物。很快，冰冷潮湿的石室内再次响起了被死死压抑在喉咙里的低屈昂，温度节节攀升。就在此时，秦风动作微微一顿，他的神识敏锐地捕捉到了门外一道微弱而紊乱的气息。是李沐月。秦风的嘴角
勾起一抹更加玩味的弧度。石门外，少女李沐月呆呆地站在门口，整个人像是被一道天雷劈中，呆愣在原地。她今晚心绪不宁，辗转反侧，下意识地想来找母亲，可母亲的房间里没有人。鬼使神差的，她走到了秦风的实室外，然后她就听到了那些让她面红耳赤、浑身发冷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那娇媚的、压抑不住的屈汪兮，每一个音节都像是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她的心里。怎么会？怎么可能？那是她的母亲，那个端庄温婉的母亲，怎么会和秦风，和这个她一直看不起的下人？李沐月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嗡嗡作响。她感觉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她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眼泪却不争气地汹涌而出。不知道在门口站了多久，她终于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失魂落魄的蹑手蹑脚地转身离开，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艰难，内心早已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静。实室内，察觉到门外的气息消失，正在卖力干活的秦风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很好，这样一来，这个家里最后一点不安分的因素也被彻底拿捏了。他低下头看着身下媚眼如丝的美人，然后继续更加卖力地干起活来。第二天清晨，饭厅里脸色红润、容光焕发的萧婉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早餐。她今天的心情肉眼可见的好，甚至还哼着不知名的小曲。李沐月坐在桌边，神色不宁，低着头，用筷子无意识地戳着碗里的米饭，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格外显眼。月儿，这是怎么了？昨晚没睡好吗？萧婉坐到她身边，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被母亲触碰到的瞬间，李沐月的身体猛地一僵。她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眼前这个光彩照人的母亲，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就回想起昨夜听到的那些声音。她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又很快变得苍白。没事。她慌乱地低下头，声音干涩地回答道。就在这时，秦风走了进来，他神清气爽，目光在母女二人身上扫过，最后落在了李沐月那张充满着少女气息的脸上，笑了笑，没有说话。李沐月感受到他的目光，身体绷得更紧了，头垂得更低，几乎要埋进碗里。秦风自顾自地坐下，拿起一个肉包，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吃了几口，他忽然开口：今天可以出门逛逛了。想必昨天消失的那2个炼气7层已经被某些人知道了，短时间内应该没人再敢来找麻烦了。离开洞府，秦风踏上了青阳方式的主街，阳光洒在青石板路上，人声鼎沸。修士们穿着各色长袍，腰间悬着储物袋，在各个摊位间穿梭。摊主们扯着嗓子叫卖着丹药、法器、灵草。秦风穿着那身华贵的青衫，走在街上格外引人注目。许多人都会下意识地多看他几眼，有的是羡慕，有的是打量，还有一些则是忌惮。昨天的血腥味虽然已经处理干净，但消息传播的速度永远比想象中要快。2个炼气7层的散修，一夜之间人间蒸发，这种事情在方市里很快就会传开。秦风很满意这种效果，他慢悠悠地走着，偶尔在一些摊位前停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购买的东西。前世今生他都没有真正逛过这种修真集市，倒是颇有新鲜感。走着走着，他停下了脚步。前方不远处有一座装饰的颇为精致的2层木楼，门口挂着红灯笼，隐约能听到里面传出的丝竹之声和女子的娇笑。楼上的窗台边，几个打扮妖娆的女子正在招揽客人。勾栏，秦风挑了挑眉毛。以前师父在的时候，他哪有机会出来玩？不是修炼就是修炼，前18年的日子里，除了修炼还是修炼。现在李青山死了，他自由了，倒是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地方的乐趣。他抬脚走了过去。这位公子，里面请。门口的龟公一看到秦风，立刻迎了上来。这人精明得很，一眼就看出秦风身上那套衣服价值不菲，绝对是个有钱的主。秦风没有废话，身上的灵力波动略微外泄了一下。炼气8层，龟公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恭敬，腰都弯得快90度了。前辈，您里面请，楼上雅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这种地方见的修士多了，最懂得察言观色。炼气8层的修士，在这青阳方市已经算是中上层的存在，绝对是要好好伺候的主。秦风被引到了2楼的一间雅间，房间布置得很雅致，有香炉，有酒水，还有软榻。前辈稍等，马上安排最好的姑娘来伺候您。龟公退下后，很快就有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走了进来。秦风坐在软榻上，端着酒杯，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这些女人。有妩媚的，有清纯的，有丰腴的，有苗条的，各有各的姿色。但秦风看了一圈，心里却有些失望。这里的姑娘没有师娘好看啊，连还没长成的李沐月都比不上。想到萧婉那张美艳绝伦的脸庞，想到她身上那股成熟女人特有的韵味，
秦风忽然觉得眼前这些胭脂俗粉都显得平庸了。不过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而归。他随手指了一个看起来还算清秀的女子：“你留下，其他人都出去。”“是，公子。”女子盈盈一拜，其他人识趣地退了出去。这女子叫小翠，20出头，生得还算标致，声音也柔糯。她跪坐在秦风身边，为他斟酒，时不时说几句娇滴滴的话。公子真是英俊啊！小翠第一眼看到公子，心都要跳出来了。公子修为这么高，一定是哪个大家族的少爷吧？秦风半躺在软榻上，任由小翠服侍着，倒也觉得颇为享受。虽然这女人比不上萧婉，但胜在年轻，身段也还不错。关键是她不会像萧婉那样让他产生太多复杂的情绪，在这里他只需要享受就行了。小翠很会来事，一会儿给他捏肩，一会儿给他喂酒，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子妩媚。公子要不要听小翠弹个曲儿？他指了指房间角落的琵琶。行，弹吧。小翠取过琵琶，盘腿坐在秦风对面，纤纤玉指在琴弦上拨动，叮咚叮咚的琴声响起，倒是颇为悦耳。小翠的琴技不错，加上她那副娇媚的模样，倒是别有一番风情。秦风闭着双眼，听着曲子，喝着酒，感觉十分惬意。这就是有实力的好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一曲终了，小翠放下琵琶，走到秦风身边，轻抚着他的胸膛。公子，曲子好听吗？还行。秦风睁开双眼，伸手捏了捏他的下巴，皮肤倒是滑嫩，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少了萧婉那种深入骨髓的成熟韵味，少了他那种让人欲罢不能的温柔，也少了他身上那股子天然的媚态。说到底，萧婉是天生的尤物，这些胭脂俗粉再怎么装扮，也比不上师娘的。秦风正享受着这难得的悠闲时光，房门又被轻轻推开，进来的是另外2个姑娘，一个端着切好的灵果，一个抱着古筝。公子，奴家们来为您助兴。端果盘的姑娘叫红袖，生得娇小玲珑，一双杏眼水汪汪的，颇有几分楚楚动人的味道。另一个叫紫嫣，身材高挑，气质清雅，抱着古筝的模样倒有几分才女风范。你们老板倒是会做生意。秦风靠在软榻上，任由红袖桂坐在身边，纤纤玉手包着灵果。这灵果是方氏里的特产，汁水甘甜，还含有微弱的灵气，价格不菲，能在这种地方免费享用，足见这家勾栏的档次确实不低。红袖包好一颗晶莹剔透的果肉，轻咬着下唇，羞涩地递到秦风嘴边。公子张嘴。他的声音软糯得像棉花糖，吐气如兰。秦风张口含住果肉，舌尖无意间舔过他的指尖。红袖娇躯一颤，脸颊飞起红霞，却没有缩手，反而更加贴近了几分。另一边，紫嫣已经调好了古筝，纤细的手指在琴弦上轻抚。叮咚，清脆悦耳的筝音响起，比刚才小翠的琵琶更加空灵动听。3个美人围绕左右，一个弹琴，一个喂果，一个斟酒。这种被众星捧月般伺候的感觉，让秦风颇为受用。前世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今生重生后又被师傅当成药人养着，何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公子，这颗蜜桃最甜了。红袖又包好一颗粉嫩的果肉，这次他没有直接喂到秦风嘴边，而是先在自己唇上轻咬一口，然后才递过来。间接接吻。秦风心中暗笑，这些风尘女子的手段倒是花样繁多，不过他并不反感，甚至觉得挺有趣。你们在这里坐了多久？秦风一边享受着红袖的投喂，一边随口问道。奴家3年前来的。红袖咬着下唇，家里遭了灾，父母都没了，只能……公子别听他胡说。小翠在一旁撇嘴，他是自己跑来的，嫌家里穷。红袖脸色一白，狠狠瞪了小翠一眼。你胡说什么？我说的是实话。小翠不甘示弱，装什么可怜？谁不知道你？够了。秦风淡淡开口，2女立刻闭嘴。他对这些女人的身世并无兴趣，也不会被他们的把戏蒙骗。不过这种环境，这种氛围确实让人身心放松。紫嫣的声音悠扬，红袖的果肉香甜，小翠的酒水醇厚。天色渐晚，公子天色不早了。红袖察觉到他睡着了，撒娇般的轻推了他一下。秦风回醒了过来，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秦风起身，从储物袋中取出几块零食丢在桌上。3女见他要走，都有些不舍。公子这就要走，不如留下来过夜，奴家们会好好伺候您的。红袖拉着他的衣袖，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下次吧。秦风拍了拍他的手，转身离开。走出勾栏，夕阳西下，街上的人流渐疏。夕阳的余晖将青石板路染成一片暖黄。秦风从勾栏里出来，呼吸着傍晚清冷的空气，脑子里那些靡靡之音和胭脂俗粉的味道瞬间被冲刷得一干二净。他走在逐渐稀疏的人流中，不急不缓地朝着洞府的方向走去。
那已经不能算是李青山的洞府了，现在那是他的家，一个有美艳妇人做好饭菜等着他回去的家。这种感觉很奇妙，让他心里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刚走进洞府，一股饭菜的香气就扑面而来。饭厅里灯火通明，萧婉已经摆好了碗筷，正和李沐月一起安静地坐在桌边等着他。那画面像极了凡俗人家里妻子和女儿等待着一家之主归来的场景。我回来了。秦风淡淡的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轻松。小风，你回来了。萧婉立刻站起身，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那双勾人的桃花眼在灯火下水汪汪的，仿佛盛满了星光。她快步走上前来，很自然的想要帮秦风脱下外衫，动作熟练的像是做过千百遍。秦风没有拒绝，任由她伺候着。女人的手很软，身上带着沐浴后的清香和一股成熟妇人特有的甜腻体香，这味道比勾栏里那些庸脂俗粉高级了不知道多少倍。看着师娘那张近在咫尺的足以倾国倾城的绝美脸庞，感受着她身上传来的温软气息，秦风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要不是李沐月那个小丫头还直勾勾地盯着这边，他现在就会把这个女人按在墙上狠狠地亲上去。李沐月坐在桌边，看着母亲对秦风那副殷勤体贴的模样，小手在桌下死死地攥着衣角，指节都有些发白。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怨有恨，但更多的是一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情绪。秦风坐上主位，萧婉立刻为他盛好了饭，又夹了一筷子他最爱吃的妖兽肉。快吃吧，都饿了吧。他的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饭桌上气氛有些古怪的和谐，秦风慢条斯理的吃着饭，享受着萧婉无微不至的照顾。李沐月则始终低着头，沉默的扒着碗里的饭，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吃了一会儿，秦风放下碗筷，目光落在了萧婉那张美艳的脸庞上。师娘，他忽然开口。萧婉抬起头，有些疑惑的看着他。师父当初既然娶了你，你应该是有灵根的吧？秦风的声音很平淡，却像是一道惊雷在萧婉的心湖里炸响。萧婉整个人都愣住了，拿着筷子的手停在半空中，微微颤抖。灵根，修行，这两个词对他而言是多么的遥远，又多么的渴望。他当然有灵根，虽然只是一般的灵根，但那也是灵根。当年他也曾幻想过踏上仙途，也曾苦苦哀求过李青山，求他教自己修行。可李青山是怎么回答的？妇道人家，修行做什么？安分守己的待在家里，相夫教子才是你的本分。他需要的只是一个能为他生儿育女，满足他欲望，并且能被他牢牢掌控在手里的漂亮女人，而不是一个拥有力量，可能会脱离他掌控的修士。想到这里的过往，萧婉的眼眶瞬间就红了，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看着他这副模样，秦风心中了然，他猜对了，师父只是不想让你拥有力量，怕你跑了而已。秦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青山那点龌龊的心思，这句话像是一把尖刀，彻底扎破了萧婉心中最后一丝幻想。他再也忍不住，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是啊，他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囚犯，一个玩物。坐在对面的李沐月看到母亲哭了，也有些不知所措。秦风没有去安慰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哭。等她情绪稍稍平复了一些，他才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本泛黄的册子和几块下品灵石放在了桌上。这是引气诀最基础的功法，这几块灵石你先拿着，尝试着引气入体。秦风的声音很温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师娘，你本该修行的。萧婉呆呆地看着桌上的功法和灵石，又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秦风。这个男人，他不仅给了他从未有过的激情和保护，现在还要给他一条通往长生的路。李青山囚禁了他前半生，而秦风却要将他从牢笼里彻底解放出来。这一刻，萧婉心中的感动、爱慕、崇拜，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将他整个人都淹没了。他看着秦风的眼神，炽热的几乎要将他融化。如果说之前他对秦风更多的是身体上的沉沦和对强者的依附，那么现在他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已经彻彻底底地烙上了这个男人的印记。萧婉哽咽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吃饭吧。秦风淡淡道，又重新拿起了筷子。这顿饭的后半段，萧婉几乎没怎么吃东西，一双美目就没从秦风的脸上移开过，那眼神里的情意浓得几乎要溢出来。李沐月看着母亲的变化，又看了看桌上的功法和灵石，心里忽然升起一股暖意。母亲能修仙，这是天大的好事。她不由自主的嘴角露出了一抹浅浅的发自内心的微笑，可这微笑只持续了不到1秒。她脑子里又不合时宜地回想起了昨夜听到的那些让她面红耳赤、心惊肉跳的声音。母亲娇媚的喘息和秦风低沉的嗓音，那抹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慌乱和羞耻。
他猛地低下头，脸颊涨得通红，又很快变得苍白。我吃饱了。李沐月慌乱地扒完最后一口饭，站起身。我有点不舒服，先回房修炼了。月儿，你怎么了？没事吧？萧婉回过神来，看着女儿苍白的脸色，担忧地问道。没什么事。李沐月摇摇头，不敢看母亲，更不敢看秦风。就是有点不舒服。说完，他像逃一样快步跑回了自己的实室。饭厅里只剩下了秦风和萧婉两人，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起来。萧婉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有些担忧，但更多的是被身边男人那充满侵略性的目光看得心慌意乱。他站起身，开始收拾碗筷，想用忙碌来掩饰自己的羞涩。我去洗碗。我帮你。秦风乐呵呵地站起身，也跟着收拾起来。他端起一摞碗，走到萧婉身边，手臂不经意地擦过她柔软的腰肢。萧婉的身体猛地一僵，一股电流从腰间窜起，瞬间传遍全身。她的脸唰的一下就红透了，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两人端着碗筷，一前一后地走向厨房。在狭小的厨房里，萧婉将碗筷放进水池，刚要伸手去洗，一只大手就从旁边伸了过来，盖在了她的手上。我来。秦风的声音带着笑意。不用，我自己来就好。萧婉害羞的想要抽回手，可秦风的手就像铁钳一样，牢牢地握着她，不让她动弹。他另一只手也拿过碗筷，一边摸着萧婉滑嫩的小手，一边慢悠悠地冲洗着。这哪里是在洗碗？萧婉被他弄得浑身发软，又羞又急，忍不住轻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背。你别闹。那声音软绵绵的，没有半点威慑力，反而更像是在撒娇。秦风低低地笑了起来，他放下手里的碗，忽然从背后将萧婉整个娇小的身子都圈进了怀里。啊！萧婉惊呼，整个人都僵住了。她的胸膛像烙铁一样紧紧地贴着她的后背，那股灼热的温度仿佛要将她融化。别动！秦风在她耳边低语，温热的气息吹得她耳朵痒痒的。你站着就好，我来洗。说着，他真的就这么抱着她，双手绕过她的腰，开始清洗水池里的碗筷。萧婉的双手被他这么一抱，彻底没事做了，只能呆愣愣地僵在原地。他的后背紧贴着他坚实的胸膛，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强有力的心跳。他的鼻尖全是他身上那股充满侵略性的男性气息。这种姿势羞耻到了极点，也刺激到了极点。他的身体不争气地软了下来，双腿发软，几乎要站不稳，只能将全身的重量都靠在他的身上。时间在哗啦啦的水声和两人粗重的呼吸声中一分一秒地流逝。一个碗，一个盘子，秦风洗得格外慢，格外仔细。洗完碗，他又拿起抹布，慢悠悠地擦拭着灶台。整个过程，他始终没有松开抱着萧婉的手。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最后一个碗被放进橱柜，秦风终于停下了动作。厨房里只剩下暧昧的寂静，萧婉的心已经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秦风缓缓地将他的身子转了过来，让他面对着自己。他低着头，看着怀里这个媚眼如丝、俏脸红得能滴出血来的绝色美人，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师娘，他的声音沙哑而又性感。我喜欢你。话音未落，他便再也按捺不住，低头狠狠地吻上了那片他觊觎已久的娇艳欲滴的红唇。萧婉的脑子里嗡的一下，瞬间一片空白，剩下的只有沉沦。这一场洗碗足足洗了2个时辰。当萧婉满脸通红，衣衫凌乱地从厨房里跑出来时，双腿都在打颤。他甚至不敢看秦风一眼，丢下一句我去洗澡了，便头也不回地冲进了浴室。秦风倚在厨房门口，看着师娘那急匆匆几乎是落荒而逃的窈窕背影，乐呵呵地直笑。这日子可真带劲啊。接下来的10多天，洞府内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白日里，秦风在自己的石室中闭关苦修，将所有心神都沉浸在修炼之中。炼气8层的修为，在他的逆天资质下，每日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精进着，根基愈发稳固，法力愈发雄浑。而萧婉则像是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每日除了操持家务，将洞府打理得井井有条之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钻研秦风给他的那本引气诀。秦风偶尔会出关，指点他一些修行上的诀窍。每当这时，萧婉都会像个最认真听讲的学生，睁着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眼，一眨不眨地看着秦风，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牢牢记在心里。到了晚上，等李沐月回房修炼后，萧婉便会悄悄地推开秦风的石门，他会为他端来亲手熬制的安神汤或是新做的点心。两人在石室里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但更多的时候是秦风将他揽入怀中，在那张冰冷的石床上享受着他那成熟丰腴的娇躯所带来的无尽温存。只是无论秦风如何索取，如何挽留，
萧婉都坚守着最后一道底线。每每在天亮之前，她都会挣扎着起身，整理好凌乱的衣衫，在秦风的额头上留下一个滚烫的吻，然后红着脸逃也似的跑回自己的房间。她对秦风的爱意与日俱增，几乎将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了他，但她就是不肯在秦风的房间里过夜。秦风也不强求，他享受着这种猫捉老鼠一般的游戏，享受着将这个美艳师娘一点点彻底征服的过程。这一日，秦风正在指导萧婉修行，静下心来，感受你丹田周围的灵气，不要急着去捕捉它们，先去熟悉它们，与它们成为朋友。秦风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带着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萧婉盘坐在蒲团上，双目紧闭，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着，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按照秦风的指点，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着，失败，再来，失败，再来。他的性子本就温婉坚韧，认准了一件事，便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忽然，萧婉的娇躯猛地一颤，他感觉到一缕微弱到几乎不可察觉的清凉气流，顺着他的呼吸缓缓地钻入了他的体内，然后沉入了丹田。我感觉到了。萧婉激动地睁开双眼，声音里带着哭腔。别分心，守住心神，引导那缕灵气在丹田内扎根。秦风低喝萧婉闻言，立刻重新闭上眼，全部心神都沉浸在了那一缕来之不易的灵气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那缕灵气在他的引导下开始缓缓壮大，一缕、两缕、三缕，越来越多的天地灵气被牵引而来，汇入他的丹田。轰！一股微弱但清晰的法力波动从萧婉的体内扩散开来。炼气一层，成了！我成功了！萧婉呆呆地感受着体内那股截然不同的力量，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他成功了，他终于踏入了修仙者的大门。秦风看着他喜极而泣的模样，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伸出手指，在他眉心轻轻一点，一股神识探入其中。片刻后，秦风收回手指，眼神中闪过一抹惊讶。他发现师娘的天赋竟然相当不错，虽然算不上顶尖，但比起李青山那老东西，绝对要强上不少。难怪李青山那老东西死活不肯教他修行，这不仅仅是怕他拥有力量后逃跑，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嫉妒。他怕这个被他囚禁的女人在修行上的成就会超过他。老东西，真是暴殄天物，活该你死无全尸。秦风在心中暗骂。萧婉并不知道秦风在想什么，他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彩。第二天清晨，饭厅里，李沐月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母亲。今天的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长裙，衬得肌肤胜雪，身段婀娜，脸上未施粉黛，却容光焕发，那双桃花眼顾盼生辉，眼角眉梢都带着藏不住的笑意。她一边摆着碗筷，一边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小曲，那轻快的调子让整个洞府都多了几分生气。那模样哪里像是一个被囚禁了10几年的妇人，分明就是一个情窦初开、无忧无虑的怀春少女。娘，你今天好开心啊！李沐月忍不住开口。是吗？萧婉停下哼唱，回过头对着女儿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那笑容发自肺腑，不带任何阴霾，纯粹的让李沐月都看呆了。她点了点头，她真心为母亲感到高兴。这些天她也渐渐想通了，父亲已经死了，母亲能找到新的依靠，能过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虽然那个人是秦风，是他曾经最看不起的下人，虽然一想到母亲和他在石室里做的那些事，他还是会面红耳赤，浑身不自在，但看着母亲此刻的笑脸，他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李沐月的嘴角也不由自主的微微向上勾起，露出了一抹浅浅的笑容。就在这时，秦风走了进来，他一眼就看到了李沐月脸上一闪而过的笑容，秦风的嘴角也勾起了一抹玩味的弧度。很好，夜深了，石室内春光无限。秦风看着身旁媚眼如丝、娇喘吁吁的美人，心中一片火热，又是一番萧婉慵懒地趴在秦风坚实的胸膛上，他的脸上还带着未退的招红，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被彻底滋润后的妩媚风情。石室内的气氛安静而又暧昧，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师娘。萧婉懒懒地应着，抬起头，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今晚。秦风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他看着萧婉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可以把我当成师傅吗？叫我青山。轰！萧婉的脑子里像是炸开了一道惊雷，他整个人都僵住了，脸上的红晕瞬间退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煞白。他猛地从秦风身上坐了起来，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你说什么？他的声音都在颤抖。青山，李青山，那个囚禁了他半生，将他当成玩物和生育工具的恶魔，他怎么可能叫出这个让他恨之入骨的名字？又怎么能用这个名字去称呼眼前这个给了他心声，让他爱到骨子里的男人？这是亵渎，是对他们之间感情的亵渎。不行！萧婉想都没想，就激烈的摇头，眼眶瞬间就红了。小风，别这样，求你了，别让我叫那个名字。他哽咽着，充满了哀求。看着他这副激烈的反应，秦风并没有生气，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那双深邃的眸子里没有了平日的霸道和侵略性，反而流露出一种满是希望和渴求的神情。他没有再说话，就那么看着他。萧婉被他看得心都碎了，他内心里翻江倒海，理智告诉他绝对不能同意，可情感上看着秦风那充满希望的眼神，他又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拒绝的话来。这个男人是他的天，是他的地，是他的一切，他可以为他做任何事。可是这件事，他的内心在进行着天人交战，一边是刻骨的恨意，一边是浓烈的爱意，两种极致的情感在他的心里疯狂地撕扯着，让他痛苦不堪。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看着秦风充满希冀的眼神，终于还是败下阵来。他认命般的闭上双眼，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他俯下身，重新趴回秦风的胸膛，用细若文瑞却又无比清晰的声音，颤抖着叫出了那个让他午夜梦回都会惊醒的名字：青山。当这两个字从他嘴里吐出的瞬间，秦风的身体猛地一震，一股难以言喻的极致的满足感和征服感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他感觉自己比突破炼气8层时还要舒爽100倍。李青山，你个老东西，你听到了吗？你的女人现在正在我的身下，心甘情愿地叫着你的名字，你的一切都被我夺走了，彻彻底底。秦风再也按捺不住，一个翻身。这个晚上，秦风感觉自己像是飞上了云端，前所未有的舒服。第二天，秦风醒来时只觉得神清气爽，通体舒坦。昨夜的极致体验让他的心境都得到了升华，修为隐隐又有了一丝精进。接下来的半年，秦风的日子过得堪称舒坦。洞府之内，他与萧婉之间的情愫如同被精心照料的藤蔓，疯狂滋长，缠绕得越来越紧。那句称呼也变了味道，青山。起初萧婉喊出这两个字时，身体都会不受控制的颤抖，眼中是屈辱和痛苦的交织。可渐渐的，在这种极致的背叛和扭曲的情感中，他竟然品尝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那是一种踩在禁忌边缘的战力，一种将过去的梦魇彻底碾碎的快感。他喊得越来越主动，越来越妩媚。每当夜深人静，他依偎在秦风怀里，红唇轻启，吐出那两个字时，都能看到秦风眼中燃起的足以将他焚烧殆尽的火焰。这让他沉沦，也让他着迷。萧婉唯一过不去的是女儿那道坎，他能感受到李沐月看他时那复杂的眼神。月儿应该是知道了一点什么，这让他心如刀绞，却又无计可施。这一日清晨，秦风睁开了眼睛，他没有立刻起身，只是静静地躺在石床上，感受着体内奔腾咆哮的法力。一夜之间，那曾困扰了他数月的壁障终于被冲破。炼气9层，炼气巅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充斥着他的四肢百骸。他握了握拳，空气中发出一阵轻微的爆鸣。现在的他已经有了独当一面的资本，是时候了。他感受了一下洞府内稀薄的灵气，李青山留下的那点灵石早在半年的挥霍和苦修中消耗殆尽。想要筑基，靠这点家底是远远不够的。李青山那老东西在方室里经营多年，不可能只有这点东西。在这个方室，有几个炼气巅峰的修士联手把控着所有资源，每个人都掌控着一份。李青山曾经把控的就是长宁街，那条街上所有店铺利润的30%都要上交给他。这些年，李青山靠着长宁街赚得盆满钵满，但那些灵石大多都准备用来充基筑基境，随着他被劫修所杀，那些资源也一并被掠夺走了。而李青山死后，长宁街这块肥肉则被他生前的至交好友方主吴刚一口吞下。现在自己突破炼气9层，是时候去拿回来了。秦风走出石室，萧婉已经准备好了早饭。今天我要出去一趟，拿回一些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秦风坐下，平静地说道。萧婉给他盛粥的手顿了一下，担忧地看着他。危险吗？不危险。秦风喝了一口粥，语气淡然，只是去跟一个老朋友聊聊天。吃完早饭，秦风换上一身干净的劲装，便径直走出了洞府。清河方室依旧热闹。秦风走在长街上，周围的修士和凡人看到他，眼神都带着敬畏和躲闪。
半年前那2具血淋淋的尸体早已成了房市里无人敢提的禁忌。所有人都知道李青山的洞府如今有了一个更年轻也更狠辣的主人。秦风对此毫不在意，他的目标很明确，坊主吴刚的洞府。吴刚的洞府是整个方市最气派的建筑。秦风刚到门口，就有下人屁滚尿流的进去通报。片刻后，一个身材微胖、满脸堆笑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了出来，正是坊主吴刚。哎呀，秦贤侄，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吴刚热情地迎了上来，脸上全是虚伪的笑意。快请进，快请进。他拉着秦风的手，亲热的不行。贤侄啊，你师父生前可是我的至交好友，他不幸遇难，我这心里也难受得很。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跟吴叔说，我一定帮你。秦风抽回自己的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吴坊主，我今天来不是来叙旧的，我想拿回长宁街的控制权。吴刚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眼中的热情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阴沉。贤侄，你这是什么意思？长宁街的生意一直是我和你师父共同打理的，现在他不在了，我帮你照看着也是理所应当。你年纪还轻，方市里的水很深，有些东西你实力不足，是把握不住的。吴刚的话里已经带上了浓浓的威胁意味，他好不容易才将长宁街这块肥肉吞进嘴里，怎么可能轻易吐出来？秦风笑了，我的实力足不足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话音未落，秦风动了，他甚至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掌拍了过去。这一掌看似轻飘飘的，却带着一股无可匹敌的恐怖威压。吴刚脸色巨变，他想躲，却发现自己全身的气机都被死死锁定，根本无处可躲。仓促之间，他只能调动全身法力，双臂交叉，硬接着一掌。砰！一声闷响，吴刚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向后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洞府的石壁上，接连退了3大步才稳住身形。他只觉得胸口气血翻腾，喉咙一甜，差点一口血喷出来。吴刚骇然地抬头，死死盯着秦风，眼中全是难以置信的惊恐。炼气巅峰，怎么可能？吴刚的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这小子才多大？半年前他明明还只是炼气7层，这才多久，竟然就突破到了炼气巅峰？这他妈是什么怪物？吴刚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他隐藏得太深了，这个小子隐藏得太深了。他原本是知道一点李青山那个人形大药的计划的，可现在看来，到底谁是谁的药，还真不好说。吴刚的脸色变幻不定，最终所有的不甘和贪婪都化作了深深的忌惮。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贤侄真是天纵奇才，吴叔看走眼了。他对着身后的手下厉声喝道：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把长宁街的账本和地契都拿过来，交给秦贤侄。是。手下连滚带爬的跑了。秦风冷冷地看着这一切，没有说话。拿到东西后，他转身就走。在走出洞府大门时，他脚步一顿，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吴刚，那眼神冰冷淡漠，像是在看一个死人。吴刚被这一眼看得浑身一颤，如坠冰窟。直到秦风的身影彻底消失，他才腿一软，瘫坐在了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后悔，无尽的后悔涌上心头。当初劫杀李青山，夺了他准备筑基的资源后，自己就应该一不做二不休，连这个徒弟也一起宰了。谁能想到，一个平时低眉顺眼、任人欺辱的家伙，竟然是一头潜伏的猛虎。这小子真是隐藏的深啊！爹，你怎么了？一个声音传来，已经15岁的吴华从内堂跑了出来。吴刚看到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心里的邪火再也压不住了。啪！他狠狠一巴掌扇在吴华的脸上。废物！吴华被打懵了，捂着脸，无比委屈地看着自己的父亲。我听说你和那个秦风以前似乎有些恩怨。吴刚阴沉着脸问道。吴华支支吾吾。改天你给我亲自登门去给他道歉。吴刚的语气不容置疑。凭什么？吴华尖叫起来，他算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下。啪！吴刚又是一巴掌。从今天起，他就是你得罪不起的人。你给我把那些小心思都收起来，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吴华捂着两边火辣辣的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心中充满了对秦风的怨恨和屈辱。那怨毒的火焰在他的心底越烧越旺。而吴刚眼里隐藏的怨念并不低于他儿子，只不过没人发现罢了。秦风拿着账本和地契，面无表情地走出了吴刚的洞府。身后，吴刚派来的一名下人正亦步亦趋地跟着，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这人名叫阿四，在方主手下做事多年，最是懂得察言观色。他亲眼目睹了方主吴刚被眼前这位年轻人一掌击退的场景。
那一掌直接颠覆了他的认知。他现在看秦风的眼神，已经不是在看一个年轻人，而是在看一尊行走的煞神。二人一前一后，穿过方室，径直走向了清河坊最繁华的一条街——长宁街。还未走近，鼎沸的人声便扑面而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酒楼的旗帆迎风招展，铁匠铺里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丹药铺门口更是排起了长队。最显眼的莫过于街角那座3层高的阁楼，门前挂着一排排大红灯笼，莺莺燕燕的声音从中传出，那是方市里最大的春楼销魂窟。整条长宁街就像是清河坊的心脏，充满了金钱和欲望的味道。秦风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满意的弧度。从今天起，这里流淌的每一滴油水都将有30%流入他的口袋。这种感觉真他妈的爽！阿四不敢怠慢，连忙小跑到长宁街最大的酒楼春风楼前，对着里面咋咋呼呼的掌柜喊道：“钱掌柜，快把长宁街所有铺子的主事人都给我叫过来，就说方主有令。”钱掌柜是个脑满肠肥的胖子，闻言屁颠屁颠的跑了出来，看到阿四，又看到他身后那个面容冷峻的年轻公子，心里直犯嘀咕，但他不敢多问，立刻派伙计去通知各家铺子的掌柜。不一会儿，长宁街上10几家店铺的掌事人全都聚集在了春风楼的大堂里。这些人有的是酒楼掌柜，有的是丹药铺的老板，有的是武器铺的坊主，个个都是人精。他们看着站在大堂中央那个穿着一身青色长衫、英俊的有些过分的年轻人，都有些愕然。阿四哥，这是什么情况？坊主他老人家有什么吩咐？一个精瘦的汉子忍不住开口问道。阿四清了清嗓子，挺直了腰板，指着身旁的秦风，用尽平生最大的力气宣布道：“从今天起，长宁街的份子不再交由坊主管辖，这位是秦爷，以后长宁街所有收益的30%都上交给秦爷吧。”此言一出，满堂哗然。什么？凭什么？这小子谁啊？我们只认吴坊主，就是一个毛头小子也想来长宁街分一杯羹，他配吗？所有人都炸了锅，看着秦风的眼神充满了质疑和不屑。长宁街是他们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凭什么要给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年轻人上供吴坊主？这是老糊涂了吗？阿四被这阵仗吓得脸都白了，求助似的看向秦风。秦风的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这群吵嚷的掌柜，眼神如同在看一群死人。下一秒，一股恐怖绝伦的威压从他的体内轰然爆发，轰！整个春风楼的大堂空气都凝固了，那股庞大的压力如同泰山压顶，瞬间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那些原本还在叫嚣的掌柜们只觉得双腿一软，心脏狂跳，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几个修为低微的更是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脸色惨白，冷汗直流。整个大堂瞬间死寂，所有人都用惊恐到极点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个年轻人。那股威压，那股法力波动炼气9层，是炼气巅峰的强者。我的妈呀！炼气巅峰！钱掌柜吓得浑身的肥肉都在哆嗦，他离得最近，感受得最清楚，那股压力让他差点当场尿出来。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骇然与不敢置信。这个看起来不过18、19岁的年轻人，竟然是炼气巅峰的恐怖存在，这他妈是什么怪物？秦风冷冷地扫视了一圈，将所有人的惊恐尽收眼底。他缓缓收回了威压，大堂里的空气重新恢复了流动，所有人都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他们在看向秦风时，眼神已经彻底变了，质疑和不屑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深入骨髓的敬畏和恐惧。秦爷！钱掌柜第一个反应过来，连滚带爬地凑到秦风面前，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谄媚笑容。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秦爷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这些粗人一般见识。秦爷威武，我等参见秦爷。其余人也纷纷回过神来，争先恐后的围了上来，各种阿谀奉承之词像是不要钱一样往外冒。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艳丽身段妖娆的半老徐娘扭着水蛇腰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她正是那家春楼销魂窟的老板娘，人称红娘子。红娘子走到秦风面前，抛了个媚眼，声音甜得发腻：“秦爷，您真是天纵奇才，英雄少年。”她凑到秦风耳边，吐气如兰：“以后您来我们销魂窟，所有的姑娘任您挑选，所有的消费都算奴家的，只要秦爷您开心就好。”这女人倒是聪明。秦风淡淡的瞥了她一眼，他没有说话，只是接过阿四递过来的账本，随手翻了翻，然后径直走向大堂外。众人连忙让开一条道，恭敬的低着头目送他离开，直到秦风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长宁街的尽头，大堂里的众人才敢抬起头来，一个个面面相觑，
眼中还残留着深深的惊惧。他们知道，从今天起，这长宁街的天要变了。秦风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情极佳。长宁街这块肥肉到手，以后每个月都能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有了这些零食，筑基只是时间问题。推开洞府的石门，萧婉正在收拾院子里的花草，看到他回来，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迎了上来。小风，怎么样？萧婉的脸上写满了关切，那双桃花眼里闪烁着紧张和期待。很顺利。秦风将手中的账本递给他，从今天起，长宁街所有店铺收益的30%都归我们。萧婉接过账本，翻了几页，整个人都惊呆了。这么多！他细细计算着上面的数字，越算越震惊。仅仅是30%，每个月就有上千块下品零食的收入，这在半年前简直不敢想象。小风，你真是……萧婉想要说什么，却发现词汇匮乏，根本无法表达内心的崇拜和敬仰。就在这时，李沐月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她今天穿着一身淡粉色的长裙，15岁的身段已经初具曲线，清秀的小脸上还带着几分稚嫩，但眉眼间已经隐约有了几分美人胚子的模样。看到秦风手里的账本，他有些好奇地走了过来。师兄，这是什么？他的语气比以前客气了许多，再也没有往日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慢。萧婉激动地将刚才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李沐月听完，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瞪大了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秦风。师兄，你是说吴方主把长宁街的控制权交给你了？不是交给，是还给。秦风淡淡的纠正，那本来就该是我们的。李沐月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吴方主啊，那可是整个清河坊的土皇帝，炼气巅峰的高手，连他父亲生前都要客客气气的人物。可现在，这样的人物居然在秦风面前低头了。李沐月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个曾经被他呼来喝去的下人，已经成长到了一个他需要仰望的高度。师兄真厉害，他小声说道，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崇拜。这句话说出口，他自己都愣了一下。什么时候他开始这样看待秦风了？秦风瞥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晚饭萧婉下厨，做了一桌好菜，餐桌上气氛前所未有的融洽。小风，你今天在方主那里是怎么说服他的？萧婉给他夹菜，好奇地问道。没怎么说服，就是让他看清楚现实而已。秦风夹了一筷子菜，慢条斯理地吃着。有时候拳头比嘴巴更有说服力。李沐月坐在对面，偷偷观察着秦风的神情。他吃饭的样子很优雅，没有丝毫粗鲁，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贵气。明明以前还是个下人，为什么现在看起来比那些世家公子还要高贵？师兄，李沐月忽然开口什么事？秦风放下筷子，看向他。我想跟你学习修行。李沐月鼓起勇气说道。以前是我太任性了，现在我知道错了。师兄这么厉害，如果能教我几招，我也不会那么没用。如果师兄记恨以前的我话，你可以像以前我对你那样对我。他说话的时候脸颊微红，声音越来越小。萧婉有些惊讶地看着女儿，月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秦风沉默了片刻。你现在是什么修为？炼气4层。李沐月老实回答。天赋一般，基础也不扎实。秦风毫不留情地点评。不过倒也不是不能教。李沐月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真的吗？师兄愿意教我。每天清晨院子里见。秦风站起身。记住，我不喜欢懒人，我不会偷懒的。李沐月激动地点头。我一定好好学。看着他兴奋的模样，秦风转身离开了餐厅。李沐月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让他的脸颊发烫，心跳加速。月儿，萧婉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心中暗叹：女儿啊女儿，你这是动心了。可你知道吗？你心动的这个人，每天晚上都在和你娘在床上。想到这里，萧婉的脸也红了。娘，你怎么了？李沐月发现母亲的异样。没什么，只是觉得你长大了。萧婉摸了摸女儿的头。以后要好好跟师兄学习，知道吗？李沐月用力点头。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明天的到来了。夜深了，李沐月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翻来覆去，脑海里全是秦风的身影。那个曾经被他呼来喝去的下人，现在已经成为了他仰望的存在。他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的？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让他心动的？李沐月抱着被子，脸埋在枕头里。他突然想起半年前那个夜晚，他站在秦风的门外听到的那些声音。当时他只觉得羞耻和愤怒，可现在回想起来，心中居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酸涩。我这是怎么了？他喃喃自语。而此时在另一个房间里，萧婉正依偎在秦风的怀里，
两人刚刚经历了一番。秦风这时想起李沐月今天那充满崇拜的眼神，还有她脸上的红晕，曾经穿越过来就扇了自己一巴掌的少女，将来我会扇在别的地方。想起这里，秦风嘴角就勾勒起一丝笑容。天色刚蒙蒙亮，秦风推开石室的门，一股清晨特有的凉爽空气扑面而来。他习惯性地向院中望去，动作却顿住了。院子中央，一道倩影正在笨拙地演练着一套基础拳法，是李沐月。15岁的少女身穿一套紧身的练功服，将那已经初具规模的窈窕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青色的曲线下是掩不住的青春活力，她的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几缕发丝被汗水浸湿，贴在白皙的脸颊上，小脸因为运功而泛着健康的红晕。那张与萧婉有着7分相似的俏脸上，此刻写满了认真与执着。少女独有的清香混杂着汗水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竟有一种别样的诱惑。秦风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片刻，眼神中带着几分欣赏。这丫头倒还真不是说说而已。他缓步走了过去，李沐月正沉浸在修炼中，完全没有察觉到身后有人。腰腹松垮，气息外泄，下盘不稳。一个淡漠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啊！李沐月吓了一跳，身体一颤，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气瞬间散了个干净，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猛地回头，看到是秦风，小脸瞬间涨得通红。师兄！他紧张地绞着衣角，低着头，不敢看秦风的眼睛。你就是这么练的？秦风的语气听不出喜怒。我……李沐月的声音细若蚊蝇，我只会爹爹以前教的这套拳法。垃圾！秦风毫不留情地吐出2个字。李沐月的身体僵了一下，小脸更红了，却不敢反驳。站好！秦风命令道。李沐月连忙站直了身体，像个等待老师训话的学生。秦风走到他的身后，伸出手，直接按在了他纤细的后腰上。这里，用力！温热的大手隔着薄薄的衣衫传来，那惊人的热度让李沐月的身体猛地绷紧，整个人都快要燃烧起来。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秦风手掌的轮廓，甚至是他指尖的纹路。一股从未有过的酥麻感觉从腰间窜起，瞬间传遍了4肢百骸。呼吸乱了，秦风的声音再次响起，他另一只手抬起，虚附在他的手臂上。出拳的时候，气要沉到丹田，从腰腹发力，顺着手臂贯穿出去，而不是用你这软绵绵的胳膊去甩。他一边说着，一边引导着他的手臂做出一个标准的出拳姿势。两人的身体不可避免地贴在了一起。秦风能闻到他身上那股少女的体香，而李沐月则能感觉到秦风胸膛的温度和那强有力的心跳声。他的脸已经红得能滴出血来，心脏砰砰狂跳，脑子里一片空白。记住了吗？秦风松开手，后退一步。记住了。李沐月结结巴巴地回答，声音都在发颤。再练100遍。秦风丢下这句话，便转身走向厨房。李沐月呆呆地站在原地，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抬手摸了摸自己滚烫的脸颊，又看了看秦风的背影，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羞涩，有慌乱，还有一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激动。厨房里，萧婉正在忙碌着，她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动作轻快。自从踏入炼气一层后，她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原本就白皙的肌肤，如今更是晶莹剔透，仿佛能掐出水来。那张妩媚动人的脸蛋，因为修为的滋养，少了几分俗世的烟火气，多了几分出尘的仙韵。成熟的风情与修仙者的空灵，这2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他身上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让他整个人散发出一种致命的吸引力。秦风走进去，从背后抱住了他。呀！萧婉惊呼，随即闻到那熟悉的味道，身体立刻软了下来，靠在了他的怀里。怎么不多睡会？他柔声问道。被你女儿吵醒了。秦风的下巴抵在他的香肩上。萧婉回头嗔怪地白了他一眼，那风情万种的模样让秦风心头一热。看着院子里那个青涩的少女，再看看怀里这个成熟的美妇，这对母女花真是人间绝色。前世的他何曾见过这等绝色？他看着萧婉在灶台前忙碌，纤纤玉手沾染了烟火气，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如今自己身份地位不同了，零食也不缺了，怎么还能让他干这些粗活？是时候给这个家添个下人了。早饭桌上气氛有些微妙，李沐月一直低着头扒饭，脸上的红晕就没退下去过，偶尔偷偷抬眼看秦风一下，又飞快地低下头去。萧婉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暗叹，却也没有点破。吃完饭，我要去一趟长宁街。秦风开口道。小风，你去忙你的，家里有我呢。萧婉体贴地说。我去买个仆役回来。秦风看着他，以后这些洗衣做饭的活就不用你操心了。萧婉愣住了，随即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太破费了吧？不破费。秦风语气淡然，
你现在是修士，时间应该用在修炼上，而不是这些杂事上。李沐月也抬起头，惊讶地看着秦风。卖仆役。吃完早饭，秦风回到石室，换下练功服。当他再次走出来时，萧婉和李沐月都看呆了。只见他换上了一袭华丽的白色长衫，衣料上乘，在晨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合身的剪裁将他挺拔修长的身形完美的衬托出来，剑眉星目，面如冠玉，配上那身华服和与生俱来的冷峻气质，活脱脱一个从画里走出来的世家公子，俊俏的让人移不开眼。师兄，李沐月喃喃出声，小脸又红了。萧婉的眼中更是异彩连连，充满了爱慕与痴迷。秦风对母女俩的反应很满意，他径直走出洞府，前往长宁街。走在方氏的路上，一切都和昨天截然不同。所有看到他的人，无论是修士还是凡人，都远远地停下脚步，恭敬地躬身行礼。秦爷早。秦爷您出来了。秦风一路走过，问候声此起彼伏。当他踏入长宁街的地界时，这种恭敬更是达到了顶峰。春风楼的钱掌柜第一个发现了他，立刻从柜台后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哎呦，秦爷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您吩咐小的们去办就行了。街道两旁所有店铺的掌柜和伙计都闻声跑了出来，齐刷刷地站在路边，对着秦风90度鞠躬，连头都不敢抬。参见秦爷。整条长宁街鸦雀无声，只有整齐划一的问候声。秦风面无表情地走在街道中央，享受着这万众瞩目的感觉。离开繁华喧嚣的长宁街，秦风没有片刻停留，他熟门熟路地穿过几条僻静的小巷，周遭的环境也随之变得压抑和阴暗起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杂着潮湿、霉变和绝望的气味。这里是清河坊的另一面，一个专门用来交易货物的地方。仆役市场，一个巨大的石屏，四周用粗糙的栅栏围着，栅栏里或站或坐的挤着上百号人，他们大多衣衫褴褛，神情麻木，眼神空洞。这些人里，有的是在世俗界走投无路，自愿卖身，只为换取一个在修仙方式苟延残喘的机会；有的是像袁深那样得罪了修士，被抓来当成牲口售卖；更多的则是一些前来寻仙问道，却连方式入门费都交不起的世俗武者。他们曾经在凡人世界里可能是呼风唤雨的一方高手，但在这里，他们只是待价而沽的商品。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姿色出众的年轻女子，他们的下场往往比那些壮汉还要凄惨。秦风的到来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死水。一个留着山羊胡、眼神精明的中年男人正靠在门口的躺椅上打盹。他一看到秦风的身影，整个人像弹簧一样蹦了起来，脸上瞬间堆满了近乎谄媚的笑容。哎呦喂，这不是秦爷吗？掌柜的一路小跑过来，点头哈腰，姿态放得极低。什么风把您这尊大佛给吹来了？这掌柜的消息显然灵通得很。吴坊主在长宁街吃瘪，新晋一位炼气巅峰的秦爷，这种足以改变清河坊格局的大事，恐怕半天不到就已经传遍了所有消息灵通的角落。我这里刚到了一批好货，绝对新鲜。掌柜的搓着手，一边引着秦风往里走，一边唾沫横飞地介绍起来。秦爷您看，这个吴国地榜第7的高手，后天巅峰，买回去看家护院，一个能打10个。他指着一个肌肉虬结、满脸横肉的壮汉，那壮汉配合地鼓了鼓胸肌，发出一阵闷响。秦风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后天巅峰，在凡人眼里是高手，在他面前跟一只强壮点的蝼蚁没什么区别。掌柜的见秦风没兴趣，眼珠子一转，又指向另一个方向。那您看这个燕国第一剑客的关门弟子，剑法超群，虽然只是后天8层，但胜在年轻，调教起来容易。秦风依旧不为所动，他今天来不是为了买打手。见秦风始终兴致缺缺，掌柜的终于会意，他神秘地笑了笑，压低了声音凑到秦风耳边。秦爷，看来这些凡品入不了您的法眼，小的这里还有一个压箱底的宝贝，保管您满意。说着，他带着秦风走到了市场最里面的一个角落，这里单独用一个坚固的铁笼子关着一个人，一个女人。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劲装，即便沾染了些许尘土，也难掩其飒爽的英姿。身材高挑，曲线玲珑，不像寻常女子的柔弱，反而透着一种常年习武带来的健美与力量感。一头乌黑的长发被简单的束在脑后，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和一张清丽绝伦的脸蛋，黛眉如画，凤眼生威，琼鼻高挺，阴唇紧抿。她的美不是萧婉那种熟透了的妩媚，也不是李沐月那种青涩的娇俏，而是一种带着锋芒，如同出鞘利剑般的英气之美。人间绝色。饶是见惯了萧婉母女的秦风，在看到这个女人的第一眼，也不由得眼前一亮。这个女人论容貌，竟丝毫不输给美艳的师娘。察觉到秦风的目光，笼中的女子猛地抬起头，她的眼神没有其他仆役的麻木或恐惧，
反而像一头被困的雌豹，充满了警惕、愤怒和毫不掩饰的倔强。他就那么冷冷地瞪着秦风，眼神里的寒意仿佛能把人冻僵。掌柜的看到秦风的表情，顿时心领神会，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嘿嘿，秦爷如何？这女人名叫白青灵，是个硬茬子。掌柜的小声说道。前几天一个人跑到清河坊，说是要寻仙问道，结果连入门的灵石都交不起，还想硬闯，被守卫给拿下了。据说是世俗界一个叫什么赵国里的大高手，先天境界呢。他顿了顿，又凑近了些，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补充道：秦爷您放心，这妞儿脾气暴，刚得很，送到我这儿好几天了，谁都近不了身，绝对没人动过，还是个雏。秦风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先天高手倒是有趣。他缓步走到铁笼前，隔着栏杆与那个名叫白青灵的女子对视，他的眼神平静而淡漠，像是在审视一件物品。白青灵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那种被当成货物估价的眼神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他咬紧了嘴唇，瞪回去的眼神更加冰冷，甚至带上了一抹杀意。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如果这个男人敢买下他，只要他有任何轻薄的举动，他就是拼着自碎心脉也要溅他一身血。秦风像是看穿了他的想法，脸上露出一抹无奈的笑意。他转过头对掌柜的淡淡说道：就他了，开个价吧。掌柜的闻言大喜，连忙伸出5根手指：不贵不贵，寻常先天高手都要上百灵石，既然是秦爷您要，小的给您打个折，50块下品灵石，就当交秦爷您这个朋友了。50灵石买一个先天境界的美人，这个价格确实算得上是半卖半送了。秦风很满意掌柜的识趣，他随手从储物袋里扔出一个钱袋：这里是50灵石，把契约拿来。好嘞。掌柜的接过灵石，喜笑颜开地跑进屋里，很快就拿出了一张泛黄的兽皮卷轴。这是修仙版的奴仆契约，一旦签下，仆役的生死便会彻底掌握在主人的一念之间。掌柜的打开铁笼，将契约和一支沾了朱砂的笔递到白青灵面前：签了吧。白青灵死死地盯着那张契约，身体气得发抖。签下这个就意味着他将彻底失去自由，沦为这个男人的玩物。他宁死不从。然而秦风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没有催促，也没有威胁，但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若有若无的恐怖威压，却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白青灵喘不过气来。他毫不怀疑，只要自己敢说一个不字，眼前这个英俊的不像话的男人会毫不犹豫地当场捏死他。反抗是死，不反抗是生不如死。最终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的骨气和尊严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白青灵颤抖着手接过了笔，他在兽皮卷的末端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最后一笔落下，一道微光从契约上闪过，随即没入他和秦风的眉心。一瞬间，白青灵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深处仿佛被烙上了一个无形的印记。他知道自己完了。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收起契约，转身就走。跟上。他头也不回地说道。白青灵浑身一僵，身体却不受控制地站了起来，跟在了他的身后，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走出那片阴暗的市场，重新回到阳光下。白青灵却觉得自己的世界已经彻底陷入了黑暗。他警惕地跟在秦风身后，保持着3步的距离。这个男人看起来无比帅气，气质非凡，但他知道修仙者的世界里最不能信的就是外表。他想起了自己还是赵国鼎鼎有名的青灵剑仙时的风光，年仅20岁便已真至先天巅峰，被誉为100年来最有望踏入仙途的武道奇才。无论走到哪里，各大势力的宗主掌门见了他都要礼让3分，客客气气。可谁能想到，为了追寻那虚无缥缈的仙缘，他孤身一人离开故土，不过短短数月就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成了别人的奴仆。巨大的落差让他心如死灰，但他心中的火焰还没有完全熄灭。如果这个人真的想对我做些什么，我一定会拼死，从他身上咬下一块肉来。他暗暗下定决心，眼神重新变得凌厉起来。走在前面的秦风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他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别那么紧张。他看着眼前这位英姿飒爽却满脸戒备的女子，语气平淡地说道：放心，以后你只要来我家洗衣做饭就行，不用做其他事。白青灵愣住了，洗衣做饭就这么简单？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秦风看着他愕然的表情，继续说道：以后说不定会给你修仙法的。轰！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在白青灵的脑海中炸响。修仙法，给他梦寐以求的修仙功法。他彻底懵了。自从踏入修仙界，他见识了太多的阴险狡诈、弱肉强食。他不敢相信，这个可以随意拿捏自己生死的男人会如此仁慈。这到底是真的，还是一个新的陷阱？他的大脑一片混乱，
呆呆地看着秦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秦风没有再解释什么，他转过身，继续朝着洞府的方向走去，只留下白青灵一个人站在原地，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随后他加快脚步跟了上去。当秦风带着白青灵回到洞府时，天色已经擦黑。院子里2道身影正焦急地来回踱步，萧婉和李沐月。看到秦风的身影，母女俩同时松了口气，快步迎了上来。小风，你回来了。萧婉的声音温柔似水，可当她的目光落在秦风身后的白青灵身上时，话音戛然而止。她的美眸中闪过一抹显而易见的惊愕。好美的女人，一种英气逼人带着锋芒的美，与自己的成熟妩媚不同，也与女儿的青涩娇俏不同，那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能让任何男人都生出征服欲的美。萧婉的心不受控制地沉了一下，而旁边的李沐月反应则要激烈得多。她的小脸瞬间就垮了下来，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死死地瞪着白青灵，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敌意和警惕。这个狐狸精是谁？师兄怎么会带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回来？在母女俩打量白青灵的同时，白青灵也在打量着他们，然后她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完了，她看着眼前这对容貌有着7、8分相似却风情各异的绝色母女，脑子里嗡的一声。一个成熟妩媚，风韵动人，眉眼间尽是柔情；一个青春靓丽，娇俏可人，已然是个美人胚子。这2个女人看向那个男人的眼神都带着一种复杂难明的情愫。这个混蛋，他居然在家里养着一对母女花。白青灵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后悔的情绪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他以为自己只是落入虎口，却没想到这里是一个比他想象中肮脏100倍的魔窟。他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入掌心，全身的肌肉都紧绷了起来，进入了最高度的戒备状态。秦风将3女的表情尽收眼底，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他很享受这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他看着白青灵那副如临大敌、宁为玉碎的模样，觉得有些好笑。她叫白青灵。秦风的声音打破了院中的寂静，他先是对着萧婉母女介绍道：以后家里的洗衣做饭，所有杂物都交给她来做。然后他侧过身，目光落在白青灵身上，指了指萧婉，这是我师娘萧婉，又指了指李沐月，这是我师妹李沐月。师娘，师妹。白青灵彻底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他预想过无数种可能，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种关系。那个妩媚的女人是他的师娘，这个称呼瞬间将他脑中所有肮脏的猜测击得粉碎。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萧婉，萧婉也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当他听到秦风说买回这个女人是为了做家务时，心中的那点不安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浓的暖意与感动。原来他是心疼我，不想让我再操劳。这个男人总是用这样霸道又笨拙的方式表达着他的体贴。萧婉的心软得一塌糊涂，他看向白青灵的眼神也变得柔和起来，甚至带着几分同情。他主动上前一步，对着满脸戒备的白青灵露出了一个温婉和善的笑容。青灵妹妹，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欢迎你。他的声音如同春风拂面，温柔的能滴出水来。白青灵再次被镇住了，他从未想过这个男人的师娘竟然会如此和善地对待自己。在这个弱肉强食、人心险恶的修仙方式，这份突如其来的善意像一道光，照进了他早已冰封的内心。他那张常年冰冷的俏脸上，肌肉牵动，竟然挤出了一个极其僵硬却发自内心的笑容。这个笑容让他那英气逼人的脸多了一分动人的柔和。然而旁边的李沐月可没那么好说话，他依旧瞪着白青灵，鼻子里发出一声轻哼，满脸都写着我不喜欢你。这个女人长得比我还高，身材也比我好，师兄肯定会喜欢她的。少女的心思简单又直接。白青灵被他瞪得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这位师妹。以后你就叫我秦言。秦风对白青灵发出了第一个命令，我们家没什么规矩，你只要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就行。说完他便径直走向饭厅开饭。饭桌上，秦风坐在主位，萧婉和李沐月分坐两侧。白青灵作为一个新来的仆役，很自觉的没有上桌，只是抱着双臂默默地蹲在了饭厅的角落里，像一尊冰冷的雕塑。萧婉看着他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忍。他用筷子戳了戳碗里的饭，小声对秦风请求道：小风，你看让青灵妹妹也一起吃吧，她一个人蹲在那儿怪可怜的。秦风抬眼看了角落里的白青灵一眼，萧婉的请求他一般不会拒绝。他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萧婉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连忙朝着白青灵招了招手：青灵妹妹，快过来坐。白青灵再次愣住，让她上桌吃饭。在世俗界，
即便是最受宠的仆人，也没有资格和主人同桌用饭，更何况是在等级森严的修仙者家庭。他迟疑地看了一眼秦风，秦风看着他点了点头，白青灵这才咬了咬唇，迟疑地站起身，拘谨地在桌子的末席坐了下来。吃完饭，秦风放下碗筷，一言不发地回到了自己的实事。修炼才是他永恒不变的主题。他一走，白青灵立刻站起身，开始麻利地收拾桌上的碗筷。他知道自己的本分。萧婉看着他忙碌的背影，柔弱地笑着，也站了起来，端起自己的碗筷。我来帮你。白青灵端着盘子的手顿住了，他猛地回头，不可思议地看着萧婉。这位美艳动人、身份尊贵的师娘，竟然要帮自己一个仆役洗碗，这怎么可以？夫人，我来就好。他急忙说道。没事的。萧婉的笑容很温暖，她端着碗筷走进狭小的厨房。两个人快一点。白青灵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萧婉在水盆边清洗碗筷的背影，心中翻起了滔天巨浪。他默默地走了过去，站在萧婉的身边，一起收拾起来。厨房里很安静，只有碗筷碰撞和水流的声音。白青灵的眼眶忽然有些发热，一股久违的暖意从心底最深处缓缓地流淌出来，浸润着他那颗早已变得坚硬冰冷的心。或许这个家和他想象的真的不太一样。夜深了，洞府里陷入一片宁静。白青灵被安排在偏房休息，她躺在简陋的床榻上辗转反侧。今天发生的一切让她的世界观彻底颠覆。那个看起来霸道冷酷的男人，那个温柔善良的师娘，还有那个敌意满满的师妹，这个家和她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而在主屋的石室里，秦风盘膝而坐，正在修炼。炼气9层的修为在体内缓缓运转，每天修为都会更进一步。忽然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秦风睁开双眼，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他太熟悉这个脚步声了。果然，房门被轻轻推开，一道白色的身影悄然走了进来。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房间，将那道身影衬托得宛如天仙下凡。萧婉身着一袭白色薄纱裙，质地轻薄透明，隐约可见里面的玲珑身段。裙摆飘逸，每一步都带着说不出的韵味。她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俏脸上带着几分羞涩，又有几分坚定。秦风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即便已经和萧婉亲密无数次，但每次看到她这副模样，他依然会被震撼。师娘。萧婉听到他的声音，脸上露出温婉的笑容。他缓步走到秦风面前，轻柔地跪坐下来。月光洒在他的身上，将那件薄纱裙照得近乎透明，里面的肌肤若隐若现，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小风。他张开红润的樱唇，凑到秦风耳边，轻声呢喃。夫君。那一声夫君轻如蚊呐，却重如千钧。温热的气息喷洒在秦风的耳畔，痒得他心头一颤。这是萧婉第一次主动叫他夫君，以往都是在情到浓时，秦风要求他叫师傅的名字，而今夜他竟然主动改了口。秦风心中明白，白青灵的到来给了萧婉不小的冲击。这个善良的女人终于开始有了危机感。他伸出手轻抚萧婉的脸颊。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萧婉的脸更红了，她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我想让夫君喜欢。她今天看到白青灵那英气逼人的美貌，心中确实受到了冲击。那种危机感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必须更主动一些。秦风轻笑一声，将她拉入怀中。师娘，你什么样子我都喜欢。萧婉靠在他的胸膛上，感受着他的体温，心中涌起浓浓的幸福感。两人就这样拥抱着，静静地享受这份温存。月光透过窗棂，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过了许久，萧婉才抬起头，望着秦风的脸。夫君，青灵妹妹怎么了？她很漂亮。萧婉的声音很轻，带着几分不安。秦风听出了她话里的醋意，心中暗笑。这个平时温柔似水的女人也会吃醋。你觉得她比你漂亮？萧婉咬了咬唇，没有说话。秦风捏了捏她的下巴，强迫她看着自己。在我心里，你是最美的。这句话萧婉听过很多次，但每次听到，心中都会涌起甜蜜的暖流。她主动吻了吻秦风的唇角。夫君，我今晚不想回去了。她的声音很小，但透着坚定。我想在这里陪着你。秦风愣了一下，以往萧婉再如何情浓，也会在天亮前离开，从未在他房中过夜。而今夜，他竟然主动提出要留宿。他心中明白，萧婉是真的被刺激到了。沐月应该早就察觉到了我们的关系。萧婉埋在他胸前，声音带着几分无奈。秦风轻抚着她的秀发。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再遮遮掩掩了。萧婉抬起头，眼中带着几分惊喜。夫君，你的意思是，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女人？秦风的声音很轻，但透着不容置疑的霸道。萧婉的眼眶瞬间湿润了。她等这句话
等了太久太久。夫君，他哽咽着，紧紧抱住秦风。秦风感受着怀中女人的温香软玉，心中涌起一阵满足感。白青灵的到来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萧婉的危机感让他变得更加主动，更加依恋。这样的变化，他很喜欢。秦风的手探向萧婉的衣带，萧婉脸红如血，却没有拒绝。他主动配合着，褪去了身上的薄纱。月光下，他的肌肤白如凝脂，在朦胧的光线中闪着诱人的光泽。秦风将他横抱起来，走向床榻。夫君，萧婉紧紧抱住他的脖子，眼中满含春水。屋外，夜风轻拂，带来阵阵花香。而屋内，以你的春光正在静静上演。许久之后，萧婉蜷缩在秦风的怀中，脸上带着满足的红晕。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有如此大胆的一天。夫君，她轻声的语，声音里带着几分慵懒。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秦风轻抚着她的秀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萧婉羞涩的笑了笑，将脸埋得更深。今夜之后，她再也不是那个畏畏缩缩的寡妇，而是秦风光明正大的女人。月光渐渐西沉，屋内的两人相拥而眠。萧婉的脸上挂着甜甜的笑意，那是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安全感。而在偏房里，白青灵却彻夜未眠。她透过窗棂看着主屋那边透出的微光，心中五味杂陈。这个家果然和她想象的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她已经别无选择。既然命运将她推到了这里，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至少那个叫萧婉的女人确实很善良。天还没亮，白青灵就睁开了眼睛。她一夜没睡，或者说根本睡不着。简陋的床榻硬得个人，但对她这种在野外都能安然入睡的武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让她无法入眠的是这个陌生的洞府，是那个霸道冷酷的男人，是脖子上那道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实存在的奴仆契约，还有那个温柔的不像话的师娘。一切都透着诡异，让他那颗在世俗界磨砺的坚硬的心变得混乱不堪。他叹了口气，翻身下床，动作轻盈，没有发出一丁点声音。身为先天高手，对身体的掌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天色依旧是深沉的墨蓝，院子里寂静无声。白青灵走到院子中央，深吸了一口带着清晨寒意的空气。既然成了仆役，就要有仆役的样子。打扫庭院，准备早餐，这些事情他并不陌生。在闯荡江湖之前，他也曾是自己照顾自己，做饭洗衣，样样都行。他拿起角落里的扫帚，开始认真地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就在这时，吱呀，主屋石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白青灵的动作下意识的一顿，抬头望去，一道白色的身影从秦风的房间里走了出来，是萧婉。她身上还穿着昨夜那件轻薄的白色纱裙，只是在外面随意披了一件外衣。长发有些凌乱地披散在肩头，那张妩媚动人的俏脸上带着一抹尚未完全褪去的潮红，眼角眉梢尽是慵懒和满足。她似乎还没完全清醒，脚步都带着几分虚浮。空气在这一瞬间凝固了。白青灵就这么举着扫帚，呆呆地站在院子中央，看着从秦风房间里走出来的萧婉。她的大脑轰的一声彻底宕机了。师娘，昨晚她竟然真的在她房间里过夜了。那个男人，他竟然真的和自己的师娘白青灵只觉得自己三观被震得粉碎。而萧婉也终于注意到了院子里的白青灵。当他看到白青灵那副见了鬼一样的表情时，整个人瞬间清醒了。他脸上的慵懒和红晕在刹那间退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火山爆发般的滚烫和羞耻。呀！萧婉低呼一声，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整个人都蹦了起来。他这才发现自己衣衫不整，头发凌乱，这副模样全被这个新来的女仆看在了眼里。完了，全完了。他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在秦风房里过了一夜，本想天亮前悄悄溜回去，没想到萧婉的脸涨得通红，红的快要滴出血来。他甚至不敢再看白青灵一眼，双手捂着脸，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狼狈不堪地冲回了自己的房间。砰！房门被重重关上，院子里只剩下白青灵一个人，保持着那个僵硬的姿势，在清晨的寒风中凌乱。他的大脑依旧一片空白，想不通，实在是想不通。过了好久，他才缓缓地摇了摇头。算了，想不通就不想了。这是主人的事情，和他一个仆役有什么关系？他默默地低下头，继续扫地。只是那握着扫帚的手却在微微颤抖。当太阳的第一缕晨光洒进洞府时，院子里已经热闹了起来。李沐月正憋着一股劲，在院子里笨拙地练习着秦风教他的基础拳法。他的动作依旧生涩，但眼神却比以往坚定了许多。秦风双手负后，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腰部下沉，力从地起，说过多少遍了。他的声音冰冷，
不带一丝感情。李沐月被骂得俏脸通红，委屈地咬着嘴唇，却一个字都不敢反驳。他知道秦风是为了他好，而且他现在对秦风除了崇拜，更多了一份敬畏和说不清的情愫。就在这时，萧婉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已经换上了一身得体的长裙，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只是那张俏脸依旧带着淡淡的红晕，眼神有些闪躲，不敢去看角落里正在忙碌的白青灵。秦风瞥了她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师娘，你也过来。他的声音不大，却让在场的三女同时心头一震。萧婉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几分惊喜和羞涩，乖巧地走了过去。你也跟着一起练。秦风淡淡地说道，你刚入炼气一层，正好和他一起打基础。萧婉重重地点了点头，眼中满是柔情。于是院子里出现了奇怪的一幕，秦风如同一个严厉的教官，指导着萧婉和李沐月这对母女修炼，一个妩媚动人，一个娇俏可人。两人虽然动作生疏，但一招一式都无比认真。而白青灵已经做好了早餐，她没有去打扰他们，只是端着一盘刚出锅的馒头，默默地蹲在了厨房门口的台阶上。她就这么蹲着，抱着膝盖，一双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院子里修炼的三人。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渴望和羡慕，还有就是无尽的落寞仙法，那就是她背井离乡，不惜一切代价都想要得到的仙法。她能感觉到，随着萧婉和李沐月的每一次出拳，空气中都有一股玄妙的力量在流动，那是她从未接触过的，远比她修炼的内力更加高级、更加强大的力量。她慢慢转过身，目光越过正在认真练拳的萧婉母女，精准地落在了角落里那个失魂落魄的身影上。她看着白青灵那副羡慕的表情，看着她眼中那几乎要溢出来的渴望，她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然后她伸出手，从储物袋里拿出了一本薄薄的册子。她甚至没有多说一句话，手腕随意的一抖，那本册子就像一片没有重量的树叶，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轻飘飘的，不偏不倚的落在了白青灵的面前。啪嗒，册子落在地上，发出一声轻响。白青灵浑身一震，猛地低下头，只见那本泛黄的册子上写着3个古朴的大字：引气诀。白青灵的呼吸在这一刻彻底停滞了，她僵硬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向秦风，那眼神充满了震惊、迷茫和一丝不敢奢望的祈求。是在做梦吗？这一定是梦。他怎么会把修仙功法给自己？他用力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再定睛看去，那本引气诀依旧静静地躺在他的脚边。是真的。秦风看着他那副傻乎乎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他点了点头，声音依旧平淡：拿去修炼吧，你本就是先天武者，体内真气雄厚，根基不错，照着这本引气诀修炼，很快应该就能引气入体，踏入炼气一层。轰！秦风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道天雷，在白青灵的脑海中轰然炸响，他的大脑彻底变成了一片浆糊。给我的，真的是给我的。他不仅给了我修仙功法，还说我3天之内就能成为修仙者。巨大的狂喜如同山洪海啸，瞬间将他淹没。他那颗冰封已久的心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了。白青灵猛地扑了过去，像一只护食的小兽，一把将地上的引气诀抢到了怀里，紧紧地抱住，生怕它会突然消失。他把那本薄薄的册子贴在胸口，感受着那粗糙的质感，仿佛那是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然后他抬起头，再次看向秦风，他那张常年冰封的俏脸上肌肉牵动，竟然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紧接着那个笑容越来越大，越来越灿烂。嘿嘿嘿嘿嘿，他就这么抱着功法蹲在地上，像个傻子一样发出了痴痴的笑声。那双原本冷若冰霜的眸子里，此刻正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亮，亮得惊人。院子里，萧婉和李沐月都停下了动作，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李沐月的小嘴张成了 O 型，满脸都是不可思议。师兄竟然把修仙功法给了一个刚买回来的仆役，还是引气诀，那可是踏入仙途的钥匙啊！而萧婉则是怔怔地看着傻笑的白青灵，眼神复杂。他心中虽然也有一点点不是滋味，但更多的却是对秦风的爱意和感动。这个男人总是这样，他看似冷酷，却有着自己的行事准则。他既然买下了白青灵，就真的把他当成了这个家的一份子。他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早饭的时候，气氛变得异常古怪。秦风依旧坐在主位，神色淡然。萧婉和李沐月坐在两侧，却都有些心不在焉，时不时的就用眼角的余光去瞟对面的白青灵。而白青灵则彻底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他坐在桌子的末席，一手端着碗，一手死死地抱着那本引气诀，连吃饭的时候都不肯撒手。他的脸上
还挂着那副傻乎乎的笑容，嘴里一边扒拉着饭，一边时不时的低头，用一种痴迷的眼神去看怀里的功法，嘴里还念念有词，引气入体，周天循环。那副魔怔的样子让李沐月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这个女人怕不是个傻子吧？所有人吃完饭，刚一放下碗筷，白青灵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桌上的碗筷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端着盘子一阵风似的冲进了厨房。只听见厨房里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交响乐，不到一炷香的时间，他又一阵风似的冲了出来，跑到秦风面前，恭恭敬敬地站好。秦爷，碗洗完了。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急切和一丝颤抖。秦风抬眼看了看他，只见他满眼都是期待，那眼神就像一只等着主人下令的小狗。秦风挥了挥手，去吧。得到了许可，白青灵的眼睛瞬间亮了，他像是得到了什么天大的恩赐，对着秦风重重地鞠了一躬。谢秦爷。说完，他转身就跑，像一支离弦的箭，头也不回地冲进了自己的偏房。砰！房门被用力关上，仿佛是要隔绝整个世界。饭厅里，萧婉和李沐月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无奈和好笑。偏房里，白青灵背靠着房门，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的心脏还在砰砰狂跳。不真实，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他低头看着怀里那本引气诀，伸出颤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封面。为了他离开了家乡，独自一人来到这危机四伏的清河坊。为了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差点生死道消。为了他签下了主仆契约，沦为了别人的奴仆。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机会踏上仙途了，却没想到幸福来得如此突然。那个男人，那个霸道冷酷甚至有些变态的男人，竟然就这么轻易地给了他梦寐以求的一切。白青灵的眼眶忽然有些发热，他用力地吸了吸鼻子，将那股酸涩压了下去。他走到床边，小心翼翼地坐下，然后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姿态缓缓地翻开了引气诀的第一页。一行行古朴的文字映入眼帘，那些文字仿佛带着一种奇异的魔力，瞬间就将他的全部心神都吸引了进去。天地有灵，万物皆可修。白青灵盘膝而坐，将功法瓶放在腿上，闭上了眼睛。他按照功法上记载的法门，开始尝试着去感应天地间那虚无缥缈的灵气。他本就是先天高手，对气的感应远超常人。很快，他就感觉到空气中似乎漂浮着无数微小的光点，它们五颜六色，充满了活力。这就是灵气。白青灵心中一阵激动，连忙按照功法所述运转心法，尝试着牵引一丝灵气入体。这个过程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那些灵气光点就像一群调皮的精灵，任凭他如何努力，就是不肯进入他的身体。但白青灵没有放弃，他的性子本就坚韧不拔，一次不行就2次，2次不行就10次、100次。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白青灵已经完全沉浸在了修炼之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终于，在他不知道第多少次尝试之后，一缕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青色光点被他成功的牵引，缓缓地钻入了他的眉心。轰！一股冰凉、舒爽却又充满了爆炸性力量的感觉瞬间传遍了他的四肢百骸。白青灵的身体猛地一震，他成功了，他真的引气入体了。巨大的喜悦让他差点就要从修炼状态中退出来。他强行压下心中的激动，继续运转功法，引导着那缕珍贵无比的灵气在自己的经脉中按照特定的路线缓缓运行。1个周天，2个周天，那缕灵气在他的经脉中每运行1周就会壮大1分，而外界也有更多的灵气光点被吸引而来，融入其中。不知过了多久，当那股灵气已经壮大到如同一条小溪时，白青灵感觉自己体内的某个屏障被啵的一声轻易地冲破了，一股远比先天真气强大了不知多少倍的力量瞬间充斥了他的整个身体。炼气一层，他终于踏上了仙途，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修仙者。白青灵猛地睁开双眼，一道金光从他的眸中一闪而过。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感受着体内那股澎湃而又全新的力量。他用力一握拳，空气中竟然传来一声轻微的爆响。这就是仙人的力量吗？白青灵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拳头，然后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咧开嘴，又一次露出了那傻乎乎的笑容。接下来的日子，洞府内的生活形成了一种诡异而又稳定的平衡。白青灵已经彻底习惯了，每天天不亮，他就会准时醒来，打扫庭院，准备好所有人的早饭。他也习惯了在清晨的薄雾中，看着师娘萧婉顶着一脸的慵懒和满足，
衣衫不整的从主人秦风的房间里走出来。从最初的震惊到三观碎裂，再到现在的麻木和见怪不怪，他已经懒得去想这其中的伦理关系了。反正这个家里的人对他都挺好的，师娘萧婉待他温柔，从不把他当下人看，甚至会教他如何分辨草药，给他讲一些修行界的常识。虽然那个叫李沐月的小屁孩总喜欢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瞪自己，但也仅仅是瞪自己而已。那眼神里有戒备，有好奇，还有那么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敌意。白青灵搞不懂，也不想搞懂。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怀里那本《隐气诀》，他就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关于修仙的一切。秦风盘坐在自己的石室中，双目紧闭，炼气9层巅峰的灵力在他体内缓缓流转，雄浑而精纯。他缓缓睁开眼睛，摊开手掌，一团淡青色的灵力在掌心凝聚、旋转、压缩。那团灵力散发出的威势远超同阶。这具身体有点古怪。秦风喃喃自语，他发现了一个秘密。自从他穿越过来，附身在这具身体上之后，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原身的记忆里只是按部就班的修炼隐气诀，从未学过任何高深的术法，空有一身炼气7层的修为，实战能力弱得可怜。可自己接手之后，一切都变了。明明用的还是最基础的灵力运转方式，可爆发出的威力却强得离谱。就像那天在方主府，吴刚，清河方方主，成名多年的炼气巅峰强者，竟然被自己一拳逼退。虽然有对方大意的成分在，但也足以说明问题。自己的灵力在质和量上都碾压了同阶修士，难道是穿越带来的福利？秦风的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不管是什么原因，这对他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就在这时，洞府外传来一阵恭敬的通报声：秦爷，方主吴刚携犬子吴华前来拜访。是阿四的声音。话音刚落，整个洞府都安静了下来。正在院子里指导李沐月练拳的萧婉动作猛地一顿，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吴刚，方主怎么会亲自上门？李沐月也停了下来，小脸上写满了错愕。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连他爹都要客气对待的方主会亲自登门。厨房门口正在摘菜的白青灵也抬起了头，眼神中带着警惕。让他们进来。秦风平淡的声音从石室中传出，不带任何情绪。很快，2道身影便在阿四的引领下走进了院子。为首的正是身材魁梧、面容威严的吴刚，只是此刻他那张威严的脸上却堆满了热情的笑容，甚至带着几分谦卑。跟在他身后的是脸色有些苍白的吴华。吴华的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当他看到角落里那个身穿朴素布衣却依旧难掩其英姿飒爽气质的白青灵时，瞳孔骤然一缩，好美的女人，那股子清冷又倔强的劲儿瞬间就抓住了他的心。一股无法抑制的嫉妒和贪婪从他心底疯狂地涌了上来。凭什么？凭什么秦风这个废物能有如此绝色的仆役？这种女人只有他吴华，清河方的少主才配拥有。吴刚却没有注意到儿子的失态，他快走几步，对着刚刚走出石室的秦风拱手行了一礼。秦贤侄。吴刚的声音洪亮，态度热情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老夫教子无方，前些天让这个逆子冲撞了贤侄，实在是惭愧。今日老夫特意带他上门给贤侄赔罪来了。萧婉和李沐月都看呆了，这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吴方主吗？他竟然称呼秦风为贤侄。吴华也回过神来，他压下心中的嫉妒，脸上挤出笑容，目光转向了李沐月。月儿妹妹，几日不见，你……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李沐月一个冰冷的眼神给打断了。李沐月的俏脸上写满了毫不掩饰的厌恶和鄙夷。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死讯传来后，自己去找吴华寻求安慰时，他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嘴脸。现在看到师兄秦风成了炼气巅峰，成了长宁街的新主子，就又屁颠屁颠地跑过来讨好自己了，真是可笑。别这么叫我。李沐月的声音冷得像冰，我嫌恶心。吴华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拳头在袖子里不自觉地握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个贱人竟然敢让他下不来台。吴刚的脸色也有些难看，他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示意他闭嘴。然后他再次转向秦风，脸上的笑容愈发真诚。秦贤侄是犬子不懂事，得罪了沐月侄女，老夫回去一定好好管教。说着，他从储物袋里拿出了一个精致的木盒，双手奉上。贤侄，这是老夫的一点心意，还望贤侄不要推辞。秦风的目光落在那个木盒上，他没有立刻去接。他看着眼前这对虚伪的父子，心中冷笑。上门道歉是假，试探虚实是真吧？不过送上门的好处不要白不要。吴方主客气了。秦风淡淡开口，伸手接过了木盒。他打开木盒，
一道凌厉的剑气扑面而来。只见木盒内静静地躺着一柄3尺长的青色灵剑，剑身流光溢彩，剑柄上刻着2个古朴的篆字“清风”，黄阶低级法宝。萧婉和李沐月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可是法宝！整个清河坊拥有法宝的炼气期修士也屈指可数。吴刚为了赔罪，竟然下了如此血本，吴坊主有心了。秦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他正缺一件趁手的兵器，这柄清风剑来的正是时候。既然吴坊主如此有诚意，那之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快请坐，喝杯茶。秦风的态度也热情了起来，他亲自将吴刚父子请到院子里的石桌旁坐下，萧婉则连忙去沏茶。一时间，院子里的气氛变得热络起来。秦风和吴刚天南地北的聊着，吴刚极尽奉承，言语间把秦风夸成了一个千年难遇的绝世天才。吴华则坐在一旁一言不发，只是时不时的用阴狠的目光瞟向秦风，又用贪婪的目光偷看角落里的白青灵。一场虚伪的茶会终于结束，秦风将吴刚父子送到了洞府门口。秦贤直留步，留步。吴刚满脸笑容的拱手告辞。好，吴坊主慢走。秦风也笑着回应。就在吴刚转身离去的那一刻，秦风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他清楚地捕捉到吴刚那双浑浊的老眼里一闪而过的是根本无法掩饰的怨毒和杀意，那是一种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的仇恨。秦风脸上的笑容不变，心中却已经了然。这对父子今天来根本不是真心道歉，他们只是在忌惮自己炼气9层的实力。一旦他们找到机会，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对自己下死手。送走了吴刚父子，秦风回到洞府，他把玩着手中的清风剑，冰冷的剑身传来阵阵寒意。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吴刚那怨毒的眼神，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油然而生。李青山的死据说是在外夺宝，被劫修围攻，尸骨无存。现在看来，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吴刚对自己的恨意来得太过猛烈，完全不像是因为儿子被打脸那么简单，这里面一定有别的原因，一个让他不惜血本也要置自己于死地的原因。秦风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老东西，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否则我不介意让你们父子俩下去陪我的好师傅。送走了吴刚父子，秦风回到了洞府，他独自一人坐在石室中，手里把玩着那柄新得的清风剑，冰冷的剑身传来丝丝寒意。正如吴刚转身离去时，那双浑浊老眼中一闪而过的怨毒，那眼神根本不是儿子受了点委屈该有的反应，那是一种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挫骨扬灰的刻骨杀意。贤侄，秦风的嘴角勾起一抹极度冰冷的讥讽，老东西演得还挺像，今天上门道歉是假，试探自己的虚实才是真吧。送上一柄黄阶低级法宝，看似下了血本，实际上不过是想麻痹自己，好在暗中寻找机会一击必杀。秦风将清风剑收入储物袋，他很清楚自己炼气9层巅峰的修为足以震慑清河坊绝大多数的宵小，可面对吴刚这种老奸巨猾之辈还远远不够，更别提吴刚背后是否还站着其他人。那个死鬼师傅李青山死得太蹊跷了，夺宝被劫修围攻。现在看来，这说辞里水分大得很，吴刚对自己的杀意浓烈到几乎不加掩饰，这其中绝对有自己不知道的隐情。实力，归根结底还是实力不够，他必须尽快变得更强，拥有足以碾碎一切阴谋诡计的绝对力量。秦风神念探入储物袋，清点了一下自己的家当。李青山那个老东西，自己穷得叮当响，也没留下多少遗产，东拼西凑，再加上之前剩下的一些，总共也就600多块下品灵石。长宁街那边的收益要到月底才能收上来，这点灵石买丹药都不够塞牙缝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功法。一套强大的功法远比丹药带来的提升更加稳固和长远。得去一趟黑市了。秦风心中打定了主意。夜幕悄然降临，整个洞府都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秦风换上了一身朴素的黑衣，又从角落里翻出一个最普通的面具戴在脸上，将自己的容貌和气息都遮掩了起来。他走出石室，看到萧婉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借着月光似乎在缝补着什么。听到脚步声，萧婉抬起头，看到秦风这一身打扮，不由得一愣。你这是要去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担忧。出去办点事，很快就回来。秦风的声音隔着面具显得有些沉闷。不用等我，早点休息。说完，他没有过多停留，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萧婉看着他离去的方向，抱着手里的衣物，久久没有动弹，美眸中写满了牵挂。清河方室入夜后依旧灯火通明，但与白日的喧嚣不同，夜晚的方室多了一份诡异的秩序。
秦风熟练地避开主街上的巡逻修士，拐进了几条偏僻幽深的小巷，穿过一个被阵法掩盖的入口，眼前豁然开朗。这里就是清河坊的黑市，与外界的光鲜亮丽截然不同。黑市里光线昏暗，到处都悬挂着散发着幽光的奇异矿石，将一个个摊位和行人的脸映照得忽明忽暗。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草药、矿石和血腥味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息。来往的修士大多和秦风一样，穿着斗篷或戴着面具，将自己隐藏在阴影里。每个人都步履匆匆，眼神警惕，充满了神秘和危险的气息。秦风知道，这个黑市能在清河坊安然无恙的存在，背后是有几个炼气巅峰的强大散修联手把控的。在这里，只要你付得起零食，就能买到外面见不得光的东西，但前提是必须遵守这里的规矩，不问来路，不惹是非。敢在这里闹事的人，下场通常都很难看。秦风的目的很明确，他径直朝着黑市深处一个挂着万法阁牌匾的店铺走去。这是黑市里最大的一家专门售卖功法武技的店铺。店铺里只有一个昏昏欲睡的干瘦老头在看店。见秦风进来，老头也只是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便不再理会。秦风也不在意，自顾自地在货架上翻看起来断火诀黄阶低级，修炼火属性灵力，售价500下品灵石；碧蓝弓黄阶低级，功法平和，适合水木灵根修士，售价600下品灵石；碎石拳黄阶低级武技，售价300下品灵石。秦风一本本地看过去，眉头却越皱越紧。这些所谓的功法，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垃圾，甚至还不如他之前修炼的最基础的大陆货引气诀。就这种货色也好意思卖500-600灵石，抢钱也不是这么抢的。他失望地摇了摇头，转身走出了万法阁。难道今天注定要白跑一趟？秦风有些不甘心，在黑市错综复杂的小巷里漫无目的地闲逛起来。就在他准备放弃，打算离开的时候，眼角的余光忽然瞥到了一个缩在角落里的小摊。摊位破破烂烂，后面坐着一个修为只有炼气4-5层、满脸颓丧的中年男人。摊位上也只摆着几块成色极差的矿石和2株枯黄的草药，而在这些垃圾中间还放着一本破旧不堪，连封面都快烂掉的无名古籍。秦风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蹲下身拿起了那本古籍。书册入手，一种奇异的触感传来，非金非玉也非纸张。这位道友有眼光啊！摊主见有生意上门，立刻来了精神，干涩的嗓子挤出一丝热络。这本功法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宝贝，绝对是高深莫测的功法。秦风没说话，只是翻开古籍看了看，里面的字迹晦涩难懂，笔画古朴，根本不是当今修真界通用的文字。道友，你就别吹了。秦风将古籍丢回摊位上，声音平淡：你自己修炼过吧？感觉怎么样？摊主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他叹了口气，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苦笑道：不瞒道友，我试过，没用。这玩意儿邪门的很，灵气灌进去就像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瞒您说，我爹就是练这个，把自己给练废了。道友，你要是真想要400块下品灵石，您拿走。摊主报出了一个价格，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和一丝急于甩掉包袱的迫切。就在这一刻，一股强烈到无法抗拒的直觉猛地攥住了秦风的心脏。买下它，必须买下它。自从穿越过来之后，这种神秘的直觉已经帮他避开了数次危机。秦风不再有任何犹豫，他相信自己的直觉。他面无表情地从储物袋里数出400块下品灵石，扔在了摊位上。成交！在摊主惊喜交加的目光中，秦风拿起那本破烂古籍，头也不回地转身，迅速消失在了黑市的阴影里。回到洞府时已是深夜，秦风悄无声息地推开自己的石室门。房间里一盏灵石灯散发着柔和的光晕，一道曼妙惹火的身影正侧躺在他的石床上，是萧婉。他显然是刻意等候在此，身上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白色透明纱裙，丰腴惹火的身体曲线在灯光下若隐若现，散发着致命的诱惑。看到秦风回来，他妩媚的俏脸上露出一抹动人的红晕，眼波流转，媚眼如丝。秦风看着眼前这活色生香的一幕，心中的火焰瞬间被点燃。他扯下面具，露出一抹会心的笑容，大步走了过去。2个时辰后，精疲力尽的萧婉已经在他怀里沉沉睡去，嘴角还带着一丝满足的甜美笑意。而秦风却毫无睡意，他轻轻将萧婉的手臂从自己身上挪开，盘膝坐起，眼中闪烁着兴奋和期待的光芒。他从储物袋里取出了那本在黑市上花重金买来的无名古籍，深吸一口气，秦风翻开了第1页。他沉下心神，尝试着按照书页上那些古怪图文的指示，引导体内的灵力运转。下一秒，秦风的脸色猛地一变，好难！这功法的运转路线简直是匪夷所思。
经脉的走向完全违背了常理，好几个关键的节点，甚至是修仙者公认的死穴。灵力刚一进入这条路线，就像是陷入了泥潭，寸步难行，而且消耗的速度快得惊人。不过是短短1刻钟的尝试，他体内炼气9层巅峰的雄魂灵力竟然就被消耗了将近1成。秦风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自从穿越过来，拥有了这具逆天的身体后，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一帆风顺，修炼更是如同喝水吃饭一样简单。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如此巨大的困难，一种久违的挑战感让他体内的血液都开始沸腾。我就不信这个邪！秦风眼神一凝，透出一股狠劲。他咬紧牙关，将全部心神都沉浸了进去，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那条晦涩艰难的灵力路线。失败，再来，又失败，再来。时间在这一次次的枯燥尝试中飞速流逝，1个时辰，2个时辰，3个时辰，时势之外，天色已经开始蒙蒙亮。秦风体内的灵力早已消耗殆尽，脸色也变得一片苍白。就在他感觉自己快要被彻底榨干，即将昏厥过去的时候，嗡！他的脑海里突然传来一声轻响，仿佛有什么壁垒被硬生生冲破了。刹那间，一股玄之又玄的奇异感觉涌上心头。那条原本坚不可摧、晦涩无比的功法路线瞬间畅通无阻，天地间的灵气仿佛受到了某种致命的吸引，疯狂地朝着他的身体里倒灌而入。入门了！在经历了数个时辰的苦修之后，他终于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秦风猛地睁开眼睛，2道金色的神芒在他的瞳孔深处一闪而逝。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灵力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质变，变得更加凝练，更加精纯，更加强大。他再度拿起那本古籍，这一次上面那些原本看不懂的古老文字竟然有一部分变得清晰可辨。在书册残破的首页上，他辨认出了几个关键的大字：华云宗上虚宫上卷。华云宗，秦风的心脏狠狠地跳动了一下。那可是传说中有元婴期老怪坐镇的顶尖大宗门，而且清河坊就是华云宗的管辖之地。这本破烂功法竟然是华云宗的核心功法之一，虽然只是半部残卷，但也足以让他一路畅通无阻地修炼到金丹期。捡到宝了！这次是真他妈的捡到绝世重宝了！一股狂喜瞬间席卷了秦风的全身，但紧接着一个冰冷的念头让他瞬间冷静了下来。华云宗的核心功法怎么会流落到清河坊这种穷乡僻壤的黑市地摊上，还被一个炼气4层的傻子当成垃圾卖了400灵石？这里面的水很深啊！秦风看着窗外透进来的第一缕晨光，眼神变得无比深邃。这个小小的清河坊恐怕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天色刚刚泛起一抹鱼肚白，石床上萧婉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缓缓睁开了美眸。她侧过身，看着身旁盘膝而坐正在闭目修炼的秦风，绝美的俏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抹柔情似水的幸福笑意。阳光透过石窗的缝隙，在她俊朗的侧脸上投下淡淡的轮廓，显得那么专注，那么迷人。萧婉就这么痴痴地看着，眼波流转，仿佛要将这个男人的模样深深刻进自己的灵魂里。许久之后，秦风周身的灵力波动缓缓平息，他睁开了眼睛，那双深邃的眸子里隐约有金色的神芒一闪而过，比夜空中最亮的星辰还要璀璨。萧婉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她情不自禁地凑上前去，柔软的红唇在秦风的嘴角上如同蜻蜓点水般轻轻印了一下。做完这个大胆的举动，她自己反倒鲜红了脸，带着满心的羞涩与甜蜜，轻手轻脚地爬下石床，悄然离开了秦风的房间。清晨的庭院里，晨雾还未完全散去，秦风已经负手站在院中，开始指导萧婉和李沐月母女2人的日常修炼。气沉丹田，腰马合一，出拳的时候不要用蛮力，要感受灵力在经脉中的流动。秦风的声音清冷而严肃。李沐月正笨拙地打着一套基础拳法，听到秦风的呵斥，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你这拳打得软绵绵的，是想给敌人挠痒痒吗？秦风皱着眉，一步上前站到了少女的身后，他伸出手直接按在了李沐月那不盈一握的纤腰上，另一只手则握住了她白皙柔嫩的小手。看清楚，力从地起，由腰部发力，贯通手臂，最后从拳锋爆发出去。秦风引导着他的身体打出了一记标准的冲拳，砰一声闷响，拳锋凌厉，李沐月整个人都僵住了。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腰间那只大手传来的滚烫温度，还有自己被包裹在对方掌心里的小手。一股从未有过的奇异感觉像是电流般瞬间窜遍了他的全身，少女的脸蛋唰的一下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连耳根都滚烫滚烫的。他的心更是砰砰砰的狂跳不止，脑子里一片空白。而另一边，当秦风走到萧婉身边，
同样伸手纠正他动作的时候，却是面不改色，自然无比。萧婉也只是俏脸微微一红，便坦然接受了他的指导，两人之间的互动亲密而默契。李沐月看着自己那个气定神闲，甚至嘴角还带着浅浅笑意的母亲，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酸溜溜的气恼。哼，他气鼓鼓地在心里想到，你们俩连更亲密的事情都做过了，当然不在乎这点小小的身体接触了。就在这时，已经做好了早餐的白青灵端着餐盘从厨房走了出来，他将早饭一一摆在石桌上，然后退到一旁，安静地垂手站立。你也去练练吧。秦风瞥了他一眼，淡淡地说道。秦爷，我……白青灵有些迟疑，他只是个仆役。秦风随手一挥，一柄寒光闪闪的金铁剑便落在了他的面前。拿着。这柄剑对秦风来说是垃圾，可对凡俗界的武者而言，却已经是梦寐以求的神兵利器了。白青灵的呼吸猛地一滞，他看着地上的金铁剑，再看看秦风，眼中的迟疑瞬间被一股炽热的渴望所取代。是，秦爷。他不再犹豫，恭敬地捡起长剑，手指抚摸着冰冷而光滑的剑身，感受着那熟悉的重量和质感。白青灵感觉自己体内的血液都开始重新沸腾起来。他深吸一口气，走到了庭院的中央。下一刻，剑光起，白青灵整个人仿佛都变了。她一身朴素的青色衣裙，随着剑势的展开而翩翩起舞，英姿飒爽的身影在晨光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剑光时而如灵蛇出洞，刁钻狠辣，时而如长虹贯日，气势磅礴。那张原本带着些许清冷和呆萌的绝美脸蛋，此刻写满了专注与凌厉，整个人就如同一朵在战场上傲然绽放的冰山雪莲，美得惊心动魄。正在休息的萧婉和李沐月瞬间就被吸引了全部的目光，母女俩都看得张大了嘴巴，眼中充满了震撼。好，好美。李沐月忍不住喃喃出声。她以前只觉得白青灵长得好看，却没想到当这个女人拿起剑的时候，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魅力。就连一向对自己容貌极为自信的萧婉，此刻看着院中那道英气逼人的身影，心中也忍不住生出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秦风靠在石柱上，抱着双臂，静静地看着。不得不承认，这妞舞起剑来确实是一道绝美的风景。虽然在他这个修仙者的眼里，这套凡俗剑法破绽百出，简直跟闹着玩一样，但是配合着白青灵那张绝世的容颜和独特的气质，观赏性的确是拉满了。一套剑法舞臂，白青灵持剑而立，缓缓收弓，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香汗，胸口也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微微起伏着。他一抬眼，就看到三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白青灵的脸颊上瞬间飞起一抹少见的红晕，他连忙低下头，有些手足无措，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不错。秦风的声音悠悠传来，他踱步上前，站定在白青灵面前，目光在他身上扫视了一圈。有点意思，可惜全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秦风毫不客气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白青灵猛地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服气，这可是他苦练了10几年的家传剑法。秦风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继续用一种平淡到近乎冷酷的语气说道：就你刚才那套剑法，我至少能找出17个能一招毙命的破绽。比如你收招的姿势，为了好看，中门大开，任何一个速度快点的对手都能在你摆招式的时候一剑捅穿你的心脏。还有你最得意的那招凤舞9天，跳的是挺高，看起来也挺唬人，但实际上你在空中根本无法借力，就是一个活靶子。秦风每说一句，白青灵的脸色就白上一分，到最后他那张俏脸已经毫无血色，握着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他想反驳，却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因为秦风说的全都戳在了要害上，那些都是他以前隐约感觉到，却因为骄傲而不愿去深思和承认的致命缺陷。看着眼前这个俊逸非凡却又一针见血的青年，白青灵的眼神从不服到震惊，再到最后只剩下了一片茫然和崇拜。白青灵彻底看呆了，他突然觉得自己能被他买下，成为这个家的仆役，或许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这个家对他是真的好。师娘萧婉温柔善良，会拉着他一起吃饭，关心他冷不冷，暖不暖。师妹李沐月虽然一开始有点小脾气，但也从没真正为难过他。而主人秦风除了有时候眼神会有点涩涩的，总是忍不住偷瞄自己的胸口和脸蛋之外，其他地方简直堪称完美。他给了自己修仙的希望，给了自己一把宝剑，现在又亲自指点自己武技上的缺陷，这份恩情他不知道该如何回报。白青灵心里很清楚，主人看自己的眼神意味着什么，但他不在意，真的不在意。在这个家里，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尊重。只要能留在这里，只要能继续追寻那缥缈的仙途，别说是被他多看几眼，就算是真的要做些什么，
他想自己应该大概也是不会拒绝的。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洞府中的日子平静而又充实。转眼间5个月的时光便悄然而逝。时节已入寒冬，连绵不绝的大雪下了好几天，将整个清风山都裹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的肃杀。洞府的庭院里，积雪已经没过了脚踝，唯有屋檐下的石桌石凳还被人日日清扫，保持着洁净。这5个月对洞府里的所有人来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从修炼了那部神秘的上虚宫残卷，秦风体内的灵力便开始了一场浩大的蜕变，不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数量堆积，他的每一缕灵力都变得无比凝练厚重，带着淡淡的金色光泽，其威力比之从前强了何止一个档次。如今的他已然是炼气9层的巅峰，距离那传说中的筑基境只剩下最后一道薄薄的门槛。而财富方面，自从掌控了长宁街3成的收益后，灵石对这个家而言已经从奢侈品变成了日常消耗品，再也不复从前的窘迫。秦风对自己人向来大方，无论是师娘萧婉，还是师妹李沐月，甚至是身为仆役的白青灵，修炼用的灵石都从未短缺过。在海量资源的堆砌下，众女的修为也是一日千里。本就天赋不俗的萧婉，在秦风的悉心指导和滋润下，心结进去，修为一路高歌猛进，成功突破到了炼气3层。昔日的凡俗女子，如今也成了真正的修仙者，容貌愈发娇艳，气质也多了一分出尘的韵味。而有着先天武者底子的白青灵，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修炼天赋。她性子坚韧，认准一件事便会拼尽全力，在炼气初期的修行速度竟然丝毫不亚于萧婉，同样稳稳地踏入了炼气3层。就连基础最差、心性也最不稳的李沐月，也在秦风的严厉督促和海量灵石的辅助下，即将叩开炼气5层的大门。这天傍晚，洞府的饭厅里烧着温暖的炭火，将外面的风雪严寒尽数隔绝。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着白青灵精心准备的晚饭，气氛温馨而和睦。李沐月正夹起一块鲜嫩的瘦肉，准备送入口中，动作却猛地一顿。他的小脸蛋上先是闪过一抹讶异，随即一股难以抑制的灵力波动从他体内溢散开来。我好像要突破了。少女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惊慌，也带着浓浓的惊喜。她再也顾不上吃饭，手里的碗筷啪嗒一声掉在桌上，人已经像一阵风似的火急火燎地冲回了自己的石室。砰！石门重重关上，隔绝了内外。这孩子，萧婉看着女儿那毛毛躁躁的背影，无奈地摇了摇头，但眼眸深处却满是为人母的骄傲和喜悦。她转过头看向身旁的秦风，两人相视，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笑意。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一个真正的家庭。吃完饭后，白青灵默默地收拾好碗筷，端着餐盘走进了厨房。饭厅里便只剩下了秦风和萧婉两人。炭火烧得正旺，发出噼啪的轻响，将两人的身影投射在石壁上，轻轻摇曳。秦风的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他凑到萧婉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敏感的耳垂上。他用一种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了一句。萧婉的身体瞬间僵住，下一秒，一股动人的红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他雪白的脖颈一直蔓延到了耳根。不行！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摇头，美眸中满是羞愤和抗拒。胡说八道！青灵她还在呢。秦风却不以为意，他伸出手，一把将那具柔软温香的娇躯揽进了自己的怀里，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他的大手不老实，感受着那惊心动魄的曲线。他听不见。秦风的语气带着不容置喙的霸道，他的眼神深邃而灼热，像是一团火焰，要将萧婉整个人都融化掉。萧婉在他的怀里挣扎着，却根本撼动不了那铁骨般的手臂。他的呼吸渐渐急促，心跳如鼓，那种被完全支配的感觉让他感到羞耻，却又在心底深处生出一种无法言喻的战栗和刺激。最终，在秦风那充满希望的目光注视下，萧婉所有的反抗都化作了柔软，他的眼神渐渐迷离，身体也慢慢软了下来。他咬着红唇，满脸的挣扎和犹豫，天人交战，最后还是拗不过这个霸道的男人。萧婉俏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她缓缓地带着无尽的羞意从秦风的腿上滑落，跪在了他身前的地面上。她抬起那张颠倒众生的绝美脸蛋，水汪汪的眸子看向秦风的双腿上方。过了一会儿之后，吱呀，厨房的门被推开，刚刚洗好了碗筷的白青灵哼着不成调的小曲，端着一盘切好的灵果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心情很好，能留在这个家里，能修仙，能练剑，每天还能看到温柔的师娘和赏心悦目的主人，他觉得日子充满了盼头。然而当他走进饭厅，看清眼前景象的那一刻，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端着果盘的手也僵在了半空中。他的眼睛直勾勾的和地上那个正仰着头满脸羞愤与迷离的绝美妇人对视在了一起。
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空气，死一般的寂静。萧婉和白青灵两个女人四目相对，都像是被一道天雷劈中了脑门，彻底傻掉了。啊！足足过了好几秒，白青灵才猛地反应过来，她发出了一声短促到极致的惊叫，那张英气逼人的俏脸唰的一下红得像是煮熟的虾子，连耳根都烫得吓人。她手里的果盘哐当一声摔在地上，灵果滚落一地。她看都不敢再看，转身就跑，动作比被野兽追赶的兔子还要快，甚至因为太过慌乱，出门的时候还差点被门槛绊倒，狼狈不堪地消失在了庭院的夜色里。而坐在椅子上的秦风看着这一幕，脸上却满是恶作剧得逞的笑意。许久之后，萧婉俏脸绯红，衣衫微微凌乱，她趴在秦风的腿上轻轻咬了一口，力道不大，更像是撒娇。都怪你。她抬起头，满脸怨气地瞪着秦风，眼角还带着羞愤的泪痕。这下好了，我没脸见人了。秦风还是乐呵呵的伸出手捏了捏他吹弹可破的脸蛋。怕什么？他也是这个家的人，早晚都要习惯的。你……萧婉被他这副满不在乎的态度气得不行，又羞又恼，猛地推开他，从地上站了起来。他跺了跺脚，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裙，生着闷气，快步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也关上了门。跑出去的白青灵根本不敢回自己的偏房，他一口气冲进了风雪交加的庭院里，任由冰冷的雪花落在自己的脸上、身上。可那刺骨的寒意却丝毫无法浇灭他脸颊上滚烫的温度。他扶着一棵被白雪覆盖的枯树，整个人都还在刚才那巨大的冲击中没有缓过神来。他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刚才看到的那一幕。萧婉他怎么能秦风他怎么敢？白青灵只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再一次被震得粉碎。他缓缓地蹲下身子，双手抱着膝盖，将那张滚烫通红的脸蛋深深地埋了进去。怎么能这样？怎么可以这样？他喃喃自语，声音里充满了不可置信，内心是无比的羞愤。可在这极致的羞愤之下，却又有一股连他自己都感到害怕的陌生的情绪在悄悄地滋生。那是一种他说不清道不明的渴望。夜深了，石室里秦风盘膝而坐，双目紧闭，但心思却根本不在修炼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按照往常的惯例，那个风情万种的女人早该端着汤点悄悄推门而入了。可今晚门外却静悄悄的，连一丝一毫的动静都没有。秦风睁开眼，嘴角不由得勾起一抹无奈的苦笑。看来下午在饭厅里确实是把他给惹毛了，当着一个外人的面让他那般难堪。以他那温婉外表下隐藏的骄傲性子，不生气才怪了。也罢，女人嘛，总是要哄的。秦风心里盘算着，明天定要好好补偿他一番，便收敛心神，准备运转上虚宫，继续这枯燥却又无比重要的修行。然而他体内的灵力才刚刚流转了一个周天。吱呀，那扇紧闭的石门被人从外面轻轻推开了。秦风心中一动，抬眼望去，只见萧婉穿着一身单薄的丝绸睡裙，俏生生地站在门口。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带着温柔的笑意，反而是抱着双臂，俏脸紧绷，一双水汪汪的美眸就那么恶狠狠地瞪着秦风。那副模样配上她那张柔媚到了骨子里的绝美脸蛋和成熟饱满的诱人身段，非但没有半点威慑力，反而别有一番嗔怪的动人风情。秦风心头一热，连忙从石床上起身，几步就走到了她的面前。怎么，我的大美人终于舍得来了？他脸上带着几分揶揄的笑意，伸手就想去揽她那柔软的腰肢。哼！萧婉却身子一扭，躲开了他的手，那对美眸瞪得更圆了。你还敢说？他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怨气和羞愤。下午你简直坏透了，青灵他都看见了，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一想到下午那羞耻到极点的一幕，萧婉的脸颊就烫得厉害，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秦风看着他这副又羞又气的可爱模样，心里的那点歉意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只剩下满腔的火热。他不再开玩笑，而是长臂一伸，不容拒绝地将那具温香软玉的娇躯强行揽进了自己的怀里。萧婉象征性地挣扎了两下，可那点力气在秦风的铁臂面前与挠痒痒无异。男人身上那股霸道而又让他熟悉的气息瞬间将他包围，让他心跳不由得加速，身体也渐渐软了下来。好了，别气了。秦风低下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温热的气息吹拂着他敏感的耳垂。是我不对，不该那么捉弄你。明天我带你去长宁街逛逛，看上什么衣服首饰，咱们就买什么，好不好？听到这话，萧婉的身体微微一僵，她抬起头看向秦风，那双还带着怨气的眸子里闪过一抹异动。自从李青山死后，她虽然生活无忧，却也再没像个寻常女子那样逛过街，买过新衣服。秦风这番话精准地击中了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看着男人那双深邃而又充满宠溺的眼睛，他心里的那点怨气顿时烟消云散了。萧婉俏脸微红，终于不再挣扎，而是将脸颊轻轻地靠在了秦风坚实的胸膛上，小声地嗯了一下。秦风见状，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他拦腰将这个口是心非的女人一把抱起，大步流星地走向石床。石门被他用脚后跟轻轻一带，悄然关上。很快，石室里便响起了一阵阵压抑着的美妙乐章，为这寒冷的冬夜增添了无尽的春色。第二天清晨，吃早饭的时候，气氛一如既往的温馨。李沐月叽叽喳喳地说着自己突破到炼气5层后的感受，萧婉面带温柔笑意地听着，时不时给他加上一筷子菜。而白青灵则像往常一样安静地站在角落，只是那张英气的俏脸在看到萧婉时，总会不自然地泛起一抹红晕，眼神也有些躲闪。显然昨晚的冲击对他而言还未完全消散。饭后，秦风擦了擦嘴，宣布道：师娘，去换身衣服，我们出门。萧婉闻言，脸上立刻露出了期待的笑容，柔顺地点了点头。娘，你们要去哪儿啊？李沐月好奇地问道。去给你买几件新衣服。萧婉摸了摸女儿的头，笑着说。秦风则看向角落里那个努力降低自己存在感的白青灵，淡淡的开口：你也一样。白青灵猛地一愣，抬起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给自己买新衣服？他只是一个下人啊。不等他反应过来，秦风已经带着满脸喜悦的萧婉走出了洞府。两人并肩走在被白雪覆盖的山路上，前往清河坊。当他们出现在方氏的街道上时，立刻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所有看到萧婉的修士和凡人都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眼神里充满了惊艳。太美了！今日的萧婉特意换上了一件素雅的白色长裙，将她那成熟饱满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30岁的年纪本就是女人风韵最盛的时候，再加上踏入仙途后的滋养，让她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惊心动魄的妩媚。那柔弱的气质，那温婉的眉眼，对任何男人而言都是致命的毒药。不过众人也只敢偷偷地多看两眼，便立刻敬畏地低下了头，因为走在这个绝美妇人身旁的可是秦风，是那个一掌镇压长宁街，连吴坊主都要礼让3分的秦爷。谁敢在他的面前放肆地觊觎他的女人，那不是找死吗？秦风面色平淡，对周围那些敬畏的目光视若无睹，带着萧婉径直走上了长宁街。他们走进了一家方市里最大的衣物店。哎呦，秦爷，您怎么亲自来了？肥胖的店主一看到秦风，立刻像见了亲爹一样，满脸谄媚地迎了上来，腰都快弯成了90度。快给秦爷和夫人上最好的苓茶。秦风摆了摆手，淡淡道：不必了，带他去看看你们店里最好的衣服。好嘞，夫人，您这边请。店主机灵得很，立刻热情地将萧婉引向了内堂。夫人您放心，秦爷大驾光临，是小店的荣幸。今天您看上什么，都给您算最优惠的价格。萧婉还是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脸上带着些许不自然，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她认真地挑选着，不时拿起一件衣服在身上比划，询问秦风的意见。最终她不仅为自己选了2套华美的长裙，还记着家里的2个小丫头，又仔细地为李沐月和白青灵各挑选了一套合身的衣裙。回到洞府，当萧婉将买来的新衣服分给李沐月和白青灵时，2个女孩都高兴坏了。哇，好漂亮的裙子，谢谢娘。李沐月拿着那件粉色的新裙子，爱不释手，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一把挽住了萧婉的胳膊，小脑袋亲昵地蹭着。傻孩子，跟娘还客气什么？萧婉慈爱地摸着女儿的脑袋，眼底满是温柔。而另一边的白青灵捧着那件崭新的月白色劲装，整个人都呆住了，她的眼眶瞬间就红了。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一个花了50灵石买回来的下人，竟然也能有新衣服穿。这份尊重和善意，让她那颗冰封已久的心彻底融化了。夫人，她激动得语无伦次，对着萧婉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夫人，谢谢主人。秦风看着眼前这温馨和谐的一幕，心里也感到一阵满足。他大手一挥，笑道：都别站着了，去换上我看看。片刻之后，3道身影从各自的房间里走了出来。秦风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只见眼前的3个女人全都换上了新装，在洞府那柔和的光线下，美得让人有些窒息，就如同凡人误入了仙境，亲眼见到了3位风姿各异的仙女。萧婉身穿一袭宝蓝色的长裙，将她那成熟妩媚的气质衬托得淋漓尽致，举手投足间皆是勾魂夺魄的万种风情，柔弱中又带着一丝高贵。李沐月则是一身鹅黄色的短裙，显得活泼俏丽，少女的灵动与娇憨被完美的展现了出来，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而最让秦风意外的是白青灵，她换上了一套剪裁合体的月白色舞者劲装，
完美的勾勒出她那高挑而又充满力量感的英挺身姿。那张本就英气逼人的脸蛋，此刻更添了几分飒爽，配上她那清冷的气质，宛如一位从画中走出的女剑仙，既有女子的柔美，又不失武者的刚毅。三女三种角色，美的各有千秋。他们看到秦风眼中那毫不掩饰的惊艳与欣赏，俏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秦风看着眼前这赏心悦目的一幕，心中也是无比的满意。大家都很满意。给三女买完新衣的后面几日过得相当平淡，但秦风却觉得舒坦到了骨子里。这种将一切都牢牢掌控在手中的感觉，让他无比沉醉。清晨，他会指点李沐月和萧婉的修行，偶尔还会指导白青灵练剑。如今的李沐月早已没了当初的刁蛮，在他面前乖巧的像只小猫，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里满满的都是崇拜和依恋。而萧婉则会做好早饭，温柔地看着这一切，眼神里的柔情蜜意几乎要化成水溢出来。这个成熟妩媚的女人在彻底放下心防后，愈发的懂得如何取悦她，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散发着惊人的魅力，秦风也乐得享受。唯一让他觉得有些意思的是那个新来的女仆白青灵。秦风发现这个女人看自己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了，一开始是纯粹的敬畏和感激，后来渐渐多了一些好奇和探究，而现在那双清冷的眸子里竟然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有崇拜，有依赖，还有一种秦风说不上的感觉，就像一只被捡回家的野猫，在熟悉了环境之后开始悄悄伸出爪子，试探着主人的底线。就比如现在，秦风坐在庭院的石凳上喝茶，白青灵安静地站在一旁，可他的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粘在他的侧脸上，久久不曾移开。那眼神直勾勾的，带着一种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炽热。茶凉了。秦风头也不回，淡淡的开口：啊。白青灵如梦初醒，身子猛地一颤，回过神来，俏脸瞬间就红透了。对不起，秦爷，我马上去换。他慌慌张张地端起茶杯，动作都有些变形，转身时差点被自己的脚绊倒，显得狼狈又可爱。秦风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有意思，这女人怕是快要到叛逆主人的阶段了。他很期待这朵英姿飒爽的冰山雪莲在自己面前彻底融化绽放的那一天。秦风惬意地伸了个懒腰，正准备回房继续研究那部尚虚宫残卷。就在这时，洞府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秦爷，秦爷，是阿四的声音，带着一股子掩饰不住的焦急和惶恐。秦风眉头微皱，阿四作为吴刚的心腹，现在基本成了秦风在长宁街的专用传声筒，向来沉稳。今天这是怎么了？进来。石门打开，阿四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脸上满是汗水，气息都喘不匀。秦爷，出大事了。说。秦风的语气依旧平淡，仿佛天塌下来也与他无关。阿四咽了口唾沫，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急声道：华云宗。是华云宗的仙士们来了，他们传下话来，要求清河方氏所有炼气巅峰的修士立刻到方主大殿集合，不得有误。华云宗。秦风端着茶杯的手在空中停顿了一下，他心中猛地一震，这个名字他再熟悉不过了。自己修炼的尚虚宫不就是华云宗的功法吗？他们怎么会突然跑到清河坊这种小地方来？无数个念头在秦风脑中闪过，但他脸上却依旧不动声色。知道了。他放下茶杯，站起身，走。当秦风赶到方主大殿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大殿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清河坊有头有脸的炼气后期修士几乎都到齐了。这些人往日里在方氏中哪个不是威风八面，受人敬仰的存在，可今天他们却一个个噤若寒蝉，垂手站在大殿两侧，连大气都不敢喘。所有人的目光都敬畏地投向了大殿的正中央，在那里站着一群年轻人，他们穿着统一的华贵云纹白袍，身姿挺拔，气息强大，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倨傲，那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优越感，看谁都像是在看一群乡巴佬。这群人显然就是来自华云宗的弟子，而在他们身前，方氏之主炼气9层的吴刚正低着头，弯着腰，额头上全是冷汗。吴方主，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一个清脆又冰冷的声音响起，我宗门弟子陈凡最后出现的地方就在你们清河坊，你确定你对他一无所知？秦风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身穿火红色长裙的女子正抱着双臂，居高临下地看着吴刚。这女子看上去年纪不大，与秦风相仿，但她容貌之绝色几乎让整个大殿都为之失色。眉如远山，眼若星辰，琼鼻阴唇，肌肤胜雪。更要命的是，她身材火辣到了极点，
那深红裙将她凹凸有致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野性而又高贵的气息。只是此刻，她那张绝美的俏脸上布满了寒霜，语气更是咄咄逼人。秦风心里也是一愣，好家伙，自己这是捅了绝色美女的窝了吗？怎么重生之后遇到的女人都是顶级大美女？吴刚被他盯得双腿发软，几乎快要跪下了，声音都在打颤。吴仙子，我真的不知道啊，清河坊每日人来人往，修士数千，我实在是没印象啊。没印象？被称作五仙子的红裙女子冷笑一声，眼中寒意更盛。一个大活人，还是我华云宗的内门弟子，在你的地盘上失踪了，你跟我说你没印象？吴刚，你这个坊主是不是不想干了？恐怖的威压从他身上轰然爆发。吴刚闷哼一声，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整个人噔噔噔的连退了好几步，才勉强站稳。大殿内的其他修士更是吓得魂飞魄散。筑基期，这个女人竟然是筑基期的恐怖大修。就在这时，秦风不疾不徐地从殿外走了进来，他的出现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没办法，他那一身雪白的长衫，配上俊朗不凡的容貌和淡然出尘的气质，在这一群紧张惶恐的修士中实在是太显眼了。那名叫武灵的红裙女子也皱着眉看了过来。当他看清秦风的模样，以及感受到他身上那炼气9层巅峰却又无比凝练的气息时，眼神中闪过一抹诧异。好俊的男人，好年轻的炼气巅峰，看这年纪也就18、19岁吧。这等资质，就算是在他们华云宗也足以成为内门弟子，甚至有机会被核心长老看中。武灵心中的怒火莫名的消散了一些，语气也缓和了少许。你也是清河坊的修士？吴刚看到秦风如同看到了救星，连忙上前介绍道：吴仙子，诸位上仙，这位是秦风，秦爷，也是我们清河坊的炼气巅峰强者。他又转向秦风，小声而又急切地解释道：秦爷，您可算来了，这位是华云宗的核心弟子武灵仙子，乃是筑基期的大修士。这几位也都是华云宗的上仙，他们来是来调查一桩案子的。武灵却不耐烦地直接打断了吴刚，他那双锐利的凤眸直视着秦风，开门见山地说道：不必废话了，我宗内门弟子陈凡数月前曾来你们清河坊，随后便离奇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查明此事。你们是这里的地头蛇，对方是最是熟悉。从今天起，你们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全力配合我们调查。他的语气依旧是命令式的，不容置喙。当然，我们华云宗也不会让你们白白出力。武灵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只玉瓶，随手抛在桌上。这里面是10颗聚气丹，谁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这些丹药就是他的了。若是能直接帮我们找到凶手，我武灵可以做主，保举他一个进入我华云宗外门弟子的名额。轰！此话一出，整个大殿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修士的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眼中射出贪婪和狂热的光。聚气丹，那可是能提升炼气期修炼速度的珍贵丹药。更重要的是，进入华云宗的机会，那可是东域大宗门之一。一旦能成为华云宗的弟子，哪怕只是外门，那也是一步登天，鲤鱼跃龙门啊！筑基的机会就在眼前。一时间，所有人都开始交头接耳，激动地商量起来，想着怎么才能讨好这位武灵仙子，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缘。然而，在一片喧嚣中，秦风却始终面色平静，毫无波澜。他心里想的跟这些人完全不一样。陈凡，华云宗内门弟子，离奇失踪。他几乎可以肯定，那部上虚宫10有8九就属于这个叫陈凡的倒霉蛋。这下麻烦了。武灵似乎很满意自己造成的轰动效果，他高傲地扫视了一圈众人，最后目光在秦风的脸上多停留了片刻。话我已经说完了，给你们3天时间，3天之内我要看到结果。说完，他便不再理会众人，带着那群同样高傲的宗门弟子转身扬长而去，留下满大殿心思各异的修士。众人立刻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要是能帮上五仙子的忙，咱们就发达了。是啊，必须得想办法找到线索。那陈凡是什么时候失踪的？有没有人见过他？而秦风却早已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大殿。他站在殿外的屋檐下，看着天空中飘落的雪花，眼神深邃，讨好武灵。筑基的机会，他根本不感兴趣。他现在思考的是，这件事对他而言是危还是机。那个叫陈凡的修士明显不是死在清河坊内的，而是死在了方室之外的野地里。自己得到他遗物的事情，天知地知，再无第3个人知道。从这一点看，危险性不大。但华云宗既然派出了筑基修士前来调查，说明对此事极为重视。一旦自己修炼上虚宫的事情暴露，
那后果不堪设想。看来在筑基之前，这步功法绝对不能再让第二个人知道。不过秦风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这件事也未必全是坏事。华云宗的弟子为什么会跑到清河坊这种穷乡僻壤来？那个陈凡身上又带着上虚功，这种明显不完整的残卷功法，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一个能让华云宗内门弟子不远万里跑来冒险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很可能就和自己手中的上虚功有关。看来自己有必要好好调查一下这个陈凡的来历，以及他来清河坊的目的了。还有就是卖给自己功法的那个炼气5层修士是从哪里得来的功法？他可是骗自己说这是家传功法，说不定自己筑基的机缘就在其中。想到这里，秦风的眼中闪过一抹金芒，他转身融入了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流之中，身影很快便消失不见。从方主大殿回到洞府，秦风的脸色始终带着几分阴沉。华云宗的突然到来像一块巨石砸进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里。晚饭时分，洞府内的气氛有些压抑。李沐月已经吃完去修炼了，他自从父亲死后就开始刻苦的修炼起来了。秦风有一口没一口的吃着饭，心思完全不在这里。筑基，这是横在他面前的一道天堑。他如今的修为已是炼气9层巅峰，可距离真正的筑基却还差了最关键的一步。单靠苦修，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跨过。而华云宗的出现更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个叫陈凡的倒霉蛋，他身上的上虚功怎么会流落到一个区区炼气5层的散修手里，最后又被自己买到？这一切都透着一股诡异，像是有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悄然张开。唉，秦风放下筷子，烦躁地捏了捏眉心，一只柔软温润的小手忽然从身后伸了过来，轻轻地按在了他的太阳穴上，力道不轻不重，恰到好处。一股幽兰般的体香随之钻入鼻腔。是萧婉。他不知何时走到了秦风的身后，见他满脸疲惫，便主动为他揉捏起来。还在为白天的事烦心吗？他的声音温柔似水，带着让人心安的力量。秦风没有睁眼，只是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安宁，紧绷的神经也舒缓了不少。而在他们对面安静站立的白青灵，一双清冷的眸子正一眨不眨地看着这一幕，他的眼神里带着几分羡慕，几分疑惑，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异样。看着萧婉那般自然地为主人分忧解乏，看着主人脸上那舒缓的表情，白青灵的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种事是不是应该由自己来做？夫人是女主人，金枝玉叶，怎么能做这种伺候人的活儿？自己才是花了50块灵石买回来的仆人，为主分忧，伺候主人，这才是自己的本分。对，就是这样。下次一定不能让夫人抢先了。白青灵暗暗下定了决心，看着萧婉的眼神里甚至带上了一点点不服输的劲头。秦风并不知道身边小女仆那点9曲18弯的心思，被萧婉这么温柔地按摩着，他心头的烦躁消散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清明。不是办法，必须主动出击。他睁开眼，拉住萧婉柔若无骨的小手，对着她笑了笑。我没事了。萧婉俏脸一红，柔顺地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秦风的心中已经有了决断。夜深沉如墨，寒风呼啸，卷起地上的积雪。一道黑影如鬼魅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洞府，融入了茫茫夜色之中。秦风换上了一身不起眼的黑色劲装，脸上还戴了一个最普通的青铜面具，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他的目的地很明确，清河坊黑市。他要去找那个卖给他上虚功的摊主，那个人是目前唯一的线索。凭着记忆，秦风轻车熟路地潜入了黑市，在鱼龙混杂的人流中穿行。很快，他就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再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破烂地摊。摊主还是那个颓丧的中年男人，炼气5层的修为，正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对来往的客人爱搭不理。秦风没有立刻上前，他找了一个阴暗的角落，像一个最优秀的猎人，静静地收敛起所有气息，耐心等待着。时间一点点过去，黑市的人流渐渐稀少。那个中年摊主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将地摊上的几件破烂玩意儿收进一个储物袋，起身准备离开。他走出黑市，拐进了一条漆黑无人的小巷。就在这时，一道黑影如同大鹏展翅，从天而降，瞬间就落在了他的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谁？中年摊主吓得魂飞魄散，刚想尖叫，一只铁钳般的大手已经死死地扼住了他的喉咙，将他所有的声音都堵了回去。他双脚离地，被秦风单手举在了半空中，脸上瞬间长成了猪肝色，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大人，饶命！他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秦风戴着面具，只露出一双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眼睛。我问，你答。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沙哑而又低沉，听不出本来的音色。说错一个字，死。是。中年摊主吓得屁滚尿流，裤裆里瞬间湿了一片，一股骚臭味弥漫开来。几个月前，你卖给我一部功法。秦风的语气平淡，却带着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说：那部功法，你是从哪里得来的？中年摊主闻言，整个人都愣住了。功法？什么功法？他卖出去的破烂玩意儿多了去了，哪还记得是哪个？看着秦风眼中毫不掩饰的杀意，他脑子飞速运转，终于想起来了，是那本邪门的祖传功法。那个戴着面具的年轻人，竟然是为了那本垃圾功法来的。他难道练成了？大人饶命啊！摊主哭喊起来，声音都在颤抖。那本功法是我捡的，真是我捡的啊！秦风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无比。捡的？在哪里捡的？就在方室外面西边的乱葬岗。摊主不敢有丝毫隐瞒，竹筒倒豆子一般，将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几个月前，我手头紧，想去乱葬岗看看能不能捡点便宜，就看到了那本古籍，它就掉在一个新挖的坑旁边，上面还沾着血。我看着邪门，但又觉得可能是个宝贝，就偷偷捡回来了。秦风的心猛地一沉，捡的，在乱葬岗？这怎么可能？那可是华云宗的核心功法上虚功，就算杀了陈凡的凶手不识货，也不可能就这么随手扔在乱葬岗里，这根本不合常理。除非秦风的脑中一个可怕的念头浮现出来，这是一个陷阱。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陷阱。凶手杀了陈凡，拿走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却唯独将这部最重要的功法残卷故意扔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捡到，让这本功法像一个烫手的山芋流传出去，以此来引开华云宗的追查视线。这人的目的就是勾引华云宗的人前来。秦风看着手里这个已经吓傻了的摊主，眼中的杀意缓缓褪去。这个人只是一个被卷入风暴中心的倒霉蛋而已，杀他已经没有意义。秦风松开手，扑通，中年摊主重重地摔在地上，捂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冰冷的空气。秦风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小巷的尽头。良久，中年摊主才从死亡的恐惧中缓过神来，他劫后余生地瘫在地上，随即脸上又露出了无比懊悔的神情。能让这种煞星都亲自找上门来的功法，绝对是无价之宝啊！自己竟然只卖了400块下品灵石，亏到姥姥家了。当秦风带着一身寒气回到洞府时，夜已经很深了。他推开自己的石门，却发现里面亮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灯光下，一道熟悉的美丽身影正坐在床沿，双手托着香腮，似是在发呆，又似是在等他。是萧婉。听到开门声，萧婉猛地回过神，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惊喜地望了过来。你回来了。他快步迎上前，看到秦风安然无恙，那颗悬着的心财终于落回了肚子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下一秒，他便毫不犹豫地投入了秦风的怀抱，将脸蛋紧紧地贴在他冰冷的胸膛上，感受着那熟悉而又让他安心的心跳。吓死我了，还以为你……他的话没说完，但其中的担忧和后怕却让秦风的心头涌上一股暖流。他反手关上石门，将怀中的美人拦腰抱起，大步走到了石床边，感受着怀里温香软玉的娇躯，看着萧婉那张在灯光下愈发妩媚动人的脸蛋，秦风心中因黑市之行而起的烦躁与凝重都消散了不少。他低头吻了吻她的额头，声音沙哑：今晚。萧婉抬起头，美眸中带着询问。秦风凝视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清晰地倒映着自己的身影。他缓缓开口，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又夹杂着一丝奇异的渴求：叫我青山。萧婉的娇躯轻轻一颤，青山，又是这个名字。距离上一次秦风提出这个要求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他本以为他已经忘了这个有些怪异的癖好，没想到今天又提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他的心中再没有了当初的挣扎和痛苦，那个将他囚禁半生的恶魔早已化作了飞灰，而眼前这个男人才是他的天，他的全部。他想要的他都愿意给。萧婉的俏脸上缓缓浮现出一抹动人心魄的红晕，他伸出白玉般的手臂勾住秦风的脖子，将温润的红唇凑到他的耳边，气息如兰，声音柔情似水，带着致命的诱惑。青山。第二天天光大亮，秦风睁开眼时只觉得神清气爽，昨夜从那摊主口中得知的阴谋所带来的阴霾一扫而空。他侧过头看着身旁还在熟睡的美人，萧婉睡得很沉，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出淡淡的阴影，嘴角还挂着一抹满足而又甜蜜的微笑。秦风没有吵醒他，只是静静地看着。
脑子里却在飞速地盘算着，那个躲在暗处的凶手心思缜密，手段狠辣。他故意抛出上虚宫这块烫手山芋，目的就是为了引华云宗的人过来。既然是引蛇出洞，那他必然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其实力最少也是筑基期的大修士，这种级别的老怪物根本不是现在的自己能够抗衡的。上虚宫虽是绝世神功，但眼下却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炸药桶，继续留在手里，百害而无一利。与其等着被动的被卷入漩涡，不如主动出击，将这个炸药桶亲手交给他本该去往的地方，交给华云宗，让华云宗的那些人去和那个幕后黑手争斗吧，而自己则可以坐山观虎斗，甚至火中取栗。打定主意，秦风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他悄无声息地起身，穿好衣物，将那本古籍小心地收入怀中，推门而出。他要去见那个女人，华云宗的筑基修士武灵。方主大殿，此刻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身材火爆，一身红裙的武灵正双手环胸，面若冰霜地站在大殿中央。在他面前，几个穿着华云宗内门弟子服饰的年轻人正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这几人个个神情倨傲，气息不凡，都是不到20岁就修炼到炼气8、9层的天才。放在清河坊这种小地方，任何一个都是能横着走的存在。可现在在武灵面前却乖得跟鹌鹑一样。废物！武灵的声音清冷，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让你们查了这么久，一点线索都没有，华云宗的脸都被你们这群饭桶给丢尽了。陈凡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你们是猪吗？几个天才弟子被骂得狗血淋头，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却连个屁都不敢放。就在这时，秦风从殿外走了进来，他神色平静，步履从容，与大殿内紧张压抑的气氛格格不入。武灵的目光瞬间就锁定在了他的身上，眉头微微一挑。你来做什么？秦风对着他拱了拱手，不卑不亢地说道。武灵大人，在下有要事禀报。武灵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似乎是想起了这个昨天在人群中让他有过一面之缘的俊朗青年。他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有事就说，有屁就放，我没时间跟你磨叽。秦风看了一眼旁边那几个竖起耳朵的内门弟子，摇了摇头。大人，此事事关重大，还请平退左右。武灵眼神一凝，红唇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一个炼气修士能有什么天大的事？话虽如此，他还是不耐烦地对着那几个弟子摆了摆手，都滚出去。是，师姐。几个弟子如蒙大赦，连忙躬身退出了大殿。空旷的大殿内只剩下了秦风和武灵两人。说吧，什么事？武灵抱着手臂，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秦风也不废话，直接从怀中取出了那本泛黄的古籍。仙师请看。武灵的目光落在古籍上，起初还带着几分随意，但当他看清古籍封面上那几个若隐若现的古字时，瞳孔骤然一缩。他一步上前，快得带起一阵香风，一把就将古籍夺了过去。上虚宫。他翻开古籍，神识飞快地扫过，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凝重，再到难以置信。这东西你怎么会有？武灵猛地抬头，一双锐利的凤目死死地盯着秦风，筑基期的威压轰然释放，如同一座大山狠狠地压向秦风。秦风只觉得呼吸一滞，全身的骨骼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声，但他依旧站得笔直，脸色不变，平静地迎着武灵的目光。这是我几个月前从一个黑市摊主那里花400块下品灵石买来的。他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波澜。我见此功法不凡，便买来研究，可惜始终无法入门。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却发现其中隐藏着一些信息，似乎与贵宗有关。昨日听文仙师在寻找失踪弟子，便猜测此物或许是那位弟子遗落之物，特来上交。你学不会？武灵收回了威压，眼神中的审视却更浓了。哼，你当然学不会。这上虚宫乃是我华云宗不传之秘，必须配合宗内特殊的引导法门才能修炼，没有引导之法，强行修炼只会灵力暴走，爆体而亡。秦风心中咯噔一下，需要引导法门，可自己明明已经练成了啊。他脸上却不动声色，恰到好处地露出了一抹庆幸和后怕的表情，完美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接着说道，仙师，关于此事我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说。我怀疑这本功法是凶手故意留下的。秦风将自己从那摊主口中问出的信息以及自己的推断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凶手杀了陈凡师兄，拿走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却唯独将这本最重要的功法故意扔在乱葬岗一个显眼的地方，让一个区炼气5层的散修捡到，再通过黑市流传出去。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这本功法，他是在钓鱼。他想用这本功法作为诱饵，
把华云宗的人引到清河坊来。轰！秦风的话如同一道惊雷，在武林的脑中炸响。他不是傻子，相反，他很聪明，只是平日里太过骄傲，性子又急，不屑于去想这些弯弯绕绕。但经秦风这么一点拨，他瞬间就想通了所有的关窍。好大的胆子，竟敢算计到他华云宗的头上，简直是找死！一股滔天的怒火从武林的心中腾地一下就烧了起来，让他那张绝美的脸蛋都涨得通红。岂有此理！他气得火冒三丈，胸前那惊人的饱满剧烈的起伏着。带我去那个乱葬岗！他一把抓住秦风的手臂，力气大得惊人。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秦风被他抓得生疼，不由得苦笑起来。仙师，冷静，对方既然敢这么做，必然是有所依仗，实力定然不俗。我们这么贸然前去，恐怕会中了他的圈套。闭嘴！武林哪里听得进劝？此刻的他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只想把那个敢挑衅华云宗的混蛋揪出来，碎尸万段。让你带路就带路，哪来那么多废话？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先撕了你的嘴！看着武林那双几乎要喷出火来的眼睛，秦风无奈地叹了口气。真是个没脑子的女人，早知道他这么冲动，自己就换种更委婉的方式了。现在倒好，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是，仙师。秦风还能说什么？只能老老实实地应了下来。他算是看明白了，跟这种胸大无脑的女人是讲不通道理的，只能顺着她的意思来。就这样，在武林的强行挟持下，秦风只能苦笑着，带着这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朝着方氏西边的乱葬岗飞去。清河坊西郊乱葬岗，此地阴气森森，常年不见天日，乱石嶙峋，孤坟遍地。冷风刮过，卷起纸钱的灰烬，发出呜呜的鬼哭之声，让人头皮发麻。秦风和武林的身影如两道流光，稳稳地落在一处地势稍高的土坡上。秦风刚一站稳，还没来得及观察四周，就感觉到一股恐怖绝伦的威压轰然从身旁爆发开来。轰！武林那火爆的郊区上，红裙无风自动，猎猎作响。筑基后期的强大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如同掀起了一场灵气风暴，瞬间席卷了整个乱葬岗。霎时间，飞沙走石，阴风怒号。周围那些无主的孤坟，在这股庞大的压力下，竟然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咔咔声，坟头上的土块簌簌滚落。秦风被这股气浪冲得连退好几步，才勉强稳住身形。他眼角抽搐地看着身旁那个身材火辣但行事却粗暴到极点的女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漂亮的疯女人简直恐怖如斯。这是来查案的，这他妈是来拆迁的吧？就在这时，一道阴恻恻的笑声从乱葬岗的深处悠悠传来：结，没想到，真没想到啊！我这小小的鱼儿，竟然钓上来一条如此肥美的大鱼。话音未落，一道黑影快如鬼魅从远处激射而来，几个呼吸间便落在了两人不远处的另一座孤坟上。来人一身黑衣，身形枯瘦，脸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疤痕，一双眼睛更是泛着幽绿的光，如同黑夜里的两团鬼火，让人不寒而栗。他贪婪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武林那玲珑有致的曲线上来回扫视，口中发出啧啧的赞叹声。筑基后期，好得很，把你这样的绝色美人儿练成人丹，说不定能助我一举冲破瓶颈，亏得金丹大道。金丹有望啊，金丹有望啊！哈哈！黑衣修士放声大笑，声音嘶哑难听，充满了癫狂和得意。武林俏脸寒霜，凤目中杀机暴涨。鬼冥宗的魔修，他冷冷开口，声音里满是厌恶：你好大的狗胆，竟敢算计到我华云宗的头上！他心中也颇为震惊，没想到对方竟然是筑基巅峰的魔修，只差一步便可结丹，难怪敢如此猖狂。哼，华云宗又如何？黑衣魔修狞笑一声，浑不在意。今天我要把你练成人丹！哈哈！然而武林却连跟他多说一句废话的兴趣都没有。在黑衣魔修惊愕的目光中，他动了没有华丽的招式，没有绚烂的法术，他只是简简单单的向前踏出一步，然后轻飘飘地拍出了一掌。那一掌看似绵软无力，但掌风所过之处，空气都发出了尖锐的爆鸣声。不好！黑衣魔修脸色巨变，想躲已是来不及，只能仓促间在身前布下一道由滚滚黑气组成的护盾。砰！一声巨响，那坚固无比的黑气护盾在武林的玉掌之下，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炸裂。噗！黑衣魔修如遭重击，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口中鲜血狂喷，接连撞碎了好几块墓碑，才狼狈地摔在地上。他挣扎着抬起头，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你到底是谁？筑基后期怎么可能有如此恐怖的实力？武林收回玉手，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红唇轻启，吐出2个冰冷的字：武灵。听到这个名字，黑衣魔修先是一愣，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整个人都剧烈的颤抖起来。他惨然一笑，笑声中充满了绝望和不甘。武灵竟然是东域天骄榜上排名第13的赤练仙子武灵，我何德何能？我他妈何德何能把你给引了出来啊？为什么？为了一个区区内门弟子陈凡，来的竟然会是你？他想不通，他怎么也想不通。他本以为最多引来几个华云宗的普通筑基弟子，凭他的实力和布置，完全可以从容应对。可谁能想到，来的竟然是这尊杀神？这下全完了。废话真多。武灵眼神冰冷，没有丝毫同情。他抬起手，一道凌厉的剑光在指尖凝聚，准备彻底结果了这个魔修。死吧！眼看就要被剑光洞穿，那黑衣魔修的脸上却突然露出了一抹诡异而又疯狂的笑容。哈哈哈哈！武灵，我死了，你也别想好过。他猛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破烂的布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其狠狠捏爆，尝尝我此生得到过最宝贵的奇毒吧。哈哈哈！噗！一盆五颜六色的粉末瞬间从布袋中炸开，化作一团诡异的毒雾，将方圆数十米都笼罩了进去。黑衣魔修在狂笑声中，身体迅速干瘪，化作了一具枯骨，彻底没了生机。武灵脸色铁青，他在毒雾爆开的瞬间便已屏住呼吸，并用灵力护住了全身。可还是晚了一步，一丝极淡的甜香还是顺着他的皮肤钻入了他的体内。他立刻从储物袋中掏出一把解毒丹，想也不想就塞进了嘴里。秦风见状，心中一紧，连忙上前几步：“大人，您没事吧？”他关切地问道。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一声充满暴力气息的娇斥：“滚！”武灵猛地转过头，那张绝美的脸蛋此刻竟是一片不正常的潮红，一双凤目更是布满了血丝，其中燃烧着疯狂的火焰。他不由分说，抬手就是一剑，哧啦，一道霸道无匹的剑气擦着秦风的身体，狠狠地斩在了他旁边的地面上。轰隆，地面上瞬间被犁出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恐怖沟壑。秦风的冷汗唰的一下就下来了，他能感觉到刚才那一剑蕴含着毫不掩饰的杀意。这个疯女人真的想杀了他，离我远点！武灵的声音嘶哑，带着一种压抑的喘息，仿佛在极力忍耐着什么巨大的痛苦。秦风哪里还敢停留？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跑，一口气退出了上百米远，躲在一块巨大的岩石后面，才心有余悸地探出半个脑袋。开什么玩笑！老子家里还有师娘温香软玉的娇躯等着我去探索，还有师妹那日渐成熟的少女身段等着我去开发，还有那个外冷内热、英姿飒爽的小侍女等着我去征服。死在这种胸大无脑的疯女人手上，血亏！秦风很识趣的离得远远的，决定就在这里给这位随时可能暴走的华云宗天骄护法。乱葬岗的阴风似乎更冷了。秦风躲在100米开外的一块巨岩后面，只探出半个脑袋，死死盯着远处那道火红色的身影。他心里把这女人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疯子，纯纯的疯婆子，查案就查案，你上来就开大，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很牛逼是吧？现在好了，把自己给搭进去了。秦风看着武灵盘膝坐在地上，那张绝美的脸蛋上红潮一阵盖过一阵，连雪白的脖颈和精致的锁骨都染上了一层诱人的粉色。他呼吸急促，丰满的胸膛剧烈起伏着，一身火红的长裙被汗水浸湿，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很显然，他在用自己筑基后期的强大修为强行压制体内的奇毒，但那毒显然不是凡品，是那个鬼冥宗魔修同归于尽的压箱底宝贝，歹毒无比。秦风能清晰地感觉到武灵周身汇聚的灵气越来越狂暴，越来越不受控制。这要是炸了，整个乱葬岗都得跟着上天吧。秦风摸了摸下巴，非但没有半点同情，反而看得津津有味。他巴不得这女人走火入魔，当场暴毙。这样一来，自己献出功法不仅撇清了嫌疑，还顺手除掉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简直血赚。反正自己仁至义尽，提醒过他有诈，是他自己不听劝，非要一头莽进来送死，怪得了谁？就在秦风安心看戏，盘算着等下怎么回去跟美艳师娘和娇俏师妹解释，顺便把那个英姿飒爽的小侍女也给办了的时候，异变陡生，一股根本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毫无征兆地笼罩了他。秦风只觉得眼前一花，整个人就像是被一座无形的大山给死死压住，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这股巨力狠狠地掀翻在地棚，后背砸在冰冷的地面上，撞得他七荤八素，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秦风破口大骂，挣扎着想要起身，却发现自己全身的骨头都像是被焊死了一样，动弹不得。那股威压源自于血脉和修为上的绝对碾压，一道火红的香风扑面而来。秦风艰难地抬起头，只见那道血脉和修为上的绝对碾压
一张美到令人窒息的脸庞近在咫尺。是武陵。此刻的他，那双原本锐利如凤的眸子已经彻底被血丝和欲望所占据，里面燃烧着能将人焚烧殆尽的火焰。他的神智显然已经不清醒了。你……秦风刚吐出一个字，那2片滚烫、柔软、带着一丝甜香的红唇便重重地印了上来。霸道，不容拒绝。秦风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大脑一片空白。这是什么情况？老子被强吻了，被一个筑基后期的疯婆子给强吻了。初始的震惊过后，一股来自男人骨子里的本能迅速占据了高地。管他是不是疯婆子，送上门的肉不吃白不吃。秦风不再挣扎，甚至开始积极地回应起来，生涩的动作中带着一股掠夺般的野性。良久，唇分，一丝晶亮的银线在2人之间暧昧地牵连着。武陵的眼神似乎恢复了一丝清明，他看着身下这个被自己吻得传欲晕，嘴角还带着自己口红印记的俊朗男人，又低头看了现在的羞耻姿势。轰！一股前所未有的羞愤如同火山爆发，瞬间冲垮了他的理智。你找死！他尖叫着扬起手，啪！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结结实实地扇在了秦风的脸上，力道之大，直接把秦风的脑袋都给扇偏了过去，半边脸颊火辣辣的疼，瞬间就肿了起来。武陵像是受惊的兔子，连滚带爬地从秦风身上下来，踉踉跄跄地跑开10几米远，背对着他，香肩剧烈地颤抖着。秦风，他懵了，彻底懵逼了。他缓缓地转过头，伸出舌头舔了舔破裂的嘴角，尝到了一丝血腥味，还有一丝挥之不去的甜腻。他摸着自己高高肿起的左脸，非但没生气，反而咧嘴笑了。这娘们真带劲，这下的毒好像也没那么坏嘛。秦风低声嘀咕了一句，看着不远处那道颤抖的背影，眼神变得玩味起来。可惜武陵那短暂的清醒终究是昙花一现，那魔修祭出的奇毒太过霸道，岂是靠意志力就能压制的？压抑的带着无尽痛苦和欲望的呻吟声从武陵的喉咙里溢出，他最终还是没能抗住，整个人软软的瘫倒在地，娇躯如同缺水的鱼儿一般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火红的长裙在挣扎中被撕扯开一道道口子，露出大片大片雪白滑腻的肌肤。他彻底失去了理智，那双被欲望支配的眸子死死地锁定了100米之内唯一的热源，那个刚刚被他吻过又被他扇了一巴掌的男人。吼！武陵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低吼，四肢并用，像一头优雅而又狂野的雌豹，再次朝着秦风扑了过来，速度之快带起一阵残影。卧槽，还来！秦风脸色一变，这次他学乖了，一个鲤鱼打挺就想开溜，可他一个区练气巅峰，又怎么可能快得过一个发了疯的筑基后期？他刚跑出没2步，后背就再次被那具火热的娇躯给重重扑倒在地。这一次秦风被压得更死，整张脸都被按在了泥土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趴在自己背上的那具身体烫得吓人，像一个巨大的火炉。完了，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了。秦风心里哀嚎一声，放弃了抵抗。然而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那具火热的娇躯只是在他背上胡乱地磨蹭着，口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充满渴求的呢喃，似乎是觉得这个姿势不舒服。武陵翻了一个身，四目相对。秦风看着眼前这张因为情欲而愈发显得妖艳绝伦的脸，看着他那迷离又充满渴求的眼神，看着他被汗水打湿而紧贴在脸颊上的几缕秀发，一股邪火从他小腹噌的一下就窜了上来。他喉结滚动了一下，在心里默默地给那个已经死透了的魔修点了个赞。兄弟，你这毒下得好啊！下一刻，衣衫撕裂的声音响起，一场狂风暴雨在这阴森的乱葬岗毫无征兆地降临。起初秦风是痛苦的，武陵的动作粗暴而又毫无章法，那筑基后期修士的恐怖力量，哪怕只是无意识的动作，也让他这练气期的小身板有些吃不消，感觉自己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一股股精纯到难以想象的灵力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体内，那是属于武陵的筑基后期的本源灵力，经过了千锤百炼，精纯无比。这股灵力比他辛辛苦苦从天地间吸收炼化的要高级了不知道多少倍。轰！秦风的身体猛地一震，他体内的灵力像是绝地的洪水，疯狂地冲击着那道坚固无比的瓶颈。炼气9层巅峰的壁垒在这股外来力量的冲击下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这是……秦风狂喜，双修，这是传说中的双修，而且是和一个筑基后期的天骄双修，这他妈是天大的机缘啊！秦风瞬间就激动了，什么被强迫，什么骨头要散架，全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不再被动承受，开始主动运转起上虚功。随着功法的运转，
他吸收灵力的速度陡然加快了10倍不止。海量的、精纯的灵力如同百川归海，疯狂地涌入他的丹田气海。咔嚓，一声清脆的、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碎裂声在体内响起。那道困扰了他数月之久的瓶颈碎了，炼气期和筑基期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天堑被他一脚迈过。轰隆隆，秦风的丹田气海在此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气态的灵力开始疯狂地压缩、凝聚，最终化作了一滴金色的液体。筑基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传遍四肢百骸，秦风舒服的差点叫出声来。他能感觉到自己的五感、力量、神识都得到了质的飞跃，整个世界在他的眼中都变得不一样了。哈哈哈哈！秦风心中狂笑，李青山，你个老东西，做梦都想筑基，最后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而老子睡了你的女人，以后还有你的女儿，现在更是成功突破到了筑基期，爽，太他妈爽了！突破带来的巨大喜悦和力量感，让他瞬间化被动为主动。他一个翻身，将身上已经娇喘吁吁、媚眼如丝的美人疯婆子，刚刚不是很狂吗？现在轮到我了。3个时辰后，天色已经蒙蒙亮，乱葬岗的阴风似乎也停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武灵悠悠转醒，体内的奇毒已经在这一次次灵力交融中被彻底化解，他只觉得浑身酸痛，像是被车轮碾过一样，但神智却已经完全恢复了清明。他缓缓睁开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棱角分明、带着一丝邪气的俊朗睡颜。武灵愣住了，他眨了眨眼，大脑还有些宕机。我是谁？我在哪？我刚才在干什么？破碎的记忆片段如同潮水般涌入脑海，黑衣魔修的狂笑、五彩斑斓的毒粉、焚身尸骨的火焰，以及和一个男人疯狂纠缠的羞耻到让他想死的画面。轰！武灵的脸唰的一下，血色尽退，变得惨白一片。他猛地低下头，破碎不堪的衣衫凌乱地挂在身上，根本遮不住春光。而那个夺走了他元婴的男人正赤着上身，一只手还不老实地搭在自己的腰上。杀了他！脑子里只剩下这一个念头，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意瞬间从他体内爆发。嗡！一柄火红色的灵剑凭空出现在他手中，剑尖直指秦风的咽喉。睡梦中的秦风被这股恐怖的杀意惊醒，他一睁眼就看到了一双饱含杀机的冰冷凤目，以及悬在自己脖子上方吞吐着剑芒的灵剑。卧槽！秦风吓得一哆嗦，睡意全无。他毫不怀疑，只要这女人手腕轻轻一抖，自己的脑袋立马就得搬家。求生的本能让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大人，大人饶命啊！我是被迫的。秦风一脸惊恐，就差声泪俱下了。你看看，我一个炼气，哦不，我一个刚刚突破的筑基初期，怎么可能反抗得了您一个筑基后期的大能啊？从头到尾都是您在主动啊，我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我是无辜的啊。武灵听着他的哭诉，握着剑的手剧烈的颤抖起来。他当然知道秦风说的是事实，可是他堂堂化云宗天骄，东域天骄榜排名第13的赤练仙子，竟然在一个荒郊野外强上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修士，杀了这个唯一的知情者，是最好的选择。可是一想到是自己主动扑上去，毁了这个男人的清白，还吸取了人家不少阳气才解了毒，可是这个是自己的原因之身啊，他这剑无论如何也刺不下去。羞愤、屈辱、愤怒，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愧疚，在他心中疯狂交织，最终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2个响亮的耳光。啪啪！秦风刚缓过来一点的脸再次遭到了重击，这次是左右开弓，两边都肿了起来，对称了。滚！武灵咬牙切齿地吐出一个字，他手起长剑，从储物袋里摸出一块刻着云纹的青色令牌，看也不看就扔到了秦风的脸上。拿着这个，闭上你的嘴，今天的事，你要是敢泄露半个字，我必将你碎尸万段。说完，他迅速背过身去，从储物袋里拿出了一套崭新的红色长裙，以极快的速度换上。当他再次转过身时，又恢复了那个高高在上、冷若冰霜的赤练仙子，只是那微红的眼角和凌乱的发丝，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他冷冷地瞥了秦风一眼，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化作一道红色流光，头也不回地朝着清河方式的方向飞去，速度之快，似乎是在逃离这个让他蒙受奇耻大辱的地方。而秦风正盯着地上那一抹血红之色发呆。当武灵阴沉着脸，带着一身还未散去的杀气回到方主大殿时，所有化云宗的弟子都吓了一跳。师姐，您回来了。一个胆子大的男弟子见他衣衫有些凌乱，气息也不太稳，便小心翼翼地低声问道：事情解决了吗？解决了。
武林猛地转头，一双凤目狠狠地瞪着他，暴躁地吼道：“没听到我说走吗？都聋了！收拾东西，马上回宗门！”那男弟子被吼得一个哆嗦，差点跪在地上，再也不敢多问一句。其他弟子也都噤若寒蝉，不知道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把这位姑奶奶惹成这样。众人不敢触这位的眉头，纷纷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装，跟着怒气冲冲的武林离开了清河坊。等秦风慢悠悠地晃回清河坊市时，华云宗的人早已走得一干二净。看着空荡荡的街道，秦风心里竟然有那么一点点空落落的，就好像一场绚烂的梦，醒了就什么都没了。不过这股淡淡的伤感很快就被突破带来的狂喜所取代。他感受着体内那股前所未有的澎湃浩瀚的灵力。筑基期，他现在也是一名真正的筑基大能了。秦风低头看着手心那块还带着一丝女子体温的华云宗令牌，嘴角疯狂上扬，乐得像个200斤的孩子。他将令牌揣进怀里，哼着小曲，大摇大摆地朝着自家的洞府走去回家。洞府门口，当秦风顶着两边高高肿起、红得发紫的脸颊，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脸上还挂着一抹傻子般灿烂的笑容，晃悠悠出现时，庭院里正在闲聊的3个女人瞬间石化，空气都凝固了。小风，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萧婉，她惊呼着跑了过来，美眸里全是心疼和焦急。她伸出温软的手，想碰又不敢碰秦风那张凄惨的脸。师兄，你的脸是怎么了？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李沐月也跟着冲了过来，她叉着腰，柳眉倒竖，眼里的担忧却藏不住。师兄，怎么被人打成猪头了？谁干的？告诉我，本姑娘。他话还没说完，就意识到自己现在根本没能力替他出头，顿时有些泄气，声音也小了下去。白青灵站在原地没动，但那双好看的眸子死死盯着秦风的脸，握着剑柄的手指尖捏得发白，周身散发着冰冷的寒意。在他的世界里，主人就是天，有人敢伤他主人，那就是该死。看着3女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发自内心的关切，秦风心里淌过暖流，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了。他毫不在意的摆摆手，没事没事，这不是坏事，是天大的好事。好事。萧婉急得不行，拉着他的胳膊，小风，你别吓我，到底出什么事了？秦风看着他们急切的模样，也不再卖关子，他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胸膛，一股截然不同于以往的深邃浩瀚的气息从他体内轰然散开。这股气息并不带有攻击性，却厚重如山，磅礴如海。庭院中的空气都因此而变得粘稠起来。3女的呼吸瞬间一致，她们都感受到了这股威压，脸上齐齐变色。秦风咧开嘴，虽然牵动了脸上的伤，疼得他龇牙咧嘴，但那股发自内心的狂喜却是怎么也掩盖不住。他一字一顿，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洞府。我筑基了。短短4个字，如同9天惊雷，在3女的脑海中轰然炸响。整个庭院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筑基，筑基。李沐月那双灵动的大眼睛瞬间瞪得滚圆，小嘴张成了 O 型，足以塞下一个灵果。萧婉捂住了自己的红唇，美眸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身体都开始微微颤抖。白青灵更是瞳孔骤缩，整个人僵在原地，如同被施了定身术。如今的白青灵早已不是当初对修炼一无所知的世俗高手了，他们深知炼气和筑基虽然只差一个境界，却是仙与凡的真正区别。炼气修士终究寿元有限，在真正的修仙界不过是底层蝼蚁，而一旦筑基便脱胎换骨，寿元暴涨3甲子，足足180年，更可以开创修仙家族，成为一方老祖，那是无数修士终其一生都无法跨越的天堑。李青山苦修一生，做梦都想筑基，最后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而秦风他才多大啊！一声尖锐的混杂着狂喜和震惊的尖叫打破了寂静。李沐月像只小疯猫一样扑了上来，完全不顾男女之别，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秦风的腰。筑基，你真的筑基了，师兄，你真的成功了。他把脸埋在秦风的胸膛里，激动得语无伦次，又笑又叫，身体都在发抖。少女柔软的娇躯紧紧贴着自己，那股独有的清甜体香混杂着发丝的香气，一个劲的往情风鼻子里钻。秦风乐呵呵地享受着这突如其来的投怀送抱，大手顺势就搭在了少女纤细的腰肢上。手感不错。小风，旁边的萧婉也终于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她眼眶泛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那是喜悦的泪水。她捂着嘴，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和无尽的骄傲。你现在这么厉害了？白青灵默默地走到秦风面前，眼中充满着崇拜。她没有说太多华丽的辞藻，只是用最简单也最真诚的行动表达着内心的敬畏与狂喜。恭喜秦爷成就筑基大道。秦风看着眼前的3女，
心中豪情万丈。夜深人静，秦风盘坐在石床上，巩固着刚刚突破的修为。筑基期的灵力化为金色的液滴，悬浮在丹田气海之中，每一次运转都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强大之感。房门被轻轻推开，一道成熟妩媚的身影端着一盆热水，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是萧婉。他将水盆放到架子上，拧干了毛巾，走到床边，柔声说道：小风，我帮你敷敷脸吧，不然明天更没法见人了。秦风睁开眼，看着烛光下美艳不可方物的师娘，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萧婉看着他那张对称肿起的脸，再也忍不住，捂着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笑声如银铃般悦耳，美眸弯成了月牙儿。小风，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像个大猪头。他顿了顿，又歪着脑袋仔细打量了几眼，小声补充道：不过还挺可爱的。可爱？秦风眉毛一挑，一把抓住他柔弱无骨的手腕，用力一拽。啊！萧婉一声惊呼，整个人便跌入一个滚烫而结实的怀抱，被秦风紧紧地抱在了床上。你敢嘲笑我？秦风低头，鼻尖几乎要碰到他精致的琼鼻，灼热的呼吸喷在他的脸上。看来得让你见识一下，你男人突破筑基之后到底有多厉害了。不要，小风。萧婉又羞又怕，像征信的挣扎了2下，声音软得能滴出水来。秦风的吻便落下，一场翻云覆雨在所难免。然而这一次却和以往有了极大的不同。就在两人紧密相连的瞬间，秦风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内那股精纯的筑基灵力正不受控制地缓缓朝着萧婉的体内流淌而去。虽然流失的量微乎其微，但对还处于炼气3层的萧婉而言，却不亚于最顶级的灵丹妙药。秦风心中一动，他想起了古籍中关于双修的记载，高阶修士与低阶修士结合，能反哺对方，助其修行，这简直是意外之喜。他立刻在萧婉耳边用沙哑的声音命令道：师娘，别分心，运转你的功法，跟着我的节奏走。萧婉正沉浸在情欲的海洋中，听到秦风的话，虽然不解，但还是下意识的照做。随着他功法的运转，那股涌入他体内的精纯灵力瞬间找到了宣泄口，开始按照功法路线在他经脉中飞速流淌。轰！萧婉只觉得一股暖流传遍四肢百骸，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舒张开来，舒服的差点呻吟出声。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正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飞快地增长着，这比他自己苦修好几天的效果还要好。巨大的惊喜让他瞬间忘记了羞涩，开始全身心地配合起秦风。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持续了整整2个半时辰。当一切风平浪静，萧婉浑身无力地瘫软在秦风的怀里，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她媚眼如丝，俏脸上的红潮还未褪去，美得惊心动魄。她痴痴地望着秦风那张虽然依旧红肿，但在她眼中却无比英俊的脸庞，娇弱无力地呢喃道：小风，你更厉害了呢。她的声音带着一丝满足的沙哑和一丝化不开的柔情，也更疼师娘了。第2日清晨，秦风从石床上醒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光滑平整，没有半点肿胀的痕迹。他走到铜镜前，镜子里映出一张俊朗逼人、棱角分明的脸庞。昨天还跟猪头一样的脸，现在已经彻底恢复了。秦风不得不感慨，武林那个女人下手还真有点分寸。昨天那一巴掌看着是含怒出手，实际上注入脸颊的灵力却带着疗伤的功效。这娘们人还怪好的嘞。秦风嘴角翘起，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乱葬岗里那疯狂而香艳的一幕，那火爆的身材，那惊人的弹性和韧性。有机会的话，倒也不是不能再深入交流一下。庭院中，当秦风神清气爽地走出来时，正在晨练的3个女人都停下了动作。小风，你的脸好了。萧婉第一个迎了上来，拉着他的手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着，美眸里满是喜悦和安心。师兄，你这恢复的也太快了吧。李沐月也凑了过来，好奇地伸出手指戳了戳秦风的脸颊，还真的一点都不肿啊，我还以为要顶着猪头脸好几天呢。秦风一把打开他作怪的小手，没好气地说道：行了，别闹，赶紧修炼。只有白青灵安静地站在不远处，一双清冷的眸子直勾勾地盯着秦风，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秦风也不在意，开始像往常一样指导3女的修炼。师妹，你的根基还是太差，心性也浮躁，从今天起每天的基础拳法加练1个时辰。秦风的声音不容置喙。啊，还要加练啊。李沐月顿时垮下小脸，苦巴巴地看着秦风，试图撒娇蒙混过关。师兄，我才刚刚要突破炼气5层，你要我多巩固一下修为吗？秦风瞥了他一眼，等你娘都筑基了，你还在炼气晃悠，看你丢不丢人。什么？李沐月的眼睛瞬间瞪圆了，难以置信地看
看向自己的母亲。萧婉俏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但眼角眉梢的喜悦却是藏不住的。昨天晚上一场酣畅淋漓的双修，让他体内的灵力暴涨了1截，能抵好几天苦修呢。这种坐火箭一样的修炼速度，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看着母亲那娇羞又得意的模样，李沐月的小嘴撅得老高，心里酸溜溜的。是师兄偏心。哼！他气鼓鼓地转过身，狠狠地打起拳来，把石板都捶得砰砰作响，宣泄着心中的不满。秦风懒得理会这个小丫头片子的情绪，他走到萧婉身边，很自然地伸手揽住她柔软的腰肢，帮她纠正着动作。师娘，你的进度很快，但要注意灵力的控制，不要光图快。我知道了，小风。萧婉温顺地站在他身旁，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阳刚气息，俏脸红扑扑的，眼神迷离，哪里还有心思修炼？两人的亲密互动让一旁的李沐月看得更加来气，拳头打得更快了。最后，秦风的目光落在了那个从头到尾都保持着沉默的白青灵身上，他缓步走了过去。你的剑法还是老样子，华而不实。白青灵身体微微一震，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他抬起头，看着近在咫尺的秦风，那张清冷绝美的脸蛋上竟控制不住地飞起一抹红晕。他赶紧低下头，小声应道：是，秦爷。秦风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觉得好笑。当初那个在房室里对自己不假辞色、英气逼人、满脸写着生人勿近的冰山美人，现在是怎么了？怎么感觉傻乎乎的，动不动就走神，动不动就脸红？虽然依旧是那张倾国倾城的脸，但整个人的气质却从一朵带刺的雪莲变成了一株含羞草。想什么呢？这么入神？秦风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没想什么。白青灵的头埋得更低了，声音细若蚊蚋。是吗？秦风挑了挑眉，恶趣味上来了。他伸出手握住了白青灵持剑的手，少女的手很凉，却细腻光滑，手感极佳。白青灵整个人都僵住了，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从他掌心传来的那股滚烫的温度，像是要将他的手连同他的心一起融化出剑的时候，手腕不要这么僵硬，要灵活。秦风的声音带着磁性，嘴唇几乎要贴到他的耳廓上，温热的气息吹得白青灵的耳朵瞬间红透了。看好了，像这样。秦风引导着他的手挽了一个剑花，动作行云流水，潇洒飘逸。可白青灵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他的全部心神都被耳朵上那酥酥麻麻的感觉和手上传来的滚烫触感给占据了。他的心跳得飞快，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会了吗？秦风松开手，退后一步，好整以暇地看着他。我……白青灵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试着模仿刚才的动作，结果手腕一抖，当啷一声，金铁剑直接掉在了地上。庭院里瞬间陷入了尴尬的寂静，李沐月和萧婉都停下了动作，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他。白青灵的脸唰的一下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完了，太丢人了。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自己曾经可是用剑的武学高手啊，怎么会犯这种连初学者都不会犯的低级错误？噗！秦风看着他这副窘迫到手足无措的模样，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他发现自己是越来越喜欢看这个英气女侠出糗了，尤其是看到她明明羞愤的要死，却又不敢发作，只能气得腮帮子鼓鼓的样子，实在是太有趣了。白青灵听到他的笑声，猛地抬起头，又羞又恼地瞪着他，那眼神像只被惹毛了的猫，可惜毫无杀伤力，反而平添了几分娇憨。秦风的心情愈发愉悦了。接下来的日子，秦风便进入了闭关状态，专心巩固刚刚突破的筑基初期修为。他大部分时间都盘坐在石室之中，运转着上虚宫。丹田气海内那些由灵气凝聚而成的金色液滴，在他的控制下不断的循环流转，洗涤着他的经脉与肉身。每运转一个周天，他对自身力量的掌控就精纯一分。那种力量在体内不断壮大，沉淀的感觉让他无比着迷。而他的闭关也让整个洞府的气氛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整个洞府的灵气都因为他这个筑基修士的存在而变得比以往浓郁了许多。三女的修炼速度也因此水涨船高，当然进步最快的还是萧婉。每到深夜，她都会悄悄地溜进秦风的房间，与他进行最深入的交流。在筑基期灵力的滋养下，她的修为一日千里，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便快要到炼气4层了，这让还在炼气5层苦苦挣扎的李沐月羡慕的眼睛都红了。而白青灵则彻底沦陷在了秦风这里。秦风很享受逗弄他的过程，有时候他会故意在他擦拭兵器的时候从后面靠近，对着他的耳朵吹气，看他被吓得浑身一哆嗦，长剑差点脱手，俏脸涨得通红的样子。有时候他会在他端茶送水的时候故意用手指勾一下他的手心，看他像是被电到一样，
端着茶盘僵在原地，不知所措的呆萌模样。白青灵从一开始的羞愤、抗拒，到后来的无奈、麻木，再到现在的习以为常。他发现自己好像已经离不开这种被主人捉弄的日子了。如果哪天主人不来逗他了，他心里反而会觉得空落落的。他看着秦风的眼神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敬畏，有崇拜，有羞涩，还有就是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渴望。这个曾经冷傲的绝世美人，在秦风日复一日的调教下，虽然外表依旧英姿飒爽，内里却已经彻彻底底的变成了一个傻乎乎的只属于主人的小侍女。两人的关系就差最后一步了。秦风觉得自己该给这位英气逼人的侠女量身打造属于她的睡衣了，要不同于萧婉的，毕竟两人是不同的风格。兄弟们，有什么推荐的女主名和性格吗？评论区推荐一下。又过了数日，洞府之内，一股不算强大却精纯无比的灵力波动，毫无征兆地从萧婉的房间里扩散开来。正在院中练剑的白青灵动作一顿，猛地抬头看去，突破了！萧婉她又突破了，炼气4层。白青灵握着剑柄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他看着萧婉房门的方向，清冷的眼眸里写满了难以置信和深深的困惑。怎么会这么快？这才过去多久？明明前些日子他们俩的修为和修炼速度都差不多啊，怎么突然就到炼气4层了？难道一个荒唐又大胆的念头在白青灵的脑海中不受控制的生根发芽？他越想，心跳得越快，脸颊也莫名的开始发烫。不行，必须去问个清楚。对于修炼的极致渴望，最终战胜了内心的羞涩和迟疑。白青灵收起长剑，深吸一口气，迈步走向了萧婉的房间。吱呀，房门打开，刚刚巩固好修为的萧婉走了出来。她一身淡雅的素裙，肌肤在灵力的洗涤下愈发白皙水润，眉眼间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妩媚风情，整个人容光焕发。青灵，怎么了？看到站在门口的白青灵，萧婉温婉地笑了笑。白青灵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却半天没能发出声音。那句你为什么修炼这么快的话，到了嘴边怎么也问不出口。萧婉看她这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冰雪聪明如她，瞬间就猜到了几分。她的俏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像是熟透了的蜜桃，娇艳欲滴。婉姐。白青灵终于鼓足了勇气，声音却细若文瑞。我想问问你的修为是不是跟秦爷有关？萧婉的脸更红了，连雪白的脖颈都染上了一层动人的粉色。她低下头，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支支吾吾地说道：小风他突破筑基之后，灵力至阳至纯，若是与他双修，便能反哺自身，加快修炼。轰，这番话如同9天惊雷，在白青灵的脑海中轰然炸响。他的脑袋嗡嗡作响，一张清冷绝美的俏脸瞬间涨得通红，热气几乎要从头顶上冒出来。双修，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婉姐的修炼速度提升得这么快，怪不得她每天晚上都我明白了。白青灵感觉自己快要没法呼吸了，她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跑，脚步踉踉跄跄，像是身后有猛兽在追。谢谢婉姐。远远的还传来她慌乱的道谢声。萧婉看着她仓皇逃离的背影，无奈又好笑地摇了摇头。她抬起手摸了摸自己滚烫的脸颊，眼波流转，最终化为一声悠悠的轻叹。这个家注定不会只有她一个女人，她早就知道了。从秦风展露出她那不容置喙的霸道和野心开始，她就明白了。不过这样也好，只要能在她心里占据一席之地，便已足够。另一边，白青灵一路跑回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整个人靠在门板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的心还在砰砰砰的狂跳，完全无法平息。双修只要和主人双修就能加快修炼速度，这个念头像是有魔力一般，在她的脑海里疯狂地盘旋，怎么也挥之不去。她想起了自己为了修仙放弃了凡俗世界将君府千金的地位和荣华富贵，想起了自己一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才侥幸被主人买下，来到了这个家。修仙，她毕生的追求就是踏上那缥缈的仙途。如今一条通天大道就摆在她的面前，只要她肯，白青灵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秦风那张俊朗逼人的脸，想起他平时逗弄自己时那带着几分戏谑又充满侵略性的眼神，想起他握住自己手时掌心传来的滚烫温度，想起他凑在自己耳边说话时那温热又暧昧的气息。如果是秦爷的话，他鬼使神差的喃喃出声，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他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起来，清冷的眼眸中燃起了一股炽热的火焰。下午，秦风正在石室中专心运转着上虚宫，突然
他敏锐地察觉到门口传来了一阵极其轻微的脚步声，那脚步声蹑手蹑脚，充满了犹豫和迟疑。秦风缓缓收工，睁开了眼睛，他没有出声，只是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抹了然的笑意。门被轻轻推开一道缝隙，一颗小脑袋探了进来，正是白青灵。他看到盘膝而坐的秦风正看着自己，吓了一跳，像只受惊的小鹿，连忙又把头缩了回去。进来吧。秦风淡淡的声音响起。白青灵在门外踌躇了片刻，最终还是咬了咬牙，推门走了进来。他低着头，双手紧张地攥着衣角，不敢去看秦风的眼睛。有事？秦风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今天的白青灵似乎格外局促不安。秦爷，他的声音都在发颤。我也想加快修炼速度。说完这句话，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那张清冷绝美的脸蛋已经红得快要滴出血来。秦风脸上的笑意更浓了。鱼儿终于上钩了。他站起身，缓步走到白青灵的面前，高大的身影瞬间将他娇小的身躯笼罩。白青灵紧张的身体都绷紧了。秦风伸出手，轻轻抬起他的下巴，强迫他与自己对视。他凑到他的耳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一种充满磁性的声音低声笑道：青灵，你也好香啊。温热的气息喷在耳廓上，白青灵浑身一颤，整个人都软了。不等他反应过来，秦风便低下头，吻上了他那微凉的唇瓣。与萧婉的红润饱满不同，白青灵的嘴唇更薄一些，带着一股独特的如同雪后清风般的清冷香气，口齿生香，别有一番滋味。一吻结束，白青灵已经彻底瘫软在了秦风的怀里，眼神迷离，大口地喘息着。秦风揽住他那不盈一握的纤腰，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物，那是一袭薄如蝉翼的轻纱，通体呈浅绿色，半透明的材质，在光线下流转着诱人的光泽。去，换上它吧。秦风的声音带着一丝兴奋。白青灵迷迷糊糊地接过那件轻纱，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屏风后面。片刻之后，当他重新走出来时，秦风的呼吸猛地停滞了一瞬，眼前的景象让他都看呆了。轻纱之下，白青灵那玲珑有致的身材若隐若现，她的身材不像萧婉那般丰腴饱满，却极为匀称苗条，腰肢纤细到仿佛一只手就能握住。胸前虽然没有萧婉那般惊心动魄的规模，却也挺拔浑圆，恰到好处。最要命的是她此刻的神情。白青灵的脸上带着极致的娇羞，可她的眉眼之间又残留着属于剑客的英气与凌厉，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完美的融合在了她的身上，既有女剑仙的飒爽，又有少女的婀娜。转一圈，我看看。秦风的声音有些沙哑。白青灵羞的脚趾都蜷缩了起来，但还是听话地在原地缓缓转了一圈，衣袂飘飘，身姿摇曳。秦风只觉得一股邪火从丹田直冲天灵盖，他再也忍不住了，一个箭步上前，拦腰将这个勾人魂魄的尤物打横抱起，大步走向了石床。啊！白青灵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下意识地搂住了他的脖子。看着秦风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眸子，他又羞又怕，却又隐隐带着一丝期待。石床之上，秦风将怀中娇躯轻轻放下。白青灵浑身滚烫，那深浅绿色的轻纱非但没能给他带来半点安全感，反而让他感觉自己从里到外都被看得一清二楚。他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只能像只待宰的羔羊，任由秦风将他摆弄成一个羞人的姿势。别紧张。秦风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放松身体，我现在教你双修法门的精要。白青灵闻言，身体猛地一僵。教我。在这种时候，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对上秦风那双深邃的眼眸，里面没有他想象中的欲望，反而是一片清明与严肃。双修之道并非单纯的男欢女爱，更是阴阳调和、灵力互补的大道。秦风的手掌贴在了他平坦的小腹上，一股温热精纯的灵力缓缓渡了过去。我现在引导我的筑基灵力进入你的气海，你要做的就是运转我教你的心法，将这股力量化为己用。听明白了吗？明白了。白青灵小声回答，小脑袋跟小鸡啄米似的用力点了一下。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抛开脑中那些乱七八糟的羞人念头，开始全神贯注地记下秦风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心法运转的细节。不得不说，白青灵在修炼上的天赋确实不错，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很好。秦风满意地点点头。现在开始吧。他不再压抑自己的气息。啊！白青灵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呼，秀眉紧紧蹙起，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身下的床单。这是他的第一次。秦风察觉到了他的痛楚，动作不由得放缓了许多，用一种极为小心翼翼的姿态引导着他适应这从未有过的体验。时间缓缓流逝，起初的疼痛渐渐被一种奇异的酥麻感所取代。紧接着，
一股无比精纯、无比磅礴的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水般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轰！白青灵只觉得自己的四肢百骸，每一寸经脉都被这股力量彻底撑开、洗涤，那感觉比他过去苦修数年得到的灵力加起来还要多。他体内的灵力瓶颈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就被冲破。原本炼气3层的修为开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暴涨。专心运转心法，秦风的声音再次响起，如同一道惊雷，将他从那极致的快感中唤醒。白青灵一个机灵，连忙收敛心神，疯狂地运转心法，引导着这股天降甘霖般的力量在自己的经脉中一遍又一遍地运行着。他彻底沉浸在这种修为飞速提升的玄妙感觉之中。原来这就是双修，难怪婉姐的修为会提升得那么快。只要能这样修炼，别说区炼气4层，就算是炼气5层、6层也指日可待。这一刻，对力量的渴望彻底压倒了少女最后的羞涩。她开始笨拙地、主动地回应着秦风。2个时辰后，石室内的灵力波动终于缓缓平息。白青灵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床上，汗水浸湿了她的长发，紧紧地贴在她那张潮红未退的绝美俏脸上。她大口地喘息着，感受着体内那股前所未有的充盈力量，清冷的眼眸中充满了震撼与满足。自己很快就能突破到炼气4层了。秦风看着身下这朵被彻底采撷的冰山雪莲，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弧度。他的目光落在床单上那一点嫣红的梅花印记上，眼神愈发深邃。这位英姿飒爽、气质清冷的女仆，从今天起就彻底是他的人了。白青灵毕竟是修仙者，体质远非凡人可比，她很快就恢复了些许力气，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当她看到那抹刺目的红色时，俏脸腾的一下，又红得像要滴血。她手忙脚乱地整理好身上那件已经皱巴巴的绿色轻纱，低着头不敢去看秦风，满脸羞涩地逃出了房间。晚饭时分，饭桌上的气氛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古怪。李沐月正埋头扒饭，现在的他非常痴迷于修炼，并且脑袋笨笨的，自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但冰雪聪明的萧婉却一眼就看出了端倪。他看着坐在自己对面，始终低着头，连筷子都快要拿不稳的白青灵，眼神中带着几分了然。今天的白青灵变了，虽然依旧是那副英姿飒爽的模样，眉宇间那股清冷的气质也还在，但不知为何，她的一举一动间却多出了一股属于女人的味道。那是一种被男人彻底滋润过后才会有的独特风情。萧婉心中轻轻一叹，脸上却露出了温婉的笑意。她夹起一块灵兽肉，轻轻放进了白青灵的碗里。青灵，多吃点。她的声音柔柔的，看你累的，好好补一补。轰！白青灵的脑袋嗡的一声，差点当场晕过去。她感觉自己的脸颊烫得能煎熟鸡蛋，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谢谢婉姐。她用细若文瑞的声音道谢，羞涩地点了点头，把头埋得更低了。秦风将这一幕尽收眼底，他看着萧婉，对她投去一个赞许的眼神。师娘真是个好女人啊，不仅不争风吃醋，反而还主动关心。有妻如此，夫复何求？而旁边的李沐月终于从饭碗里抬起头，他看着这个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白青灵，那个幼笑的一脸温柔，还有师兄那奇怪的眼神，他满头雾水地眨了眨眼。这几个人今天都怎么了？奇怪怪的。不过他也懒得去想，算了，无所谓，还是赶紧吃完饭回房间继续修炼要紧。少女丝毫没有意识到，在不知不觉间，她这个曾经被父亲寄予厚望的天才女儿，如今已经成了这个家里修炼速度最慢的一个。又过了半个月，白青灵如愿以偿地突破到了炼气4层。这段时间里，白青灵和萧婉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的共识，白青灵负责上半夜，萧婉负责下半夜。如果不是秦风突破到了筑基期，还真可能应付不了这样的安排。但对于筑基修为的他来说，这简直轻而易举。每当夜深人静时，石室内总是会传出压抑的喘息声和若有若无的修炼波动。白青灵已经彻底适应了这种修炼方式，那份初次的羞涩早已被对力量的渴望所取代。而萧婉更是驾轻就熟，她的修为在这种双修之下稳步提升，距离炼气5层也只是时间问题。这天清晨，秦风照例从石室走出，神清气爽。萧婉正在厨房准备早饭，脸上还带着昨夜双修后的红晕。白青灵在院中练剑，剑招比之前更加凌厉，修为的提升让他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自信。只有李沐月坐在饭桌旁，托着下巴，一脸困惑地看着这一切。快16岁的他终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师兄，李沐月叫住了正要入座的秦风。秦风淡淡地瞥了他一眼，坐到了主位上。我想问个问题。李沐月咬了咬下唇，鼓起勇气道。
为什么娘亲和青灵的修为提升得这么快？他们比你用功。秦风随口答道，接过萧婉递来的粥碗。可是我每天修炼的时间比他们都长啊。李沐月不服气地说道，我从天不亮就开始修炼，一直到深夜才休息。但他们，他指了指正在盛菜的萧婉，又看向院中的白青灵，他们每天晚上都会休息很长时间，但修为却比我提升得快。萧婉的手微微一顿，差点打翻了菜盘。白青灵的剑招也乱了节拍，险些被自己的剑绊倒。沐月，不要胡说八道。萧婉强压着心虚，轻声训斥道，修炼这种事不能只看时间长短。可是，没有可是。秦风放下粥碗，语气平淡，你的根基不稳，急于求成反而有害无益。他们的修炼方法更适合自己，所以进步快。什么修炼方法？李沐月眨了眨眼睛，师兄，你能教教我吗？他想起了当初那个晚上，似乎想通了些什么。萧婉和白青灵同时僵住了，秦风却毫不在意，甚至还轻笑了一声，你还小，不适合那种修炼方法。我哪里小了？李沐月气呼呼地站起身，胸前的衣襟微微起伏，我都快16岁了，16岁也是小孩子。秦风漫不经心地说道，等你再长大些，自然就懂了。师兄你偏心。李沐月气得跺脚，眼眶都红了。说完，他转身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饭桌上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萧婉有些不安地看了秦风一眼，小风，沐月他没事。秦风继续喝粥，神色淡然。小丫头片子，过几天就忘了。白青灵也走了过来，坐到了桌旁，她的脸上还带着刚才的慌乱，不敢去看秦风。吃完早饭后，秦风回到了实室。李沐月在房间里生了一上午的闷气，越想越觉得委屈。凭什么？凭什么娘亲和青灵都能得到师兄的特殊指导，而自己却不行？但师兄却说他小，不配学习那种修炼方法，这让他如何能够接受？秦风突破到筑基期，已经过去了一段不短的时日。如今的他修为彻底稳固在了筑基初期，但凭借上虚宫的霸道，其灵力之凝练精纯，远非寻常的筑基修士可比。可以说，在这小小的清河方氏，他秦风就是绝对的无冕之王。洞府内的生活惬意而糜烂，师娘萧婉与白青灵在他的帮助下，修为突飞猛进，对他愈发依赖顺从，两人甚至达成了默契，只为更好的伺候他。唯有那个傻乎乎的师妹李沐月，还在为自己修炼速度追不上母亲和侍女而生着闷气，整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苦修。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的确让人沉醉。但秦风并未忘记，在这清河方氏还有一条毒蛇始终盘踞，方主吴刚，以及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吴华。若不是吴刚暗中劫杀，自己的师父李青山又怎会尸骨无存？虽然李青山的死对自己而言是天大的好事，但是他们可是很想杀掉自己呢。但这笔账终究是要清算的。他秦风可不是什么以德报怨的烂好人。晚饭时分，饭桌上的气氛依旧古怪。李沐月气鼓鼓地扒着饭，一言不发。萧婉和白青灵则时不时地用眼角余光偷瞄着秦风，眼神里带着几分只有他才懂的媚意与讨好。秦风吃完碗里最后一口饭，用餐巾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嘴。他站起身，淡淡地说道，我出去一趟。萧婉连忙起身，柔声问道，小风，这么晚了，要去哪里？办点事。秦风没有多做解释，身影一晃便消失在了原地。方主洞府坐落在长宁街最核心的位置，灵气最为充裕，也最为奢华。秦风的身影如鬼魅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洞府之外，强大的神识瞬间笼罩了整个洞府。洞府内的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一个偏僻的厢房内，吴华正将一个姿色尚可的侍女压在身下，一边动作着，一边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吹嘘，小浪蹄子，伺候好本少爷，等我爹突破到了筑基期，我就是筑基修士的儿子，到时候整个清河方氏都是我们吴家的，你跟着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侍女发出娇媚的声音，奉承到吴少爷威武。秦风的神识扫过，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还是这副德性，烂泥扶不上墙。他的神识继续深入，很快就找到了吴刚的所在。在一间守卫森严的密室之中，方主吴刚正盘膝而坐，他的脸色时而涨红，时而铁青，周身灵力波动紊乱不堪，显然是到了冲击瓶颈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在他的身前摆放着数个玉盒，玉盒之中一株株灵光闪烁，药香扑鼻的珍贵药材正散发着惊人的能量。秦风的瞳孔骤然一缩，那些药材他再熟悉不过了，那正是师父李青山为了冲击筑基，耗费了半生积蓄才凑齐的灵药。原来如此，劫杀李青山夺其储物袋的凶手果然就是这条老狗。秦风甚至感到有些滑稽，
自己靠着阴差阳错的机缘，早已突破到了筑基期。而这条老狗拿着师傅李青山的遗物，挣扎了这么久，竟然还在炼气巅峰的门槛上苦苦挣扎，真是个废物！把这些天才地宝交到这种人手里，简直是天大的浪费。也罢，今天就当是替师傅清理门户，顺便收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秦风不再隐藏身形，他就那么凭空地从黑暗的角落中一步步走了出来。密室中，原本因为冲击瓶颈而心神不宁的吴刚猛地睁开了眼睛，他骇然地看着那个从阴影中走出的俊朗青年，心脏都漏跳了一拍。秦风，这个小畜生，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怎么可能悄无声息地潜入自己的密室？无数个念头在吴刚脑中炸开，让他惊怒交加。自己不是已经给了他赔礼，给了他好处，安抚住他了吗？该死！等我突破到筑基期，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小杂种！心中杀意沸腾，但吴刚的脸上却硬生生挤出了一副虚伪至极的笑容。呵呵，原来是秦贤直啊！他的声音因为强行中断修炼而显得有些沙哑。不知贤直深夜到访，有何要事？秦风没有理会他的惺惺作态，他的目光落在了吴刚身前那些珍贵的药材上，语气平淡，却带着刺骨的寒意。吴方主，你手里的这些药材看着可真眼熟啊，简直跟我那死鬼师傅准备用来筑基的药材一模一样呢。轰！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在吴刚的脑海中轰然炸响，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额头上冷汗涔涔而下。败露了，事情败露了。到了这个地步，任何伪装都显得苍白无力。吴刚的脸上那虚伪的笑容瞬间被狰狞与怨毒所取代。小畜生，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他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全身的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你不过是李青山圈养的一个修炼顶炉罢了，真以为我不敢杀你？要不是老子忙着突破，没时间搭理你，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吴刚怒吼着，一掌拍出，狂暴的灵力化作一只巨大的手印，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声，狠狠地抓向秦风的头颅。这一击是他炼气巅峰的全力一击，足以开碑裂石。然而面对这致命的攻击，秦风的脸上连半点波澜都没有，他甚至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只是随手一挥，就像是驱赶一只恼人的苍蝇。砰！一声沉闷的巨响，吴刚那势不可挡的灵力手印在接触到秦风的瞬间，便如同纸糊的一般，寸寸碎裂，化为乌有。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狠狠地轰在了他的胸口。噗！吴刚如遭雷击，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身后的石墙上，发出一声巨响。坚硬的墙壁被他撞得皲裂开来，而他自己则像一滩烂泥般滑落在地，口中鲜血狂喷，其中还夹杂着破碎的内脏。他的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惊骇与难以置信。不可能！他挣扎着抬起头，死死地盯着那个依旧站在原地，连衣角都未曾凌乱的青年。你怎么会是筑基？一句话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秦风那张俊朗的过分的脸，此刻在吴刚的眼中却比魔鬼还要可怕。突然一道电光在他脑中闪过，华云宗赤炼仙子武林，他亲自带走了秦风。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这小畜生竟然走了这等狗屎运，搭上了华云宗的天骄。吴刚的肠子都悔青了，无尽的恐惧淹没了他，求生的本能让他发出了嘶哑的哀嚎。贤直，秦贤直，饶命啊！他涕泪横流，狼狈不堪地叫道：我是救了你啊！你师父李青山，他根本没安好心，他想把你炼成丹药，助他筑基啊！秦风缓缓走到他的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他打断了吴刚的哀嚎，语气冰冷而淡漠：我知道，你不能杀我。吴刚挣扎着爬起身，鲜血从嘴角不断涌出，但眼中却闪烁着最后的希望。我的妻子虽然死了，但是他亲哥哥可是华云宗外门执事王平，筑基后期的大修士啊！他声音嘶哑，却带着几分得意。我在清河方氏的大部分收入都是孝敬给他了，你要是杀了我，王平一定会杀了你的。秦风停下脚步，眉头微皱。原来如此，难怪这里这么多炼气巅峰的散修，吴刚还是能稳坐方主之位，原来背景这么硬。华云宗外门执事，筑基后期的修为，在这清河方氏确实是一方霸主。吴刚见秦风停下，以为他被吓住了，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怎么样，怕了吧？识相的就赶紧跪下给我磕头，说不定我心情好了还能饶你一命。你以为搭上了华云宗的天骄就了不起？那女人不过是玩玩你罢了。王平执事可是我的大舅哥。秦风轻笑一声，走到吴刚面前蹲下。你说的对，王平确实是个麻烦。吴刚闻言大喜，
以为秦风服软了，算你识相，现在给我。话还没说完，秦风的手掌已经按在了他的天灵盖上。不过死人是不会说话的。轰！恐怖的筑基期灵力瞬间爆发，如同山洪决堤般灌入吴刚体内。不可能！吴刚的话戛然而止，整个人的生机在瞬间被抽干，双眼圆睁，死不瞑目。秦风松开手，吴刚的尸体软软的倒在地上。蠢货，你以为我会留个活口给自己找麻烦？秦风起身开始收拾吴刚的遗物，储物袋里的零食数量让他都有些吃惊，足足有上千块下品零食，还有几十块中品零食。一块中品零食能抵100块下品零食。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珍贵的丹药、法器，以及那些原本属于师傅李青山的筑基灵药。秦风将所有东西一股脑装进自己的储物袋，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这一趟收获颇丰啊！处理完吴刚，秦风走出密室，神识再次扫向那间厢房。吴华还在侍女身上卖力耕耘，完全不知道他老子已经死了。秦风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种道理他还是懂的。来到厢房外，秦风没有推门而入，而是隔空一掌拍出，砰！房门瞬间炸开，一道无形的掌力穿透空气，狠狠轰在正在忙活的吴华身上。啊！吴华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被掌力击飞，撞在墙上后滑落下来，七窍流血，当场毙命。身下的侍女被突然的变故吓得花容失色，下意识地推了推吴华。公子你怎么了？他的声音颤抖，感受到吴华身体的僵硬，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试探性地摸了摸吴华的鼻息，瞬间脸色惨白。没气了，吴华死了。啊！侍女发出一声尖叫，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惊慌失措地冲出房间。杀人了！杀人了！她的叫声在夜空中回荡，很快就会惊动整个洞府的人。但秦风已经不在意了，他的身影如鬼魅般消失在夜色中，仿佛从未来过。回到洞府时已经是深夜，客厅里三女正坐在桌旁等候，看到秦风回来都露出了笑容。小风，你回来了。萧婉第一个起身迎接，柔声问道：事情办完了吗？办完了。秦风点点头，在主位上坐下。白青灵端来一杯热茶，恭敬地递给他。秦爷辛苦了，这么晚了，要不要先休息？萧婉在他身边坐下，轻声关切。连一直在生闷气的李沐月也好奇地看了过来。师兄，你去哪里了？秦风喝了口茶，淡淡地说：去收回一些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他从储物袋中取出几个小袋子，放在桌上。这些是零食，还有一些丹药。从今天开始，我们家就不缺修炼资源了。三女看着桌上的袋子，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萧婉打开一个袋子，里面满满的都是零食，闪烁着淡淡的光芒。这么多！白青灵也睁大了眼睛，这些零食足够他们修炼好几年了。李沐月更是兴奋地跳了起来。师兄，你太厉害了，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秦风没有回答，只是淡淡地说：明天你就知道了。记住，这些东西的来历，你们从来不知道。三女连连点头，都很识趣的没有继续追问。秦风起身走向石室，今晚就到这里吧，都早点休息。萧婉连忙跟了上去。小风，我来帮你宽衣。白青灵着急也想跟上，但被萧婉的眼神制止了。今晚轮到他决定自己先与秦风修炼。石室内，萧婉温柔地为秦风脱去外衣，柔声问道：小风，你今晚看起来心情很好，是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吗？秦风躺在床上，将他拉入怀中。算是吧，解决了许久的麻烦，明天你就明白一切了。萧婉没有继续追问，而是主动贴了上来。那就好，只要你开心就行。秦风抚摸着他的脸颊，心中却在思考着接下来的计划。吴刚父子已死，清河方氏的格局必然会发生变化，但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那个王平迟早会发现吴刚的死有蹊跷，到时候又是一番龙争虎斗。不过秦风并不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老实人了，谁想动他都要付出代价，就像今晚的吴刚父子一样。萧婉发出一声轻吟，眉头微皱。小风，你别说话。秦风打断了他，翻身而上。房间里很快响起了压抑的喘息声，伴随着床榻的轻微摇晃。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将两人的影子投射在墙上，摇曳不定。这一夜注定不会平静。而在不远处的方主洞府，吴刚父子的尸体正在慢慢变凉。明天整个清河方氏都会因为这个消息而震动，但那些都与秦风无关了。他只需要享受当下的美好时光，以及那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成绩好差没有马子动力了，
希望看到这里的兄弟们能加书价，点催更。次日清晨，整个清河方氏炸了，简直是天翻地覆。方主吴刚以及他唯一的儿子吴华死了，父子二人一夜之间暴毙于自家的洞府之内，死状凄惨，一个七窍流血，一个更是死不瞑目。这个消息像一场12级的飓风，瞬间席卷了方氏的每一个角落。无数修士奔走相告，脸上写满了惊恐与不敢置信。吴刚是谁？清河方氏的土皇帝，炼气巅峰的修为，手段狠辣，盘踞此地数十年。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吴刚的背后站着华云宗的外门执事，那可是真正的筑基后期大修士。谁敢动他？谁又能悄无声息地潜入守卫森严的方主洞府，将他们父子二人同时格杀？一时间，方氏内人心惶惶，各种猜测甚嚣尘上。有说是仇家寻仇，有说是过路的魔修所为，甚至还有人怀疑是华云宗内部的争斗。整个长宁街都乱成了一锅粥，平日里热闹的街道，此刻却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息。街道上，萧婉提着菜篮，身边的白青灵则警惕地护卫在侧。他们听着周围修士们压低了声音的议论，听着那些关于吴刚父子惨死的各种离奇版本，两人的心跳都忍不住加快了几分。听说了吗？吴方主被人杀了，死的那叫一个惨，他儿子也没了，就死在女人的肚皮上，真是报应啊！到底是谁干的？胆子也太肥了，这下清河方氏要变天了。萧婉的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她下意识地侧过头看向白青灵。白青灵那张英气逼人的脸上，此刻也褪去了平日的清冷，一双眸子里情绪复杂。两人四目相对，没有言语，但一个眼神便交换了彼此心中那个呼之欲出的答案。是他，除了他还能有谁？两人不再多做停留，匆匆买好了菜，快步朝着洞府走去。与外界的喧嚣和恐慌截然不同，洞府之内一片静谧祥和。秦风盘膝坐在石室的蒲团上，双目紧闭，筑基期的灵力在他体内如奔腾的江河，周而复始的运转，每一个周天循环都让他的气息愈发凝练。吴刚父子的死对他而言不过是随手拍死了2只嗡嗡作响的苍蝇，他现在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情。修为到了筑基期，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短板。上虚宫霸道绝伦，让他灵力精纯，配上自己穿越后的莫名加成，让自己远超同阶。但论起真正的对敌手段，他还是一片空白，只会最粗暴的灵力碾压。对付吴刚这种炼气期的废物还行，可若是遇上同为筑基甚至更强的敌人，必然会吃大亏。是时候学一门真正的杀伐武技了。而且闭门造车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想要快速成长，必须去经历真正的生死搏杀。清河方室外的妖兽山脉就是一个绝佳的历练之地。猎杀妖兽不仅能磨练实战技巧，还能获取妖丹材料，换取灵石，一举多得。秦风心中已经有了决断，缓缓睁开眼睛，一道金光一闪而逝。恰在此时，萧婉和白青灵回来了。小风，萧婉将菜篮放下，走到秦风身边，语气中带着压抑不住的担忧。外面都传疯了。白青灵也站在一旁，眼神紧紧地盯着秦风，想要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秦风神色平淡，端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哦，传什么？吴刚还有吴华，他们都死了。萧婉的声音很轻，仿佛怕惊动了什么。秦风放下茶杯，抬眼看了看他们，看着他们那写满紧张的脸，他轻声说道：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安抚力量。放心，没事的。简简单单4个字，却像一颗定心丸，让萧婉和白青灵瞬间就放下了心。他们相信他，无条件的相信，只要他说没事，那就一定没事。晚饭时分，气氛依旧有些微妙。李沐月扒拉着碗里的饭，小脸绷得紧紧的，还在为之前的事情生着闷气。萧婉和白青灵则时不时地偷看秦风一眼，眼神里的担忧已经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敬畏与依赖。秦风将一切尽收眼底，却没有点破。等所有人都吃得差不多了，他才放下碗筷，擦了擦嘴。有件事要跟你们说一下。三女的目光瞬间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过几天我要出趟远门。秦风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什么？萧婉第一个惊呼出声，脸上刚刚放松的神情又变得紧张起来。小风，你要去哪里？白青灵也猛地抬起头，握着筷子的手不自觉地收紧。就连一直赌气的李沐月也瞪大了眼睛，嘴巴微微张开，气也忘了声，脱口而出：师兄，你要走。3双眼睛，3种不同的情绪，但都充满了惊讶与浓浓的不舍。秦风看着他们的反应，心中很受用，但脸上依旧平静。去妖兽山脉历练一番，顺便猎杀些妖兽，赚点灵石。
太危险了。萧婉想也不想就反对，那些妖兽都很凶残的，你才刚筑基，修为还没稳固。是啊，师兄。李沐月也急了，忘了还在生气，凑过来说道：山脉里很危险的，你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秦风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们。我已经决定了。他的语气不容置疑。看着秦风坚决的样子，三女都知道再劝也是无用。洞府内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李沐月最终还是没忍住，眼眶一红，觉得自己被彻底抛弃了。他哼了一声，把碗筷重重一放，扭头跑回了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孩子，萧婉无奈地叹了口气。饭桌前便只剩下了秦风、萧婉还有白青灵三人，空气中弥漫着离别的伤感，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暧昧。秦风的目光在两位绝色美人身上扫过，嘴角忽然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他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像魔鬼在低语：我这一走，少说也要1-2个月，如今时间紧迫，为了不耽误你们的修行。他拖长了语调，看着两女瞬间变得紧张的表情，慢悠悠地抛出了重磅炸弹：要不然今晚你俩一起来我房里进行双修算了，节省时间。轰！这句话如同9天惊雷，在萧婉和白青青的脑海中轰然炸开。萧婉的脸腾的一下，从脸颊到脖颈再到耳根，瞬间被一层诱人的绯红所覆盖。她今天穿的是一身素白的衣裙，长发用一根简单的木簪挽起，露出了光洁秀美的脖颈，整个人显得无比温婉娴静。此刻这温婉的姿态配上那羞愤欲绝的绝美容颜和那熟透了的柔弱风情，让秦风看得口干舌燥。他拼命地摇着头，贝齿紧咬着下唇，嘴里发出蚊子哼哼般的声音：不行，这怎么可以？而另一边的白青灵则是直接宕机了，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像一尊被点穴的雕塑。那双总是带着几分锐利和清冷的眸子，此刻瞪得溜圆，写满了茫然与震撼。他傻愣愣地待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无法处理刚刚接收到的信息。只有那对小巧的耳朵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暴露了他内心的惊涛骇浪。他依旧是一身简练的青色劲装，勾勒出英姿飒爽的窈窕身段，像一柄即将出鞘的利剑。可现在这柄利剑却被秦风一句话给震得连剑鞘都快握不稳了。不行！他磕磕巴巴地吐出几个字，声音干涩，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秦风看着他们，一个羞愤欲绝，一个呆若木鸡的模样，心中恶趣味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不敢想象将这温婉如水的美妇和这英气飒爽的女剑仙一同拥入怀中，会是何等的销魂滋味。他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他的循循善诱。有什么不行的？他的语气一本正经，好像在谈论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这是为了你们好，我走了之后谁来助你们修行？难道你们想修为就此停滞不前吗？他站起身，走到萧婉的身后，双手搭在她微微颤抖的香肩上。婉儿，你想想我们双修的效果有多好。青灵也是，才几天就快要追上你的修为了。他又看向依旧处于石化状态的白青灵。青灵，你不是一直渴望变强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的声音充满了蛊惑。你们两个一起，灵力交融，阴阳互补，得到的好处绝对是1加1大于2。再说了，都是一家人，分什么彼此？萧婉被他说的娇躯发软，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能感受到秦风手掌传来的灼热温度和那不容抗拒的力量。白青灵的大脑也终于开始重新运转，他想到了自己对力量的极致渴望，想到了萧婉那座火箭一般的修炼速度，又想到了秦风马上就要离开他的内心，开始天人交战。羞耻心和对仙途的渴望在疯狂地拉扯着他。秦风看着火候差不多了，加了最后一把火，他叹了口气，语气里带上了几分失落。罢了，既然你们不愿意，我也不强求。只是可惜了，我这一身至阳至纯的筑基灵力，本想在走之前多帮你们巩固一下根基的，看来只能算了。他说着便要松开手，作势离开。这一下彻底击溃了两女最后的心理防线。别！萧婉下意识地反手抓住了他的手，声音带着哭腔。我们……白青灵也猛地回过神来，看着秦风的背影，眼中闪过一抹决然。为了变强，为了不被落下，什么羞耻，什么规矩，都见鬼去吧！秦风转过身，看着他们那副又羞又急、半推半就的模样，知道他们已经屈服了。他脸上的笑容愈发邪魅。这么说，你们是答应了？萧婉红着脸，将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他，只是用细不可闻的声音嗯了一下。白青灵则是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虽然脸还是红得发烫，但还是鼓起勇气点了点头。那模样，与其说是同意，不如说是慷慨就义。秦风见状，再也忍不住，发出一阵畅快的大笑。
他一手一个，直接将温婉的美妇和英气的侍女双双拦腰抱起，在两女的惊讶的目光中，大步流星地朝着自己的石室走去。砰！石门被他用脚后跟带上，发出的闷响如同重锤，狠狠敲在了萧婉和白青灵的心上。他将两女放下，双脚落地的瞬间，萧婉和白青灵都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低着头，双手无措地搅在一起，连站都站不稳了。石室内空间很大，布置却很简单，一张石床，一个蒲团，一张石桌，除此之外再无他物。冰冷的石壁上镶嵌着几颗月光石，散发着柔和的光晕，将两女脸上那浓得化不开的羞意照得一清二楚。他们不敢看秦风，甚至不敢看对方，脚尖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整个人都快烧起来了。这实在是太荒唐了。共侍一夫这种事情他们听过，但那都是凡俗间帝王将相的后宅之事，在修仙界道侣之间最重忠贞，更何况是他们这种情况，一个是名义上的师娘，一个是卑微的女仆，如今却要在这间石室里一同两人的认知、信念乃至从小到大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秦风饶有兴致地欣赏着他们的窘态，一个温婉如水，一个英气如剑，此刻却都像受了惊的小兔子，让他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征服欲。他走到石桌旁，从储物袋中取出了2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物。去，把这个换上。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无尽的兴奋。萧婉和白青灵闻言，身体同时一僵，他们抬起头，看到了秦风手中那2件薄如蝉翼的睡裙，一件是水蓝色的，一件是墨绿色的。那轻薄的纱料在月光石的映照下，几乎是半透明的。萧婉的脸颊瞬间血色尽失，又在下一秒涌上更深的潮红。他连连摇头，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白青灵则是猛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入掌心。他想拒绝，想转身就跑，可一想到秦风那筑基期的强大实力，想到自己对力量的渴望，那句不字就堵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秦风见他们不动，眉头微微一挑，怎么，需要我亲自动手帮你们换吗？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萧婉吓得一个哆嗦，白青灵的身体也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两人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屈辱、挣扎以及最终的妥协。他们默默地拿起睡裙，逃也似的躲到了一方简易的屏风后面。屏风后传来窸窸窣窣的脱衣声，气氛安静的可怕，只有两人粗重的呼吸声和衣料摩擦的细微声响。婉姐，白青灵的声音带着哭腔，细若蚊蝇。我们真的要？萧婉没有回答，只是发出一声认命般的悠悠叹息。他伸手轻轻握住了白青灵冰冷的手。事到如今，他们还有选择吗？片刻之后，屏风后的动静停了。在秦风充满侵略性的目光注视下，2道绝美的身影一左一右，磨磨蹭蹭地从屏风后走了出来。空气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萧婉换上了一身水蓝色的丝绸睡裙，那柔顺的料子紧紧贴着她成熟丰腴的娇躯，将她那惊心动魄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她依旧将长发用木簪挽着，几缕调皮的发丝垂落在光洁的额前与秀美的脖颈上，那份温婉娴静中凭空多了一股让人血脉奋张的成熟风韵。她低着头，双手死死抓着裙角，羞得连脚趾都蜷缩了起来。而她身旁的白青灵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情，墨绿色的紧身轻纱将她那常年练剑而显得无比紧致窈窕的身段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平坦的小腹，挺翘的臀线，修长笔直的双腿，无疑不透着一股力量与柔美结合的野性。她那张总是带着清冷阴气的俏脸，此刻红得像要滴血。她紧咬着嘴唇，身体绷得像一柄拉满的弓，那双锐利的眸子里充满了羞愤、茫然与一丝丝豁出去般的决绝。一个温婉似水，一个清冷如冰，2种截然不同的极致之美同时呈现在眼前，带来的视觉冲击力让秦风呼吸都为之抑制。很好，都很好。秦风声音有些沙哑，他站起身，缓步走到2女面前。他伸出手，一手一个，轻轻抬起了他们的下巴，强迫他们与自己对视。从今天起，你们要习惯，记住，你们是我秦风的女人。说完，他不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直接俯身，一手一个将2人拦腰抱起。在2女压抑的惊呼声中，他大步走向石床之后的几天，洞府内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3人的双修从一开始的生涩、拘谨与极致的羞耻，渐渐变得习惯。秦风的凌厉至阳至纯，对他们而言是大补之物。每一次双修过后，萧婉和白青灵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修为的增长，那种力量在体内涌动，瓶颈被寸寸冲破的快感，足以让他们暂时忘却所有的羞耻与规矩。而坦然相见之后，萧婉和白青灵之间的关系也远比之前要亲近了许多。他们不再是身份有别的主母和侍女，
而成了在同一个男人身下，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姐妹。她们会在一起讨论修炼的心得，会互相为对方整理被秦风弄乱的衣衫和发髻，随后相视一笑。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是一种共犯般的默契，这让秦风十分满意。家宅安宁，后院和睦，他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做自己的事。而就在秦风享受着奇人之福，为即将到来的历练做准备时，清河方氏却早已是暗流汹涌。吴刚父子的死，终究还是引来了华云宗的注意。这天，一个消息在方室内不胫而走，华云宗派来了新的方主，同样是一位炼气巅峰的修士，据说手段比吴刚更加铁血无情。新官上任3把火，整个方室的气氛都变得肃杀起来。但这还不是最劲爆的，一个更可怕的传闻在修士们之间悄悄流传。听说了吗？吴刚那个大舅哥，外门执事王平，派了心腹手下过来查案了。王平执事，那可是真正的筑基后期大修士啊，可不是吗？据说王平执事听闻这件事后，当场震怒，拍碎了一张千年寒玉桌，发誓要将凶手找出来，抽魂炼魄，碎尸万段。这下有好戏看了，不管凶手是谁，被一个筑基后期的修士惦记上，怕是死定了。长宁街的茶馆里，到处都是类似的议论声。秦风坐在靠窗的位置，慢悠悠地品着灵茶，将这些议论尽收耳底，脸上却没有丝毫波澜。王平，筑基后期，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等他从妖兽山脉回来，谁弄死谁还不一定呢。他将最后一口茶喝完，扔下几块灵石，起身离开了茶馆。历练所需的东西，丹药、符箓、阵盘、妖兽山脉的详细地图，他都已经准备齐全了。是时候出发了。回到洞府，萧婉和白青灵早已在门口等着他。他们已经知道秦风今天就要走，两张绝美的脸上都写满了浓浓的不舍与担忧。李沐月的房门紧闭着，但秦风强大的神识能感觉到，那小丫头就贴在门后，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我走了。秦风看着眼前的2个女人，言简意赅。路上千万要小心。萧婉眼眶泛红，走上前为他整理了一下衣领，声音哽咽。那些妖兽都很厉害，打不过就跑，别硬撑。白青灵没说话，她只是默默地将一个装满了清水和肉干的储物袋塞到了秦风手里。她的眼神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表达她的关心。秦风心中流过一阵暖意，他伸手在萧婉丰腴的脸蛋上捏了一把，又转头在白青灵光洁的额头上弹了一下。放心，等我回来，在家里乖乖修炼，要是让我知道你们偷懒，回来有你们好受的。说完，他不再停留，转身便走。灵力运转，他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在萧婉和白青灵依依不舍的目光中，在门后李沐月那复杂难明的注视下，秦风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天际，朝着妖兽山脉的方向疾驰而去。脱离了清河方式的范围，秦风不再有任何压抑，将筑基初期的速度发挥到了极致。大地在脚下飞速倒退，连绵的山川与河流都化作了模糊的色块。这种平虚御风、一日千里的感觉让他沉醉。沿途经过几个小型的修真房室，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下方那些正在方室门口进出的炼气期修士，在察觉到他属于筑基修士的强大气息后，无不面露敬畏，纷纷躬身行礼，主动让开道路。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尊重，简单、直接且有效。数日后，一片广袤无垠、被墨绿色瘴气笼罩的原始山脉出现在了地平线的尽头。飞魔兽山脉到了。秦风没有丝毫犹豫，身形如利剑，一头扎进了那片充满了未知与危险的苍茫群山之中。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第一是磨练自己的实战技巧。空有筑基期的修为，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战斗经验，这是他最大的短板。与人厮杀风险太大，而这些灵智不高的妖兽正是最好的陪练。第二便是寻找机缘，这种人迹罕至的险地，最容易诞生一些天才地宝，或是藏着某些前辈高人遗留的洞府传承。当然，还有最重要的，赚钱。养着家里那3个嗷嗷待哺的女人，开销可不小。嗷呜！刚进入山脉外围不过数十里，一声凶厉的狼嚎便从下方的密林中传来。紧接着，7、8头体型堪比牛犊、双眼血红的嗜血狼从林中窜出，将秦风的去路团团围住。每一头都有着炼气3、4层的实力。来得好！秦风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他甚至懒得拔剑，只是并指如刀，对着下方随意一划。吃！一道肉眼可见的灵力劈链横扫而出，快得不可思议。那几头嗜血狼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被拦腰斩断，腥臭的血液和内脏洒了一地。秒杀！秦风落下身形，熟练地从狼尸上剥下几张还算完整的狼皮，又挖出了他们的妖丹，随手扔进了储物袋。这些东西虽然不值钱，但蚊子再小也是肉。做完这一切，他正准备继续深入，
忽然，他神色一动，强大的神识感知到有几道修士的气息正在朝着自己这个方向快速靠近。秦风眼珠一转，一个念头在心中升起，他迅速运转功法，将自己那属于筑基期的深厚气息层层收敛，最终稳定在了炼气8层的水平。他自己一个人摸索效率太低，不如混进这些常年在此处猎杀妖兽的老手队伍里，先学学经验，摸清门路再说。很快，一行5人的小队出现在了秦风的视野中，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魁梧、面容粗糙的独眼大汉，手中拎着一柄巨大的开山斧，气息沉稳，赫然是炼气9层的修为。在他身后还跟着2男1女，2个男的看上去平平无奇，都是炼气7、8层的样子，而那个女修约莫20出头的年纪，身段窈窕，面容也算清秀，只是眉宇间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精明与傲气。这5人显然是经历了一场战斗，身上都带着血腥气，看到满地的狼尸和站在中间的秦风都是一愣。这位道友，这些嗜血狼都是你一个人解决的？为首的独眼大汉刘洋走上前，打量着秦风，眼中带着几分惊异。眼前的青年剑眉星目，俊朗不凡，气质更是出尘，年纪轻轻就有炼气8层的修为，而且敢一个人闯这飞魔兽山脉，想来定然是出身不凡。侥幸而已。秦风露出一个和煦的微笑，表现得像个涉世未深的宗门弟子。在下秦风，一介散修，见过各位道友。听到散修2字，那独眼大汉刘洋眼中闪过一抹了然，而他身后那个叫柳岩的女修眼睛却是一亮，她主动上前一步，对着秦风盈盈一笑，声音甜得发腻：秦道友真是太厉害了，一个人就能解决这么多嗜血狼。小女子柳岩，这几位都是我的同伴，我们正准备去猎杀炼气巅峰妖兽铁甲蜥，道友若是不嫌弃，不如与我们结伴同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秦风看着他那双滴溜溜乱转的眼睛，心中只觉得好笑，这女人的意图就差直接写在脸上了。不过他本就是要找个队伍学习经验，也就顺水推舟的点了点头，如此便叨扰了。不叨扰不叨扰。柳岩笑得更开心了，整个人几乎都要贴到秦风身上。秦道友，你年纪轻轻就有这等修为，想必是有什么奇遇吧？还是说是哪个大宗门出来历练的天才弟子？一路上柳岩像只叽叽喳喳的麻雀，围着秦风问个不停，嘘寒问暖，端茶倒水，殷勤得让另外2个男队员都露出了嫉妒的神色。而队长刘洋倒是颇有几分长者风范，他见秦风对山脉中的许多常识都一无所知，便以为他真是个没什么经验的天才散修，一路上都在耐心地为他讲解。秦兄弟，你看，那种红色的果子叫断肠果，剧毒无比，妖兽都不碰。还有那边的足迹是疾风暴留下的，这种妖兽速度极快，最是难缠。秦风虚心求教，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一一记在心里。他对这个叫刘洋的粗豪汉子倒是生出了几分好感。走了约莫半日，柳岩终于还是忍不住，再次将话题绕了回来。秦哥哥，你还没说你是怎么修炼到炼气8层的呢？是不是得到了什么上古传承呀？他眨着眼睛，一脸天真地问道。秦风看着他这副作态，忽然觉得有些腻了。他停下脚步，叹了口气，脸上露出几分不好意思的神情。柳岩姑娘说笑了，我哪有什么传承，就是前段时间运气好，误食了一株灵药，修为才侥幸突破的。其实根基不稳，实力也弱得很，让各位见笑了。这话一出，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柳岩脸上的笑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僵硬，然后一点点消失。他上下打量了秦风几眼，眼神从刚才的热切迅速变成了审视，最后化为一抹毫不掩饰的鄙夷和失望。哦，原来是走了狗屎运啊。他的声音冷了下来，尖酸刻薄。我还以为是哪个宗门出来的大少爷呢，搞了半天就是个空有修为的穷散修。说完，他轻蔑地哼了一声，转身就走，站到了队伍的另一边，仿佛多看秦风一眼都嫌脏。那变脸的速度堪称一绝。队伍里另外2个男修见状，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幸灾乐祸的笑意。他们看向秦风的眼神也多了几分轻慢。队长刘洋皱了皱眉，独眼中闪过一抹不悦，但终究没说什么。队伍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秦风对此却毫不在意，他只是觉得可笑。修仙界果然还是看跟脚，看背景。一个练气期的小女修，眼皮子都能浅到这种地步。柳岩不再搭理秦风，甚至刻意与他保持距离。之前那口一个秦哥哥，现在连个正眼都懒得给。他开始跟另外2个男修有说有笑，言语间还不时的夹枪带棒。哎，有些人啊，就是命好，随便吃棵草都能突破，不像我们，辛辛苦苦修炼这么多年，才到炼气后期，可不是吗？不过这种靠外力堆上去的修为，中看不中用，真动起手来，怕是连炼气7层都打不过。秦风全当时听了2声狗叫，连眉毛都懒得抬一下，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刘洋身上。
这个独眼大汉虽然态度也冷淡了些，但还在尽着一个队长的职责，时不时会提醒一句前方的危险。秦风乐得清静，跟在队伍后面继续学习着各种实用的狩猎技巧，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合格的菜鸟。今日成绩依然很差，大概率是没有首秀了吧。一行人寻了一处背风的山坳，点燃了篝火，噼啪作响的火焰驱散了黑暗，却驱不散队伍中那份诡异的沉寂。这位是李铁炼气7层，这位是王强平炼气8层，都是我的老伙计了。独眼大汉刘洋一边翻烤着一块妖兽腿肉，一边为秦风介绍着另外2名男修。李铁只是不咸不淡地点了点头，眼神里带着几分蔑视。而那个叫王强平的男人相貌普通，气质沉闷，从头到尾都像个闷葫芦，只是抱着自己的长刀擦拭，连头都没抬。秦风的目光在王强平身上多停留了一瞬。白天柳岩那个女人像只发情的孔雀一样围着自己转，这个王强平作为她的伴侣，竟然全程无动于衷，脸上看不出半点情绪波动，是个人物。秦风心里下了个定义。来，秦兄弟，吃肉。刘洋撕下一大块烤得滋滋冒油的瘦肉，大大方方地递了过来，肉香四溢。多谢刘大哥。秦风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大口吃着。秦兄弟，你别看咱们现在在外围还算轻松，这飞魔兽山脉越往里走越邪门。刘洋灌了一口烈酒，独眼中映着跳动的火光，话也多了起来。我每年都得来这么1-2趟，不来不行啊，家里还有个小丫头等着临时修炼呢。提起女儿，这个粗犷的汉子脸上难得地露出了几分柔和，那是种带着慈祥的父爱。我那女儿才10岁，天赋比我好，以后肯定比她老子有出息。秦风安静地听着，偶尔附和2句，大部分时间都是刘洋在说，秦风在听。夜渐渐深了，按照约定，今晚由队长刘洋和王强平轮流守夜，众人各自寻了地方打坐休息。秦风盘膝坐在一块岩石上，双目紧闭，呼吸平稳，看起来是在入定修炼，但实际上他那远超常人的筑基期神识却如同无形的触手笼罩了整个宿营地。万籁俱寂中，一丝极其微弱被刻意压抑到极致的声音钻入了他的感知。是柳岩的声音，还有另一个男人的粗重喘息。秦风神识一凝，瞬间锁定了声音的来源，营地角落的一处灌木丛后，那里正有2道交叠的身影，是李铁。秦风的脸上浮现出古怪的神情，我靠，这他妈玩的还挺花的。他饶有兴致地加大了神识的感知力度，里面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铁哥，你可比王强平那个废物强太多了。柳岩的声音又软又媚，带着一丝满足后的慵懒，正趴在李铁的胸膛上画着圈圈。他就是个闷葫芦，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零食，真是没用，连铁哥你一根毫毛都比不上。李铁发出一阵得意的低笑，一只手不安分地游走着，一想到身下是自己兄弟的女人，心头就涌起一股扭曲的舒坦。放心吧，小严，你不是想突破到炼气8层吗？等这次我们完成那件事，我的那份分你3成。我可不像王强平那个窝囊废那么小气。真的吗？铁哥你真好。柳岩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他茶里茶气地道着谢，主动凑上去，用嘴巴在李铁的嘴唇上蜻蜓点水般碰了一下。秦风在远处看着这一幕，心里不禁感叹，这个柳岩也是个人物啊，为了点资源，把身边2个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秦风缓缓收回了神识，只觉得这趟出来还能看到这种乐子，倒也不算无聊。第2天清晨，阳光穿透林间的薄雾，洒在每个人的脸上。秦风睁开眼，目光下意识地飘向了正在收拾行囊的王强平。他看着王强平那颗脑袋，足足发了半分钟的呆。看什么看？没见过男人啊！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柳岩正双手抱胸，一脸鄙夷地瞪着他。就你这德性，也配出来历练？别拖我们后腿，就谢天谢地了。秦风懒得理他，收回目光，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队伍继续向山脉深处进发。走了一段路，柳岩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快走几步追上队长刘洋。刘大哥，我得先说清楚啊。他回头指了指跟在队尾的秦风，这家伙是半路加进来的，咱们这次的收获可没有他的份儿。我们辛辛苦苦拼死拼活，凭什么要分给一个什么都不干的小白脸？这话一出，李铁立刻附和，就是队长，亲兄弟明算账。气氛再次变得尴尬。刘洋粗糙的脸上露出一抹为难，他歉意地看向秦风，正准备开口说从自己的那份礼云一点出来，秦风却先一步摇了摇头，神色淡然。各位不必多虑，我不要你们的分成，我只是想找个熟悉路途的队伍跟着走一段，很快就会离去，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刘洋张了张口，想劝的话又咽了回去，最后只是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柳岩轻蔑地哼了声，和李铁交换了一个得意的眼神。王强平依旧是那个闷葫芦，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接下来的路上，众人又碰到了几波练气中期的妖兽。刘洋一马当先，手中开山斧大开大合，李铁和王强平也配合默契，3下5除2就将妖兽斩杀。整个过程，秦风都只是站在后面看着，完全没有要出手的意思。柳岩包取材料的时候，又鄙夷地扫了秦风好几眼，那眼神仿佛在说：“看吧，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物。”又到了晚上，篝火依旧跳跃着橘红色的火焰。今晚轮到秦风和李铁守夜。秦风盘膝坐在一块岩石上，表面上双目紧闭，实际上筑基期的神识已经悄然展开，将整个营地笼罩其中。李铁坐在火堆旁，时不时往火里添几根柴，偶尔起身在营地周围走动巡视。深夜时分，营地陷入寂静。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窸窣声传来。秦风神识一动，瞬间锁定了声音的来源，还是昨晚那处灌木丛后。不过这次的主角换了，是柳岩和王强平。秦风差点笑出声来，这女人还真是来者不拒啊！昨天刚和李铁搞完，今天又找上了王强平。强平哥，你可比李铁那个蠢货强太多了。柳岩的声音又软又媚，和昨晚对李铁说话的语气如出一辙。李铁他已经答应给我刺杀刘洋后的他那份3成分成了，到时候我们一起享用他的零食。他是真的蠢蛋啊，太好骗了。王强平发出一阵低沉的笑声，还是你厉害。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赞赏，完全没有被戴绿帽子的愤怒。不过小严，你真的以为李铁那个家伙会老实分给你3成？他什么德性你又不是不知道，等回去了能给你半成就不错了。柳岩轻笑一声，我当然知道他不会真的给我3成，但是没关系啊，反正我们也没打算留下他不是吗？这时王强平的声音变得更加阴沉，刘洋那个老东西身上肯定藏了不少好东西，他女儿需要临时修炼，这些年存的家底肯定不少。还有那个新来的小白脸，虽然看起来没什么本事，但是敢一个人尽飞魔兽山脉，身上多少也有点货色。柳岩娇笑着，强平哥你想的真周到，到时候我们2个一起分，比跟着刘洋这些年慢慢熬强多了。不过他的声音忽然变得有些犹豫，刘洋的实力不弱，我们能对付得了吗？王强平冷笑，放心，我早就准备好了，等明天我们猎杀完铁甲蜥后，用我们准备的软骨散直接偷袭刘洋，他实力至少下降1半，到时候我们再联合李铁一起动手，3打1，他死定了。至于那个小白脸，随便收拾。柳岩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强平哥你真是太聪明了，我就说嘛，你比李铁那个莽夫强太多了。等事情办完，我们拿了钱就找个地方双宿双飞，再也不用在这种鬼地方冒险了。2人又腻歪了一会，才各自悄悄回到营地。秦风缓缓收回神识，脸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他原本以为王强平只是个老实的闷葫芦，没想到这家伙才是真正的狠人，不应该说是狼人。表面上憨厚老实，背地里却在策划着杀人夺宝，连自己的队长都要下毒害死，简直是心狠手辣。而且这个计划还挺周密，先下毒削弱刘洋的实力，再联合李铁一起动手。李铁那个蠢货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殊不知早就被王强平和柳岩当成了刀子。等杀掉刘洋之后，李铁也活不了，毕竟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秦风在内心感慨着自己还是太嫩了，在这些老江湖面前，他就像个刚出茅庐的新兵蛋子。不过这样也好，正好可以学习一下这些人的阴险手段。修仙界果然没有表面上那么单纯。第二天一大早，天色才蒙蒙亮，队伍就以整装待发都打起精神来。刘洋扛着他那2把标志性的板斧，独眼之中闪烁着兴奋与凝重。今天咱们的目标是铁甲蜥，那可是炼气巅峰的大家伙，皮糙肉厚，一身都是宝。干完这一票，够咱们歇大半年了。李铁和王强平都闷声点头，眼神里藏着不为人知的盘算。柳岩则是一脸嫌弃的瞥了一眼跟在最后的秦风，那眼神仿佛在说，这种好事跟你这废物可没半点关系。秦风对此视若无睹，依旧是那妇人畜无害的模样，掉在队伍末尾，像个出来春游的富家公子。他心里却在盘算着昨晚听到的那些劲爆内容。王强平、柳岩、李铁，这3个人打算干掉队长刘洋，杀人夺宝，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这趟出来不仅能历练，还能现场观摩一出修仙界版的无间道，简直是血赚。一行人按照刘洋的指引，在山林中穿行了近2个时辰，周围的树木愈发高大，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腥气，偶尔传来的兽吼声也比外围要恐怖得多。终于，他们在一片开阔的乱石谷地前停下了脚步。谷地中央，一头体型堪比巨象的庞然大物正在酣睡，它通体覆盖着一层暗灰色的厚重甲壳，甲壳上布满了狰狞的骨刺，阳光下反射着金属般的冷硬质感。正是铁甲蜥，即便是睡着了，它鼻孔中喷出的气息也如同2道白色的气剑，
将地上的碎石吹得四处滚动。就是他了。刘洋压低了声音，独眼中是猎人见到猎物时的灼热。老规矩，我主攻，你们3个从侧翼骚扰，注意他的冲撞和独角，千万别被顶到。他回头看了一眼众人，最后目光落在秦风身上。秦兄弟，你修为尚浅，就待在远处，千万不要靠近。好嘞，刘大哥你放心。秦风从善如流地退到了100米开外，找了块视野极佳的巨石坐下，一副准备看大戏的架势。柳岩见状，嘴角撇出一抹鄙夷的弧度。废物就是废物。刘洋深吸一口气，双手的板斧上灵光暴涨。动手！他一声暴喝，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冲了出去，双斧卷起狂风，狠狠地劈向铁甲西的后腿关节。No！ 沉睡的铁甲西被剧痛惊醒，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他猛地翻身而起，整个山谷都为之震动。一双血红的眼睛瞬间锁定了刘洋，那巨大的独角闪烁着森然寒光，带着万钧之势，猛地朝刘洋撞了过去。来得好！刘洋不退反进，双脚在地面重重一踏，身形灵活地闪过致命的冲撞，手中的板斧顺势在铁甲西厚重的侧甲上划出一长串刺目的火花。另一边，王强平、李铁和柳岩也动了。李铁手中是一柄重剑，大开大合，不断攻击着铁甲西的下盘，试图扰乱他的平衡。柳岩则是手持一根长鞭，鞭影如蛇，刁钻地抽向铁甲西的眼睛和口鼻等薄弱之处，而那个闷葫芦王强平此刻却展现出了与他沉闷气质截然相反的狠辣。他的长刀又快又准，每一次出刀都精准地刺向刘洋先前劈开的伤口，刀刀见血，不断扩大着战果。4人与一头巨兽在这片乱石谷地中展开了惨烈的厮杀。刘洋作为主攻手，承受了铁甲西绝大部分的怒火。他像一尊不知疲倦的战神，板斧翻飞，每一次都与铁甲西坚硬的独角和甲靠硬汉发出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之声。他的身上很快就挂了彩，被铁甲西冲撞时溅起的碎石划出数道血口，但他浑然不顾，越战越勇。王强平3人则游走在侧翼，看似拼尽全力，但秦风那筑机器的神识却看得分明。这3个人都在藏拙，他们看似凶猛的攻击，10次里有7次都刻意避开了要害，只是在制造声势，消耗着刘洋和铁甲西的体力。尤其是那个王强平，看似刀刀狠辣，实则精明到了极点，总能在最危险的时候退开，让刘洋去硬抗铁甲西的狂暴反击。秦风坐在远处看得津津有味，不得不说，这刘洋确实是个猛人，炼气9层的修为，硬是压着一头炼气巅峰的妖兽打，这实战经验比自己这个速成的筑基期强了不止1点半点。而王强平这3人的配合也堪称默契，当然是那种准备背后捅刀子的默契。战斗持续了足足1个时辰。噗！刘洋抓住一个机会，用尽全身力气，将一把板斧狠狠地楔进了铁甲西的脖颈。铁甲西发出一声凄厉的悲鸣，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激起漫天烟尘。战斗结束了。刘洋拄着斧子，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浴血，灵力几乎耗尽，脸上却带着胜利的喜悦。干得漂亮！他转过身，想和自己的队友分享这份喜悦，然而迎接他的却不是队友的笑脸，而是3双冰冷到极点的眼睛。李铁和柳岩一左一右，隐隐将他的退路封死。而他最信任的伙计王强平正一步步向他走来，脸上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强平，你……刘洋的话还没说完，王强平手腕一抖，一包灰白色的粉末便迎面洒了过来。软骨散！刘洋的独眼猛地一缩，这个粗犷的汉子能在危机四伏的飞魔兽山脉混迹多年，靠的绝不仅仅是蛮力。他早就在怀疑了，他早就发现了3人有点不对劲，他早就留了心。他只是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些跟了自己数年、一同出生入死的伙伴会对自己下死手。电光火石之间，刘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狼狈地向旁边一滚，粉末擦着他的脸颊飞过，落在地上，发出一阵滋滋的腐蚀声。刘洋躲开了，他从地上爬起来，看着眼前的3个人，那只独眼中充满了失望和心痛。为什么？他的声音沙哑低沉。我刘洋待你们不薄吧？这些年哪次不是我冲在最前面？分账的时候，我何曾亏待过你们？王强平脸上的笑容愈发森冷。刘大哥，这你可就说错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跟着你，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筑基？什么时候才能见识一下那更高境界的风景？与其跟着你喝汤，不如我们自己吃肉。他看了一眼李铁和柳岩，李铁重重地哼了一声，举起了手中的重剑。柳岩则是抱着双臂，冷笑道：刘洋，要怪就怪你太碍事了，还带着个拖油瓶，你死了，我们才能分得更多。刘洋的心彻底沉了下去，他失望地摇了摇头，那只独眼中再无半分温情，
只剩下彻骨的寒意。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动手！王强平暴喝一声，长刀率先出手，直取刘洋的咽喉。李铁和柳岩也同时发动了攻击，三人成合围之势，瞬间将刚刚经历过一场血战早已力竭的刘洋淹没。一场混战再度爆发。远处的秦风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他不得不感慨，这修真界果然没有一个是简单角色。前一秒还是并肩作战的队友，后一秒就成了不死不休的仇人。这变脸速度，这狠辣手段，真是让他大开眼界。场中的战况惨烈无比，刘洋击杀铁甲西消耗了太多体力，现在虽是强弩之末，但困兽犹斗，爆发出的战斗力依旧惊人。他手中的双板斧舞得虎虎生风，完全是以命搏命的打法，逼得王强平三人一时间也难以近身。但双拳难敌六手，王强平阴险狡诈，刀法专攻刘洋的旧伤口。李铁勇猛有余，重剑是大力沉，不断消耗着刘洋本就不多的体力。柳岩则像一条毒蛇，总是在刘洋最狼狈的时候从旁偷袭。噗嗤，刘洋终究是体力不支，一个躲闪不及，被李铁的重剑在后背上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他一个踉跄，单膝跪倒在地。去死吧！王强平眼中闪过残忍的快意，长刀高高举起，对准刘洋的脖子狠狠劈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股恐怖到让人窒息的威压如同天倾一般骤然降临。王强平、李铁、柳岩三人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他们只觉得身上像是压了一座无形的大山，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体内的灵力更是瞬间凝滞，动弹不得。三人惊骇欲绝地转过头，看向威压传来的方向，只见那个一直被他们视作废物的白脸小子正从巨石上缓缓站起。他还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但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却不再是炼气8层，那是筑基期才有的深厚威压。筑基！王强平的声音都在颤抖，眼珠子瞪得快要掉出眼眶。怎么可能？这个小白脸竟然是筑基期前辈，他一直在扮猪吃老虎。恐惧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他的心脏。秦风动了，他甚至没有使用任何武器，只是随意的抬手，隔空一弹指，一道凝练至极的灵力激射而出。噗！王强平的眉心瞬间多出了一个血洞，他脸上的惊恐永远的定格，身体直挺挺的向后倒去。死了！一招，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李铁和柳岩吓得魂飞魄散，肝胆俱裂。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啊！李铁扑通跪倒在地，疯狂地磕着头，脑门上血肉模糊。秦风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又是一道指锋，李铁的头颅冲天而起，无头的尸体喷着血柱栽倒在地，只剩下柳岩了。他瘫软在地，裤裆处传来一阵骚臭，竟是直接吓尿了。前辈，前辈，不要杀我！他看着缓步走来的秦风，语无伦次的求饶。我是被他们逼的，对，都是他们逼我的。前辈，只要您不杀我，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愿意当您的奴婢，当您的顶炉。说着，他像是想到了什么，颤抖着手，猛地撕开了自己的衣领。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他强忍着恐惧，挤出一个自以为妩媚的笑容，试图以此来换取一线生机。秦风的脚步停了下来，他看着这个女人拙劣的表演，眼神里只有毫不掩饰的厌恶。就这种货色，公交车都比他干净。想到自己洞府中那个温婉妩媚、胸怀博大的师娘萧婉，想到那个英姿飒爽、外冷内热，如今已被自己调教的出具风情的小侍女白青灵，两相对比，眼前的柳岩简直就是一坨令人作呕的垃圾。聒噪！秦风淡淡的吐出2个字。下一秒，柳岩的脑袋如同被重锤砸烂的西瓜，爆成了一团血雾，整个山谷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重伤的刘洋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如同在做梦。秦风走到他面前，蹲下身，探了探他的鼻息，还好，伤得虽重，但还有一口气。刘洋艰难地睁开眼，看着眼前这张年轻俊朗，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秦风也不废话，直接将重伤的刘洋拖到铁甲西的尸体旁。他手法娴熟地剖开铁甲西的脑袋，取出一枚拳头大小、闪烁着土黄色光晕的腰丹，然后又将那根最值钱的独角给掰了下来。做完这一切，他站起身看着刘洋。刘洋拖着重伤之躯，挣扎着想要爬起来行礼。多谢前辈，救命之恩。他的声音嘶哑，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强者的敬畏。秦风摆了摆手，神色淡然。刘大哥，不必如此，这一路上你也教了我不少东西，算是还你人情。这一声刘大哥让刘洋愣住了，他看着秦风，一时间百感交集。
秦风将手中的妖丹和毒角扔到他面前，这是你的战利品，收好。刘洋大惊失色，连忙摆手，不，前辈，这万万使不得，若不是您，我早就死了，这些东西理应是您的。秦风却懒得再跟他废话，他堂堂一个筑基修士，还不至于贪图这点炼气期的材料。他从储物袋里摸出一个小玉瓶，这是从方主吴刚那里搜刮来的疗伤丹药，品质极高，随手扔给了刘洋，吃了它能保你一命。刘洋手忙脚乱地接住玉瓶，只是打开闻了一下，那股精纯的药香就让他精神一振。这丹药的品质比他见过的最好的疗伤药还要好上无数倍。他心中震撼，再次看向秦风时，眼神中的敬畏已经达到了顶点。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资源上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当他还在为了一点资源拼死拼活，甚至被队友背叛的时候，人家随手就能拿出这种极品丹药。多谢前辈，多谢前辈。刘洋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激，除了道谢，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秦风只是随意的摆了摆手，转身便走。刘大哥，咱们后会有期。话音未落，他整个人已经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毫不犹豫地朝着飞魔兽山脉的更深处飞去，只留下刘洋一人呆呆地看着他消失的方向，久久没有言语。兄弟们，我会为了梦想继续坚持，希望大家能多加书架和点催更。与刘洋分别后，秦风没有丝毫停留，径直朝着飞魔兽山脉的更深处掠去。越是深入，周围的环境就愈发原始和危险，参天的古木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妖气，寻常修士在此地恐怕连呼吸都会感到压抑，但对秦风而言，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浓郁的天地灵气夹杂着暴虐的妖气，不断冲刷着他筑基期的肉身，让他感觉每一个毛孔都舒张开来。2天时间弹指而过，秦风的历练成果堪称恐怖。2头实力堪比炼气巅峰的赤铜魔猿被他以绝对的力量硬生生撕碎，妖丹被他随手收起。5只狡猾的炼气后期锋刃豹还没来得及施展他们引以为傲的速度，就被秦风用神识锁定，隔空捏爆了心脏。至于那些炼气中期和初期的妖兽，更是成了他演练术法的活靶子，死在他手上的数量已经多到他懒得去记。曾经那个只会依靠蛮力、战斗技巧粗糙的速成筑基修士，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蜕变。如今的他像一个在山脉中行走了多年的老练猎人，眼神沉静，气息内敛，但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令人心悸的杀伐之气。这天，秦风刚刚解决掉一窝试图偷袭他的噬金蚁，正准备继续向内探索，突然几道破空声从不远处传来。秦风的眉头微微一挑，神识瞬间铺散开来，身影一晃，便悄无声息地隐没在一块巨大的山岩之后，连气息都收敛到了极致。很快，几道身影落在了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为首的是一个女人。她身穿一袭火红色的紧身劲装，将那火爆到极点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长发高高竖起，露出一张美艳绝伦却又带着几分英气的脸庞。她的神情冷傲，眼神锐利如鹰，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强大气场。秦风在看到她的一瞬间，呼吸都停滞了半秒。武灵，竟然是她！那个在乱葬岗被自己欺负了的华云宗天骄赤练仙子武灵。秦风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了乱葬岗那旖旎又疯狂的一夜，他中毒后的迷离，清醒后的羞愤，挥剑欲杀人的决绝，还有最后扔下令牌狼狈逃离的背影则，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秦风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武灵身后的几人，3男1女，都是筑基初期的修为，身上穿着和武灵同款的华云宗核心弟子服饰，显然是他的同门师弟师妹。此刻，这几名弟子都以武灵马首是瞻，神情恭敬。其中一名长相颇为俊朗的男弟子更是殷勤地凑到武灵身边。武师姐，我们已经进入山脉深处了，那金丹期前辈的洞府真的会在这附近吗？武灵冷着脸瞥了他一眼，王长老留下的地图标记就在这片区域，仔细找肯定能找到线索。金丹期前辈的遗藏岂是那么好找的？都打起精神，别给我偷懒。他的声音清冷，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是，师姐。几名弟子连忙应声。就在他们准备散开探查的时候，武灵那双锐利的凤目猛地朝着秦风藏身的方向扫了过来。谁在那儿鬼鬼祟祟？滚出来！话音未落，一股灼热的灵力已经从他掌心喷薄而出，化作一道赤红色的劈链，携带着筑基后期的恐怖威压，狠狠地轰向秦风藏身的山岩。轰！巨石瞬间被炸得粉碎，烟尘弥漫。武灵身后的几名弟子立刻拔出武器，摆出戒备的姿态，神情紧张地盯着那片烟尘。烟尘缓缓散去，一道修长的身影不紧不慢地从里面走了出来。来人一袭青衫，黑发披肩，面容俊朗得有些过分，嘴角还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他拍了拍身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
闲庭信步，面对4名筑基修士的虎视眈眈，没有半分紧张。正是秦风。当武林看清秦风那张脸的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他那双漂亮的凤目瞬间瞪得滚圆，眼底先是闪过浓浓的难以置信，随即一股滔天的羞愤与怒火，如同火山爆发般从心底直冲天灵盖。是他，这个混蛋，这个登徒子，他怎么会在这里？乱葬岗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如同烙印般再次浮现在他脑海里，让他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脸颊，整张俏脸涨得通红，那不是害羞，是极致的愤怒和羞辱。他握着剑柄的手因为太过用力，指节都有些发白，胸口剧烈的起伏着，死死地瞪着秦风，恨不得用眼神将他千刀万剐。秦风迎着他那要杀人的目光，不仅不怵，反而还觉得有些好笑。他抬起手，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武林仙子，好巧啊，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这句轻飘飘的问候对武林来说不亚于火上浇油。瞧，他恨不得立刻冲上去一剑劈了这个装模作样的混蛋，但他不能让师弟师妹们知道自己和他之间发生过什么。他赤练仙子，东域天骄榜上有名的天之娇女，绝不能有那样的污点。武林身旁那名殷勤的男弟子见秦风面对武林居然还敢嬉皮笑脸，顿时找到了表现的机会。他往前一步，厉声喝道：大胆狂徒，你是何人，竟敢在此窥伺我等？师姐，我看此人行踪诡异，鬼鬼祟祟，定然不怀好意。他看着秦风那张比自己还要英俊的脸，眼中闪过嫉妒，对着武林拱手道：依师弟看，不如就地格杀，以绝后患。在他看来，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散修，杀了也就杀了，还能在师姐面前表现自己的果决，简直是一举两得。然而他预想中师姐的赞许并没有到来，迎接他的是武林几乎要喷火的眼神。闭嘴！武林猛地转头，冲着他就是一声怒吼。那名男弟子被吼得一猛，呆在原地，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了话。我做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武林的语气冰冷刺骨，筑基后期的威压毫不掩饰地压向那名男弟子，压得他脸色发白，冷汗直流，连连后退。师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武林根本懒得理他，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杀意和翻涌的情绪，转头对着另外几人冷冷地说道：这人我认识，之前有过一面之缘，他对我们没有恶意。这话一出，另外几名弟子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师姐为一个陌生男人说话。武林强忍着不去看秦风那张可恶的笑脸，冷声道：都别愣着了，继续赶路，正事要紧。是，师姐。几人不敢再多问，连忙收起武器，准备继续出发。武林迈开脚步走了2步，却发现身后没动静。他猛地停下，回过头，正看到秦风还悠哉悠哉地站在原地，一副准备看戏的模样。一股无名火蹭的一下又冒了上来。这个混蛋，他现在真是1秒钟都不想看到他，可又不敢放任他一个人在这里乱晃，毕竟这里挺危险的。他死死地咬着银牙，胸口因为气愤而不断起伏，最终还是抬起手，用一根微微颤抖的玉指指向秦风那张绝美的脸庞上，满是幼气又无奈的复杂神情。还有你，跟上！这道命令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秦风看着他那副想杀了自己又不得不忍着，还要强行把自己带在身边的纠结模样，嘴角的笑意再也抑制不住。他笑呵呵地应道：好嘞。说完便迈开步子，不紧不慢地走在了武林身旁。队伍在沉闷中前行，秦风不紧不慢地跟在武林身边，那悠闲的姿态仿佛不是在危机四伏的妖兽山脉历练，而是在自家后花园散步。他走在武林身侧不远处，既不靠得太近，也不离得太远，保持着一个微妙的距离。武林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但那绷紧的侧脸和时不时扫过来的能杀人的眼刀子，无一不暴露着他内心的抓狂。这个混蛋，他怎么敢这么淡定？队伍里的气氛简直古怪到了极点。那个之前对秦风厉声呵斥的俊朗男弟子名叫冯傲，是武林最忠实的追随者。此刻他亦步亦趋地跟在武林另一边，一双眼睛死死地锁定着秦风，眼神凶狠的像是要扑上来将他生吞活剥。一个来路不明的散修，凭什么能跟在武师姐身边，还让师姐亲自开口让他跟上？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冯傲胸中的嫉妒之火熊熊燃烧，恨不得现在就一剑捅死秦风那张比自己英俊100倍的脸。沉默了许久，武林终于还是忍不住了。他实在是受不了这种如芒在背的感觉，更受不了秦风那副云淡风轻的欠揍模样。你来飞魔兽山脉做什么？他的声音又冷又硬，带着一股子审问的味儿，头也没回，仿佛只是在随口问路边的蚂蚁。秦风闻言，脸上露出一抹恰到好处的腼腆。前不久承蒙仙子帮助侥幸筑基，根基不稳，
就想着来山脉里历练，磨练一下实战技巧，长见识。他说的轻描淡写，听在冯傲耳朵里却无异于惊雷。筑基期，这家伙居然也是筑基期！冯傲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他本以为秦风只是个走了狗屎运的炼气巅峰，没想到对方竟和自己是同一境界，这让他心中的危机感和嫉妒心愈发强烈。哼，刚筑基就敢一个人闯进山脉深处，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冯傲身后的一个方脸男弟子周凯立刻阴阳怪气的开口附和，另一个瘦高个孙越也冷哼着接话：怕不是被哪个大妖追杀，才正好撞上我们的吧？我看也是，瞧他那样子，细皮嫩肉的，哪像个会打架的？三个男人凑在一起，毫不掩饰的对着秦风指指点点，言语间的轻蔑和敌意满的都快溢出来了。他们都是华云宗的核心弟子，天生就带着一股优越感，根本看不起秦风这种没门没派的散修。就在这时，队伍里唯一的另一个女弟子，那个长相清秀可人的师妹，却小声的开口了：冯师兄，周师兄，你们别这么说嘛。她的声音细细弱弱的，带着几分惬意。我看这位道友长得这么好看，人应该不坏的。她叫华青青，是几人中年纪最小的，心思也最单纯，典型的颜控。从看到秦风的第一眼起，他就觉得这个男人比宗门里所有的师兄都要英俊，那双眼睛深邃的像星空，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心跳加速。秦风听到了他的声音，侧过头，正好对上华青青那双头瞄过来又迅速躲闪的眼睛。他对着他露出了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如春风拂面，阳光普照。多谢这位仙子替我说话。轰！华青青的脸颊瞬间红透了，像熟透的苹果，心脏砰砰狂跳，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双手紧张地绞着自己的衣角。这一幕精准地刺痛了在场所有男人的眼睛。冯傲三人气得暗自咬牙，恨不得把秦风那张笑脸撕碎。而走在最前面的武林，眼角的余光瞥见这一幕，握着剑柄的手猛然收紧，指节都捏得咯咯作响。渣男，在乱葬岗对自己做出那种事情，现在又来勾搭不谙世事的小师妹，他怎么敢？武林心头的怒火再次被点燃，胸口剧烈起伏，周身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好几度，但他依旧不能发作，他只能将这口恶气死死地憋在心里，把牙齿咬得更紧。秦风自然是将所有人的反应都尽收眼底，心中觉得好笑。他故意迈开两步，凑到武林身边，压低了声音，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音量说道：武仙子，你这几个师弟火气有点大啊，是不是平时修炼压力太大了？武林猛地偏过头，一双喷火的凤目恶狠狠地瞪着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闭嘴！再多说一个字，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你？他的威胁带着筑基后期的威压，换做任何一个筑基初期的修士，恐怕早就被吓得腿软了。但秦风只是耸了耸肩，一脸无辜地摊了摊手，然后真的闭上了嘴。他这副滚刀肉的模样，更是让武林气得肝疼，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力无处使的感觉，快要把他憋出内伤了。接下来的几天，队伍就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中继续前进。冯傲三人组依旧把秦风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有事没事就用言语挤兑他两句，但凡遇到什么妖兽，都想怂恿他上去当炮灰。只可惜秦风压根不接招，全程突出一个我就看看，我不说话，让他们有力也使不出来。而华青青则总是偷偷地观察秦风，偶尔鼓起勇气想搭句话，又被冯傲凶狠的眼神给瞪了回去，只能满心委屈。秦风的重点则始终放在武林身上，他就像个不知死活的牛皮糖，时不时的就凑上去撩拨一下。武仙子，你看这朵花真璀璨，跟你今天穿的衣服真配。武灵，滚！武仙子，你渴不渴？我这里有水。武灵，滚开！武仙子，我觉得你生气的时候别有一番风情。武灵，秦风，你是不是真想死？几天下来，武灵感觉自己快要被这个混蛋逼疯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一个人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杀意，但偏偏他又不能真的动手，这种折磨让他几乎要道心不稳。而秦风却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乐此不疲，他太喜欢看武灵这副想杀了他又干不掉他，还要强忍着怒火的可爱样子了，别有一番风趣。这天，一行人终于抵达了地图上标记的最终区域，这是一片被群山环绕的隐蔽山谷，谷内雾气缭绕，灵气比外界浓郁了数倍。在山谷的最深处，一座被藤蔓和青苔覆盖的古老洞府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众人眼前。洞府的石门紧闭，上面刻画着繁复而古老的阵法纹路，一股沧桑而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找到了！武林的眼中终于露出了凝重的神色，暂时将对秦风的私人恩怨抛到了一边。就是这里，王长老留下的地图没错，金丹期前辈的遗藏洞府。冯傲等人也立刻精神一振，脸上露出贪婪和兴奋的神色。金丹前辈的遗藏，哪怕只是从里面得到一星半点的好处，
也足够他们受用无穷了。武林上前几步，仔细观察着石门上的阵法，眉头紧锁。这阵法虽然经过岁月侵蚀，威力大减，但也不是能轻易破开的。他回过头，对着众人下令：“都过来，我们合力破阵。”“是，师姐。”冯傲几人立刻上前，准备运功。武林的目光扫过秦风，语气冰冷地命令道：“你也过来帮忙。”在他看来，既然跟了一路，就没理由让他白占便宜。秦风笑了笑，不置可否地走了过去。武林深吸一口气，不再废话，率先将灵力灌注到石门之上，其他人也紧随其后。几股筑基期的灵力汇聚在一起，轰击在古老的阵法上，激起一圈圈肉眼可见的涟漪。石门嗡嗡作响，但依旧坚固。加大力度！武林娇喝一声，体内的灵力毫无保留地喷薄而出。就在这时，秦风眼中闪过一道金芒，他看似随意地将手掌贴在石门上，一股精纯无比的灵力却悄无声息地顺着阵法的某个薄弱节点钻了进去。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起，原本坚不可摧的守护阵法光芒猛地一暗，瞬间崩溃。轰隆隆，沉重的石门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缓缓向内打开，露出了一个深邃幽暗的通道。都打起精神，里面情况不明，可能有危险。武林祭出一颗照明用的法珠，率先走进了幽暗的洞府。冯傲，你带人跟上，注意警戒。秦风走我身边来。是。一行人怀揣着激动与警惕，鱼贯而入。洞府内的通道幽暗深邃，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和尘封了不知多少年的气息。法珠悬浮在半空，散发着柔和的光晕，勉强驱散了周围的黑暗，却让那份阴森感显得更加浓郁。脚踩在石板上发出的轻微回响，在寂静的通道里被无限放大，敲打着每个人的神经。武林一马当先，手持长剑，火红的身影在这片黑暗中是唯一的一抹亮色。他神情凝重，步履沉稳，筑基后期的神识毫无保留地铺散开来，警惕着任何可能出现的危险。秦风紧随其后，只落后他半个身位。他依旧是那傅淡然的模样，眼神却不时地扫过通道两侧的石壁，那些古老的雕刻和符文无声地诉说着此地主人的不凡。冯傲三人则护着胆小的华青青走在最后，几人手持法器，背靠着背，紧张的连呼吸都刻意放轻了。金丹前辈的遗迹，机遇与危险并存，这一点他们比谁都清楚。吼！就在队伍走到通道中段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毫无征兆地从前方的黑暗中炸响，一股腥风扑面而来，带着令人作呕的血气和筑基巅峰的恐怖妖气，瞬间席卷了整个通道。黑暗中，一双惨绿色的树瞳骤然亮起，锁定着众人。紧接着，一个庞大的黑影猛地扑出，那是一头体型堪比巨象的黑色猛虎，通体缭绕着肉眼可见的黑色煞气，每一步踏出都让地面微微震动。幽虎，守护遗迹的妖兽，结阵！冯傲惊骇的大吼，三人慌忙想要组成防御阵型，但那幽虎的速度实在太快，携带着万钧之势，根本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然而有人比他更快。孽畜，找死！武林清冷的呵斥声响起，他没有半点后退，火红的身影不退反进，手中长剑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一道赤红色的剑气如同燃烧的匹练，撕裂黑暗，悍然斩向幽虎的头颅。动作干脆利落，没有半分拖泥带水。幽虎察觉到危险，发出一声怒吼，巨大的虎爪上黑气凝聚，迎着剑气狠狠拍下。轰！剑气与虎爪碰撞，爆发出剧烈的能量冲击，整个通道都为之晃动。武林被震得后退了半步，而那头幽虎则发出一声痛吼，巨大的身体竟被这一剑斩得连连后退，锋利的虎爪上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一击之下，高下立判，不愧是东域天骄榜排名第13的赤练仙子，师姐威武！华青青看得小脸通红，满眼都是崇拜。冯傲几人也是心神大定，脸上露出了狂热的敬仰。吼！受伤的幽虎彻底被激怒，他咆哮着，周身的黑气愈发浓郁，再次朝着武林猛扑而来。武林美眸中寒意闪过，不屑的冷哼：区区畜生！他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避开幽虎的扑击，手中长剑挽起一道道赤红色的剑花，每一剑都精准地落在幽虎防御薄弱的关节和要害，一时间通道内剑气纵横，虎啸连连。筑基巅峰的幽虎在武林手下竟被打得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秦风站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女人打起架来确实有几分风采，够辣够劲。终于幽虎被武林斩于剑下。就在这时，一股无法形容的古老而浩瀚的恐怖威压，如同苏醒的远古巨兽，毫无征兆地从洞府的最深处降临。这股威压超越了筑基，甚至超越了金丹。在他面前，所有人，包括正在激战的武林和幽虎，都像蝼蚁般渺小。
冯傲几人脸色瞬间煞白，双腿一软，差点直接跪在地上。武林也僵在原地，俏脸血色尽退。结，一阵干涩邪异的笑声在每个人的脑海中直接响起。500年了，整整500年了，终于有合适的身体送上门来了。那声音带着无尽的沧桑和狂喜，仿佛一个被囚禁了无数岁月的恶鬼终于等到了解脱的时刻。芜湖散人，这洞府的主人500年前就该寿命耗尽的金丹巅峰修士，他的精神力居然还存在。下一秒，一道虚幻的人影在洞府深处缓缓凝聚成型，他的目光穿透了无尽的黑暗，直接落在了秦风的身上。那道目光充满了贪婪、狂热以及毫不掩饰的占有欲。完美，真是太完美的肉身了，如此年轻，根基如此扎实，灵力如此精纯，简直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这具身体是我的了。话音未落，一股磅礴到令人绝望的精神力化作无形的巨手，朝着秦风狠狠抓来。休想！武林最先反应过来，他厉喝一声，想也不想，转身便是一剑斩向那股精神力。滚开，蝼蚁！芜湖散人的声音带着不屑的怒意，他甚至没有动手，只是意念一动，嗡！一股诡异的空间波动扫过，跟在后面的冯傲、华青青等人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身影便瞬间扭曲，直接从原地消失，被传送出了洞府。不要打扰本座夺舍！那股力量同样扫向了武林。武林闷哼一声，只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要将自己排斥出去，但他看着近在咫尺，被那股恐怖精神力锁定、动弹不得的秦风，那双凤目中闪过一抹无比决绝的神色。他不能走，给我破！武林仰天发出一声娇喝，体内灵力疯狂燃烧，硬生生顶住了那股传送之力，强行留了下来。哦，居然能抵抗本座的力量，有点意思。芜湖散人有些意外，但随即冷笑：既然你执意找死，那就在一旁好好看着这具身体是如何成为我的。恐怖的精神力再次压下武林，俏脸惨白，他知道自己根本挡不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的眼中闪过浓浓的不甘与肉痛。他猛地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枚通体紫金色的玉符，玉符上刻画着玄奥的符文，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元婴真人炼制的保命符，他死死地咬着银牙，没有丝毫犹豫，狠狠捏碎了玉符。咔嚓，玉符破碎的瞬间，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轰然爆发。不，这是元婴之力！芜湖散人的精神体发出惊恐到极点的尖叫，随即便被那股紫金色的力量彻底淹没，绞杀得干干净净。洞府内恢复了死寂，但那保命符的后坐力也在此刻狠狠地轰击在武林的身上。他发出一声痛哼，娇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被狠狠地轰飞了出去。秦风在芜湖散人的精神力被摧毁的瞬间便恢复了行动力，他看着倒飞而来的武林，想也没想，一个箭步上前，稳稳地将那具柔软滚烫的娇躯接在了怀里。入手温香软玉，鼻尖是他身上独有的混合着汗水与体香的醉人气息。怀中的女人俏脸苍白如纸，嘴角挂着血迹，长发凌乱，那身火红的劲装也破损了好几处，狼狈却带着一种惊心动魄的美。秦风低着头看着他那紧闭的凤目，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着，那张平日里总是布满冰霜与怒火的绝美脸庞，此刻却毫无防备。那双因为愤怒而抿紧，此刻却微微张开的红唇，更是透着致命的诱惑。鬼使神差的，秦风鬼使神差的低下头，对着那张诱人的红唇直接吻了上去。怀中的娇躯猛地一僵，武林的眼睛豁然睁大，那双漂亮的凤目里先是茫然，随即被浓浓的震惊与难以置信所填满。但他被后坐力阵的浑身脱力，又因强行催动元婴符而灵力耗尽，竟连推开他的力气都没有。时间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缓慢。不知过了多久，武林的脸上猛地腾起两片醉人的红霞，他终于积攒起了一点力气，猛地将秦风推开。他剧烈的喘息着，胸口不断起伏，一双凤目死死地瞪着秦风，眼中的羞愤几乎要化为实质。然后他扬起了手，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响彻寂静的洞府。秦风摸了摸自己被打得有些发烫的脸颊，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还咧嘴笑了。这熟悉的感觉啊！武林看着他那副嬉皮笑脸，毫无悔意的模样，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再给他一巴掌。但他终究还是忍住了。他摇摇晃晃地站稳身体，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羞愤与杀意。他转过身，用冰冷到极点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别废话了，去看看那老鬼留下了什么东西。说完，他便不再理会秦风，摇摇晃晃地朝着洞府更深处走去。每走一步都牵动着体内的伤势，
让他俏脸上的痛楚之色更浓。秦风看着他那倔强的背影，笑着摇了摇头，跟了上去。穿过悠长的通道，两人来到了一处宽敞的石室。这里应该是芜湖散人真正的起居修炼之地。石室中央是一张寒玉床，旁边还有一个蒲团，除此之外便只有几个落满了灰尘的石架。整个石室空空荡荡，但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灵气，显然此地是一处小型灵脉的节点。刚才那元婴符的力量太过恐怖，将芜湖散人的精神体彻底湮灭，连带着他的一些布置也被摧毁，石壁上还残留着紫金色力量灼烧的痕迹。武林走到石室中央，筑基后期的神识费力地扫过每一寸角落。秦风则显得直接得多，他走到那几个石架前，随手一挥，卷起一阵风，将上面的灰尘吹得干干净净。石架上摆放着几个玉盒，还有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储物袋，看来好东西都在这了。秦风笑了笑，伸手便将那储物袋拿了过来。武林见状也走了过来，目光落在他手中的储物袋上。秦风神识探入其中，片刻后脸上露出一抹亚色。他手腕一翻，一柄通体赤红，形如长鞭的法宝出现在手中。这长鞭出现的瞬间，整个石室的温度都骤然升高了几分，鞭身上流转着玄奥的符文，一股远超普通法宝的灵压扩散开来。灵宝，这件兵器赫然是一件货真价实的下品灵宝。要知道，灵宝这种级别的宝贝，通常只有金丹期的修士才有资格拥有，每一件都价值连城。武林的凤目瞬间亮了起来，呼吸都急促了几分。他自己的佩剑虽然也是极品法宝，但和眼前的灵宝比起来，简直就是烧火棍。然而秦风只是看了一眼，便毫不犹豫地将这赤红长鞭递到了武林的面前。诺，你的。武林一愣，下意识地问道：给我，不然呢？秦风理所当然地挑了挑眉，刚才要不是你，我这会儿估计已经被人夺舍，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了。他顿了顿，看着武林那张错愕的俏脸，脸上的笑容变得意味深长。再说，我能这么快突破到筑基期，也全靠仙子你当初在乱葬岗的大恩大德啊！我秦风这个人向来有恩必报，大恩大德4个字被他咬得特别重。武林的脸腾的一下就红透了，从脸颊一直烧到耳根。乱葬岗那不堪回首的一幕瞬间冲进脑海，他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冲，又羞又怒。那点因为得到灵宝的喜悦瞬间被冲得无影无踪。你给我闭嘴！他一把抢过那件灵宝，像是抓着一块烫手的山芋，声音都带着颤音。秦风看着他这副羞愤欲绝的模样，心情大好，哈哈一笑，不再逗他，继续在储物袋里翻找。很快他又掏出了一枚玉简，神识探入其中，秦风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霸体碎星拳，玄阶下品武技，这正合他意。他空有筑基期的修为，却一直缺少像样的攻击手段，来来回回就是用灵力硬砸，粗糙无比。这本武技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武林也瞥了一眼，见是武技，便兴致缺缺地移开了目光。他不屑地冷哼，这种只知道用蛮力的功法，粗鄙不堪，也就适合你这种人了。你自己留着吧。这话说的好像是他发善心施舍给秦风一样。秦风也不点破，只是嘿嘿一笑。他当然知道武林的师傅可是元婴真人，身上怎么可能缺玄阶武技，恐怕地阶的都有。两人都得到了满意的收获，洞府内的气氛总算缓和了一点。秦风将储物袋翻了个底朝天，最后从最里面摸出了一本薄薄的用不知名兽皮制成的古册，册子上没有名字，看起来朴实无华。这是什么？秦风嘀咕着，好奇地翻开了第一页，只看了一眼，他的表情就变得古怪起来。再翻一页，他脸上的表情愈发精彩，嘴角控制不住地向上扬起，露出一个男人都懂得猥琐笑容。他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还抬起头，用一种极具侵略性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一旁正在研究灵宝长鞭的武林，那眼神就像是饿了3天的狼看到了一只鲜嫩可口的小绵羊。武林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秀眉紧蹙。你看什么看？你那是什么眼神？找到什么鬼东西？秦风嘿嘿一笑，没说话，反而把古册又翻了一页，看得更加起劲了。武林被他这腹贱兮兮的模样彻底勾起了好奇心，也激起了怒火。他一步上前，劈手就将那本古册抢了过来。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让你笑得这么恶心。他低头一看，只见兽皮册子上用朱砂画着2个赤身裸体、姿势无比纠缠的小人，旁边还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各种经脉运行路线和灵力周天图。在图画的顶端，龙飞凤舞的写着5个大字：阴阳双修大法。武林的脑子嗡的一下，瞬间一片空白，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漂亮的凤目瞪得滚圆，仿佛看到了什么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东西。片刻的死寂之后，一股恐怖的杀气从他身上爆发出来，他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白皙涨成了猪肝色，
羞愤和怒火在他眼中交织，几乎要喷出火来。秦风，他咬牙切齿地挤出2个字，声音像是从地狱里传来：我杀了你这个登徒子！他猛地扬起手，啪，又是一声无比清脆响亮的耳光，结结实实地扇在了秦风的右脸上。这次对称了。秦风感觉自己两边脸颊都在嗡嗡作响，脑袋都被扇得偏了过去。这女人下手真是一次比一次狠，难怪你刚才用那种眼神看我。武林气得浑身发抖，他将那本阴阳双修大法狠狠地砸在秦风的胸口。无耻，下流，卑鄙，他已经找不到词来形容自己的愤怒了。骂完，他转身就走，一刻都不想再待在这个让他羞愤欲死的地方。由于情绪太过激动，加上身上有伤，他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倒。秦风连忙揉了揉自己两边滚烫的脸颊，看着他那落荒而逃的背影，赶紧捡起地上的秘籍塞进怀里。这可是最大的收获，可不能丢了。他连忙追了上去，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哎，仙子你别生气啊，这功法也是文物吗？咱们可以批判性的研究一下。你给我滚！武林愤怒的咆哮声从通道的那头传来。秦风跟在武林身后，从幽暗的洞府通道中走了出来。洞外的天光有些刺眼，让他下意识地眯了眯眼。早已在外面等得焦急万分的冯傲、华青青等人，一看到武林的身影，立刻围了上来。师姐，你没事吧？师姐，那金丹期的修士解决了吗？冯傲第一个冲在最前面，眼神里充满了关切。但当他的目光扫到跟在武林屁股后面像个没事人一样走出来的秦风时，那份关切瞬间就变成了淬了毒的利剑。他娘的，这小子怎么也跟出来了？而且看起来毫发无损。刚才那恐怖的金丹力量爆发，连他们这些筑基修士都被强行传送了出来，一个个狼狈不堪。这小子一个刚筑基的家伙，凭什么能安然无恙地待在师姐身边？一种无法言说的嫉妒和怒火瞬间填满了冯傲的胸膛。他看向秦风的眼神几乎要喷出火来。师姐，这……冯傲刚想开口质问，却被武林冷冷地打断了。里面的东西已经解决了。武林的声音还带着几分虚弱，脸色依旧苍白，但他强行挺直了腰杆，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天之娇女姿态。他淡淡地扫了众人一眼，说道：此间事了，洞府内的遗宝也已经到手。听到这话，冯傲等人的呼吸都急促了些许。金丹散人的遗宝，那得是多大的机缘啊！武林自然看出了他们的想法，继续道：你们放心，这次辛苦大家跟我跑一趟，我不会让你们白来的。等回到宗门，这次的收获我会折算成宗门贡献值，给你们每人记上100点。100点贡献值。冯傲几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脸上的那点贪婪瞬间变成了狂喜。要知道，在华云宗贡献值可是硬通货，比零食还好用。像他们这种核心弟子，辛辛苦苦做的半年的任务，也未必能攒到100点。现在师姐一开口就是一人100点点，这简直是天降横财。多谢师姐，师姐大气。几名弟子连忙躬身行礼，脸上的笑容无比灿烂。他们本来就没出什么力，现在还能白拿这么多好处，心里对武林的崇敬又加深了几分。只有冯傲在道谢之后，依旧用不善的目光死死盯着秦风。他忍不住开口问道：师姐，那他呢？这家伙什么都没干，就跟在我们后面捡便宜，难道也从洞府中得到了机缘？这话一出，气氛瞬间就冷了下来。周凯和孙越也反应过来，看向秦风的眼神里充满了敌意和鄙夷。是啊，凭什么？这小子不就是长得好看点吗？一路上吊儿郎当，勾搭武林师姐，现在还想分一杯羹？做梦！华青青有些担忧地看了看秦风，又看了看脸色冰冷的武林，想开口说些什么，却又不敢。秦风压根就没把冯傲的挑衅放在心上，他双手抱胸，嘴角挂着一抹玩味的笑意，饶有兴致地看着武林，想看他怎么收场。感受到众人疑惑的目光，武林的俏脸一阵青一阵白，最终他深吸一口气，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冰冷语气说道：他的事不用你们管，他是我的朋友，这次也帮了忙。朋友2个字从他牙缝里挤出来，充满了咬牙切齿的味道。什么？冯傲当场就炸了。朋友？师姐什么时候跟这种来历不明的野小子成朋友了？还帮了忙？他帮什么忙了？帮着添乱吗？师姐，你闭嘴！武林猛地转头，凤目中迸射出骇人的寒光，筑基后期的威压毫不掩饰地朝着冯傲压了过去。冯傲，我的决定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疑了？还是说你想跟我练练？冯傲被这股威压冲得脸色一白，噔噔噔后退了好几步，心神俱震。他这才想起，眼前的师姐可不是什么温柔可人的仙子，而是东域天骄榜上杀出来的赤练仙子。他张了张嘴，满心的不甘和嫉妒，
最终还是化作了恐惧，低下了头。弟子不敢。武林冷哼一声，收回了威压。他转过头，狠狠地剜了秦风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都怪你。秦风回了他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这副油盐不进的贱样，差点把武林的肺给当场气炸。他强行压下心头的怒火，冷声道：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即刻返回。说完，他率先化作一道流光，朝着飞魔兽山脉外飞去。其余弟子不敢怠慢，连忙跟上。秦风慢悠悠地跟在队伍最后面，像是在自家后花园散步一样。冯傲飞在秦风旁边，一路上那怨毒的眼神就没从他身上挪开过。如果眼神能杀人，秦风现在恐怕已经被凌迟处死了几百遍。飞魔兽山脉广袤无垠，即便是以筑基期的速度飞行，也需要好几天才能完全穿过。夜幕降临，一行人找了一处相对安全的山谷落下，准备休整一晚。弟子们熟练地布置下警戒阵法，然后各自找地方打坐调息。武林独自一人坐在一块巨石上，背对着众人，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秦风则找了个离众人最远的角落，盘膝而坐。他没有浪费时间，直接从储物袋里拿出了那枚记载着霸体碎星拳的玉简，神识沉入其中，一篇霸道无比的炼体武技法门瞬间涌入他的脑海。以身为炉，以灵力为火，淬炼筋骨皮膜，力可碎星辰。开篇第一句就透着一股蛮不讲理的霸道，这武技简直太对他的胃口了。他现在空有筑基期的修为，但战斗方式却粗糙的可怜，来来回回就是用灵力硬砸，跟个土财主似的。这霸体碎星拳正好弥补了他最大的短板。秦风闭上双眼，按照玉简中的法门开始尝试运转体内的灵力。这玄阶武技的法门果然玄奥复杂，灵力运行的路线曲折无比，寻常修士若是没有名师指点，恐怕光是入门就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之功。但在秦风这里却仿佛不存在任何瓶颈，他那经过上虚宫千锤百炼的灵力精纯无比，念动之间便精准地按照霸体碎星拳的路线开始运转。一遍，两遍，三遍，不过一炷香的时间，秦风便已经将那复杂的灵力运行路线彻底熟稔于心。他缓缓睁开眼，眸中闪过一抹兴奋的光芒。他站起身，走到一片空地上，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灵力按照特定的轨迹轰然运转。下一刻，他猛地一拳挥出，霸体拳！嗡！空气发出一阵沉闷的爆鸣，一道肉眼可见的金色拳罡从他的拳头上脱体而出，带着一股摧枯拉朽的气势，狠狠地轰在了不远处的一块数米高的巨大岩石上。轰隆！一声巨响，那块坚硬无比的岩石在接触到金色拳罡的瞬间，就如同豆腐一般，被瞬间轰得四分五裂，碎石漫天飞溅。恐怖的威力让不远处正在打坐的冯傲等人都被惊得跳了起来。怎么回事？有妖兽袭击！他们循声望去，正好看见秦风缓缓收回拳头的身影，以及那满地的碎石。所有人都愣住了，刚才那动静是这小子搞出来的。冯傲的瞳孔骤然一缩，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那一拳的威力他看得清清楚楚，绝对已经达到了玄阶武技的层次。怎么可能？这家伙不是才刚筑基吗？怎么可能掌握如此强大的武技？而且他什么时候学的？难道是刚刚在金丹洞府里得到的？可就算是这样，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修炼成功啊！这不可能。冯傲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受到了冲击，看向秦风的眼神除了嫉妒之外，又多了一层深深的忌惮。而另一边，盘坐在巨石上的武林也猛地睁开了双眼。他回过头，凤目死死地盯着秦风，绝美的俏脸上同样是掩饰不住的震惊。作为东域天骄，他的眼界远非冯傲等人，可比他一眼就认出秦风刚才施展的正是那本霸体碎星拳。从得到功法到现在才过去多久？1个时辰，还是2个时辰？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将一门玄阶下品武技修炼入门，并且能发挥出如此威力，这是什么见鬼的悟性？就算是他自己被称为千年不遇的天才，当初修炼第一门玄阶武技时，也在师傅的亲自指导下，足足花了好几天才勉强入门。可这家伙武林感觉自己的骄傲被人狠狠地踩在了地上，碾得粉碎。这个登徒子，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由于心神太过震惊，他身上的气息出现了一瞬间的紊乱，一丝灵力波动不受控制地泄露了出去。谁？秦风耳朵一动，猛地转过头，凌厉的目光瞬间锁定了武林的方向。当看清是武林后，他那凌厉的眼神才缓和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玩味的笑容。哟，这不是赤练仙子吗？秦风一边拍了拍手上的灰尘，一边慢悠悠地朝他走了过去。仙子，大半夜的不睡觉，躲在暗处偷看我一个大男人练拳，这不太好吧？他凑到武林面前，压低了声音，脸上挂着那种让他恨得牙痒痒的笑容。难道
仙子，你对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还是说，你对昨天那本阴阳双修大法比较感兴趣，想找我探讨探讨？你，武林的脸腾的一下，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那双漂亮的凤目瞬间被羞愤和怒火填满。他猛地站起身，因为起得太急，身体一个踉跄，差点从巨石上摔下来。登徒子，你给我闭嘴！他咬牙切齿地低吼道，声音都在发颤。我才没有偷看你，我只是在警戒。这话说的他自己都没有底气。哦，是吗？秦风挑了挑眉，脸上的笑容愈发欠揍。那你脸红什么？我那是被你气的。武林感觉自己快要疯了，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之人。跟他多待一秒，他都感觉自己的道心要不稳了。懒得理你。他狠狠地瞪了秦风一眼，丢下一句狠话，然后像是逃命一般，化作一道红色的流光，头也不回地飞走了。看着他那落荒而逃的背影，秦风心情大好，忍不住吹了声口哨，调戏这位高冷的天之娇女，可比修炼有意思多了。剩下的几天路程，武林再也没有跟秦风说过一句话，他总是飞在队伍的最前面，离秦风远远的，仿佛他是什么瘟神一样。而冯傲等人在见识过秦风那一拳的威力后，也老实了不少，虽然眼神依旧不善，但至少不敢再明目张胆的挑衅了。终于在几天后，一行人飞出了广袤的飞魔兽山脉，站在山脉的边缘，回望那片连绵不绝的苍翠山峦，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好了，就在这里分别吧。秦风伸了个懒腰，率先开口。他看向武林，脸上带着依依不舍的表情。仙子，此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想你的，尤其是想念你，你给我滚！武林不等他说完，就厉声喝道，一张俏脸气得通红。他现在听到秦风的声音就头疼。旁边的冯傲、周凯、孙越几人则是露出了狂喜的表情。太好了，这个瘟神终于要走了，他们恨不得当场放鞭炮庆祝。仙子保重，后会有期。秦风冲着武林挤了挤眼睛，然后不再停留，身形化作一道剑光，朝着清河方士的方向疾驰而去。武林站在原地，看着那道逐渐远去的流光，眼神复杂无比。理智告诉他，他应该感到高兴，终于摆脱了这个让他颜面尽失的无耻之徒。可不知道为什么，心底深处却悄然升起一抹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失落。师姐，我们走吧。冯傲的声音在一旁响起，语气中充满了雀跃。武林回过神来，恢复了那副冰冷的表情，淡淡的点了点头。走。一行人再次启程，朝着华云宗的方向飞去。而另一边，秦风正全速向着清河方士飞去。算算时间，自己已经离开洞府2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家里那温婉动人的师娘，那刁蛮娇俏的师妹，还有那英气飒爽的青灵，现在怎么样了？想到他们，秦风的心头不禁升起一团火热。比起外面这些打打杀杀，还是自家的洞府更让他感到舒坦，尤其是那张宽大的石床。想到这里，秦风飞行的速度又快了几分。全速飞行之下，清河方士那熟悉的轮廓很快便出现在秦风的视野尽头。回来了。看着那座建立在山谷中的方士，秦风嘴角微微翘起。比起外面那些打打杀杀，还是自家的洞府更让他感到舒坦，尤其是那张宽大的石床。想到这里，秦风飞行的速度又快了几分。流光划破天际，径直落在了洞府门前。几乎在他落地的瞬间，那扇沉重的石门便轰然打开。2道绝美的身影一愣看到秦风的瞬间，带着满脸的惊喜与思念，从门内冲了出来。秦风，公子。萧婉与白青灵一左一右，不分先后地扑进了他的怀里，温香软玉，满怀。萧婉紧紧地抱着他，将脸埋在他的胸膛，2个多月的担惊受怕，在这一刻尽数化作了安心的哽咽。白青灵则只是抓着他的衣角，仰着那张英气的小脸，眼眶红红地看着他，千言万语都汇聚在了那双清澈的眸子里。秦风左手搂着师娘丰腴柔软的腰肢，右手拍了拍白青灵的后背，心中一阵畅快。这才是生活啊！师兄，你回来了。一道同样充满惊喜的少女声音从门内传来。李沐月也跑了出来，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2个月不见，她似乎又长高了些，少女的青涩中透出几分动人的灵气。她本来也想跟娘亲和白青灵一样，扑上去给师兄一个大大的拥抱。可当她看到娘亲和白青灵那副恨不得把自己揉进师兄身体里的亲昵模样时，脚步却猛地顿住了。她脸上的笑容也一点点僵硬。这2个人居然当着自己的面就敢这样。以前他们好歹还会在自己面前演一下，现在是连演都懒得演了吗？李沐月的小嘴不自觉地嘟了起来，心里像是打翻了醋坛子，酸溜溜的，又气鼓鼓的。秦风自然也看到了他那点小情绪，只是淡淡一笑，抱着怀里的2个美人，然后摸了摸李沐月的脑袋，大步走进了洞府。行了，我回来了，都别哭了。
给我准备晚饭，饿死了。晚饭丰盛的不像话，各种灵兽肉、灵骨被萧婉和白青灵用尽心思做成了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饭桌上，萧婉不停地给秦风夹菜，那温柔似水的眼神仿佛要将他融化。白青灵则在一旁为他斟酒，动作虽然还有些慢吞吞的，但那份专注和认真却让人心头火热。只有李沐月坐在对面，一个劲儿地扒拉着碗里的饭，小脸绷得紧紧的。师兄，你这次出去历练都遇到什么事了？有没有遇到很厉害的妖兽？他终于还是忍不住抬起头，满眼好奇地问道。他想多跟师兄说说话，想听听他外面的故事。秦风放下碗筷，看了他一眼，然后从储物袋里摸出一个小袋子，轻轻放在了他手里。师妹啊，这里面是几百块下品灵石，你看你的修为怎么都快被师娘和青灵追上，别耽误了，吃完饭就赶紧回房修炼，争取早日突破。说完还拍了拍李沐月的脑袋。李沐月看着面前的灵石袋子愣住了，他似乎瞬间就明白了秦风的意思，这是再赶自己走。他难道想跟娘亲和白青灵？一股巨大的委屈和醋意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知道了，他猛地站起身，抓起那袋灵石，重重地哼了一声，转身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砰！石门被用力关上，发出的巨响在洞府中回荡。饭厅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萧婉有些担忧地看了一眼李沐月的房间方向，又看了看秦风，欲言又止。秦风却压根没当回事，小丫头片子，闹点脾气而已。随着李沐月的离开，他彻底放开了。他伸出双臂，一把将还坐在椅子上的萧婉和白青灵给同时搂进了怀里，一手一个。啊！两女都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惊呼。走，回房。秦风咧嘴一笑，那笑容充满了侵略性。师娘，青灵，我这次出去可是有大收获哦。说着，他直接将两女拦腰抱起，在一阵惊呼声中，大步走向自己的石室。萧婉被他这粗暴的动作搞得又羞又急，一张美艳的脸庞红得快要滴血。他颇具风情地白了秦风一眼，那眼神里却带着几分期待。白青灵则是真的吓到了，双手下意识地抱紧了自己胸前的那柄长剑，小脸涨得通红，用一种小女儿姿态的嗔怒瞪着秦风。这个家伙怎么这么猴急？他的小拳头毫无力道地在秦风的胸口捶打了一下。砰！秦风一脚踹开自己的石室门，抱着两女走了进去。熟悉的房间，熟悉的陈设，还有那张宽大无比的石床，一种久违的感觉瞬间涌上了三人的心头。秦风将两女轻轻放在地上，然后从储物袋里拿出了一枚古朴的玉简。看看这个。他将玉简递了过去。萧婉和白青灵好奇地接过，将神识探入其中。下一刻，两女的俏脸腾地一下全都红透了。阴阳双修大法，这功法也太……秦风看着他们那羞涩的模样，心情大好。他走到萧婉身后，伸手将她那如云般的秀发轻轻挽起，露出那白皙优美的脖颈。他凑到她的耳边低声说道：师娘，你还是那么风情迷人啊。温热的气息吹在耳垂上，让萧婉的身体不受控制地软了下来。秦风又看向一旁呆立着的白青灵，坏笑着说道：你们俩现在就学习这阴阳双修大法，等会儿可是要派上大用处的。他顿了顿，目光落在了白青灵紧紧抱在怀里的长剑上。还有青灵。白青灵茫然地抬起头。等下，你要一直抱着这把剑，可以吗？啊！白青灵彻底懵了，大大的眼睛里写满了问号。抱着剑？做什么事要一直抱着剑？他虽然搞不懂秦风的特殊喜好，但看着他那不容置疑的眼神，还是傻傻的点了点头。哦，好，只要是公子喜欢的，他就愿意。看到他这副乖巧听话的模样，秦风满意的大笑起来。他一把将还在研究功法的萧婉和抱着剑发呆的白青灵同时抱起，走向那张冰冷而宽大的石床。憋了2个多月，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石室内烛火摇曳，古朴的玉简浮空，散发着淡淡的微光。两女正在努力理解着那玄奥无比的阴阳双修大法，秦风则坐在他们身后双掌，美其名曰引导灵力，帮助理解。一手灵台，气沉丹田，感受功法路线的运转。他口中一本正经地念着法诀，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温热的掌心像是带着某种魔力，时而向下。玉简里的内容本就让他面红耳赤，心乱如麻，身后这个坏家伙的动作更是让他羞得快要晕过去。他死死咬着嘴唇，才没让自己发出那种声音。谢不是，但当他按照功法所述，感受到秦风体内传来的灵力时，他那双清澈的眸子里瞬间就只剩下了对力量的渴望。他甚至开始主动调整自己的呼吸，配合着秦风的节奏，贪婪地吸收着那股灵力。很好。嘴角的笑意愈发浓郁，他很满意。尤其是白青灵热爱修炼的人，简直就是最完美的双修道侣。
功法已经记下了吧？秦风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差不多了，记下了，带着几分迫不及待。好，那现在就开始真正的修炼吧。秦风话音刚落，不由分说地走向了那张宽大的石床。功法真正开始运转的瞬间，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灵力风暴在石室中轰然爆发。秦风体内的筑基期灵力，而两女的灵力也反馈给秦风，他的经脉与丹田，一个玄妙的循环瞬间形成。轰！困扰了萧婉数月的炼气4层瓶颈，在这股霸道无比的灵力冲刷下，直接突破炼气5层。澎湃的力量感充斥着4肢百骸，这种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强烈100倍。他惊愕地睁开美眸，感受着体内飞速增长的修为，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这修炼速度太可怕了，比之前要快上10倍不止。而白青灵，他本就即将突破炼气5层，此刻在阴阳双修大法的加持下，便被一冲而破。磅礴的灵力继续在他体内奔腾，疯狂地改造着他的经脉，提升着他的修为。那修为增长的速度快到让他头皮发麻。白青灵再也控制不住内心激动，他那张一向清冷阴气的小脸，此刻因为极致的兴奋而涨得通红，双眼之中燃烧着一种近乎病态的狂热火焰。力量，是力量在增长，这种感觉太美妙了。他开始忘我地，甚至可以说是疯狂地运转功法，想要更多更多。秦风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个表情，就像一个疯魔的痴女，带着一种病态的狂躁。但这非但没有让他觉得害怕，反而让他体内热血沸腾。征服这样的女人，远比征服一个温顺的小猫要来得更有成就感。哈哈哈哈！秦风发出一阵畅快的大笑，体内的灵力运转得更快更猛，直到天色微亮，石室内的风暴才渐渐平息。宽大的石床上一片浪剑，他们的修为在今天晚上都突破到了炼气5层。这种坐火箭般的提升速度，让他们至今都感觉如在做梦。他走上前，在那2张俏脸上分别亲了一口。好好休息一下。说完，他便走出了石室。又过了1炷香的时间，萧婉和白青灵勉强恢复了些许。他们做贼一般的打开石室的门，探出头左右看了看，确认没人后，才红着脸偷偷地溜了出去。而在庭院一角的假山阴影里，一道身影正死死地盯着他们。他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娘亲和白青灵是如何狼狈不堪地从师兄的房间里逃出来的，看着他们那副模样，李沐月的小脸气得通红，银牙都快咬碎了。这2个人太过分了。他的小拳头捏得紧紧的，狠狠地在地上跺了2脚。哼！发泄完心中的怒火，他才转身在庭院的空地上开始了一天的晨练。厨房里气氛有些微妙，萧婉和白青灵都在低着头默默地忙活着手里的活计，一个淘米，一个洗菜。2人都有些害羞，都不太敢看对方的眼睛。昨晚的经历太过疯狂，终于还是萧婉先打破了沉默。他看着白青灵那依旧红扑扑的脸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一笑仿佛化解了所有的尴尬。白青灵也抬起头，看到萧婉眼中的促狭，小脸更红了，但嘴角也忍不住微微翘起。2人相视一笑。青灵妹妹，萧婉温婉柔声的口道，我们快点做早饭吧，别让小风等急了。白青灵轻轻的点头答应。进小黑屋了，大改了，将就看吧。翌日清晨，洞府内的饭厅里，气氛温馨中又带着几分古怪。秦风坐在主位上，慢条斯理地喝着灵米粥。他的左手边，萧婉正温柔地为他夹着菜，眉眼间满是藏不住的春意，整个人容光焕发，比之前更添了几分醉人的妩媚。右手边的白青灵则低着头，小口小口地吃着饭，耳根子还是红的，但偶尔抬眼看向秦风时，那清冷的眸子里却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依赖与狂热。只有坐在对面的李沐月，小脸绷得紧紧的，拿着筷子在碗里使劲地戳着，发出嘟嘟嘟的声响，活像跟碗里的灵米有不共戴天之仇。一顿饭吃出了3种心情。秦风对李沐月的小脾气视而不见，反而冲着萧婉和白青灵笑了笑。不错，都到炼气5层了，看来昨晚的修炼效果很好。噗！萧婉刚喝进嘴里的一口粥差点喷出来，俏脸瞬间涨得通红，又羞又气地瞪了秦风一眼。这个坏蛋，当着女儿的面，他说的是什么话？白青灵更是把头埋得更低了，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只有李沐月听到这话，戳碗的动作猛地一停。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娘亲和白青灵。炼气5层，他们俩都突破了，就一个晚上。凭什么？凭什么他们跟师兄修炼一晚上，就能抵得上自己辛辛苦苦好几个月？一股巨大的委屈和不甘涌上心头，李沐月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我吃饱了。他啪的一下把筷子拍在桌子上，气冲冲地跑回了自己的石室，
重重地关上了门。这孩子，萧婉无奈地叹了口气，眼神里带着几分担忧。秦风却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别管他，小孩子闹脾气而已，饿了自己会出来找吃的。他看向萧婉，换了个话题，我不在的这2个月，方氏里还安稳吧？听到秦风问起正事，萧婉的神情也严肃了起来。还算安稳，长宁街的那些商户都很老实，每月的份子钱都按时交了过来，一分都不少。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对了，新来的那位方主，前段时间来找过你，我说你出去历练了，他让我给你带个话，等你回来之后去方主大殿见他一面。新方主？秦风的眉毛挑了一下，看来华云宗的动作还挺快。吴刚父子才死了多久，新的掌控者就已经到位了。好，我知道了。秦风点点头，将碗里最后一口粥喝完。我吃完了，这就去会会他。他站起身，萧婉和白青灵也连忙跟着站了起来，一左一右的帮他整理着衣袍，动作自然无比，像是已经做过千百遍。秦风很享受这种感觉，在两女的俏脸上各亲了一口，才在他们羞涩的目光中大步走出了洞府。清河方氏长宁街，时隔2月，秦风再次走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感受却已截然不同。街道两旁的商户掌柜，只要是看到他的，无不远远的就停下手里的活计，满脸堆笑的躬身行礼。秦爷，您回来了。秦爷早，您这次历练辛苦了。秦爷，小店新到了一批上好的苓茶，您赏脸进去喝一杯。一声声恭敬的秦爷不绝于耳。秦风目不斜视，对这些人的奉承只是偶尔微不可察的点点头，便算是回应。他能感觉到这些人看向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吴刚父子死得不明不白，整个方氏都在传言是惹上了一个杀神。虽然没人知道那个杀神是谁，但秦风这个在吴刚死后依旧能稳稳掌控长宁街30%收益的人，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众人眼中最不能招惹的存在。没人是傻子，能从吃人不吐骨头的吴刚嘴里抢下时，这等人物岂是他们这些小商户能得罪的？秦风一路畅通无阻地穿过长宁街，很快就来到了方氏中央那座气派的方主大殿前。他刚一靠近，门口的守卫就注意到了他，其中一个机灵的立刻就小跑着进去通报了。秦风也不急，就这么双手负后站在大殿门口静静地等着。不到片刻功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殿内传来，紧接着一个圆滚滚的身影就从大门里滚了出来。那是个看起来约莫40来岁的中年胖子，身穿一身华贵的锦袍，脸上挂着和气生财的笑容，跑起来脸上的肥肉一颤一颤的。哎呀呀，这位想必就是秦风秦道友吧？久仰大本名，久仰大本名啊！胖子一溜小跑来到秦风面前，不等秦风开口，就主动伸出双手，热情地握住了秦风的手。秦风被他这自来熟的热情搞得愣了一下。他本以为新来的方主怎么也得是个威严十足的角色，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个笑面佛在下里天豪，是华云宗新派来的清河方方主，幸会幸会。胖子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道：我来之前，武林仙子还特意嘱咐过我，说秦道友是他的朋友，让我在清河方多多关照你呢。武林？秦风又是一愣，那个暴力妞居然这么惦记着自己。秦风的心头瞬间涌起一股暖流。武林这人能处，虽然脾气暴了点，动不动就打人耳光，但心是好的啊。下次见面一定要好好感谢他才行。秦风心里想着，脸上却不动声色，只是淡淡的抽回了手。李方主客气了。哎，不客气，不客气。吴天豪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秦风，嘴里啧啧称奇。秦道友年纪轻轻便已有这般修为，这等天赋当真是羡煞旁人啊！难怪能得武林仙子的青睐，年少有为，年少有为啊！一顶接一顶的高帽子就这么戴了过来。秦风听着这些恭维，心里没什么波澜，只是觉得这胖子有点意思。走走走，秦道友，相请不如偶遇，今日你我初见，定要好好喝一杯。吴天豪不由分说的拉着秦风的胳膊，就往方市里最豪华的酒楼走去。今天我做东，咱们不醉不归。清风楼，清河方市最好的酒楼，消费高得吓人。此刻最顶层的包厢内，吴天豪正热情地为秦风倒着酒，一桌子的山珍海味，全是蕴含着灵气的珍稀食材。包厢中央，一群身穿薄纱的貌美女子正在翩翩起舞。这些女子个个都有练气境的修为，身段婀娜，舞姿曼妙，一颦一笑都带着勾人的风情，琴声悠扬，舞姿动人，美酒佳肴，好不快活。秦风端着酒杯，看着眼前的歌舞升平，嘴角勾起一抹笑容。这些女子的姿色倒也算得上是百里挑一了，当然跟自家的师娘和青灵比起来，那还是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不过欣赏她们跳舞，倒也别有一番滋味。他抿了一口灵酒，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滑下，化作一股暖流，在腹中散开。这日子真舒坦啊，
比在魔兽山脉好了无数倍。不过还是挺想念武林这暴力妞呢。秦风摸了摸脸想到，1年后洞府之内，岁月静好，时间是最好的催化剂，足以改变很多事情。曾经初次修时的修愤早已被日复一日的力量增长冲刷得一干二净。如今他们不一样了，这功法的霸道之处在这1年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秦风的筑基7灵力对他们来说是世间最上等的灵丹妙药，每日的修炼反而成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有时为了争夺修炼的先后顺序，温婉的师娘和清冷的侍女之间还会生出几分女儿家的小小醋意。更多的时候，她们则是姐妹同心主仆之别，早已模糊温婉美妇与英气侍女在一次次中结下了一种外人无法理解情谊。这一日清晨，饭厅里的气氛一如既往的温馨，又一如既往的古怪。秦风稳坐主位，姿态闲适，他的修为在这1年的疯狂修炼中已经成功突破了瓶颈，稳稳地踏入了筑基中期。如此骇人的修炼速度，萧婉与白青灵也双双突破到了炼气7层，正式迈入了炼气后期的门槛。力量的增长让他们的气质发生了些许变化。只有李沐月，他这1年也突破到了炼气6层，可跟做火箭式的娘亲和侍女比起来，简直慢如龟爬。即将年满18岁的少女，身子已经彻底长开，出落得亭亭玉立，灵气动人。早晨院子里，秦风正在指导3女练习武技功法，李沐月那张俏丽的脸蛋上此刻却还是紧绷着。李沐月盯着对面的萧婉和白青灵，眼神里的意味不言而喻。那赤裸裸的鄙夷扎在萧婉和白青灵的心头，让他们的手都有些不自在，俏脸微微发烫。可秦风放下碗筷，像是没有察觉到这诡异的气氛。他伸出手，很自然地在李沐月的脑袋上拍了拍，动作充满了长辈对晚辈的随意。就是这个动作彻底点燃了李沐月积压了1年多的怒火。啪！他猛地将筷子拍在桌子上，豁然起身，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师兄，他的声音尖锐，带着哭腔和无尽的委屈。你就只会把我当成小孩子？吼完这一句，李沐月再也忍不住，转身就跑，泪水夺眶而出。砰！石室的门被重重关上，隔绝了一切。这孩子，萧婉担忧地看着那扇紧闭的石门，悠悠叹气。秦风却只是收回手，眼神里闪过一抹深意。当初那个骄横无脑的小丫头，如今也是个大姑娘了啊，这日子过得真是舒坦。唯一的烦恼似乎就是这个不省心的师妹。秦风摇了摇头，懒得再去想。方主李天豪这1年来倒是热情不减，隔3差5就请他去清风楼喝酒听曲，送钱送物，殷勤的不行。秦风也乐得享受，只是他心里始终有一点小小的疑惑。吴刚那个筑基后期的执事大舅哥怎么这么沉得住气？这都1年了，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么胆小？半年前，远在千里之外的华云宗，一座气势恢宏的执事大殿内，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王华身穿一袭华云宗执事长袍，面色阴沉的坐在主位上。他正是吴刚的大舅哥，一位货真价实的筑基后期大修士。在他的面前，一名心腹正跪在地上。查清楚了。王华的声音冰冷，不带任何感情。回禀执事大人。那外门弟子战战兢兢地开口。根据清河方传回的所有情报，吴刚方主父子之死，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一个名叫秦风的散修。此人就在吴刚死后，便立刻掌控了长宁街的所有利益。新任的李天豪方主也对他礼遇有加，不敢有丝毫怠慢。一个散修，王华的眼中杀机暴涌，恐怖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大殿。跪着的那名弟子当场就喷出了一口鲜血，脸色惨白如纸。好一个散修！王华怒极反笑，敢杀我王华的妹夫和外甥，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我不管他是什么来头，我要他死！感受到那股几乎要将自己碾碎的杀意，那名弟子强忍着恐惧，用尽全身力气喊道：执事大人息怒，此人动不得啊，动不得！王华的笑容愈发狰狞。这小小的清河方氏，还有我王华动不得的人。因为李天豪方主在密信中提及，这个秦风是赤练仙子武林大人的朋友。什么？武林2个字像是一盆冰水，从王华的头顶瞬间浇下。他脸上的狰狞笑容僵住了，眼中的滔天杀意也在顷刻间消散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震惊。赤练仙子武灵，东域天骄榜上排名第13，宗门内最耀眼的天才之一，未来板上钉钉的金丹真人，更是出了名的脾气火爆，护短护道不讲道理的疯女人。他王华虽然是筑基后期，在外面威风八面，但在武林这种真正的宗门天骄面前，屁都不是。为了一个不成器的废物妹夫，去得罪一尊未来的金丹杀神，
他脑子被门夹了才会这么干。大殿内的气氛瞬间从冰点变成了极度的尴尬。王华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像是开了染房。许久，他才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罢了，罢了。他挥了挥手，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憋屈与不甘。一个妹夫而已，死就死了吧。清河坊的那些利益，就当是孝敬给武陵仙子的。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准再提。是。那弟子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退出了大殿。夜晚，秦风在石室中盘膝而坐，正在修炼。突然，石门被轻轻推开，萧婉和白青灵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只是今晚，他们的装扮却格外不同。两女并肩立，帆儿。萧婉的声音带着几分娇羞，双手交叉放在身前。今日我和青灵去方室，发现了一种新奇的东西，听说是从南域那边传过来的新玩意儿。我们想……他的话没有说完，俏脸已经红得像熟透的苹果。白青灵也低着脑袋，声音细如蚊蝇。我们想试试，看看公子喜不喜欢。秦风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两女，心头涌起一股强烈的视觉冲击。前世身为现代人的他，自然知道为何物，但在这个修仙世界，居然也能见到如此装扮，着实让他大开眼界。你们。秦风的声音有些沙哑，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了。萧婉见他这模样，心中暗喜，鼓起勇气向前走了几步。公子，您觉得如何？萧婉停在秦风面前，轻咬着下唇。秦风感觉自己的心跳都要停止了，他猛地站起身，今晚我要萧婉和白青灵都被他的反应逗得捂嘴轻笑了，紧张的情绪一扫而空。萧婉娇躯轻颤，被他的动作撩拨的心神。小风喜欢就好。他的声音带着颤音，显然已经进入了状态。公子开始吧。他的声音带着渴望，对力量的渴求让他忘记了羞耻。秦风哈哈一笑，开始运转阴阳双修大法。随着功法的运转，恐怖的灵力风暴再次在石室内爆发。原本完美的云袜，在激烈的修炼中变得而在石门外，一道身影正靠在门边，偷偷地听着里面的动静。李沐月贴着冰冷的石门，小脸通红，从门缝中传来的声音让他的心跳如肋骨般剧烈。师兄，他咬着嘴唇，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羡慕、嫉妒、渴望、委屈交织在一起，让他的心情五味杂陈。为什么娘亲和青灵可以和师兄那么亲密？为什么自己只能站在门外？他也想要师兄的关心，他也想要那种能够让修为飞速提升的修炼方法。可是师兄总是说他还小，总是把他当成小孩子看待。他哪里小了？他已经快18岁了，身材该有的都有了，容貌也不输给任何人。为什么师兄就是不肯正眼看他一眼？想到这里，李沐月的眼中涌出了泪水，委屈、不甘、愤怒，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滑落。石室内的声音还在继续，李沐月听得心如刀割，却又舍不得离开。这种矛盾的心情让他痛苦不已。而在石室内，秦风的神识早就察觉到了外面的李沐月，他一边在心中无奈地摇头，这个小丫头又在门外偷听了。从半年前开始，他就经常这样，有时自己和萧婉、白青灵修炼时，他都会偷偷摸摸地跑到门外，一开始还会很快离开，现在却是越来越大胆了。秦风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18岁的少女正是春心萌动的年纪，再加上他天天看着自己的娘亲和青灵在自己身边撒娇卖萌，心中有想法也是正常的。可是秦风在心中叹了口气，还是再等等吧，至少也要等他真正成年了再说。现在的他虽然身体已经发育成熟，但心智还是太过稚嫩，还是再等一段时间，等他成年了再说，反正也不差这几个月。想到这里，秦风加快了修炼的节奏。门外的李沐月听得心神俱醉，小脸红的仿佛要滴出血来，他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胳膊，蹲在地上可怜兮兮的。不知道过了多久，石室内终于渐渐平息，他擦了擦脸上的泪痕，悠悠地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开了石门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后，他靠在门板上，无力地滑坐到地上。师兄，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把我当成女人看待？他喃喃自语，声音里满是无尽的委屈和渴望。而在石室内，秦风正搂着香汗淋漓的萧婉和白青灵，心中却在思考着李沐月的问题。不过现在还不急，再等等，等他真正成年了，再好好他也不迟。想到这里，秦风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成绩很差，今日一更，调整一下自己心态吧。又进小黑屋了，改，又大改了，将就看吧。改了一上午了，还是不过，哎，原本平静的日子被一则从东域腹地传来的惊天消息彻底打破。东域2大巨头华云宗与青剑门
开战了。这消息像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在清河方氏掀起了滔天巨浪。最初只是方氏里的修士们在酒楼茶馆里低声议论，听说了吗？华云宗和清剑门在黑风山脉那边为了一个大型灵石矿打起来了。何止是打起来，据说已经死了好几个筑基执事了，血流成河啊！我的天，这可是千年未有的大事。咱们清河方是华云宗的地盘，离清剑门又不远，这战火不会烧到咱们这儿来吧？恐慌如瘟一般迅速蔓延，方氏里原本热闹的街道肉眼可见的萧条下来，商铺早早关了门，行人们也个个行色匆匆，脸上写满了忧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秦风坐在清风楼的雅间里，听着胖方主李天豪唾沫横飞地讲述着前线的战况，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面。秦老弟，你是不知道啊，这次是真完大了。李天豪一张胖脸愁得跟苦瓜似的。清剑门的一个长老金丹真人啊，据说被咱们华云宗的太上长老一剑给劈了，现在清剑门上下都疯了，叫嚣着要血债血偿，这东域怕是要彻底乱了。秦风眉头微皱，金丹真人都死了，看来这次的冲突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他如今筑基中期的修为，在清河方氏这种小地方确实可以横着走，但放到两大宗门这种级别的绞肉机里，恐怕连一朵浪花都翻不起来，就是一个稍微大点的蝼蚁罢了。跟李天豪告辞后，秦风回到了洞府，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萧婉、白青灵和李沐月。洞府里温馨的气氛瞬间凝固。什么？打仗了？萧婉的俏脸瞬间失去了血色，美眸中满是惊恐和担忧。他下意识地抓住了秦风的胳膊，声音都在发颤。风儿，那我们怎么办？要不我们离开清河方氏吧，去一个很远很远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他现在只想安稳度日，不想再卷入任何纷争。娘，我们能去哪？李沐月却激动地反驳道。少女的脸上满是倔强和不安。整个东域都乱了，哪里还有安稳的地方？这里是我们的家，离开了这里，我们又能去哪里？说不定外面的情况比这里还要糟糕。他的话虽然带着几分孩子气，却也并非全无道理。白青灵则是一言不发，他只是静静地站在秦风身后，那双清冷的眸子一如既往地只看着他一人。对他而言，去哪里都无所谓，只要能跟在秦风身边，哪怕是刀山火海，他也心甘情愿。洞府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秦风感受着胳膊上萧婉传来的颤抖，又看了一眼满脸倔强的李沐月，最后目光落在了白青灵身上。他心中叹了口气，走，谈何容易。他在这里经营了这么多年，长宁街的利益与李天豪建立的关系都是他一步步打下的基础，现在一走了之等于前功尽弃。更何况李沐月说的也对，乱世之中焉有完卵，逃到别的地方谁又能保证绝对安全？与其像个丧家之犬一样四处流窜，不如留在这里静观其变。以他筑基中期的实力，只要金丹真人不出，自保还是绰绰有余的。好了，都别慌。秦风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镇定。他拍了拍萧婉的手背，安抚道：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就在清河方氏待着，哪也别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我在，出不了事。他的话像是一颗定心丸，让三女慌乱的心瞬间安定了下来。是啊，有他在，这个男人早已成了他们的天，他们的依靠。日子就在这种压抑而诡异的氛围中又过了几天。两宗的冲突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华云宗已经开始大规模征调附属家族和散修，开赴前线。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这一天，清河方氏的天空被一股毫不掩饰的滔天杀意彻底撕裂。一道血色的盾光如流星般坠落在方氏中央的广场上，光芒散去，露出一名身穿青色长袍的青年。青年面容俊朗，但此刻却发丝凌乱，双目赤红如血，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疯狂与暴力。筑基后期的恐怖威压如山崩海啸般席卷了整个方氏，修为低下的修士当场就被压得跪倒在地，口喷鲜血。整个方氏瞬间死寂，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广场中央那个如同魔神般的青年。我名凌霄，清剑门真传弟子。青年的声音嘶哑而怨毒，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充满了无尽的恨意。我师父清剑门陈玄长老待我如亲子，却惨死在你们华云宗这群卑鄙小人的手里。今日我便要屠尽这个方氏，用你们所有人的鲜血来祭奠我师父的在天之灵。给我死来！话音未落，凌霄猛地抬手一挥，一道凌厉无比的青色剑气瞬间斩向了旁边一个吓傻了的商铺老板。不，老板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整个人便被剑气瞬间劈成了两半。
鲜血和内脏洒了一地。啊！尖叫声、哭喊声瞬间响彻了整个方室，人群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惊恐地四散奔逃，场面一片混乱。跑！尽管跑！凌霄看着这混乱的景象，发出了癫狂的笑声，一时间血肉横飞，惨叫连连。秦风本来在洞府里修炼，神识却察觉到了方士的异动，出来一看，便见到了清剑门弟子发狂的一幕。凌霄的狂笑声戛然而止，血红的眸子死死地盯住了秦风。当他感受到秦风身上那筑基中期的气息时，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的癫狂之色更甚。好，好，好！他连说3个好字，声音里的杀意几乎凝为实质。没想到在这种穷乡僻壤，居然还藏着你这么一个华云宗的天才。筑基中期，如此年轻，看来你在华云宗的地位不低啊！杀了你，用你这种天才的头颅去祭奠我师父，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凌霄将所有的仇恨都转移到了秦风身上，在他看来，秦风就是华云宗的天才弟子，毁掉这样的天才，远比屠杀一群凡人蝼蚁更能让华云宗感到痛心。秦风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彻底被仇恨冲昏了头脑的疯子，他懒得再跟这种人废话。话音落下的瞬间，秦风动了，没有华丽的法术，没有璀璨的剑光，他只是简简单单的向前踏出一步，然后一拳轰出，霸体碎星拳。嗡！空气发出一声沉闷的悲鸣。秦风的拳头之上，金色的灵力瞬间凝聚，化作一个肉眼可见的恐怖拳罡。那拳罡之上，仿佛有星辰在幻灭，散发着一股霸道绝伦，要将天地都打穿的恐怖气息。什么？凌霄脸上的狂笑瞬间凝固，瞳孔骤然收缩。他从那一拳中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死亡危机。他想躲，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被那股霸道的气机牢牢锁定，根本动弹不得。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金色的拳头在自己的瞳孔中越放越大。不！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遍了整个清河方室，恐怖的金色拳罡结结实实地轰在了凌霄的胸口。他身上的护体灵光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破碎，整个人像是一颗被高速射出的炮弹，倒飞了出去。噗！人在半空，凌霄便喷出了一大口夹杂着内脏碎片的鲜血，他重重地砸在100米之外的一座石楼上，直接将那栋3层高的建筑撞得轰然倒塌，烟尘弥漫，碎石飞溅，整个广场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秦风，仿佛在看一个怪物。这就是他们平时那个温和有礼、待人和善的秦爷一拳，仅仅一拳就将那个魔神般的清剑门真传弟子打得生死不知，这霸道绝伦的实力简直骇人听闻。废墟之中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凌霄挣扎着从碎石堆里爬了出来，他此刻的模样凄惨到了极点，胸口一个恐怖的拳印深深地凹陷了下去，骨头不知道断了多少根，浑身浴血，气息萎靡，但他却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般，只是死死地盯着秦风，那双血红的眼睛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喂，为什么？他沙哑地开口，声音里带着无尽的困惑与不甘。你明明只是筑基中期，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你究竟是谁？秦风负手而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眼神冰冷的像是在看一个死人。我是谁？你没资格知道。说完，秦风再次抬起了拳头。不，我不能死。看到秦风的动作，凌霄的眼中闪过一抹极致的疯狂与决绝。我还没为师父报仇，我怎么能死在这里？他仰天发出一声凄厉的咆哮。染血秘术！轰！一股比之前更加狂暴的气息从他体内轰然爆发，他的皮肤瞬间变得赤红，一根根青筋如同囚笼般爆起，浑身上下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他的气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飙升。筑基后期，筑基巅峰，这是清剑门的禁术，以燃烧全身精血为代价，在短时间内换取无与伦比的力量，但代价就是事后必死无疑。感受到了吗？这就是力量。凌霄感受着体内澎湃汹涌的力量，再次发出了癫狂的笑声。华云宗的天才，能把我逼到这一步，你足以自傲了。现在给我一起下地狱，去给我师父陪葬吧。青莲剑，他并指如剑，朝着秦风遥遥一指。刹那间，天地变色，无数青色的剑气在他周身凭空浮现，凝聚成一朵朵妖异的青色莲花，每一朵莲花都散发着足以轻易撕裂筑基后期修士的恐怖剑意。咻咻咻！下一秒，成千上万朵青莲剑气
铺天盖地，如同狂风暴雨般朝着秦风席卷而去。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秦风的眼神十分凝重。来得好！秦风不退反进，再次一拳轰出，霸体碎星拳。金色的拳罡比之前更加凝实，更加璀璨，如同一轮煌煌大日，迎着那漫天的青莲剑雨悍然撞了上去。轰轰轰，恐怖的爆炸声不绝于耳。金色与青色的能量在广场中央疯狂地对撞湮灭，狂暴的能量冲击波向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周围的建筑如同被风吹过的沙堡，成片成片地倒塌，整个清河方市都在剧烈的颤抖。秦风与凌霄的身影在能量风暴的中心，快得只剩下两道残影拳与剑的碰撞，发出金铁交鸣的铿锵之声。凌霄彻底疯了，他放弃了所有防御，只是一味的进攻，进攻再进攻，每一剑都燃烧着他的生命，都蕴含着他所有的仇恨。秦风应对的也有些吃力，对方毕竟是燃烧了生命换来的力量，一时间他竟被压制得节节后退。噗！一个不慎，秦风的肩膀被一道凌厉的剑气划过，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瞬间出现，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袍。剧烈的疼痛让秦风的眉头狠狠一皱，他受伤了。他看着对面那个状若疯魔的凌霄，眼神里杀机暴涌。下一秒，秦风的身影突然在原地消失。什么？凌霄一剑落空，心中警兆大声。他刚想用神识锁定秦风的位置，一股致命的危机感却从他的背后传来。晚了！秦风冰冷的声音如同死神的宣判在他耳边响起。凌霄惊骇地回头，只见秦风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一只被金色灵力包裹的拳头正朝着他的后心狠狠地轰来。这一拳快到了极致，也狠到了极致。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秦风的拳头毫无阻碍地穿透了凌霄的护体剑气，直接轰碎了他的脊椎，洞穿了他的心脏。凌霄的身体猛地一僵，他低下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从自己胸口穿出的那只带血的拳头。他眼中的疯狂与暴力在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茫然与不甘。师父，弟子无能。他喃喃地吐出最后几个字，眼中的神采彻底涣散，燃烧精血换来的力量如潮水般退去，他的身体迅速干瘪下去，化作一具皮包骨头的干尸。秦风面无表情地抽出手臂，任由凌霄的尸体无力地瘫倒在地。他喘着粗气，捂着肩膀上的伤口，脸色有些苍白。这一战虽然赢了，但他也消耗巨大，还受了不小的伤。他走到凌霄的尸体旁，熟练地摸走了他腰间的储物袋，神识一扫，还算满意。不愧是清剑门的真传弟子，身家确实丰厚。做完这一切，秦风抬头环顾四周，整个广场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而那些跑远的修士和凡人全都用一种看神命、敬畏地看着他。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秦风没有理会这些人的目光，他知道清河方士已经不能再待了。他杀了清剑门的真传弟子，对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很快就会有更强的敌人找上门来。而华云宗那边知道了他的实力，可能也会想方设法的拉他上战船当炮灰。这里已经成了是非之地。秦风化作一道流光，朝着洞府的方向疾驰而去。砰！洞府的石门被猛地推开，正在焦急等待的三女看到浑身浴血、脸色苍白的秦风，全都吓得花容失色分。公子，萧婉和白青灵惊呼着冲了上去。师兄，你怎么了？你受伤了？李沐月也瞪大了眼睛，声音里带着哭腔和前所未有的恐慌。秦风摆了摆手，声音有些虚弱，但语气却不容置疑。别废话，马上收拾东西，我们立刻离开这里。快！三女看着他凝重的神情，虽然心中充满了疑问和担忧，却不敢有丝毫的违逆。他们立刻手忙脚乱地开始收拾行囊。片刻之后，秦风带着三女化作一道遁光，冲天而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他们生活了许久的家。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彻底撕碎了清河方士往日的平静。秦风与清剑门真传弟子凌霄的死战如同一场剧烈的地震，将整个方士搅得天翻地覆。当秦风带着三女冲天而起，化作遁光消失在天际后，幸存下来的修士们才从那极致的恐惧中慢慢缓过神来。昔日繁华的广场此刻已是一片狼藉，太可怕了。那清剑门的疯子是筑基后期啊，就这么被一拳打死了。那个秦爷他究竟是什么来头？还管他什么来头？此地不能再待了。清剑门的人死了，华云宗肯定也要征兵，这里马上就要变成绞肉机了。快跑！恐慌彻底爆发，无数修士疯了一样的收拾家当，拖家带口，狼狈的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清河方士彻底乱了。
高空之上，一道流光疾驰而过。秦风驾驭着非洲法器，面色依旧有些苍白，但气息已经平稳了许多。他肩膀上的伤口在丹药的作用下已经止住了血，正在缓慢愈合。非洲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萧婉美艳的脸蛋上毫无血色，她紧紧地抱着秦风的手臂，身体还在微微发抖，显然是吓坏了。白青灵俏生生地站在一旁，那双清冷的眸子死死地盯着秦风肩膀上的血迹，眼神里充满了心疼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戾气。若是他够强，公子便不会受伤。李沐月则缩在角落里，抱着膝盖，小脸埋在臂弯里，肩膀一抽一抽的，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委屈。风儿，终究是萧婉先开了口，她的声音带着颤音：我们现在去哪啊？秦风没有立刻回答，他神识探入怀中，检查着从凌霄身上搜刮来的储物袋。不愧是清剑门的真传弟子，身家是真的丰厚。下品灵石足有几千块，中品灵石也有100多块，一块中品灵石可是相当于100块下品灵石，光是这些灵石就足够他们4人挥霍很长一段时间了。除此之外，还有几瓶品相极佳的丹药和几本清剑门的剑诀功法。这波不亏。感受到手臂上萧婉传来的力道，秦风收回神识，拍了拍他的手背：别怕，有我在。他看了一眼三女，沉吟片刻。如今2大宗门开战，整个东域都乱成了一锅粥。他虽然突破到了筑基中期，战力更是堪比筑基后期，但终究不是金丹真人的对手。贸然卷入这种宗门大战，跟送死没什么区别，必须找个地方先躲起来，猥琐发育。风儿，要不我们去世俗界吧？萧婉抬起泪眼婆娑的眸子，小心翼翼地提议道：修真界太乱了，到处都在打打杀杀的，我们去找个烦人的地方安顿下来，等这场战争结束了，我们再回来，好不好？她真的怕了，丈夫死于劫杀，如今又亲眼目睹了方氏的血腥屠杀，她现在只想找个安稳的地方和秦风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娘说的不错。一直没说话的李沐月猛地抬起头，红着眼睛附和道：修真界太可怕了，我也不想待在这里了。少女的脸上满是后怕与决绝。秦风闻言倒是觉得这个提议很有道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所有修士都挤破头想往更高级的修真城池跑的时候，他们反其道而行，躲进灵气稀薄的凡俗界，反而不容易被人发现。他点了点头，好，就去世俗界。见秦风同意，萧婉和李沐月都松了口气。萧婉像是想起了什么，又柔声道：小风，你不是从世俗界出来的吗？要不然我们回你世俗界的家里看看吧，这么多年了，你也该回去看看了。秦风的动作顿了一下，原身的家。他的脑海中关于那个所谓的家只有一些极其模糊破碎的片段。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师父李青山测出有灵根，然后直接带回了方氏。对于那对所谓的父母和家，自己毫无头绪。秦风的声音很平淡，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非洲调转方向，朝着凡俗界所在的方向疾驰而去。半个月后，当非洲穿过一层无形的界限，周围空气中浓郁的灵气骤然变得稀薄。凡俗界到了。公子，世俗界的修炼者很少，大多都是些不入流的炼气初期。一直沉默的白青灵此刻终于开口，他的目光带着几分怀念，看着下方连绵的山川与田野。当初我就是在世俗界寻仙，才误打误撞进入了修真界。比起修真界的修士，凡俗界的修炼者实力远远不如。我以前所在的国家叫做吴国，传说吴国皇室里供奉着一位炼气后期的老祖，但我也只是听说，从未见过。秦风点了点头，将非洲收起。4人落地，徒步前行。又走了数日，一座宏伟的凡人城池终于出现在了地平线上。那城墙高耸，气势磅礴，城门之上安阳城3个大字龙飞凤舞，远远看去，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繁华程度已经不输秦风前世古代的那些大城池了。哇！李沐月看着眼前的景象，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他从小在洞府长大，何曾见过如此热闹的人间景象，一双美眸里写满了好奇。萧婉看着这充满了烟火气的城市，紧绷了半个月的神经也终于放松了下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秦风则十分冷静，他看了一眼身旁的3女，萧婉的成熟妩媚，白青灵的英姿飒爽，李沐月的灵气动人，3人无论哪一个放在凡俗界都是祸水级别的存在。收敛一下，秦风淡淡的说道。3女立刻会意，她们运转灵力，用修士的小手段在自己脸上覆盖了一层淡淡的灵力薄膜，悄然改变了容貌。虽然依旧是难得一见的美人，但比起原先那种超凡脱俗足以引人疯狂的绝世容颜，已经收敛了太多，变得更加接地气了。4人朝着城门走去。守城的士兵一看到秦风4人，眼神就是一凛。他们虽然是凡人，但常年守在城门口，
察言观色的本事早就练出来了。秦风那一身远超凡俗布料的华服，以及那从容不迫、渊庭月至的气度，都昭示着他的不凡。更别说他身后的3个女人，即便改变了容貌，那股子出尘的气质也是藏不住的。这绝对是他们得罪不起的大人物。为首的队长一个机灵，连忙小跑了过来，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几位贵人，是进城吗？他连入城费都不敢提，姿态放得极低。秦风看了他一眼，点点头，然后朝城里走去。兵长哪敢阻拦，连忙弓着身子，恭恭敬敬地将4人送进了城门。恭送贵人。直到秦风4人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兵长才敢直起腰，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进入城内，喧嚣热闹的气息扑面而来，叫卖声、吆喝声、孩童的嬉闹声不绝于耳。街道两旁商铺林立，酒楼茶肆旗帆招展，一片繁华鼎盛的景象。李沐月像个刚出笼的鸟儿，看什么都新奇，拉着萧婉的衣袖，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萧婉也是满脸笑意，温柔地回应着女儿。只有白青灵依旧安安静静地跟在秦风身后，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再换点这个世界的钱财。秦风开口道。他们身上只有灵石，没有凡俗界的金银。秦风的目光在街道上扫视一圈，很快便锁定了一家看起来最高档、门面也最气派的当铺。走，去那里。他带着3女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朝着那家名为通宝当的当铺走去。通宝当，安阳城里最大、最气派的当铺，3层高的红木阁楼飞檐斗拱，门前2座威风凛凛的石狮子，无不彰显着其雄厚的财力。秦风带着3女脚步不停，径直踏入了当铺高高的门槛。一个穿着短褂的伙计正趴在高高的红木柜台上打着瞌睡，口水都快流到了账本上。柜台后，一个留着山羊胡、穿着锦缎员外袍的中年男人正眯着眼睛，悠哉悠哉地拨弄着手里的预算盘，发出清脆的噼啪声。当秦风4人走进来的那一刻，店内原本懒散的空气瞬间凝固了。正在打盹的伙计一个机灵，猛地抬起头来，而那名拨弄算盘的掌柜手指也僵在了半空。他那双常年与人打交道而练就的毒辣眼睛，在看到秦风的一瞬间，瞳孔骤然收缩成了针尖大小。他见过达官贵人，也见过江湖豪侠，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人。眼前的青年，一袭材质不明的华服，简单朴素，却流淌着一种肉眼可见的华光，那不是金银丝线能织出的凡品。他身形挺拔如剑，面容俊朗得不似凡人，尤其是那双眼睛，只是被淡淡扫过一眼，就让人生出一种灵魂都被看穿的惊悸。更别说他身后的3个女人，一个成熟妩媚，风韵绝代，一颦一笑都带着勾魂夺魄的魅力；一个英姿飒爽，气质清冷，宛如雪山之巅的冰莲；还有一个年纪尚小，却已是绝色之姿，眉宇间带着一股不谙世事的灵动与娇憨。这4个人根本就不该出现在这凡尘俗世。我的妈呀！掌柜的心脏狠狠地抽搐了一下，他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止了。什么生意，什么算盘，全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下一秒，他那肥胖的身体爆发出与体型完全不符的敏捷，连滚带爬的从高高的柜台后冲了出来，因为动作太急，还险些被门槛绊倒。哎呦！他狼狈地稳住身形，也顾不上整理自己凌乱的衣袍，脸上已经堆满了灿烂到近乎谄媚的笑容，跑得比那刚睡醒的伙计还快。贵客，几位贵客大驾光临，小老儿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掌柜的弓着身子，满脸堆笑，那态度恭敬得就差直接跪下了。被他这么一嗓子，那呆若木鸡的伙计才反应过来，连忙手忙脚乱地跑过来，想要搀扶。滚一边去，没点眼力见的东西！掌柜的一脚将伙计踹开，亲自上前，哈着腰，引着秦风4人往内堂最尊贵的待客区走去。几位贵人，快请上座，快请上座！李沐月看着掌柜这副前倨后恭的丑态，嘴角撇了撇，小声嘀咕道：“势利眼。”萧婉则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袖，示意他不要多言。白青灵依旧面无表情，只是安静地跟在秦风身后，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秦风神色淡漠，坦然地在太师椅主位上坐下，自有一股渊庭月至的沉稳气度。掌柜的亲自取来最好的茶叶，用滚烫的热水冲泡，小心翼翼地将4杯热茶端到他们面前的桌上。不知几位贵客是想当点什么，还是想买点什么？掌柜的搓着手，笑呵呵地问道，言语间充满了试探。小店虽然不大，但在这安阳城还真没有我通宝当吃不下的宝贝。他这话说得极有底气，也是在变相地展现自己的实力。秦风懒得与他废话，他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并没有喝。在掌柜那充满期待和好奇的目光中，他伸出另一只手，随意地探入袖中。掌柜的眼睛瞬间亮了，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死死地盯着秦风的动作。是绝世美玉，还是前朝古董？
又或者是神兵利器。然而秦风拿出来的只是一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灰色石头。这……掌柜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愣愣地看着桌上那块灰不溜秋的石头，脑子一时间没转过弯来。难道是自己看走眼了？这几位贵人其实是来消遣自己的。可就在他心生疑虑的瞬间，那块看似普通的石头内部忽然闪过一道微不可察的灵光。就是这道光，掌柜的身体猛地一震，双眼瞬间瞪得滚圆，眼球上布满了血丝。他的呼吸在这一刻彻底停滞了，一段尘封了30多年的记忆如同决堤的洪水轰然冲开了他脑海的闸门。那是30年前，他还只是个跟在老东家身边的小学徒，有幸被带去参加了一场位于三国交界处的地下拍卖会。在那场拍卖会上，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东西——仙家宝物灵石。他永远也忘不了当时那块灵石被拿出来时，整个会场所有人都为之疯狂的景象。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富商巨贾，为了那么一小块石头争得头破血流，喊出的价格是一个他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最后灵石被一位神秘的仙师买走。老东家回来后曾心有余悸地告诫他，见到持有这种石头的人一定要当成祖宗一样供起来，因为他们掌控凡人生死的。修真者。咕咚，掌柜的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只觉得口干舌燥，喉咙里像是被塞了一团火。他的双腿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牙齿上下打颤，发出咯咯的声响。眼前的青年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他是一位活生生的仙人。扑通一声闷响，刚刚还人模狗样的掌柜双腿一软，竟是直挺挺地跪在了秦风面前，额头重重地磕在了冰冷的青石地板上。仙人，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不知仙人大驾光临，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充满了极致的恐惧，身体抖得如同风中的落叶。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李沐月都吓了一跳，他没想到这胖掌柜反应这么大。萧婉也是惊讶地掩住了嘴，只有秦风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将茶杯放回桌上，发出哒的一声轻响，这声音不大，却像是一柄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掌柜的心头。起来吧。秦风的声音很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威严。是。谢仙人，谢仙人。掌柜的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但腰却再也不敢直起来了，始终保持着90度鞠躬的姿态，头都不敢抬。仙人，您有何吩咐？但凭吩咐，小人万死不辞。他的语气卑微到了极点。秦风指了指桌上的下品灵石，淡淡地说道：这块石头换成你们这里的钱财。另外告诉我，这里是哪个国家？什么？要把这仙石换成钱？掌柜的脑子嗡的一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仙人修炼用的宝贝啊，用凡俗的金银去换，这是对仙石的亵渎啊！他张了张嘴，想要劝说，可一接触到秦风那淡漠的眼神，所有的话瞬间被堵回了肚子里。仙人的想法岂是他这种凡夫俗子能够揣度的？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办好仙人交代的事情。仙人，掌柜的急得满头大汗，声音都变了调。这可是仙家宝物，价值连城，不是无价之宝啊！小店就是把骨头砸碎了卖，也凑不出能与它1/1000价值匹配的钱财啊！这倒是实话，一块下品灵石对于凡人来说，其价值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掌柜的心急如焚，他知道这是泼天的机缘，但也是催命的铡刀。办好了，他可能得到天大的好处；办砸了，他这条小命今天就得交代在这里。仙人，您请稍后片刻。他猛地想起了什么，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这等大事，小人万万做不了主。我们东家就在这城中，我这就派人去请我们东家过来。说完，他冲着门外吓傻了的伙计，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道：死人啊你！还不快去王府，快去请王爷过来，就说天大的事情，天塌下来了，快滚去！那伙计被吼得一个哆嗦，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当铺。安排完这一切，掌柜的才稍微松了口气，连忙回过头，继续对秦风点头哈腰。仙人息怒，我们东家马上就到，马上就到。他擦着冷汗，恭敬地回答秦风的第二个问题。回仙人的话，此地乃是齐国应天府的首府安阳城。听到齐国二字，一直沉默的白青灵忽然上前一步，在秦风耳边低声说道：公子，齐国我知道，与我以前在的吴国是相邻的国家。他的声音很轻，但掌柜的是什么人？耳朵尖得很。他们的对话落入他耳中，不亚于一道天雷在他脑海中炸响。他骇然地抬起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白青灵，又看了看秦风。难道这几位仙人是从那传说中的修真界来的？掌柜的脑中一片空白，只剩下无尽的敬畏与惶恐。他愈发肯定自己今天撞上的是真正的大人物，态度也变得愈加谦卑恭敬，恨不得把自己的姿态放到尘埃里去。没过多久，当铺外传来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个身穿四爪蛟龙袍、头戴紫金冠、面容威严不凡的中年男人，在一群护卫的簇拥下，龙行虎步地走了进来。来人正是这家当铺的幕后东家，当今齐国的王爷李弘。李弘一进门，目光便精准地锁定了坐在主位上的秦风，以及桌上那块散发着微弱灵光的石头。他瞳孔一缩，平退了左右护卫，快步上前。他没有像掌柜那样下跪，但却对着秦风行了一个极为标准的大礼，深深地弯下了腰。在下齐国李弘，不知仙长驾临，有失远迎，还望仙长恕罪。他的声音洪亮，姿态放得很低，虽然自己也是修士，但仅仅是炼气初期。而眼前的众人直觉告诉他，修为不只是炼气初期。秦风抬眼打量了他一下，没有说话。李弘直起身，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恭敬笑容，丝毫没有因为秦风的冷淡而有任何不满。作为齐国皇室核心成员，他知道的东西远比一个当铺掌柜要多。他知道修士的世界实力为尊，一个炼气后期的修士甚至能影响一个凡人国度的王权更迭。眼前这青年气息深不可测，绝对是他得罪不起的存在。秦风懒得跟他绕圈子，直接开口，声音冷淡：我要钱，还有住处。这反而让李弘心中一定，有所求就好办，最怕的就是无欲无求的仙人，那才叫真的难伺候。仙长说笑了。李弘脸上堆起笑容，指着那块灵石说道：此等仙物乃天地灵气所中，凡俗界的黄白之物，如何能衡量其万一？简直是对仙长的侮辱。他先是把灵石和秦风吹捧了一番，接着话锋一转：仙长若是不嫌弃，这5000两银票不成敬意，还请仙长笑纳，只当是晚辈孝敬仙长初次见面的一点心意。说着，他从袖中取出厚厚一沓盖着官印的银票，双手奉上。5000两白银，这在凡俗界是一笔足以让任何大家族都为之眼红的巨款。可他还没说完，另外，晚辈在城东的清雅巷有一处3进3出的大宅院，还算清静，平日里绝无人敢去打扰。若是仙长不嫌弃，晚辈愿将此院连同地契一并赠与仙长落脚。他又从怀中取出了一张地契，同样是双手奉上。这手笔不可谓不大。一旁的李沐月小嘴已经张成了 O 型。他虽然不懂凡俗界的物价，但也知道一个王爷又是送钱又是送豪宅，这是何等夸张的场面。萧婉也是美眸异彩连连，看着自己男人的侧脸，心中充满了自豪与爱意。秦风看着眼前的银票和地契，又看了看一脸真诚的王爷李弘，他知道这人是在投资，用钱和宅子买一个与自己结交的机会。有心了。秦风淡淡的吐出2个字。他没有推辞，坦然地将银票和地契都收了过来，那块下品灵石他则留在了桌上。对他而言，这玩意儿现在跟垃圾没什么区别，换取一个安稳的落脚点和启动资金足够了。仙长满意就好，满意就好。见到秦风收下，李弘顿时喜上眉梢，激动的脸都红了。收下就代表接受了他的善意。他连忙亲自在前面引路，将秦风4人送出了当铺。门外，一辆装饰的无比奢华，由4匹神骏白马拉着的巨大马车已经等候在那里。仙长，这是晚辈的座驾，请。李弘亲自为秦风掀开车帘，恭敬地将他们送上了马车。直到马车缓缓启动，消失在街道的尽头，这位齐国的王爷才敢直起腰，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后背的衣衫早已被冷汗湿透。他看着手里那块温润的灵石，眼中爆发出炙热的光芒。奢华的马车内，李沐月像个好奇宝宝，摸摸这里，看看那里，兴奋的小脸通红。萧婉则是温柔地整理着秦风的衣角，眼中的柔情几乎要溢出来。秦风靠在柔软的靠垫上，把玩着那张地契，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他带着3女来到城东清雅巷，车夫将他们送到了一座朱红色大门，门前摆着2座巨大石雕麒麟的豪宅前，便恭敬地退下了。秦风拿出钥匙打开了沉重的铜锁，吱呀，大门缓缓推开，一座占地极广、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绝美府邸展现在了4人面前。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了。这座王爷赠送的府邸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奢华，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后院甚至引来活水，造出了一片小湖，湖心有亭，9曲回廊连接着岸边，其规格比当初吴刚的方主洞府还要气派数倍。哇！李沐月的小嘴张得大大的，一路走来，眼睛都快不够用了。
他蹦蹦跳跳地跑进后院，选了一座临湖的阁楼，推开窗就能看到满池的荷花。我就住这里了，他兴高采烈地宣布。萧婉和白青灵则选了主院旁边的2间厢房，一左一右，正好能随时照应到秦风。安顿下来后，多日奔波的疲惫感也涌了上来。凡俗界的夜来得格外的早，也格外的静，没有了修士们彻夜不休的灵气波动，也没有了妖兽山脉隐隐传来的嘶吼，整个世界都沉寂下来。傍晚时分，秦风的房门被轻轻敲响，萧婉和白青灵一前一后走了进来。他们已经沐浴更衣，换上了轻便的丝质长裙，并且解除了脸上那层用于遮掩的灵力。刹那间，整个房间都亮了起来，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美。萧婉成熟妩媚，眉梢眼角皆是化不开的风情，身段丰腴饱满。白青灵则英气逼人，气质清冷，五官精致的如同冰雪雕琢，唯有在看向秦风时，那双冰冷的眸子里才会燃起火焰。这等角色确实不该出现。再凡尘俗世，秦风的目光在二女身上扫过，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也打量着自己的新房间，那个齐国王爷李弘确实是下了血本。整个房间都用顶级的金丝楠木打造，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地面铺着厚厚的西域地毯，踩上去悄然无声。墙上挂着名家字画，角落里的香炉燃着价值千金的龙涎香。最夸张的是那张床，一张足以容纳7、8个人打滚的紫檀木雕花大床，床幔是天蚕丝织就，薄如蝉翼，上面用金线绣着龙凤呈祥的图案。那个王爷倒是个会办事的人，秦风淡淡的说道。萧婉的脸颊飞上一抹红晕，轻轻走到床边，柔声说：小风，这里比我们之前的石室好太多了。白青灵则没有说话，他只是走到秦风面前，眼神炙热地看着他，对力量的渴望已经压倒了一切。连日赶路，又经历了大战，他们的修为都有些停滞，如今终于安定下来，自然要好好修炼一番，补回来。秦风不再多言，他伸出双臂，将温婉的美妇与清冷的侍女同时揽入怀中，大步走向那张奢华的大床。第二天天光大亮，秦风神清气爽地走出房门，只觉得筑基中期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萧婉和白青灵也容光焕发，修为稳固在炼气7层，举手投足间灵力流转，比昨日又强横了几分。只有李沐月一大早就嘟着嘴，气鼓鼓地坐在饭桌前。他昨晚又没睡好，虽然隔着院子，但那隐隐传来的灵力波动让他极度的快要发疯。凭什么母亲和白青灵就能得到师兄的特殊指导，修为跟坐火箭一样往上窜，而自己只能抱着枕头眼巴巴的羡慕。师兄，我们今天去街上逛逛好不好？李沐月看到秦风，立刻换上一副甜美的笑脸，凑了上来。听说安阳城可繁华了。秦风瞥了他一眼，还没开口，府外就传来了王爷安排的下人恭敬的通报声。启禀主人，府外有一位自称是小王爷的李琦公子求见。李琦？秦风想了想，应该是那个王爷李弘的儿子吧，让他进来。很快，一个身穿锦衣华服，头戴玉冠，面如冠玉的英俊青年快步走了进来。他大概20岁出头，身上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贵气，但此刻他的脸上却堆满了谦卑和讨好的笑容。晚辈李琦拜见秦仙长，拜见3位仙子。李琦一进门就对着秦风深深地行了一个大礼，姿态放得极低。父王昨日回去后对仙长赞不绝口，特意命晚辈今日前来听候仙长差遣。他顿了顿，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秦风的脸色，继续说道：晚辈自幼在安阳城长大，对这里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若是仙长和仙子们不嫌弃，晚辈愿充当向导，带各位游览一番。这小子倒是比他爹还会来事。秦风点了点头，也好。见秦风答应，李琦顿时大喜过望，连忙在前面引路。府外，一辆比昨日更加奢华的马车已经备好，一行人上了马车，在小王爷李琦的亲自带领下，浩浩荡荡地驶向安阳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这一天，整个安阳城都轰动了，所有人都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他们那位眼高于顶，平日里连正眼都懒得瞧人一眼的小王爷李琦，此刻竟然像个小跟班一样，点头哈腰的跟在一个陌生青年身后。他亲自为那青年掀车帘，亲自为他介绍街边的商铺，那副恭敬的模样让所有看到的人都惊掉了下巴。天哪，那青年是什么人，竟然能让小王爷如此对待？你没看到他身后的3个女人吗？我的老天爷，虽然看不清脸，但那身段，那气质，简直就是天仙下凡啊！嘘，小声点。我听说昨天通宝当的王爷亲自接待了这几位贵客，还送出了一座城东的宅院。难不成是京城来的皇亲国戚？各种猜测和议论声在人群中此起彼伏，无数达官贵人、富商巨贾都想上前来结交，却又被小王爷李琦那警告的眼神给逼了回去，只能远远地看着，心中充满了敬畏与好奇。李沐月走在街上，
听着周围人群的惊叹和议论，小脸上写满了得意。他挺直了小胸膛，享受着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之前那点不快早就忘干净了。萧婉和白青灵则依旧保持着淡然，他们的心思全都在秦风身上。秦风对这些凡人的追捧毫无兴趣，他陪着逛了一会儿，便觉得有些索然无味。他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塞给萧婉，然后对李琦说道：“你带他们去逛吧，喜欢什么就买，钱不够再找我。”李琦连连点头：“仙长放心，晚辈一定把3位仙子伺候好。”秦风又看向3女：“你们自己小心点，虽然这里是凡俗界，但别惹事。”萧婉和白青灵如今都是炼气7层的修士，李沐月也有炼气6层，这样的实力在这灵气稀薄的凡俗界足以横着走了。知道了，小风。萧婉温柔地应道。打发走叽叽喳喳的女人们，秦风独自一人走在喧闹的大街上，他脸上的淡漠神情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锐利如鹰隼般的审视。就在刚才，他那远超常人的神识捕捉到了一缕极度微弱却又无比阴邪的气息，那气息一闪而逝，若非他已是筑基中期的修士，神识强大，根本无法察觉。是邪修。秦风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本以为躲到这凡俗界能清静一段时间，没想到这里面也藏着见不得光的老鼠。他停下脚步，抬头望向了安阳城外城的方向，那股气息就是从那里传来的。正好拿你来试试手，看看这凡俗界的邪修有什么不一样。最近进往不敢写太大胆了，最近进小黑屋怕了兄弟们。秦风独自一人走出了安阳城的内城，仅仅1墙之隔，世界便彻底换了个模样。内城的朱雀大街，地面由光滑的青石板铺就，干净的能倒映出人影，而这里是泥土路。昨夜刚下过一场小雨，路上坑坑洼洼，积满了浑浊的泥水，散发着一股土腥和霉味。街道两旁的建筑不再是雕梁画栋的商铺酒楼，而变成了低矮破旧的土坯房，有些房子的墙壁上甚至裂开了狰狞的口子，用烂泥胡乱糊上。空气中奢华的龙涎香被汗臭、劣质饭菜的油烟味和垃圾的酸腐味所取代。路上的行人穿的是一身洗得发白，甚至带着补丁的麻布短衫，他们的脸上没有内城居民的悠闲与自得，只有被生活重压磨砺出的麻木和疲惫。秦风的出现像是一滴滚油滴进了冷水里，他那一身华贵的衣袍与这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他那从容不迫的步伐与行色匆匆的平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有看到他的人都下意识地停下脚步，低下头，将身体紧紧贴在墙边，为他让开一条宽敞的道路。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畏惧。秦风对此视若无睹，他的神识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精准地锁定着那一缕阴邪的气息，不紧不慢地朝着贫民窟的最深处走去。越往里走，环境越是脏乱。路边几个衣不蔽体的孩童正蹲在地上玩泥巴，他们的小脸脏兮兮的，只有一双眼睛黑白分明，透着孩童特有的好奇。他们不怕生，看到秦风这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大哥哥，都仰着头好奇地打量着。看什么看，不要命了！一个妇人从破败的屋里冲出来，一把将几个孩子的脑袋按了下去，让他们把脸埋在自己的腿上，自己则惊恐地跪在地上，浑身发抖，不敢抬头。秦风的脚步顿了顿，他轻轻叹了口气。不管是在修真界还是在这凡俗界，底层过得总是如此凄惨。他收回目光，继续向前。最终他在一间偏僻角落里的破烂茅屋前停下了脚步。就是这里了。那股阴邪的气息如同腐烂的尸体，源源不断地从这间屋子里散发出来，浓郁的几乎要化为实质。屋子周围寸草不生，连空气都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秦风面无表情地推开那扇用破木板拼凑的门，吱呀，门内是一个比外面更加肮脏混乱的空间。一个面容枯槁、眼窝深陷的中年男人正盘坐在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中间。他穿着一身破烂的道袍，身上散发着炼气3层巅峰的修为波动。当他看到秦风走进来时，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抹极致的惊愕。他看不透秦风的修为，这种感觉他只在遥遥见过齐国皇室供奉的仙师时才有过，深不可测。这绝对是一位大人物，至少也是炼气中期的强者。而秦风的目光却落在了他身旁那些黑乎乎的东西上，那根本不是什么杂物，那是一堆堆还带着血丝的人骨，头骨、肋骨、腿骨被粗暴地丢弃在角落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在一个陶罐里还熬着一锅散发着诡异药香的粘稠液体，几根惨白的手指在其中沉浮，炼制人丹。秦风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如此丧心病狂，在这安阳城的天子脚下居然没人发现，看来这里的人命当真一文不值。那邪修愣了片刻后，脸上反而露出一种病态的解脱般的笑容，他没有反抗，也没有求饶，
他知道，在这样的强者面前，任何挣扎都是徒劳。他低沉地笑了起来，声音沙哑的如同2块砂纸在摩擦。没想到我王二狗躲了一辈子，临死了还能见到您这样的大人物。他抬起头，用一种混合着嘲讽与悲凉的眼神看着秦风。仙长，您是不是觉得我很该死，觉得我丧尽天良？秦风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个有趣的戏子。见秦风不语，那邪修王二狗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我告诉你，我以前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铁掌王二狗，我13岁杀人，20岁就打遍了方圆100里无敌手。可是后来我听文世上有了仙人，我要修仙，我要长生不死。他的眼中爆发出狂热的光。为了寻仙，我散尽家财，拜入过所谓的仙门，结果就是个骗钱的草台班子。我被人骗，被人打，像条狗一样在地上爬。我为了抢一株据说能增长内力的仙草，跟人拼命，差点被打死。最后才发现，那他妈就是个普通的野萝卜。我吃过草根，啃过树皮，睡过坟地。你们这些生下来就高高在上的仙长，你们懂吗？你们懂个屁！他指着秦死，声嘶力竭地咆哮着。你们只知道打坐修炼，有数不尽的灵丹妙药。你们知道一个凡人想要踏入炼气一层有多难吗？我30岁才机缘巧合得到一本残缺的功法，练了20年，整整20年，才勉强引气入体。可我他妈的已经50岁了，我老了，我没有灵根，我没有资源，我拿什么去跟你们争？哈哈哈哈！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人才是最好的丹药。这些贱民，他们的命算什么？能成为我王二狗仙途上的一块垫脚石，是他们的荣幸。秦风听着他颠三倒四的讲述，觉得有些意思。他等他说完了，才淡淡的开口：说完了。王二狗的笑声戛然而止。秦风抬起手，对着他轻轻一指。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没有绚烂夺目的法术，一道微不可见的灵力从他指尖弹出，瞬间洞穿了王二狗的眉心。噗！王二狗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他眼中的狂热、不甘、怨毒，在这一刻尽数化为了极致的骇然与不解。他的生机在飞速流逝，他感受着那股摧枯拉朽、根本无法抵抗的力量，那绝不是炼气中期能够拥有的力量，那是传说中筑基。他喉咙里发出磕磕绊绊的声音，身体重重的向后倒去，砸在那堆白骨之上，彻底没了声息。我死的不冤！秦风收回手指，看都没看地上的尸体一眼，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一堆森然的白骨上，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个安阳城并非表面上那么歌舞升平。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弧度，话音未落，他的身影便从原地消失，化作一道流光，直接飞向了内城的方向。秦风的身影如同鬼魅，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府邸的后院中。他一步踏出，前一刻还在外城那污浊的空气里，下一刻脚下已经是被打理得一尘不染的青石小径。院子里传来了3女叽叽喳喳的欢笑声。秦风循声望去，只见萧婉、白青灵和李沐月3人正从前厅的方向走来，每个人的手上都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师兄，你回来了！李沐月眼最尖，第一个发现了他，立刻像只快乐的小鸟一样冲了过来，献宝似的举起手里的一个精致木盒。你看你看，这是我买的胭脂，安阳城里的东西比清河方式的好看多了。还有这个发簪也漂亮。他小脸上满是兴奋，显然今天逛得非常尽兴。萧婉也走了过来，他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看着秦风，眼神里是安定与满足。风儿，没想到这凡俗界的城池竟然也如此繁华热闹，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吗？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确认的期盼。只有白青灵默默地跟在最后面，他没有说话，只是将手里的东西放在石桌上，然后静静地看着秦风。他曾在凡俗界挣扎求生过太多年，深知这内城的繁华是以榨干外城无数人的骨血为代价换来的，但他不在乎，只要能跟在秦风身边，哪怕世界毁灭也无所谓。看着3女各不相同的神态，秦风心中因外城见闻而生出的那点郁气也消散了不少。他伸手捏了捏李沐月的脸蛋，惹来他一阵不满的嘟囔，然后对萧婉点了点头。以后就住这了。他的目光扫过3人，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说完，他转身对后在一旁的下人吩咐了一声，立刻便有仆人上前将3女买的东西全部接了过去。秦风的目光落在了正宫身后，在不远处连大气都不敢喘的小王爷李琦身上。小王爷啊，在，仙长有何吩咐？李琦一个机灵，连忙小跑过来，姿态谦卑到了极点。带我去一趟王府，我找你爹有事。秦风的语气平淡，
却像是一道圣旨。是，先长请。马车已经备好了。李琦忙不迭地在前面引路，那恭敬的模样看得李沐月小嘴微张，眼中充满了得意与骄傲。安阳王府果然气派非凡。朱红的大门门口2尊威武的石狮子，门前站着一排披甲执锐的护卫，每一个都太阳穴高高鼓起，显然是凡俗间的一流武者。可当他们看到秦风从马车上下来时，所有护卫的眼神都变了，齐刷刷地低下头，连目光都不敢与他对视。恭迎先长。还没等秦风走进大门，一个略显肥胖的身影就从里面一路小跑着冲了出来，正是安阳王李弘。他满脸堆笑，姿态比他儿子李琦还要谄媚100倍。不知先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秦风懒得跟他废话，直接迈步走进了王府大殿，寻了个主位，大马金刀地坐下。李弘连个屁都不敢放，只能像个下人一样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李王爷。秦风端起侍女奉上的香茶，吹了吹热气，淡淡开口：今天我在你们安阳城的外城遇到了一个邪修。邪修。李弘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额头上立刻冒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这怎么可能？安阳城乃是齐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怎么会有邪修出没？秦风放下茶杯，杯子与桌面碰撞，发出一声轻响，吓得李弘身体一抖。他以活人炼丹。秦风的声音很平淡，却像是重锤一样砸在李弘的心口。我看那地上的白骨至少有几十人，在这安阳城外城害了这么多人，你们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轰！李弘只觉得脑子嗡的一下，整个人都懵了，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滚而下。完了，这下彻底完了，这简直是天大的丑闻。他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浑身抖如筛糠。先长饶命，先长饶命啊！我对此事当真毫不知情啊！秦风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冷漠。那个邪修修为在炼气3层巅峰。他顿了顿，用一种陈述事实的语气说道：已经被我顺手解决了。李弘猛地抬起头，眼中充满了极致的震惊。顺手解决了？一个炼气3层巅峰的修士，就这么被这位仙长风轻云淡的给顺手解决了？那可是炼气3层巅峰啊，放在齐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足以成为一方豪强，甚至能被一些小家族奉为老祖的存在。这位仙长究竟是何等恐怖的修为？李弘的脑海中疯狂地闪过一个念头：炼气中期？不对，绝对是炼气后期。想到这里，他内心的恐惧瞬间转化为了无以复加的敬畏与狂热。这是真正的大人物，是能决定他李氏一族生死存亡的真仙。秦风站起身，走到他面前，声音里带着一抹警告的意味：你们这些人平日里怎么敛财我不管，但是别做得太绝，给外城那些人留条活路吧，你们吃香别太难看。是，先长教训的是，晚辈明白了，晚辈一定严查此事，整顿吏治，给外城百姓一个交代。李弘磕头如捣蒜，声音都带着哭腔。秦风懒得再看他这副丑态，他话已带到，目的已经达到。话音未落，秦风的身形便在原地一阵模糊，化作一道肉眼难辨的残影，直接从大殿之中消失不见，只留下一阵微风吹动了桌上的烛火。李洪宝持着跪地的姿势，呆呆地看着秦风消失的地方，过了许久，才用袖子擦了擦满头的冷汗，从地上爬起来。他的眼中再无半分恐惧，只剩下无尽的狂热与坚定。这是何等惊世骇俗的神通，瞬息之间无影无踪。这等实力，恐怕就连皇室供奉的那位仙师也远远不及。天佑我李弘，天佑我安阳王府啊！他握紧了拳头，在心中疯狂呐喊。无论如何，一定要抱紧这位纤长的大腿，是我李家百年难遇的仙缘。秦风回到府邸时，晚饭已经备好，丰盛的菜肴摆满了整张桌子，全是凡俗界的山珍海味，做工精致，香气扑鼻。萧婉坐在秦风身边，看着满屋子势力的仆人，还是有些不自在。风儿，这么多人伺候着我总觉得不习惯。他小声说道。秦风夹了一块鹿肉放进他碗里，不以为意地道：你是我秦风的女人，以后就是这里的女主人，享受这些是应该的，慢慢就习惯了。他的话让萧婉俏脸一红，心里却甜丝丝的，不再多言。一顿饭吃完，李沐月还想缠着秦风，让他说明天再带他们出去玩。秦风却板起了脸：天色不早了，赶紧回你自己的房间修炼去，整天就知道玩，修为落下了怎么办？李沐月被他一训，顿时小嘴一瘪，委屈的眼圈都红了，但他又不敢反驳，只能狠狠地跺了跺脚，气鼓鼓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秦风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他转过头，目光落在了萧婉和白青灵那两具成熟与英气的动人娇躯上。走吧。
他站起身，一手一个，直接将二女揽入怀中。陪我去泡个澡，放松放松。萧婉的脸颊瞬间红透，娇羞的把头埋在他怀里。白青灵则依旧面无表情，只是身体顺从的靠了过来，眼神深处燃起一团火热。不得不说，这王爷送的宅子当真是奢华到了极致。府邸的后院深处竟然单独开辟出了一片占地极广的汤池，整个浴池用巨大的汉白玉整体雕琢而成，池水清澈，热气氤氲，周围还种着奇花异草，假山流水，环境清幽雅致，比之皇宫的御殿也不遑多让。这些人倒是真会享受。秦风赞叹了一句，他走到池边，对着那满满一池的冷水只是随意的挥了挥手，一股磅礴的灵力涌出，池水瞬间开始翻滚，冒出咕噜咕噜的气泡。不过片刻功夫，整个浴池便热气蒸腾，温暖宜人。这一手凭空造物的仙家手段，看得萧婉和白青灵美目异彩连连。秦风率先褪下衣袍，露出那身肌肉线条流畅分明，充满了爆炸性力量感的身体走入了浴池之中。温热的池水包裹住身体，让他舒服地长出了一口气。连日来的奔波与厮杀所带来的疲惫，在这一刻仿佛都烟消云散。萧婉和白青灵也羞涩地褪下了身上的衣物。温婉的美妇，身段丰腴，肌肤如雪，在水汽的蒸腾下更显妩媚动人。英气的侍女，身姿挺拔，一双长腿笔直有力，带着一种充满野性的健美。两具完美的娇躯一左一右，缓缓滑入水中，来到了秦风的身边。这一抛便是足足3个时辰，夜已经深了。秦风靠在温润的玉石池壁上，双目微闭，一脸的惬意与享受，真是舒服啊。在他的左右两边，萧婉与白青灵早已累得没有了半分力气，像是两只温顺的小猫，香汗淋漓地倚靠在他的臂弯里沉沉睡去。他们的脸上还带着满足过后的潮红，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水珠，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第二天，安阳王府的大殿之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李弘坐在主位上，肥胖的脸上不见了往日的半点笑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森然的冷厉。下方安阳城内，但凡是能叫得上名号的官员，此刻全都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喘。昨天本王的府上来了一位贵客。李弘的声音在大殿中回响，每一个字都敲在众人的心头。这位贵客，告诉我，在我们这繁华似锦的安阳城外，有邪修以活人炼丹，白骨营业。轰！一言既出，满堂皆惊，所有官员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王爷，这不可能吧？我等从未听说过啊！一个主管城防的将军立刻站出来辩解：是啊，王爷，外城虽然贫苦，但一向安稳，怎会有此等骇人听闻之事？请王爷明察。众人纷纷附和，都想把自己摘干净。李弘冷眼看着这群平日里脑满肠肥的家伙，心中冷笑。他猛地一拍桌子，发出巨大的声响，吓得所有人都是一哆嗦。都给本王闭嘴！李弘站起身，用一种近乎宣判的语气说道：那位邪修已经被贵客顺手解决了。本王今天叫你们来，不是听你们狡辩的，而是要告诉你们，那位贵客很可能是一位炼气后期的仙师。炼气后期这4个字如同9天惊雷，在每个人的脑子里炸开。所有人都傻了。他们这些人平日里作威作福，最大的靠山就是王爷李弘，而李弘的靠山也不过是皇室里供奉的仙师，一个炼气后期的强者。那是什么概念？整个齐国都只有一位，那是足以横扫整个齐国，连皇帝都得跪迎的存在。大殿内死一般的寂静，之前还想辩解的官员，此刻额头上全是冷汗，腿肚子都在打颤。仙师对我们安阳城的现状很不满意。李弘一字一顿地说道：他老人家发话了，让我们吃香别太难看，给外城那些人一条活路。所以从明天开始，所有外城务工人员的工钱上调3成，粮价下调2成，开放内城务工限制。谁有意见？李弘的目光如同刀子一般，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意见？谁敢有意见？这已经不是断人财路的问题了，这是要命啊！王爷英明，我等绝无异议，全凭王爷做主。所有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声音里充满了恐惧与顺从。看着这群前一刻还高高在上，此刻却如同哈巴狗一样的官员，李弘的内心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快意，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源于那位府邸中的年轻人，对那位仙长的敬畏已经深入骨髓。第3天，安阳城的外城彻底沸腾了。当官府的告示贴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自己看错了。涨工钱，降粮价，还能去内城找活干。老天爷开眼了，老天爷开眼了啊！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听着官爷们念通告上的字，浑浊的老泪瞬间涌了出来。他跪在地上，冲着内城的方向砰砰地磕头。
当确认这一切都是真的之后，整片贫民窟都爆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无数人喜极而泣。他们不用再每天挨饿了，他们的孩子或许能吃上一顿饱饭了，他们的家人或许能熬过这个冬天了。无数外城人自发地跪在地上，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是内城的老爷们发了善心，他们感谢官府，感谢王爷。而此刻，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秦风正悠闲地躺在后院的躺椅上，享受着白青灵为他包好的葡萄。萧婉坐在一旁，手里拿着一本凡俗界的话本，看得津津有味。夫儿，我今天听下人说，外城那边官府给百姓涨了工钱，还降了粮价。萧婉放下书，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没想到这凡俗界的官员竟然也有如此仁慈的一面，比起修真界那些为了资源打生打死的人，真是好太多了。一旁的李沐月也凑了过来，小脸上满是感慨。是啊是啊，师兄，你看我们选择来这里真是选对了，这里的人都好好啊。秦风闻言只是笑了笑，没说话。只有白青灵在听到萧婉和李沐月的话时，喂葡萄的动作顿了一下，他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没有任何波澜。他不相信那些平日里吸血吃水的官老爷会突然大发善心。他默默地看了一眼秦风那张英俊的过分的侧脸，一种明悟涌上心头。是主人，一定是主人做的。在白青灵的认知中，秦风一直都是一个好人。这时下人来报，安阳王李弘登门拜访。不一会儿，李弘就满脸谄媚地小跑了进来。先长，他一进院子就直接对着秦风深深一躬。您吩咐的事情，晚辈都已经办妥了。如今安阳城外万民称颂，都感念王府恩德。李弘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秦风的脸色，试探着问道：先长，您看是否需要晚辈将您的名声放出去，让百姓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您这位在世真仙，他们才能。不必了。秦风淡淡地打断了他，我不需要任何名声。是，晚辈明白了。李弘连连点头，心中对秦风的敬畏又深了几分。高人行事果然深不可测，根本不屑于这些凡俗的虚名。秦风挥了挥手，像是赶走一只苍蝇，没别的事，就退下吧。是，晚辈告退。李弘如蒙大赦，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等他走后，萧婉和李沐月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他们这才明白，原来这一切竟然都是秦风的手笔。他只是一句话，就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王爷官员乖乖地为平民办事，这就是实力吗？萧婉看着秦风的眼神愈发痴迷，而李沐月则是小嘴微张，眼中充满了崇拜。他的师兄真的太厉害了，兄弟们成绩真的很差，甚至不如我的上本书，后悔把上本书切了。哎，转眼间距离秦风一行人来到这番俗界的安阳城已经过去了整整2个月。这2个月里，他们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朴实生活。安阳王李弘自从被秦风敲打过一次后，见识到了秦风的实力后，隔三差五的派人送来各种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将秦风4人伺候得无微不至。而秦风也乐得清闲，他白天指点3女修行，晚上则与萧婉和白青灵在修炼的大道上深入交流，修为稳步增长，日子过得比神仙还快活。今天府邸内的气氛格外不同，因为今天是李沐月18岁的生辰，一个对凡俗女子乃至对女修士都意义非凡的日子。成年了。厨房内，萧婉和白青灵正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没有用下人，而是亲自动手为李沐月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案板上摆满了各种寻常人见都未曾见过的食材，100年份的灵芝被切成薄片，用来炖汤，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药香。炼气后期妖兽的里脊肉剔出了筋膜，被萧婉用精巧的刀工切成肉丁，准备做一道爆炒。这些都是秦风储物袋里的存货，放在修真界都是价值不菲的灵物，此刻却被他们当成了普通的食材，只为给李沐月庆生。白青灵在一旁，动作虽然依旧有些慢悠悠的，但眼神专注，正小心翼翼地将一盘散发着莹莹绿光的灵果摆盘。他和萧婉的关系，在这1年的朝夕相处与共同修炼中，早已亲如姐妹。青灵，你看我这道菜的火候怎么样？萧婉擦了擦额角的香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白青灵看了一眼，认真的点点头。夫人做的都好。萧婉被他这呆呆的样子逗乐了，嗔怪的白了他一眼。就你嘴甜。晚宴时分，4人围坐在檀木圆桌前，桌上菜肴丰盛，每一道都灵气逼人，凡人若是吃上一口，怕是能延年益寿，百病不生。月儿，快尝尝，这可是娘亲手给你做的长寿面。萧婉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推到李沐月面前，眼中满是慈爱与感慨。自己的女儿一晃眼竟然已经长这么大了，从那个刁蛮任性的小丫头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谢谢娘。李沐月甜甜的应着，拿起筷子小口吃了起来，
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还有我送的礼物。白青灵从旁边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了过去。是我在方室里给你挑的胭脂和新衣裳，祝小姐生辰快乐。谢谢青灵姐。李沐月开心的接过，当场就打开了盒子，看到里面漂亮的衣服和首饰，眼睛都亮了。他挨个道谢，最后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落在了主位上那个一直沉默不语，只是含笑看着他们的男人身上。秦风，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就成了整个画面的中心。李沐月的心跳没来由的快了几分。秦风看着眼前的少女，也不由得有些感慨。刚穿越来到这个世界时的李沐月，虽然也算个美人胚子，但脸上还带着稚气，眉宇间总有股被宠坏的骄横。而现在，她的脸蛋彻底张开了，原本的瓜子脸线条愈发柔和，一双杏眼顾盼生辉，鼻梁挺翘，红唇饱满，皮肤在灵气的滋养下更是吹弹可破。少女的青涩气息尚未完全褪去，却又增添了几分成熟女子的风韵，两种矛盾的气质在她身上完美融合，让她变得更加美丽动人。尤其是那刻意挺起的胸脯，已经初具规模，昭示着主人的成长。师兄，我的礼物呢？李沐月双手托着下巴，歪着头看他，声音又软又糯，带着撒娇的意味。秦风手掌一翻，一柄通体青色，散发着凛冽寒光的长剑出现在手中，剑身之上有符文流转，一看就不是凡品。中品法器清风剑。秦风淡淡的开口，是从清剑门那个真传弟子的储物袋里找到的。我看你用的还是下品法器，这个给你了。当初从凌霄那缴获的战利品里，光是各种品阶的飞剑法器就有10几把，这柄算是其中不错的。萧婉和白青灵的法器也早就被秦风换成了更好的。看着这柄宝光四溢的长剑，李沐月的呼吸都停滞了。中品法器，这在以前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宝物。他激动地站起身，双手接过长剑，冰冷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让他爱不释手。他抬起头看向秦风，那双明亮的眼睛里闪动着异样的神采。谢谢师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心里却在疯狂呐喊：我终于成年了。师兄，你再也没有理由说我还小了。这顿饭在温馨又暗流涌动的气氛中结束了。到了下午，萧婉换上了一身新裁的衣裙，对正在院子里看书的秦风说道：风儿，我跟青灵去街上逛逛，听说南街新开了一家绸缎庄，料子很不错。白青灵也跟在他身后，显然是准备同去。秦风点了点头，去吧，多买点喜欢的东西。萧婉又看向一旁正在抚摸新剑的李沐月：月儿，一起去吗？李沐月闻言立刻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副认真的表情：娘，你们去吧。他皱了皱好看的眉头，装作苦恼的样子：我感觉我的修为好像到了瓶颈，我想回房冲击一下，不能再被你们落下了。听到女儿把修炼看得这么重，萧婉顿时又欣慰又心疼。好，那你好好修炼，需要什么就跟小风说。李沐月重重的点头。于是萧婉和白青灵便一起出了门，偌大的府邸很快就只剩下了秦风和李沐月2个人。李沐月看着母亲和青灵姐的背影消失在门口，脸上的认真和苦恼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转过头，目光灼灼地看向秦风所在的后院方向，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又带着几分势在必得的弧度。他抱着那柄清风剑，先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但他没有修炼，而是打开了衣柜，开始挑选衣服。最后他拿出了一件淡粉色的长裙，裙子的款式很大胆，将他刚刚发育成熟的身体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他又对着镜子仔细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长发，还学着母亲的样子给自己上了一点淡淡的胭脂。镜中的少女面若桃花，眼含春水。他满意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深吸了一口气，给自己鼓了鼓劲。然后他抱着剑，莲步轻移，一步一步朝着秦风的房间走去。他的心在砰砰狂跳，紧张、期待，还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他走到秦风的房门前，停下了脚步，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他脸上的红晕更深了。终于该我出手了。秦风在石室内盘膝而坐，双目紧闭，但庞大的神识早已如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了整座府邸。院子里的风吹草动，厨房里锅碗的清响都清晰地映入他的脑海。忽然他察觉到了一道微弱又紊乱的气息，正蹑手蹑脚地靠近自己的房门。是李沐月。秦风的嘴角勾起一抹了然的弧度，他知道这条养了许久的鱼儿今天终于要自己蹦上钩了。门外，李沐月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几乎要跳出嗓子眼。他的小手紧紧攥着，手心里全是汗，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排练了无数遍的开场白，此刻忘得一干二净。怎么办？直接闯进去吗？他会不会把我赶出来？不能退缩。今天是我18岁的生辰，我已经成年了，他再也没有理由拒绝我。
李沐月深吸一口气，给自己鼓劲，那张俏丽的小脸因为紧张和激动涨得通红。他颤抖着伸出手，用力推开了那扇沉重的石门。吱呀，石门缓缓打开，石室内的景象映入眼帘。秦风缓缓睁开双眼，当他看清门口站着的人时，眼神中也不由得闪过一抹惊艳。眼前的少女既熟悉又陌生的让人心跳加速。李沐月换上了一身淡粉色的长裙，那料子极薄，紧紧地贴着她玲珑有致的身体，将少女刚刚发育成熟的曼妙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大胆的款式，让她白皙的脖颈和精致的锁骨一览无余。随着她紧张的呼吸，胸前那初具规模的饱满更是起伏不定，充满了惊心动魄的诱惑。她的脸蛋因为刻意的妆点，比平日里更多了几分妩媚，一双水汪汪的杏眼此刻像是蒙上了一层水雾，眼角的那抹绯红让她看起来楚楚可怜，又带着致命的吸引力。少女的青涩与女人的风情，这两种矛盾的气质在她身上完美的融合，形成了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纯欲之美。看到秦风眼中那毫不掩饰的欣赏和盯着自己发呆的样子，李沐月悬着的心瞬间落回了肚子里。有效！一股前所未有的自信瞬间冲散了他所有的紧张和不安。他挺了挺胸，迈着莲步走进了房间。秦风看着他，好整以暇的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玩味：师妹，找我有什么事吗？他还在装，他明明什么都知道。李沐月被他这副明知故问的样子气得银牙暗咬，索性心一横，彻底豁出去了。师兄，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尖锐。我不想再装傻了，我早就知道娘亲和青灵姐为什么修为会进步那么快。他死死地盯着秦风，那双漂亮的眼睛里燃烧着嫉妒和不甘的火焰，还有压抑了数年的爱意。你们晚上根本就不是在修炼什么正经功法。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将1年多来积压在心底的所有委屈和渴望一次性地爆发了出来。师兄，我喜欢你。这句石破天惊的告白让他脸颊瞬间红得快要滴出血来。我也要和你一起修炼。话音未落，他猛地将手中抱着的清风剑扔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脆响。下一秒，他像一只扑食的猎豹，不顾一切地朝着秦风冲了过去。在秦风错愕的目光中，李沐月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脖子，柔软的身体用力地撞进他的怀里，然后他笨拙又急切地将自己温热的嘴唇狠狠地印了上去。这个吻没有任何技巧可言，充满了少女的莽撞和孤注一掷的决绝。秦风的眼睛微微睁大，好家伙，这丫头比他想象的还要奔放。这是他重生以来第2次被人强吻了，上一次是霸道强势的武灵，这一次是曾经刁蛮任性的小师妹，感觉还挺不赖。他没有动，任由少女在他唇上胡乱啃咬，发泄着他所有的情绪。许久，李沐月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的脸蛋红得像熟透的苹果，胸口剧烈的起伏，那双迷蒙的眼睛里带着一丝得逞的狡黠和等待宣判的忐忑。他看着秦风，看着他脸上那似笑非笑的表情，用带着浓重鼻音的沙哑声音说道：师兄，现在是时候教我那个功法了。秦风低低地笑了起来，他手掌一翻，一枚玉简出现在手中，随手抛给了他。自己看。李沐月手忙脚乱地接住，迫不及待地将神识探入其中。轰！阴阳双修大法，5个大字如同一道惊雷，在他的脑海中轰然炸响。紧接着，无数幅不堪入目的画面，无数句露骨的功法口诀疯狂地涌入他的意识。那些姿态各异的男女，那些关于阴阳交汇、灵力融合的详细描述，李沐月的脑袋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他虽然早有猜测，也从母亲和青灵姐的只言片语中听到过一些，但当这本功法的真面目赤裸裸地展现在他面前时，其冲击力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这就是他们修炼的功法，这也太不知羞耻了。他触电般的收回神识，小脸涨得通红，那抹红色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再到白皙的脖颈，仿佛要燃烧起来。秦风好整以暇地看着他这副羞愤欲绝的模样，心中一阵暗爽。想当初那个高高在上，用鼻孔看人，骂自己是下人的小公主，何曾想过会有今天？现在还不是穿着一身勾人的衣裳，主动送上门来，哭着喊着求自己教他。这风水轮流转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是时候让这位曾经骄横的小师妹好好尝尝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了。秦风好整以暇地看着他那副羞愤欲绝的模样，心中一阵暗爽。怎么，功法也看了，现在可没有退路喽？秦风的声音带着毫不掩饰，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李沐月最后的羞耻心。我才不怕。李沐月被他一击，猛地抬起头，那张红得快要滴血的脸蛋上写满了倔强。他死死地攥着那枚玉简，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是啊，
自己渴望了这么久的东西，怎么可能就这么放弃？从很久很久以前，当她还是个懵懂的少女，第一次偷偷贴在师兄的石门外，听着里面传出的属于母亲那压抑又满足的声音时，一颗渴望的种子就已经在她心底悄然埋下。她当时无比愤怒、绝望。后来青灵姐也来了，渐渐的就变成了羡慕、嫉妒还有不甘。凭什么他们可以，自己就不行？凭什么自己拼了命的苦修，进度却像是蜗牛爬，而他们只是和师兄修炼一晚，修为就做火箭一样往上窜？他不服。今天他终于站在这里，拿到了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羞耻又算得了什么？和强大的力量比起来，和能永远留在师兄身边比起来，一切都不值一提。师兄，李沐月的声音颤抖着，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请你教我。他闭上眼睛，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两片脆弱的阴影。秦风看着他这副样子，嘴角的笑意更深了。他没有立刻动作，而是慢条斯理地站起身，一步步走到他的面前。强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让李沐月的心跳再次失控。想学？秦风伸出手，用指尖轻轻挑起他的下巴，强迫他睁开眼睛看着自己。可以，但是功法可不是看一遍就能学会的。你脑子笨，我亲自来教你。话音未落，他的一缕神识霸道无比地探入了李沐月的脑海。轰！比刚才自己看御简时强烈100倍的冲击，瞬间席卷了他的全部意识。那些露骨的画面不再是冰冷的图画，而是活了过来。功法口诀的每一个字都像是被烙铁印在了他的灵魂深处，一切的一切都以一种最粗暴、最直接的方式被硬生生地灌输进他的脑中。李沐月发出一记短促的惊呼，身体一软，几乎要站立不住。秦风顺势将他揽入怀中，手臂如铁箍般紧紧地圈住他纤细的腰肢。记住了吗？他低沉的声音就在他的耳边响起，温热的气息吹得他耳根发痒。李沐月的大脑一片混沌，只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很好。秦风满意地笑了。下一秒，他打横将他抱起，大步走向石床。李沐月羞得把脸死死埋进他的胸膛，不敢去看周围的一切。当身体陷入柔软的床榻时，他知道一切都已经无法回头了。他颤抖着，紧张地等待着。然而秦风只是将他放在床上，自己却坐在了床边，好整以暇地看着他。功法已经教你了，接下来该怎么做，不用我再说了吧？他的眼神充满了侵略性，仿佛在欣赏一件即将被拆开的礼物。李沐月的身体僵住了，他要自己来，这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堪。可是看着秦风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他知道他就是故意的，他在报复自己以前对他的刁难和羞辱。一股巨大的委屈涌上心头，李沐月的眼眶瞬间就红了，但他咬着嘴唇，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颤抖的小手缓缓伸向自己腰间的系带。粉色的衣裙如同花瓣般一片片的滑落，先是露出，然后是最后。当整件衣裙都褪去时，一具青涩而美好的少女酮体便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秦风的眼前。小荷才露尖尖角，没有师娘萧婉那般的惊心动魄，也没有白青灵那种英气下的反差。眼前的身躯是独属于少女的风景，带着含苞待放的青涩，每一寸肌肤都透着粉嫩，充满了活力与纯净的气息。那微微隆起的曲线虽然稚嫩，却也预示着未来的惊人风光。秦风的呼吸有那么一瞬间的停滞。不得不说，这丫头的本钱确实不错，他不再逗弄她。师兄，李沐月感受着压在身上的重量，紧张的全身都绷紧了。别怕，秦风的声音难得地带上了几分温柔。第一次我会轻点。他知道娇嫩的花朵需要小心的对待。一股前所未有的刺痛让李沐月瞬间蹙紧了眉头，那是秦风的灵力。紧接着，越来越熟练的李沐月开始下意识地运转起刚刚学会的功法。轰！体内的灵力疯狂地奔涌咆哮，炼气6层巅峰的瓶颈在这股力量面前脆弱得如同纸糊的一般被瞬间冲垮。修为在以一种他做梦都不敢想象的速度疯狂上涨。原来这就是力量暴涨的感觉，原来这就是母亲和青灵姐那么痴迷修炼的原因。太美妙了，这种感觉比他吃过的任何灵丹妙药都要好10000倍。对力量的渴望瞬间压倒了一切。李沐月第一次体验到修为暴涨的感觉，所有的羞涩和矜持都在这一刻被抛到了九霄云外。10室内，就在李沐月沉浸在的其中时，秦风的声音却突然在他耳边悠悠响起：师妹啊，你还记得吗？以前你可是那么喜欢扇我巴掌。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像是一盆冷水，瞬间浇在了李沐月火热的心头。他的动作一僵，神色瞬间暗淡了下去，过往的一幕幕不受控制地浮现在脑海。
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多么的骄横，多么的不讲理，只因为吴华的几句挑拨，就将眼前这个男人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动辄打骂，言语羞辱，把他当成下人一样使唤，而他只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师兄，李沐月的声音里带上了浓浓的悔意和愧疚。对不起，我以前是我不对。秦风低低地笑了。没关系，他说，现在也该轮到我了。一响声在石室内回荡，李沐月的身体猛地一颤，他感觉自己的脸颊比刚才还要烫了。都了，师兄，你真讨厌。李沐月又羞又气，用带着哭腔的声音抗议道。然而他的抗议没有效果，换来的是更多。响声伴随着李沐月的金求饶。许久之后，李沐月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床上，连一根手指头都懒得动弹。他感觉自己像是被拆开又重新组装了一遍，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酸软，没有一处不疼痛。但与身体的疲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修为的暴涨。炼气7层，仅仅一次修炼就让他成功突破卡了许久的境界。这种匪夷所思的提升让他到现在都感觉像是在做梦。最重要的是他终于得偿所愿了，他终于也成了能和师兄一起修炼的人。一想到这里，李沐月的嘴角便忍不住勾起一抹满足又幸福的弧度。少女的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光彩，她挣扎着起身去旁边的浴桶里洗漱，温热的水流冲刷着身体，也洗去了所有的疲惫和痕迹。看着水中自己那张娇艳欲滴的脸，李沐月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当晚，萧婉和白青灵从方氏逛街回来，饭桌上气氛有些微妙。白青灵还是一如既往的闷头吃饭，对周围的一切都慢半拍，但心思细腻的萧婉却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女儿的不对劲。今天的月儿好像格外安静，不只是安静，她看向秦风的眼神变了，不再是以前那种带着嫉妒和不甘的幽怨，而是多了一种小女儿家的娇羞和依恋。而且她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属于秦风的气息，根本瞒不过同为过来人的萧婉。再联想到女儿的修为，竟然一下午之间就从炼气6层暴涨到了炼气7层，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萧婉在心中轻轻地叹了口气，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虽然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当事情真的发生时，她的心里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有种自家辛辛苦苦养大的白菜被猪拱了的失落感。不过萧婉看着女儿脸上那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又看了看主位上那个已经成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女儿终究是长大了。既然她自己心甘情愿，自己这个做母亲的又能说什么呢？更何况这样也好，一家人永远的在一起，再也不用担心女儿将来要出嫁，要离开自己。想到这里，萧婉的心里也渐渐释然了。她甚至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归宿。有点怕又给我关小黑屋了，又大改了，将就看吧，大家多多支持哦。夜色渐深，两位绝色女子一前一后，默契地朝着秦风的房间走去。秦风坐在床上，从储物袋里拿出茶壶，端着茶杯，慢悠悠地品了一口，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他靠在椅背上，心中忍不住感叹：幸好我天生不凡，体质异于常人。换做其他修士，哪怕是专修此道的魔修，面对这3个各有千秋的极品，恐怕早就被榨干成人干了。而自己呢，不仅没有丝毫亏空，反而因为阴阳调和，修为愈发精纯凝练，根基稳固无比。想到这里，秦风心中竟生出几分小小的骄傲。不多时，萧婉和白青灵便来到了他的房间。小风，夜深了。萧婉温婉开口，美眸中水波流转，带着显而易见的暗示。秦风放下茶杯，站起身，走吧，去后院的汤池，好几日没有去了，正好泡一泡，解解乏。3人并肩向外走去。路过李沐月房间时，月光下，萧婉敏锐地注意到那扇窗户的缝隙里有一双眼睛正偷偷地朝这边张望，那眼神里有好奇，有羡慕，还有一丝不易察的委屈。萧婉心中了然，嘴角噙着一抹无奈又宠溺的笑，轻轻摇了摇头，却没有点破秦风的神识何其强大，自然也察觉到了那道窥视的目光。他心中暗笑，这丫头很好，这种感觉他很喜欢。后院的汤池，王爷李红前些日子又专门命人修建的，引的是地下的活水温泉，池边堆砌着名贵的暖玉，整个院子都氤氲着一层淡淡的雾气。秦风随手打出一道灵诀，池水瞬间沸腾起来，而后又迅速恢复平静，只是水温变得恰到好处。萧婉与白青灵自然地走到池边，熟练地将如云的长发用发簪挽起，露出白皙修长的脖颈。衣衫褪去，2具完美无瑕的动人身躯便在朦胧的水汽中若隐若现。萧婉成熟丰腴，曲线惊心动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极致的女人味。白青灵则高挑挺拔，
阴气中透着别样的妩媚，常年练剑的身躯充满了力量与柔韧的美感。两人先后走进浴池，温热的池水漫过他们的肌肤，带起一连串细小的水珠。秦风也跟着走入池中，靠在池壁上，舒服的喟叹一声。萧婉款款游到他的身边，温婉地靠在他的胸膛上，柔声开口：“小风，你和月儿修炼过了吧？”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池水。秦风睁开眼，低头看着怀中善解人意的师娘，笑了：“什么都瞒不过师娘你啊。”他没有否认，直接坦然承认。这话一出，最震惊的莫过于另一边的白青灵。他原本正拿着湿毛巾，有些呆呆地擦拭着自己那柄从不离身的佩剑，听到两人的对话，整个人都僵住了。啊！白青灵猛地抬起头，那张平日里总是没什么表情的俏脸上，此刻写满了错愕。他的大眼睛瞪得溜圆，看看秦风，又看看萧婉，脑子明显有些转不过弯来。你，他结结巴巴地指着李沐月房间的方向，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那呆萌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秦风被他逗乐了，伸出手，没好气地在他光洁的额头上轻轻弹了一下。你什么你？他什么他？白青灵吃痛，捂着额头，委屈地看着他。秦风懒得跟他多解释，直接凑过去，在他微张的红唇上蜻蜓点水般地啄了一下。白青灵的身体瞬间绷紧，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不过他毕竟不是真的傻，惊讶过后仔细一想，也就释然了。毕竟李沐月那点小心思早就写在脸上了，天天跟个怨妇一样盯着秦风，谁看不出来啊？只是没想到他们今天真的成了。看着白青灵总算反应过来了，萧婉无奈地笑了笑，对秦风解释道：“月儿那丫头脸皮薄，心里害羞呢。今天这事她肯定不敢让我们知道，所以才偷偷躲在房间里。等明天我去跟她好好聊聊，都是一家人，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秦风听着师娘这番话，心中一阵温暖。有妻如此，夫复何求？他看着萧婉那张温柔体贴的脸，心中一片火热。他不再多言，手臂猛地用力，直接将师娘那丰满妩媚的娇躯从水中抱起。啊！萧婉惊呼一声，下意识地搂住他的脖子。秦风低头，狠狠地向着那张娇艳欲滴的红唇吻了下去，霸道而又直接。白青灵在旁边看着这一幕，脸颊更红了，默默地将头转向一边，却又忍不住用眼角的余光偷偷打量。池水开始剧烈地波动起来，温婉的求饶夹杂着阴气女子压抑的闷哼，在水汽氤氲的庭院中交织成一曲动人的乐章。秦风享受着这一切，他知道从今天起，这个家才算是真正的完整了，一家人完完整整的。夜还很长，愉悦的修炼才刚刚开始。第二天清晨，天光透过窗户，在房间里洒下斑驳的光影。秦风缓缓睁开双眼，只觉得左右臂弯处皆是温香软玉，触感惊人。左边是师娘萧婉，她睡得正香，成熟妩媚的脸蛋上带着满足的红晕，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呼吸平稳。右边是白青灵，她睡姿就没那么安分了，整个人几乎是八爪鱼一样缠着她的手臂，那张平日里冷若冰霜的俏脸，此刻却带着几分孩童般的憨态，嘴角还挂着一丝晶莹。秦风低头看了看，心中一片大好。他小心翼翼地抽出手臂，动作轻柔，生怕惊醒了二女。床榻边是早已备好了崭新的衣物，他穿戴整齐，走到大厅时，下人们已经将一桌丰盛的早餐摆放妥当。让他有些意外的是，李沐月竟然已经端坐在餐桌旁了。她今天穿了一件淡黄色的长裙，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只是那双灵动的大眼睛此刻却有些躲闪，不敢与他对视。当他看到秦风身后的萧婉和白青灵也陆续走进来时，那张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双手紧张地抓着自己的衣角。他心里翻江倒海，害怕被娘亲和青灵姐肯定知道了，这实在是太害羞了。他不敢抬头，只是用眼角的余光偷偷地瞥着秦风，那眼神里既有少女的羞怯，又带着一丝藏不住的痴迷和依恋。萧婉将一切看在眼里，只是温柔地拉开椅子坐下，给女儿夹了一块她最爱吃的灵米糕。快吃吧，月儿，都凉了。白青灵则是打了个哈欠，还有些没睡醒的样子，坐下后拿起筷子就开始干饭，对餐桌上诡异的气氛毫无察觉。一顿早饭就在这种奇妙的氛围中结束了。饭后众人各自回房修炼。安阳城毕竟是凡俗界，灵气稀薄的可怜，即便秦风拿出大量的下品灵石，布置了一个小型的聚灵阵，修炼的速度也远远比不上在清河方式的时候，双修的效率自然也打了折扣。秦风对此倒是不甚在意，重生一世，打打杀杀不是全部，修炼固然重要，但享受生活，劳逸结合嘛，才是王道。反正现在外面乱得很，
华云宗和清剑门打得不可开交，自己正好在这里避避风头，等那两家打完了，自己再回去也不迟。就在秦风盘算着未来的时候，李沐月的房间里，萧婉轻轻地叩响了房门。咚咚，正在盘膝打坐，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的李沐月被吓了一跳。谁？是我，月儿。是娘亲的声音。李沐月心里咯噔一下，该来的还是来了。他硬着头皮打开房门，低着头小声道：娘，您找我有什么事吗？萧婉走了进来，顺手关上房门。他没有说话，只是走到李沐月面前，用那双温柔的能掐出水来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他。李沐月被看得浑身不自在，脸蛋越来越红，最后红的都快滴出血来了。娘，我……他结结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萧婉忽然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女儿的头，柔柔地开口了：月儿，娘都知道了，你和小风修炼过了吧？轰！李沐月只觉得脑子里一声巨响，一片空白。他就知道瞒不过娘亲的。娘，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太喜欢师兄了。李沐月急得快要哭出来了，语无伦次的想要解释。萧婉却将他轻轻揽入怀中，叹了口气：傻孩子，跟娘亲还有什么好怕的？月儿现在也长大了，是个大姑娘了，你能和小风修炼，娘不反对，娘是支持你的。怀抱里的李沐月身体一僵，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娘，您真的不怪我？我怪你做什么？萧婉替他理了理鬓角的乱发，眼神里充满了慈爱与无奈。你爹爹去世后，这个家是小风撑起来的，没有他，我们母女俩还有青灵，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光景。这个家谁知道你这丫头喜欢小风？现在你们能走到一起，娘亲为你高兴。我们是一家人，以后要永远在一起，没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知道吗？听着母亲这番话，李沐月心中最后的防线彻底崩溃了，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紧紧地抱着萧婉。娘，你真好。这些日子以来的委屈、嫉妒、不安和得偿所愿后的窃喜，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滚烫的泪水。母女两人在房间里说了很多很多心里话，从李青山去世后，秦风如何成为他们的依靠，再到女儿家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慕之情。等李沐月终于止住哭泣时，她心中的所有心结都彻底解开了。傍晚时分，晚饭的餐桌上，气氛与早上截然不同。李沐月虽然还是有些害羞，但眉眼间已经多了一份坦然和幸福。萧婉对着秦风露出了一个温柔似水的眼神，秦风瞬间了然，还是师娘厉害啊，三言两语就搞定了这头倔强的小母老虎。晚饭后，秦风站起身，环视着三女：走吧，去泡澡。此言一出，萧婉和白青灵都露出了会意的神情，唯有李沐月身体瞬间绷紧，扭扭捏捏地跟在后面，小脸通红，像个即将上刑场的小媳妇。白青灵还是一身轻质白衣，怀里抱着他那柄宝贝长剑，英气十足地走到李沐月身边，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板着一张俏脸，用一本正经的语气说道：小月，我们要放轻松一点，你要知道，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修行，为了境界上的突破，可不是为了那点世俗的欲望。李沐月听着他这番冠冕堂皇的话，嘴角忍不住抽了抽，心里疯狂吐槽：装，就青灵姐最能装。以前偷听的时候，就青灵姐最大声，她偷偷撇了撇嘴，没敢说出来。四人很快来到了后院那座奢华的汤池，这是李沐月第一次来这里。氤氲的水汽，暖玉铺就的池边，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让人脸红心跳的暧昧气息。在萧婉温柔的引导和鼓励下，李沐月终于鼓起勇气，褪下了身上的长裙。少女青涩而美好的身段在朦胧的水汽中若隐若现。三位风格迥异的绝世美人先后走入温热的池水之中。萧婉风雨妩媚，如熟透的水蜜桃；白青灵高挑英气，似雪山上的白莲；李沐月则青涩灵动，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粉色蔷薇。秦风眯着双眼，靠在池壁上，看着眼前这幅足以让任何男人疯狂的画面，心底无比畅快。这他妈的才是众生者该有的正确打开方式啊！他张开双臂，萧婉和白青灵默契地游了过来，一左一右地靠在他的怀里。李沐月犹豫了一下，也在萧婉鼓励的眼神中红着脸慢慢地挪了过去。秦风感受着三具温软的娇躯，心中豪情万丈。修炼开始了。只是当秦风的手不经意间触碰到李沐月时，他的身体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僵硬和颤抖。秦风也不着急，他知道这丫头脸皮薄，还需要多习惯习惯，来日方长。接下来的几日，秦风彻底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偌大的府邸成了他一个人的温柔乡。白日里，他要么在院中躺椅上闭目养神，感受着凡俗界的烟火气，要么就只点三女修炼上的一些小问题。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被莺莺燕燕环绕着。
萧婉依旧是那个温柔似水的解语花，将府邸内外打理得井井有条，看她的眼神总是带着化不开的柔情和崇拜。白青灵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只是那份冰冷在面对秦风时早已融化成了绕指柔。他总喜欢抱着剑静静地坐在秦风不远处，像个最忠诚的护卫，可那双清冷的眸子里却时不时地闪过一抹痴迷，变化最大的当属李沐月。这丫头彻底放开了，最初那几日的羞涩和扭捏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她就像一只被驯服的小野猫，收起了利爪，整日里黏在秦风身边，师兄长师兄短的叫着，声音甜得发腻，甚至还学会了争风吃醋，时常会挤开自己的娘亲，霸占秦风身边的位置，然后用一种炫耀又得意的眼神看着萧婉和白青灵。对此，萧婉只是无奈又宠溺地笑着摇摇头，而白青灵则会板着脸用一本正经的语气教训他不懂事，但谁都看得出来他那点教训毫无力度。秦风对这种生活满意到了极点，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权力美人尽在掌握。这天午后，秦风正靠在院中的凉亭里，左边是给他捏肩的萧婉，右边是给他包着灵果的李沐月，白青灵则在不远处练剑。管家匆匆来报，启禀主人，王爷李红求见。秦风眼皮都没抬一下，让他进来吧。是。李沐月好奇地问道，师兄，是那个王爷吗？他来做什么？估计是城里又出了什么他解决不了的破事。秦风淡淡地说道。他对萧婉和李沐月道，今天你们不用遮掩容貌了。萧婉和李沐月对视一眼，都明白了秦风的意思，脸上微微一红，点了点头。很快，安阳王李红就一路小跑地进了后院，他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正要开口拜见，可当他目光扫过凉亭里的景象时，整个人瞬间僵在了原地，嘴巴无意识地张开，眼睛瞪得溜圆，呼吸都停滞了。天，他看到了什么？之前他来拜见时，秦风身边的3位女眷虽然也气质出尘，但容貌都用灵力遮掩过，只是中上之姿。可今天他们竟然展露了真容。那个正在给秦风捏肩的成熟美妇，身段丰腴，眉眼间全是风情，一颦一笑媚骨天成，足以让任何男人疯狂。那个正在包着果皮的少女，娇俏灵动，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带着几分刁蛮和天真，如同枝头最娇艳的花朵。还有那个在不远处练剑的白衣女子，身姿高挑，英气逼人，那张脸蛋冷艳绝伦，宛如雪山之巅的圣洁白莲，只可远观不可亵玩。3种风格迥异却又同样美得让人窒息的角色，任何一个都足以引起整个齐国的轰动。可现在这3位仙女般的人物竟然都围绕在秦风身边，对他百依百顺。李红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嗡嗡作响，一股难以言喻的敬畏和恐惧从心底最深处涌了上来。他之前只觉得秦风是深不可测的仙长，现在他觉得自己的想象力还是太贫乏了。能让3位如此绝色的仙子共侍一夫，这位秦仙长的来头到底得有多恐怖？李红的双腿一软，差点当场跪下，他连忙低下头，再也不敢多看一眼，用比之前恭敬10倍的语气颤声道，小王李红拜见仙长。行了，别整这些虚的，说吧，什么事？秦风的声音懒洋洋地传来。李红定了定神，这才敢抬起头，小心翼翼地汇报道，回仙长，最近这齐国不太平了。哦。秦风终于睁开了眼。李红咽了口唾沫，继续道，不知为何，最近从修真界那边来了好多仙师，涌入了我们凡俗界，我们齐国就来了不少，其中甚至有好几位据说是炼气后期的大能。他说出炼气后期4个字时，声音都在发抖，脸上全是恐惧。在他这种炼气初期的修士看来，炼气后期那已经是天一般的人物了。现在我们李氏皇族是大气都不敢吭一声，只能好吃好喝的伺候着，生怕惹恼了哪位仙师，招来灭国之祸。秦风听完，心里顿时了然，看来是华云宗和清剑门的战争波及太广，让很多散修或者小家族的修士都觉得修真界待不下去了，所以才跑到凡俗界来避难。说重点。秦风有些不耐烦。是。李红连忙道，重点是有2位炼气后期的大能准备在我们齐国开宗立派，其中1位选址就在应天府，离我们安阳城不远。那位大能已经派人传下话来，说是3日后宗门正式开山，要求我们应天府地界内所有的修士都必须到场观礼。说到这里，李红的脸上露出了苦涩，而且还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备上厚礼，否则就是不给他面子，后果自负。秦风闻言，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区一个炼气后期也敢学人开宗立派，还敢如此明目张胆的索要孝敬，真是有意思。仙长，您看这事，小王到时候是去还是不去？李红满脸纠结地看着秦风，把决定权完全交了出来。秦风坐直了身子，淡淡道，
去？为什么不去？这么热闹的事情，当然得去凑凑热闹，看看这炼气后期的修士到底有多豪横。听到秦风这么说，李红心里顿时有了底。秦风手腕一翻，几枚闪烁着微光的石头飞向李红，这些拿去，赏你的。最近把安阳城管的还行，挺听话的。而且李红时常来对自己献殷勤，比如说那个浴池就修建的令人挺满意的。李红手忙脚乱地接住那几枚灵石，感受到上面精纯的灵气，整个人激动得浑身发抖。又是下品灵石，而且随手就给了3枚。他连忙跪在地上砰砰磕头，多谢仙长赏赐，多谢仙长赏赐。他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他前几日去皇城，也曾有幸远远见过那几位所谓的炼气后期大能。那几个人一个个鼻孔朝天，眼高于顶，还跟皇室要点修炼资源，那副嘴脸简直快到天上了，哪里像秦仙长这般为人随和，气质超然，最重要的是出手阔绰，随手就是几枚灵石。这气度，这底蕴，那几个炼气后期的土包子给秦仙长提鞋都不配。李红心中愈发坚定，这条大腿他抱定了，这才是真正的神仙人物。行了，滚吧。秦风挥了挥手，是，小王告退，不打扰仙长和几位仙子雅兴。李红连滚带爬地退出了后院。等他走后，秦风重新躺了下去，压根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炼气后期，在他这个筑基中期的修士面前，跟蝼蚁没什么区别。他想弄死对方，也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情。只要那个不长眼的家伙别来招惹自己，他想在凡俗界当他的山大王，秦风也懒得管。毕竟在凡俗界开宗门，在秦风看来实在是太掉价了，简直是令人笑掉大牙。又过了几日，安阳城内风平浪静，秦风的生活依旧是那般惬意。这一日清晨，王爷李弘便带着他的嫡长子李琦，满脸堆笑地候在了府邸门前。今日正是那位炼气后期修士开宗大典的日子。府内，萧婉、白青灵和李沐月早已收拾妥当，听闻要去凑热闹，三女都表现出了不小的兴趣，尤其是李沐月更是兴奋的小脸通红。师兄，我们真的要去啊？那个什么宗门会不会有很多厉害的宝贝？李沐月叽叽喳喳地跟在秦风身边，满眼都是好奇。秦风瞥了他一眼，淡淡道：一群土鸡瓦狗罢了，能有什么宝贝？不过去看看也好，免得你们整天待在府里闷得慌。他随手一挥，3道灵力落在三女脸上，简单遮掩一下，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灵力波动下，三女那足以倾国倾城的容貌顿时变得普通了许多，虽依旧是难得的美人，却不再那般惊心动魄。萧婉温婉地整理了一下秦风的衣领，柔声道：都听你的。白青灵依旧是那副清冷的模样，只是抱着剑默默地站在秦风身后，用行动表示了支持。一行人走出府门，李弘父子见到秦风出来，立刻像哈巴狗一样迎了上来。仙长。李弘正要行大礼，却被秦风一个眼神制止了。走吧。秦风懒得跟他们废话，手腕一翻，嗡，一艘通体由青色陵木打造，长约3丈，造型古朴雅致的飞舟凭空出现在了街道上。飞舟舟身散发着淡淡的灵气波动，舟身上刻画着繁复的符文，一看就不是凡品。这是……李弘父子俩的眼珠子瞬间瞪得比铜铃还大，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拳头，整个人都石化在了原地。飞舟，传说中只存在于修真界的宝贝，他们做梦都没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能亲眼见到这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宝贝。李弘只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之前虽然已经拼命高估秦风的实力和背景，可现在看来自己的想象力还是太过贫瘠了。能随手拿出非洲代步的，这得是什么级别的存在啊？李弘的脑海中掀起了滔天巨浪，看向秦风的眼神已经从敬畏彻底变成了狂热的崇拜。秦风没有理会他们的震惊，带着三女悠闲地走上了非洲，那姿态就好像走进自家后花园一样随意。还愣着做什么？上来！秦风的声音传来。李弘父子俩这才如梦初醒，打了个激灵，连滚带爬地冲了过去。他们甚至不敢用力踩踏，只是蹑手蹑脚地站到非洲的角落，生怕弄脏了这仙家宝物。秦风启动非洲，非洲发出一阵轻微的嗡鸣，缓缓升空，随后化作一道青色的流光，朝着城外疾驰而去。指路！秦风的声音淡淡响起。是。仙长，往东边飞，大概800里。李弘从极致的震惊中缓过神来，连忙指着方向，声音都带着颤音。非洲的速度快得惊人，下方的景物飞速倒退，化作一片片模糊的色块。李弘父子俩一个劲儿地恭维着：仙长神通广大，仙长法力无边，仙长这宝贝真是让小王开了眼了。秦风被他们吵得有些烦，别喊我仙长，
以后叫我秦先生。是，秦先生，秦先生。李洪父子连忙点头答应，姿态愈发谦卑。一旁的李琦仗着自己年轻，胆子也大一些，他看着脚下坚实的甲板，感受着非洲平稳的飞行，忍不住好奇地问道：秦先生，您这宝贝驾驶一次得花多少零食啊？他问这话的时候心都在哆嗦。在他看来，能驱动这种级别的宝贝，恐怕得耗费海量的零食吧。秦风靠在船舷上，吹着风，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几十块吧。轰！这个轻描淡写的回答如同9天惊雷，在李洪父子俩的脑海中炸开。几十块，还是下品零食？李洪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要知道，他身为齐国王爷，一年从皇室那里领到的俸禄，也不过才2-3块下品零食而已，那还是整个王府的开销。而这位秦先生飞一趟就用掉几十块，这已经不是豪横了，这简直就是毫无人性。父子俩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与伦比的震撼和骇然。他们感慨道：不愧是秦先生啊！这一刻，他们心中再无任何杂念，只剩下抱紧这条金大腿的决心。非洲在天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很快，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头出现在众人眼前。秦先生，就是这里。李洪恭敬地说道。秦风的神识扫过，点了点头，眼光还挺不错的。这座山上的灵气确实要比其他地方浓郁那么一点点，在这世俗界算得上是一处小小的洞天福地，当然也仅仅只是一点点而已。非洲在山脚下缓缓降落，秦风收起非洲，带着众人向山上走去。山道已经被修葺一新，两旁还插着一些五颜六色的旗帜，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走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一座崭新的宗门大殿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大殿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这些人都是应天府地界内的修士，大概有20-30个。他们大多都是炼气初期的修为，只有1-2个是炼气中期，一个个穿着朴素，脸上都带着掩饰不住的忐忑和不安。显然，他们都是被逼着来观礼的。当他们看见安阳王李洪走上前来时，纷纷骚动起来，主动上前打招呼：王爷，您也来了。见过王爷。李洪在这些底层修士面前还是很有威严的，他颇有礼貌地对众人拱手行礼，一一回应。很快，众人的目光就落在了李洪身前的秦风一行人身上。当他们看到秦风身边的3女时，不少人的眼睛都微微发亮。虽然3女都经过了简单的易容，但那出尘的气质和婀娜的身段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更让他们心惊的是，堂堂安阳王竟然对那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年轻男子表现出了近乎谄媚的恭敬。这人是谁？恐怕也是个大人物。一时间，所有人都动了心思，纷纷上前来试探着跟秦风打招呼：这位道友，幸会幸会，在下陈三，见过道友。秦风对这些人的示好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连话都懒得说一句。他越是如此高冷，那些修士反而越是觉得他深不可测，一个个愈发敬畏。3女之中，就属李沐月最是兴奋，她像个好奇宝宝一样东张西望，觉得这里的风景还挺不错的，比自家府邸有仙气多了。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低声交谈之际，吱呀，大殿的门被推开，5-6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股子难以掩饰的傲慢。为首的是一个身穿八卦道袍、留着山羊胡的老头，他看起来仙风道骨，但那双滴溜溜乱转的小眼睛却破坏了整体的气质，显得有些贼眉鼠眼。此人正是炼气8层的修士司徒明，他身后的几个年轻人应该就是他的徒弟，修为都在炼气5-6层左右，一个个也是鼻孔朝天，用下巴看人。这一行人一出来，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其中一个尖嘴猴腮的徒弟往前一步，趾高气昂地清了清嗓子：嗨，诸位道友，感谢各位百忙之中前来参加我们紫云宗的开宗大典。我们紫云宗乃是由家师司徒明老祖一手创立，家师不忍见凡俗界修士修行无门，特意在此开山立派，传下道统，此乃尔等天大的福分。他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串冠冕堂皇的屁话，然后话锋一转：按照规矩，开宗大典，诸位前来观礼的道友都需献上贺礼，以表心意。现在请各位道友依次上前献礼。说完，他还不忘吹嘘一句：我可告诉你们，我家师傅司徒明老祖可是炼气8层的顶尖大能，你们可得拿出点诚意来。此言一出，在场的本地修士们脸色齐齐一变。炼气8层，他们原本以为对方只是一个刚入炼气后期的修士，没想到竟然是炼气8层，这在凡俗界已经是足以横着走的存在了。一时间，众人的脸色更加难看，心中充满了绝望。就在这时，那个炼气8层的老头司徒明目光在人群中扫过，当他的眼神落在秦风身边的萧婉、白青灵和李沐月身上时，
那双小眼睛猛地亮了起来。好货色，真是极品的好货色，容貌也是顶尖了，那身段，那气质更是万中无一。尤其是那个成熟丰腴的美妇，简直是天生的绝佳顶炉。司徒明的眼中瞬间爆发出贪婪和占有的欲望，没想到世俗界居然有如此角色。他不动声色地给那个尖嘴猴腮的徒弟使了个眼色。那个尖嘴猴腮的徒弟名叫司徒小天，是司徒明最宠幸的弟子，他最懂师傅的心思。师傅那眼神一递过来，司徒小天心里就跟明镜似的，老毛病又犯了。不过那3个女人确实是极品，尤其是那个风韵犹存的美妇，身段简直了。司徒小天心里暗暗盘算，等师傅享用完了，自己说不定也能分一杯羹。他清了清嗓子，把县里的流程继续了下去。下一位，排在前面的本地修士们一个个苦着脸，哆哆嗦嗦地走上前。他们在凡俗界挣扎求生，哪里有什么像样的宝贝？在下县上百年份的何首乌一株，祝老祖仙福永享。我这里有一块炼气初期妖兽的腿骨，这是我的传家宝，不成敬意。这是我全部的家当，2块块下品灵石，还望老祖笑纳。送上来的东西简直是3瓜2枣，寒酸的不行。司徒明坐在大殿前的太师椅上，脸色越来越难看，嘴角抽搐着，眼里的不屑几乎要溢出来。就这点破烂玩意儿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打发叫花子呢？很快就轮到了秦风一行人。然而秦风只是双手环胸站在原地，嘴角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压根没有要上前献礼的意思。他早就注意到了那老头看萧婉他们时那毫不掩饰的淫邪目光，还想让他送礼。做梦，敢打他女人的主意，这老东西今天怕是走不出这座山了。司徒小天一看机会来了，他当即往前一步，手指着秦风，扯着嗓子就嚎了起来。说你呢，没看到大家都献礼了吗？你是什么人？为何不上前献礼？是看不起我们紫云宗，还是看不起我家师傅？他这一嗓子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司徒小天见状愈发来劲，唾沫星子横飞。我们紫云宗开宗立派，广传道统，是给你们这些凡俗界修士天大的机缘。你倒好，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懂，一点诚意都没有，还想修仙？我看你是活在梦里。你们这些世俗界的土包子就是这么没规矩，简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一长串的羞辱劈头盖脸的砸了过来。站在秦风身后的李红父子腿肚子已经开始打哆嗦，冷汗顺着额角就流了下来，尿都快吓出来了。完了，这位秦先生怎么就这么犟呢？您倒是送点东西啊，随便拿出点什么都比这些人的强100倍啊。李红心里哀嚎着，可他不敢说。眼看那司徒明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李红知道不能再等了。他一咬牙，连忙从秦风身后挤了出来，对着司徒明和司徒小天点头哈腰的道歉。误会，都是误会，这位先生是我的朋友，可能是一时忘了，我替他赔罪。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吭一声清脆的剑鸣骤然响起，一直默默站在秦风身后的白青灵动了。他那张清冷的俏脸上此刻布满了寒霜。敢这么羞辱主人，找死！只见一道白光闪过，他手中的长剑已经出鞘，根本没人看清他的动作。下一秒，噗！还在那里耀武扬威的司徒小天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惨叫着倒飞出去，胸口出现一道深可见骨的剑痕，鲜血狂喷。他重重地摔在地上，抽搐了2下便没了动静。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惊呆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跟在秦风身边英姿飒爽，看起来像个小侍女的女人，竟然一言不合就拔剑伤人，而且实力还如此恐怖。司徒明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傲慢的神色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震惊和不敢置信。他死死地盯着白青灵，感受着他身上那毫不掩饰的灵力波动。炼气7层巅峰，一个侍女般的人物，竟然是炼气7层巅峰的修士，这怎么可能？司徒明感觉自己的心跳都漏了一拍，他知道自己这次是踢到铁板了，而且是能把他腿都踢断的那种超级铁板。他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连忙拱手道：道友息怒，是小徒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我代他向各位赔罪了。然而白青灵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他那双冰冷的眸子里杀意凛然，主人的尊严不容任何人践踏。他提着滴血的长剑，没有一句废话，身影一晃，直接朝着司徒明杀了上去。司徒明大惊失色，没想到对方如此不依不饶，仓促之间只能祭出一面盾牌法器抵挡。当剑与盾牌相撞，发出一声巨响，司徒明被震得连连后退，
手臂发麻，气血翻涌。他心中骇然，这女人的灵力怎么如此精纯霸道？明明比自己低了一个小境界，为何战力如此恐怖？白青灵虽然修为低了一点，但在秦风身边，什么天才地宝没吃过，更被秦风用双修之法日夜指导，体质早已脱胎换骨，远非同阶修士可比。一时间剑光闪烁，灵气激荡，白青灵竟是以炼气7层的修为压着炼气8层的司徒明打。周围的本地修士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他们看向秦风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从之前的好奇试探变成了此刻的无比敬畏和恐惧。能让炼气7层巅峰的强者当侍女，那这位秦先生本人又该是何等恐怖的存在？秦风看着场中激斗的白青灵，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青灵这段时间长进不小。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有些腻了，便淡淡的开口：沐月去帮你青灵姐速战速决。是，师兄。一直憋着一股劲儿的李沐月听到命令，兴奋的小脸通红。他早就等不及了。清风剑出！李沐月娇喝一声，那柄中品法器清风剑瞬间出鞘，化作一道青红，直接加入了战场。本就左支右绌的司徒明，在李沐月加入后，更是瞬间溃败。不，饶命啊！噗嗤，司徒明绝望的惨叫声戛然而止。白青灵一剑洞穿了他的心脏，李沐月的清风剑则削掉了他的脑袋。咕噜噜，一颗死不瞑目的头颅滚落到地上。第一次杀人，李沐月的脸上露出了紧张、兴奋，还有一点点害怕的复杂神情，握着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而一旁的白青灵却是面无表情，眼神无比镇定。他转过身看了一眼地上还在哼哼的司徒小天，手起剑落。噗，世界清净了。啊，师父，饶命啊！仙长饶命！司徒明剩下的那几个弟子看到师父和大师兄都被杀了，吓得魂飞魄散，扑通一声全部跪倒在地，连连磕头求饶。秦风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只是随意的挥了挥手，几道灵力激射而出，瞬间废了他们大半的修为。滚蛋！那几个弟子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跑了。李红父子俩看着眼前这摧枯拉朽的一幕，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抱上大腿了，这次是真的抱上金大腿了。他们的选择没有错。周围那些本地修士此刻也全都反应了过来，他们不敢上前去跟秦风套近乎，于是所有人都双眼冒光地围向了李红。王爷，您真是慧眼识珠啊！王爷，以后还请多多关照。王爷，您这位朋友真是神仙人物啊！一声声王爷喊得无比亲切，充满了谄媚和讨好。李红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受到这些高高在上的修士如此尊重，内心畅快到了极点，整个人都快飘起来了。秦风带着三女走了过来，对李红说道：这里的麻烦解决了，你就留在此地处理这些剩下的事情，我们先走了。李红父子俩连忙深深地鞠了一躬，姿态谦卑到了骨子里。秦先生慢走。秦风点点头，手腕一翻，那艘青色飞舟再次出现，他带着三女悠然走上飞舟，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只留下一群本地修士满脸羡慕地看着天空，嘴里喃喃自语：这才是真正的大能风范啊。随后他们又用更加火热的目光看向了李红。飞舟在云层中平稳穿行，将下方的山川河流甩在身后。飞舟之上，李沐月坐在船舷边，小手紧紧攥着清风剑的剑鞘，指节都有些发白。他的脑子里乱糟糟的，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不久前山门前的那一幕。血，温热的喷涌而出的血。第一次杀人没有想象中的豪情万丈，反而是一种混杂着紧张、后怕，还有一丝病态兴奋的古怪感觉。他的身体到现在还在微微发抖，一只略带凉意的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李沐月回过头，看到了白青灵那张清冷但带着关切的脸。第一次都这样。白青灵的声音很平淡，没什么起伏。习惯了就好。李沐月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这时一具温软的娇躯从身后将他轻轻抱住。是萧婉。月儿，你做得很好。师娘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畔，带着让人心安的力量。那种人渣觊觎我们，还出言羞辱小风，死有余辜。你是在保护我们这个家，保护你师兄，你没有做错任何事。萧婉温柔的话语像一股暖流，瞬间抚平了李沐月内心的躁动和不安。是啊，我是在保护师兄。他们该死。李沐月紧绷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他靠在母亲温暖的怀里，重重地点了点头。秦风站在非洲的最前端，双手负后，目光悠远地望着脚下飞速倒退的壮丽河山。他没有回头去看身后的三个女人，看着这片陌生的天地，他忽然想起了穿越前的日子。
那时候他还是个天天窝在出租屋里，靠着泡面和外卖度日的苦逼社畜，唯一的娱乐就是看那些网络小说，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像书里的主角那样仗剑走天涯，快意恩仇。如今他真的有了这份实力，举手投足间便可断人生死，执掌他人的命运。可他却感觉自己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他内视己身，筑基中期的修为如同一个被灌满了水的池子，灵力充沛，却再也无法扩张分毫瓶颈。一个坚固的让他有些烦躁的瓶颈，杀几个练气期的废物根本无法撼动他的心境。或许是时候换个活法了，去这凡俗界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真正的红尘百态，说不定能找到突破的契机。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悄然生根。回到王爷李红赠送的奢华府邸，秦风将三女召集到了大厅。我准备出去游历一段时间。秦风开门见山，没有半点拖泥带水。话音刚落，大厅里的气氛瞬间凝固。萧安脸上温婉的笑容僵住了，美眸里写满了不舍。白青灵那万年不变的脸上也出现了一抹不易察觉的波动。反应最激烈的是李沐月。什么？师兄你要走？去哪儿？为什么不带我们一起去？他一个箭步冲到秦风面前，拽着他的胳膊，小嘴撅得老高，满脸都是委屈和不满。我要跟你一起去。秦风伸出手，有些好笑地拍了拍他的小脑袋。不行，他的语气不容置疑。我这次出去是为了寻求突破瓶颈的契机，需要独自一人去磨砺心境，带着你们是去游山玩水，不是历练。听到瓶颈二字，李沐月的气焰顿时消了下去。他知道修行上的事对师兄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他可以撒娇，可以吃醋，但绝不能拖师兄的后腿。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他小声地问，声音里带着浓浓的鼻音。3-5个月吧，时间说不准。秦风的目光转向萧婉和白青灵。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们要安心修炼，不可懈怠。小风放心，我们会照顾好自己，也会照顾好院的。萧婉柔声说道，她总是这么体贴懂事。只是小风此去，万事定要小心。秦风点了点头，然后手腕一翻，掌心出现了3枚流光溢彩的玉符。玉符通体晶莹，上面刻画着玄奥复杂的符文，散发着令人心悸的灵力波动。最近修真界动荡，不少修士涌入凡俗界，难免有些不开眼的家伙。这3枚护身玉符，你们一人一个，贴身收好。每一枚都能抵挡筑基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并且能反击一次，威力堪比筑基初期修士的舍命一击。这几枚玉符是那个宝藏清剑门弟子储物袋中的。秦风注入自己的灵力后，比原先的效果好了许多。此言一出，三女全都惊呆了。能抵挡筑基期全力一击的玉符，这是何等珍贵的宝物！在清河方氏，这种级别的宝物足以让无数修士打破头去争抢，甚至引发一场血战。而秦风就这么随手拿出了3枚，送给他们当护身符。三女看着秦风，眼神中除了爱慕和不舍，又多了几分深深的震撼与崇拜。李沐月接过玉符，紧紧地攥在手心，感受着上面传来的澎湃力量，心里最后的那点小脾气也烟消云散了。他知道师兄心里是有他的。耶！秦风盘坐在石室的床榻上，静静调息。房门被吱呀一声轻轻推开，3道倩影鱼贯而入。秦风睁开眼，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呼吸都停滞了一瞬。3张绝色的脸庞在月光下美得让人心醉。他们今晚显然是来践行的。师兄，你明天就要走了。李沐月鼓起勇气率先开口，声音娇媚得能滴出水来。三女俏脸绯红，美眸如水地望着秦风。小风是我们来为你践行。秦风大笑，他猛地从床榻上起身。这一夜注定无眠，被卡了4小时，我一气之下删完了原本接机4000字的。清晨府邸门口，高大的骏马早已备好，毛色油亮，神俊非凡。萧婉、白青灵、李沐月三女依依不舍地站在秦风面前，为他整理着衣衫。小风，出门在外，凡事多加小心。萧婉柔情似水地叮嘱道，眼眶微微泛红。他知道以秦风如今筑基期的实力，在凡俗界是无敌的存在，但关心则乱，他的本能让他忍不住一遍遍地叮嘱。知道了，师娘。秦风捏了捏他柔弱无骨的小手，笑着安慰道，师兄，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李沐月拉着秦风的衣角，撅着小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昨夜的承欢让他彻底放下了所有矜持，对秦风的依赖达到了顶峰，恨不得像个挂件一样天天黏在他身上。现在要分别3-5个月，对他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白青灵则一如既往的安静，他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那双清冷的眸子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秦风，里面蕴含的浓烈不舍丝毫不比萧婉母女俩少。
秦风心中微暖，伸手将三女一起揽入怀中。放心吧，我只是去磨砺心境，寻求突破，又不是什么龙潭虎穴。你们在家乖乖修炼，等我回来检查功课。谁要是偷懒了，看我怎么罚你们。他的话半是安慰，半是调笑，成功的让离别的伤感气氛冲淡了不少。三女俏脸一红，齐齐啐了一口，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某些令人面红耳赤的画面。秦风哈哈一笑，不再多言。他翻身上马，动作行云流水，潇洒至极。一身裁剪合体的青衫衬得他愈发身姿挺拔，剑眉星目，俊美的不似凡人。腰间挂着一个古朴的酒葫芦，更添了几分江湖浪子的不羁与洒脱。我走了。秦风对着三女挥了挥手，随即双腿一夹马腹，驾！骏马发出一声嘶鸣，四蹄翻飞，载着秦风绝尘而去，很快便消失在街道的尽头。萧婉三女痴痴地望着他离去的方向，久久没有动弹，直到再也看不到一丝背影，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府中。官道上，骏马飞驰，秦风迎着扑面而来的劲风，只觉得胸中一股豪气油然而生。虽然他从未骑过马，但以他筑基期修士对身体的掌控力，不过片刻功夫便已经人马合一，娴熟的像个骑术大家。这种不依靠灵力，纯粹凭借肉体和技巧驾驭坐骑的感觉，对他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他此行的目的地是齐国境内武风最盛的金安府，那里江湖门派林立，武者如云，三教九流汇聚，是磨砺心境的绝佳去处。他要以一个普通江湖人的身份，去体验凡俗的七情六欲，去感受那红尘滚滚中的恩怨情仇，以此来打破自己的心境壁垒。此行入江湖，我为逍遥仙。秦风仰天长啸，声音在空旷的官道上远远传开。他从腰间解下酒葫芦，仰头灌了一大口，辛辣的烈酒入喉，仿佛一团火焰在胸中燃烧。爽，太他妈爽了！这种无拘无束，天地任我行的感觉，才是他想要的生活。接下来的几天，秦风彻底放飞了自我。他白天策马奔腾，欣赏沿途风光，晚上要么寻一处城镇的客栈，听听南来北往的客商吹牛打屁，尝尝地方特色的酒菜，要么就在荒郊野外寻一处僻静之地，升起一堆篝火，从储物袋里取出早就备好的妖兽肉，架在火上烧烤，那滋滋冒油的香气能传出2里地去。他一个筑基修士，早就可以辟谷，不食人间烟火，但为了体验生活，满足口腹之欲，他还是乐此不疲。吃饱喝足，便躺在草地上，枕着双臂，看着天上的繁星，感受着夜晚的静谧。这种完全放松的状态，让他的心境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洗涤和沉淀。又过了数日，前方的地平线上已经能隐约看到一座雄城的轮廓。金安府到了。就在此时，秦风注意到官道旁的一座破败荒庙里竟然透出点点火光，还隐约传来人声。他心中一动，勒住马缰。此时天色已晚，荒郊野外的这庙里聚集的是什么人？秦风艺高人胆大，翻身下马，将马匹拴在庙外的一棵老树上，便信步走了过去。庙门虚掩着，他轻轻一推，吱呀，破旧的木门发出刺耳的声响，庙内的说话声戛然而止。数十道警惕的目光齐刷刷地投了过来。秦风目光一扫，将庙内的情景尽收眼底。这是一座山神庙，但神像早已坍塌，蛛网遍布，显然已经荒废了许久。庙宇中央生着一堆篝火，周围或坐或站，聚集了20-30号人。这些人个个太阳穴高高鼓起，气息彪悍，身上带着兵刃，一看就是行走江湖的武林人士。有袒胸露乳的壮汉，有眼神阴鸷的老者，甚至还有几个劲装打扮、英气勃勃的女子。此刻，他们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秦风身上，眼神中充满了审视与戒备。秦风的出现与这里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他太年轻，太英俊，一身青衫一尘不染，气质出尘，完全不像是一个风餐露宿的江湖人，更像是一个离家出游的富家公子。就在这气氛有些凝滞的时候，一个坐在火堆旁的青年站了起来。这青年约莫20岁上下，面容方正，眼神明亮，背上背着一柄连鞘长剑。他冲着秦风一抱拳，朗声说道：“在夏天行剑，徐行舟，不知兄台高姓大名？深夜到此，有何贵干？”他的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态度不卑不亢。秦风淡淡的回了一礼。秦风，他的回答简单干脆，没有多余的废话。听到这个名字，众人脸上的戒备之色稍缓。行走江湖，报上名号是一种基本的礼节。原来是秦风兄弟。秦兄弟好。在场的武林人士纷纷抱拳，算是打过了招呼。徐行舟见秦风气质不凡，虽然年轻，但眼神沉静如水，面对他们这么多人的注视也毫无惧色，心中不由高看了一眼。他再次开口，语气也热络了许多。看秦兄的样子，也是要去金安府的吧？不知秦兄此去
可是为了响应金安府武林同道的号召，前去助拳的。助拳，秦风眉梢微微一挑，眼底掠过一抹玩味。他这几天策马狂奔，风餐露宿，还真没进过什么城镇酒馆，对这金安府地界上的事情一无所知。助什么拳？秦风的声音很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却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他环视一圈，看着这群神情或悲愤或凝重的武林人士，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看各位的样子，不像是要去喝喜酒啊，莫非是金安府里出了什么大事？我这几天赶路，倒是错过了。他这番话让原本就有些紧张的气氛瞬间又凝固了几分。在场的武林人士，哪个不是刀口舔血的老江湖，眼力毒辣得很。眼前这个年轻人俊美的不像话，气质更是超凡脱俗，怎么看都不像是他们圈子里的人。可他偏偏孤身一人，深夜出现在这荒山破庙。面对他们这20-30号杀气腾腾的江湖客，非但没有半点惧色，反而像是主人在审视一群闯入自己院子的野狗。这种感觉让他们很不舒服，却又没来由的心生忌惮。之前开口的徐行舟眉头微皱，正想解释，旁边一个身材魁梧如铁塔、满脸虬髯的壮汉猛地一拳砸在地上，砰！地面尘土飞扬。壮汉双目赤红，声音沙哑的如同2块铁片在摩擦。兄弟，你不是本地人，不知道也正常。他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胸中的所有悲愤都吐出来。金安府完了，武林也完了。壮汉名叫乔山，他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秦风，一字一顿地说道：前些时日，金安府来了一群自称是修仙宗门的人。仙人啊，他妈的仙人！乔山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无尽的恨意与绝望。他们一来就说要在咱们金安府外的云台山开宗立派，广收门徒。一开始咱们金安府的武林同道还以为是天大的机缘，哪个不想跟仙人扯上点关系。府城的官老爷们更是把他们当祖宗一样供着。可是没想到这群畜生根本就不是什么仙人，他们是魔鬼，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乔山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眼眶红的像是要滴出血来。他们要我们金安府所有门派世家献上90%的家产作为贺礼，不给就杀。城西的李家就因为迟疑了一下，一夜之间满门上下300口被屠得干干净净，连条狗都没剩下。他们还在城外圈地抓捕平民，说是要炼什么人丹。短短10几天，死在他们手里的无辜百姓没有1000也有800。庙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剩下乔山那嘶哑的饱含血泪的控诉。所有人都低下了头，握着兵器的手青筋暴起，身体因为压抑的愤怒而微微颤抖。秦风脸上的笑意不知何时已经收敛了起来，他的眼神变得幽深，静静地听着。乔山狠狠地抹了一把脸，继续说道：官府不敢管，朝廷派来的人看了一眼就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我们这些练武的还能怎么办？眼睁睁看着他们为所欲为吗？金安府4大派，我们铁拳门、猎刀山庄、风影阁还有胡镇派4位掌门都是先天高手，联手召集了府内所有有血性的武林同道，决定跟那帮畜生拼了。说到这里，乔山的脸上露出一抹惨烈的笑容。呵呵，拼了！我们以为我们人多，我们有先天高手，就算打不过也能让他们知道我们金安府的武林中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猪羊。可结果呢？我师父铁拳门门主乔振山被那为首的狗日仙人隔着10几丈远一指头点爆了脑袋。猎刀山庄的庄主连人带刀被劈成了2半。风影阁的阁主想用轻功逃走报信，飞到半空就变成了一团火球。那一战，金安府叫得上名号的武林人士死伤殆尽，血把云台山脚下的溪水都染红了。乔山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压抑的哽咽。我们铁拳门去了120个师兄弟，回来的算上我只有3个。哈哈，3个！他笑着，眼泪却止不住的往下流。一个铁塔般的汉子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整个破庙里一片死寂，只有篝火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和那令人心碎的哭声。呸！突然，一个清脆又充满鄙夷的声音响起。一个身穿劲装、身段矫健的女子站了起来，她朝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乔山：别他妈提胡镇派那群软骨头！什么4派联手？3派掌门战死，唯独他胡镇派的掌门王志安活了下来。他不是活下来，他是跪下来求活的。女子眼神凌厉，满是鄙夷。我亲眼看见的。王志安那个老狗在阵前磕头如捣蒜，哭着喊着愿意给仙人当狗。他那不叫活命，那叫苟活。他就是个出卖同道的叛徒，是咱们金安府武林的耻辱。秦风听到这里大致明白了，司徒明那个蠢货的同伙吗？一个区区练气期的修士也敢学人开宗立派，还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屠戮凡人，
简直是愚蠢至极。这种做法不仅会惹来凡俗界的怨气，更容易引来真正的高阶修士注意，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徐行舟站了出来，他走到了篝火旁，明亮的火光照亮了他年轻而坚毅的脸庞。他环视着众人，目光从一张张或悲伤、或愤怒、或麻木的脸上扫过。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各位，乔大哥说的没错，那一战我们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同门都死了。金安府的武林可以说已经死了。庙内的气氛愈发沉重，有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徐行舟的语气陡然一转，变得铿锵有力。但是他们的身体死了，可他们的精神没有死。他们用自己的命告诉了那帮畜生，我们武林中人有自己的骨气。他拔出背后的长剑，剑尖斜指地面。现在轮到我们了。我知道我们这些人加起来也不够那个仙人一根手指头碾的。我知道我们此去是飞蛾扑火，是自寻死路，是十死无生。他的声音越来越激昂，像是一团火焰，点燃了众人心中早已冰冷的血。可是我们能不去吗？我们身后是金安府100万无辜的百姓，是那些被抓去炼丹连尸骨都找不到的乡亲。我们脚下是同道们用鲜血染红的土地。我们是武林中人，我们从小练武，吃尽了苦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酒楼里争强斗狠，耀武扬威吗？不是。他怒吼道，声震四野。是为了行侠仗义，是为了路见不平，是为了保护弱小。如今这天大的不平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能视而不见吗？朝廷不敢管，王法管不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只会缩着脖子当乌龟。那这事谁来管？我们来管。徐行舟用剑鞘重重地敲击着自己的胸膛，发出咚咚的闷响。就用我们这身贱骨头来管，就用我们手里这把不值钱的刀剑来管，就用我们胸中这枪还没凉透的热血来管。赴死！没错，我们就是去赴死的。他高高举起手中的长剑，眼中燃烧着决绝的光芒。但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死，我们为金安府死去的百姓而死，为被那帮畜生践踏的武林尊严而死，为这天下的公道死得其所，死得其所，死得其所。庙内的气氛在这一刻被彻底引爆。说得好，徐少侠说得好，他妈的，跟他们拼了！老子烂命一条，死之前能拉个垫背的就赚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高举着手中的兵刃，悲壮的怒吼声汇聚在一起，仿佛要将这破庙的屋顶都给掀翻。他们眼中含着泪，脸上却带着笑，那是一种看透了生死，奔赴宿命的惨烈与豪迈。秦风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看着这群明知必死却依然选择慷慨赴义的凡人，他那古井无波的心湖竟泛起了一丝涟漪。他想起了前世很久很久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一群人，在那个黑暗的岁月里，面对着无法战胜的敌人，他们也是这样用自己的血肉去为后来者铺就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愚蠢吗？很愚蠢，但却也令人动容。秦风的嘴角缓缓地勾起了一抹无人察觉的弧度。真是有趣，在这凡俗界居然还能看到如此纯粹的东西。他拿起腰间的酒葫芦，仰头灌了一大口，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滑入腹中，带来一阵灼热的暖意。在众人那悲壮的宣泄渐渐平息，气氛重新归于沉寂，只剩下赴死前的宁静时，一个平淡的声音突兀地响了起来：我也去。所有人都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呆呆地转过头，目光齐刷刷地汇聚在那个从始至终都像个局外人的青山公子身上。空气凝固了，之前还哭得像个孩子的铁塔壮汉乔杉，此刻也止住了悲声，瞪着一双通红的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这小子在说什么胡话？他知道去意味着什么吗？那是去送死，是拿自己的命去填一个根本填不上的窟窿。他们这群人都是家破人亡，或是师门被屠，与那帮畜生有着血海深仇，不去不行。可你一个细皮嫩肉，看着就像是哪个大户人家跑出来游山玩水的公子哥，跟着起什么哄？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疑惑、不解，甚至还有些许的。在这片死寂中，徐行舟动了，他那张年轻而坚毅的脸上同样带着惊愕。他大步走到秦风面前，明亮的篝火将两人的身影拉得老长。他仔细地打量着秦风，从那张俊美的不像话的脸，到那一身纤尘不染的青衫，再到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他看不透。这位兄台，徐行舟的声音有些干涩，你可知道我们去做什么？秦风端起酒葫芦，又灌了一口，这才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知道，去杀人或者被杀，不就是赴死吗？说得那么热闹。他这轻描淡写的语气，
让在场众人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赴死，说的跟出门喝杯茶一样轻松。徐行舟的眉头紧紧皱起，他感受不到秦风身上有任何武者该有的气息，只觉得这人深不可测。他沉默了片刻，忽然脸上露出一抹惨烈的笑容。好，他猛地伸出手，重重地拍在秦风的肩膀上。不管兄台你是谁，为了什么，只要你有这份胆气，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徐行舟的兄弟。他转过身，对着众人高声道：这位秦风兄弟，愿与我等同生共死。大家欢迎。众人面面相觑，虽然心中依旧疑虑重重，但徐行舟都发话了，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更何况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哪怕这份力量看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一时间，庙内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秦风对此毫不在意，自顾自地找了个干净的角落坐下，闭目养神。接下来的3天，陆陆续续又有人赶来这破庙会合，有的是金安府本地侥幸逃生的武者，有的是从外地赶来助拳的江湖豪客。整个破庙里气氛压抑的能滴出水来，每个人都在擦拭着自己的兵器，脸上带着决绝与死志，很少有人说话。徐行舟倒是找秦风聊了几次，秦风这才知道，这个看起来不过20出头的年轻人，竟是齐国武林百年不遇的奇才。年仅22岁，便已踏入无数武者梦寐以求的先天之境，被誉为齐国第一剑。若无这场变故，他前途无量，未来注定是名震一国的大人物。可现在，他却要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去挑战一群真正的仙人。秦兄，你不怕死吗？徐行舟看着悠哉喝酒的秦风，忍不住问道。秦风瞥了他一眼，反问：你怕吗？徐行舟坦然一笑：怕，但有些事怕也得做。秦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没再说话。3天后，破庙里已经汇聚了130多号人，这是他们能召集到的所有力量了。诸位，徐行舟站起身，拔出长剑，出发。没有多余的废话，所有人都默默地站了起来，跟在他的身后，形成一股悲壮的洪流，朝着金安府城而去。秦风不紧不慢地跟在队伍的末尾，像个真正的看客。当他们踏入金安府城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刺痛了双眼。曾经繁华热闹的街道，此刻一片死寂，店铺关门，行人绝迹，家家户户的门窗都紧紧闭着，唯有风吹过时，能看到不少门前挂上了白帆。整座城市都笼罩在一片绝望的死气之中。畜生，这帮畜生！乔杉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城市变成这副鬼样子，双目赤红，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其他人也是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就杀上云台山。就在这时，长街的尽头出现了2个身影，是2个身穿紫云宗道袍的年轻修士，修为都只有炼气初期。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神情倨傲，目光所及充满了对凡人的蔑视。他妈的，是紫云宗的狗腿子，杀了他们！队伍中有人低吼，立刻就要冲上去。徐行舟抬手制止了他们。那2个修士显然也看到了这群杀气腾腾的武林人士，但他们非但没有半点惧怕，反而露出了讥讽的笑容。哟，还有不怕死的？其中一个瘦高个修士停下脚步，捏着嗓子，用一种阴阳怪气的语调说道：正好，省得我们一个个去找了。宗主他老人家神功大成，需要100个活人来助力修行，我看你们就不错嘛。另一个矮胖修士舔了舔嘴唇，眼神贪婪地扫过众人。能成为宗主大人仙法的一部分，是你们这些蝼蚁8辈子修来的福气，还不快快跪下谢恩！跪下！随着他一声厉喝，街道2旁紧闭的门窗后传来一阵骚动，随即一个个百姓战战兢兢地打开门，跪倒在地，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抬。这一幕彻底点燃了所有武林人士的怒火。我操你妈的仙人！乔杉第一个忍不了，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就要冲上去找死。那瘦高个修士眼中寒芒一闪，屈指一弹，一道肉眼可见的灵力激射而出，直取乔杉眉心。小心！徐行舟脸色巨变，手中长剑瞬间出鞘，枪！一声脆响，剑光一闪，那道灵力被他精准的劈散。咦，先天武者？2个修士都露出了意外的神色。在他们看来，凡俗界的先天武者也就跟他们炼气初期的修士差不多，甚至还要弱上几分。可这群人里居然有4、5个！杀！徐行舟懒得再废话，一声怒吼，当先杀了过去。他身后那几位同样是先天境界的老者也同时出手，5位先天高手含怒一击，气势何等骇人。那2个紫云宗弟子脸上的倨傲瞬间变成了惊恐，他们想跑，可哪里还来得及？徐行舟的剑最快，如一道惊鸿，瞬间就到了那瘦高个面前。瘦高个惊骇欲绝，匆忙祭出一面小小的盾牌法器，咔嚓，盾牌只抵挡了不到1息，
便被凌厉的剑气斩得粉碎。噗！长剑穿胸而过。不要杀我，我是紫云宗的。瘦高个的话还没说完，徐行舟手腕一抖，剑气爆发，直接将他的心脏搅成了碎片。另一边，那个矮胖修士也被3名先天高手围住，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就被乱刀砍成了肉泥。2人秒杀，鲜血和碎肉溅了一地，浓郁的血腥味弥漫开来。2个在凡人面前作威作福的仙人，就这么被他们眼中的蝼蚁给宰了。走！徐行舟收剑入鞘，脸上没有半点喜色，只有一片冰冷。杀上云台山！杀上云台山！众人怒吼着，士气大振，踏着那2个修士的尸体，朝着城外的云台山方向大步走去。街道两旁，那些跪着的百姓缓缓抬起了头，他们呆呆地看着这群武林人士离去的背影，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震惊，有恐惧，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痛苦。一个老者喃喃自语：那不是平日里在街上横着走的铁拳门乔山吗？还有那个风影阁的柳一刀，出了名的吃饭不给钱。他们去杀仙人了。疯了，都疯了，可是官府不敢管，朝廷也不管，除了他们还有谁敢站出来？哎，他们这是去送死啊！一声声叹息在死寂的街道上响起。这些凡人不知道什么是大义，他们只知道这群平时他们眼中的混账恶霸，此刻正要去为他们做一件必死无疑的事情。可能大家不喜欢世俗界的副本，我尽快写完这个副本回修行界。一行人踏着沉重的步伐，终于抵达了云台山脚下。曾经风景秀丽的山门，此刻却被改得乌烟瘴气。2根巨大的石柱上刻着龙飞凤舞的3个大字：紫云宗。字迹张狂，透着一股子无法无天的霸道。就是这里。乔山双拳紧握，指节捏得发白，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的师兄弟们就死在了这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赤红，压抑的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仿佛随时都能喷薄而出。什么人竟敢擅闯我紫云宗山门？一声厉喝从山上响起。很快，一行10数人从山上大摇大摆地走了下来。为首的是一个身穿华丽道袍的中年男人，面色阴鸷，鹰钩鼻，眼神里带着一股子邪气。他的气息远比之前被杀的那2个弟子强大太多，赫然是炼气巅峰的修为。此人正是紫云宗宗主唐华。而在唐华身后，一个身影让徐行舟等人瞬间目眦欲裂。王志安。徐行舟的吼声中充满了不敢置信的愤怒和被背叛的痛苦。那个在众人面前跪地求饶，被整个金安府武林视为耻辱的胡镇派掌门王志安，此刻正像一条狗一样卑微地跟在唐华身后。他身边还跟着几个残存的胡镇派弟子，一个个低着头，不敢与众人对视。王志安，你这个无耻的叛徒，你还有脸出现？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竟与你这种软骨头称兄道弟！咒骂声此起彼伏，如同刀子一般扎向王志安。王志安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脸色惨白如纸，却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将头埋得更低了。唐华看着山下这群杀气腾腾的武林人士，像是看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掏了掏耳朵，用一种夸张的语气大笑道：哈哈哈哈，这是哪来的一群叫花子？就凭你们这些连灵气都感应不到的废物，也敢来我紫云宗门口叫嚣？他伸手指着徐行舟等人，笑得前仰后合。是谁给你们的勇气？本宗主还以为是什么高手来了，搞了半天就是一群来送死的蠢货。秦风站在人群的最后方，百无聊赖地打量着那个唐华。炼气巅峰，果然如此。这种修为在真正的修真界里连炮灰都算不上，可是在这凡俗界确实足以横着走了。看他身上那股驳杂又狂暴的灵力波动，恐怕是想强行冲击筑基，这才压不住内心的欲望，在这凡俗界为所欲为，真是个可悲又可笑的废物。宗主说的是。王志安突然抬起头，对着唐华谄媚地笑道：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根本不配让宗主您亲自动手，就让弟子来为您扫清这些垃圾。说着，他猛地转过身，脸上那谄媚的笑容瞬间变得狰狞无比。动手！一声暴喝，王志安和他身后的几名胡镇派弟子如同离弦之箭，悍然暴起。他们的目标不是徐行舟等人，而是他们身前那几个毫无防备的紫云宗弟子。噗嗤！变故只在瞬息之间，王志安眼中爆发出滔天的恨意与决绝，他全身的经脉和肌肉瞬间鼓胀，皮肤下渗出细密的血珠，这是燃烧经脉、透支所有生命力的搏命一击。他手中的长刀带着一股惨烈的气势，狠狠地捅进了一名炼气中期弟子的后心。那名弟子脸上的讥笑还没散去，就僵硬地低下头，看着穿胸而出的刀尖，满眼的难以置信。你！与此同时，另外几名胡镇派弟子也用同样的方式与身边的紫云宗弟子同归于尽。鲜血狂飙，惨叫声响彻山门。
王志安，你他妈疯了！唐华又惊又怒，完全没料到这条他根本没放在眼里的狗居然敢反咬一口。哈哈哈哈！王志安一击得手，却并未停下，而是用尽最后的气力，死死抱住那个被他捅穿的修士，张开嘴，狠狠地咬在了对方的脖子上，撕下了一大块血肉。他抬起满是鲜血的脸，对着山下目瞪口呆的徐行舟等人发出了撕心裂肺的狂吼：我们不是叛徒啊！那天我们是必败之局，留下性命不是为了苟活，是为了今天能再咬下这帮畜生一块肉啊！吼声悲壮，响彻云霄。说完这句话，他全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与他怀中的那名紫云宗弟子一起软软地倒了下去。他的眼睛却始终死死地盯着徐行舟的方向，眼神里充满了愧疚、解脱以及一丝恳求。王大哥！徐行舟一行人全都看傻了，他们脸上的愤怒和鄙夷瞬间被巨大的震惊和悲痛所取代。原来是这样，他们误会了他。叛徒，你们这群该死的凡人！唐华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他辛辛苦苦收拢的几个练气期手下，转眼间就被这群蝼蚁用命换掉了2个，这是奇耻大辱！都给我去死！唐华彻底暴怒了，他双手猛地抬起，周遭的空气都开始扭曲，一股庞大到让所有武林人士都感到窒息的灵力在他掌心疯狂汇聚。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仙法！一个巨大的燃烧着熊熊烈焰的火球在他手中迅速成型，越变越大，散发着足以融化一切的高温。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了所有人。在这股毁天灭地的力量面前，他们所谓的先天境界，所谓的武功都成了一个笑话。徐行舟等人脸上血色尽退，只剩下无尽的绝望。他们可以不怕死，但他们不想死得这么毫无价值。就在火球即将脱手而出，将所有人化为灰烬的瞬间，一直站在队伍最后像个看客般的秦风终于动了。他甚至连姿势都没换，只是懒洋洋地抬起手，对着那巨大的火球随意地挥了挥，就像是在驱赶一只烦人的苍蝇。然后那足以让上百名武者绝望的散发着恐怖威能的巨大火球就那么凭空消散了，连一丝火星都没剩下。风轻云淡，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保持着上一秒的姿势一动不动。徐行舟张大了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乔山那蒲扇般的大手还举在半空，脸上的表情是见了鬼一样的惊骇。唐华那张狂暴怒的脸也彻底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震惊与凝重。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汇聚在了那个青山公子的身上。你！唐华的声音干涩无比，眼神死死地盯着秦风，额头上渗出了冷汗。道友是哪条路上的朋友？他不是傻子，能如此轻描淡写地化解自己这一击的，其实力绝对不比自己差。妈的，这小小的凡俗界怎么会藏着这种怪物？道友，此事是我紫云宗与这些凡人之间的恩怨。唐华强压下内心的惊骇，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想必道友也只是路过，何必为了这些蝼蚁与我紫云宗结下梁子？只要道友愿意就此放手，我唐华愿献上金安府1半资源给道友。他这番话让徐行舟等人瞬间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们齐刷刷地转头看向秦风，眼神里充满了激动、期盼，还有一丝深深的惶恐。这位秦兄弟竟然是真正的仙长，可他会为了他们这些萍水相逢的凡人去得罪另一个仙人吗？在所有人紧张的注视下，秦风终于有了回应。他对着唐华露出了一个温和的微笑，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意思很明确，这事儿我管定了。唐华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一股疯狂的狠力涌上他的脸庞。好，好，好！他连说3个好字，眼神变得怨毒无比。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是你逼我的！唐华发出一声怒吼，全身的灵力毫无保留的爆发。他猛地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在身前的法剑上。幽冥血煞，听我号令！起！轰！一股黑色的气浪以他为中心猛地炸开，周围的景象瞬间变得昏暗下来，仿佛白日被黑夜吞噬。阴风怒嚎，鬼哭神嚎，一股远比之前更加恐怖、更加邪恶的力量从他身上升腾而起。这是他压箱底的禁术，是他用无数生魂祭炼的最强一击。给我死！唐华面目狰狞，用尽全身力气挥出了这毁天灭地的一剑。黑色的剑芒裹挟着无数扭曲的魂魄，朝着秦风呼啸而去。徐行舟等人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在这股力量面前，他们连站都站不稳了。然而面对这惊天动地的一击，秦风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甚至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他只是伸出右手，食指对着那道汹涌而来的黑色剑芒轻轻一点，一道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灵力从他指尖激射而出。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没有华丽炫目的光彩，他就那么普普通通，平平无奇，却快到了极致。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那道灵力瞬间洞穿了层层叠叠的黑色剑芒，穿过了无数哀嚎的鬼影，然后精准无比地点在了唐华的眉心。噗一声轻响，唐华那狰狞疯狂的表情永远地定格在了脸上，他眼中的神采如同被戳破的气球，迅速地消散，眉心处出现了一个细小的血洞，他那惊天动地的一剑也如同无根的浮萍，在半空中烟消云散。紧接着他的身体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砰！一代枭雄紫云宗宗主唐华当场身亡，全场死寂。那些剩下的紫云宗弟子一个个腿软如泥，直接瘫倒在地，裤裆里传来一阵骚臭。而徐行舟、乔杉等武林人士则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骨头，一个个目瞪口呆，大脑一片空白。死了，那个不可一世是他们如蝼蚁的仙人宗主就这么死了，被秦兄弟不被这位仙长一指头点死了。这他妈的过了许久，徐行舟才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对着秦风重重地磕了一个头，晚辈徐行舟叩谢仙长救命之恩。他这一跪，所有幸存的武林人士全都反应了过来，纷纷跪倒在地，对着秦风拼命地磕头。多谢仙长，仙长神威盖世，我等有眼不识泰山，请仙长恕罪。激动、敬畏、狂热，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们语无伦次。秦风对此毫不在意，他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那些奄奄一息的胡镇派众人身上。王志安等人燃烧了经脉，本是必死之局，此刻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秦风看着他们，随手一挥，几颗翠绿色的丹药凭空出现，化作几道流光，精准地落入了王志安等人的嘴里。丹药入口即化，一股磅礴的生机瞬间在他们体内炸开。只见他们身上那些狰狞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干瘪的身体重新变得充盈，苍白如纸的脸色也迅速红润起来。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原本已经踏入鬼门关的几人竟然奇迹般的坐了起来，虽然还有些虚弱，但性命已是无碍。这一手起死回生的神仙手段再一次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徐行舟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杀人只在弹指之间，救人亦在挥手之间，这才是真正的仙人，毁天灭地，创造生机，皆在一念。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长剑，又看了看远处那高深莫测的青山背影，一股前所未有的渴望如同燎原的野火在他心中疯狂滋生。大丈夫当如是，武道终究只是凡俗小道，唯有求仙才是真正的通天大道。秦风的目光从唐华那死不瞑目的尸体上挪开，淡淡的扫向那群已经吓得屁滚尿流的紫云宗弟子。仙长饶命，仙长饶命啊，我们都是被逼的，我们也是受害者啊，求仙长看在我们修行不易的份上，放我们一条生路吧。剩下那几个弟子连滚带爬地跪在地上，拼命的磕头，额头砸在青石板上，发出砰砰的闷响，鲜血和泥土混在一起，狼狈到了极点。秦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甚至懒得跟这些杂鱼废话，只是轻轻抬了抬手指，咻咻咻，几道几乎看不见的灵力激射而出，精准地没入每一个紫云宗弟子的眉心。磕头求饶的声音戛然而止，那几个弟子身体一僵，眼中的神采瞬间熄灭，直挺挺地向后倒去，步了他们宗主的后尘。斩草就要除根，这是秦风一贯的行事准则。做完这一切，他才收回目光，重新落在了山下那群依旧跪在地上的武林人士身上。徐行舟、乔杉，还有那刚刚从鬼门关被拉回来的王志安等人，一个个都用一种看神明般的眼神狂热地仰望着他。秦风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平淡地开口：你们很不错。短短5个字，却像是一道天雷，在所有武林人士的脑海中轰然炸响。这是仙人的夸赞，这是来自一位弹指间便可毁天灭地，挥手间便能起死回生的真仙的认可。谢仙长夸奖。徐行舟激动得浑身颤抖，声音都变了调。我等能为仙长效劳，是我等三生有幸。其他人也跟着山呼海啸般的喊了起来，脸上的狂喜和激动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一刻，什么血海深仇，什么江湖道义，都变得不再重要。能得到仙人的一句肯定，他们觉得今天就算死在这里也值了。秦风的视线在人群中扫过，最后在徐行舟的身上停顿了片刻。这个年轻人倒是有几分意思，心性坚韧，资质也尚可。虽然在修真者看来这点资质不算什么，但在凡人之中
已是顶尖。那股子为了信念悍不畏死的劲头，倒是让他想起了当初那个傻乎乎的白青灵。也罢，就当是这趟凡俗之行随手结下的一段善缘。秦风心念一动，一本泛黄的古朴册子便出现在他手中。他看都没看，就那么随意地向徐行舟的方向一扔，册子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徐行舟的怀里。徐行舟手忙脚乱地接住，低头一看，只见那册子封面上龙飞凤舞的写着3个大字“引气诀”。他愣住了，这是什么？就在他满心疑惑之际，秦风那淡然的声音再次响起：“看你顺眼，赏你的，能走多远，看你自己的造化。”话音落下，秦舟的身影就那么在所有人面前凭空消失了，没有一丝征兆，仿佛他从未出现过一般，只留下满地的尸体和一群目瞪口呆、大脑彻底宕机的武林人士。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亲身体验了这群凡俗武者悍不畏死的豪情与气魄，他那坚如磐石的筑基中期瓶颈确实出现了一丝松动，剩下的就需要回去借助双修功法，一鼓作气将其彻底冲破。秦风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向着安阳城的方向疾驰而去。来时他为了体验凡俗，策马而行，花了许多天。此刻全力飞行，归心似箭，不过短短1个时辰，那座熟悉的府邸便已出现在视线之中。秦风的身影悄无声息地落在后院，他才刚一落地，3道亮丽的身影便从各自的房间里冲了出来。师兄，小风，秦爷，萧婉，李沐月，白青灵。3女看到突然出现的秦风，脸上都写满了不敢置信的惊喜。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萧婉快步走到他面前，一双美眸上下打量着他，生怕他受了什么伤。这才过去1个月的时间，他们本以为至少要等上3-5个月，甚至更久。想你们了，就回来了。秦风笑着，伸手将师娘温软的身子揽入怀中，深深地吸了一口她身上那令人心安的体香。讨厌！萧婉俏脸一红，轻轻捶了他一下，但身体却很诚实的没有挣扎。娘，师兄才刚回来，你就一个人霸占着。李沐月嘟着嘴，几步跑过来，直接从另一边抱住了秦风的胳膊，用自己已经初具规模的胸脯使劲地蹭着。少女的娇嗔和占有欲毫不掩饰，白青灵则依旧是那副清冷的模样，只是默默地走到秦风身边，那双漂亮的眸子里也闪动着难以察觉的喜悦。小风，你这次出去修为可有进展？萧婉还是最关心正事，仰着那张妩媚动人的脸，柔声问道。秦风点点头，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快了，就差临门一脚。听到这话，3女的眼睛都是猛地一亮，她们比谁都清楚秦风的修为突破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秦风看着他们脸上那发自内心的喜悦，心中也是一片火热。他目光扫过师娘那成熟妩媚的娇躯，又看了看李沐月那青涩却诱人的少女身段，最后落在一旁英姿飒爽、气质清冷的白青灵身上。他喉结滚动了一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直接下达了命令：今晚你们3个都来我房间，助我突破。此言一出，萧婉的脸颊瞬间红透，娇媚的白了他一眼，却顺从的点了点头。而李沐月和白青灵在听到这句话后，身体都是微微一颤，尤其是李沐月，她舔了舔嘴唇，眼中爆发出强烈的期待。白青灵也是呼吸一滞，那张冰山般的俏脸上竟也浮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这么久没有修炼了，那种修为暴涨的快感，他们早就期待已久了。今天一口气写到20万字吧，写加快凡俗界的进度。大家说我修仙元素不多，后续进入宗门我会加的。我才写小说不到2月，写的不好的地方大家多多体谅下。晚上府邸的饭厅里灯火通明，一张巨大的圆桌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菜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盘盘经过精心烹饪的妖兽肉，灵气四溢，香气扑鼻。秦风大马金刀地坐在主位上，左手边是温婉动人的萧婉，右手边则是娇俏可人的李沐月，白青灵则安静地坐在萧婉身旁。对他而言，筑基期的修为早已可以辟谷，不食人间烟火，但他偏不，他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前世在出租屋里，别说吃些好的，能吃上一顿热乎的饱饭都是奢求。如今自己有钱有势，有实力有地位，为什么不享受？修行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随心所欲，为了活得比谁都滋润吗？秦风夹起一块金黄酥脆的妖兽肉放进嘴里，感受着那灵力在舌尖炸开，化作暖流涌入四肢百骸的舒畅感，惬意地眯起了眼睛。好吃，他随口赞了一句。身边的3女闻言，眉眼都笑开了花。这1个月秦风不在，他们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灰暗了，每天除了修炼就是无尽的想念。现在这个家里的主心骨回来了，他们感觉天都亮了。萧婉不停地给秦风夹着菜，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眼里
满是柔情蜜意。小风，你喜欢就多吃点，就是府里剩下的零食也不多了。他有些担忧地说道。秦风摆了摆手，浑不在意。吃完了，我们回修行界再弄就是，多大点事。李沐月则像只粘人的小猫，整个身子都快贴到秦风身上了，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他，仿佛怎么也看不够。白青灵话最少，但他给秦风添酒的动作却最为勤快，那张清冷的俏脸上也挂着一抹不易察觉的浅笑。一顿豪华的晚饭在温馨而又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夜深，秦风的石室内烛火摇曳，他刚盘膝坐下，房门便被轻轻推开，3道亮丽的身影带着一阵香风款款走了进来。秦风抬眼看去，呼吸都为之一滞。3女显然是精心打扮过的。师娘萧婉身着一袭浅绿色的宫装长裙，裙摆上绣着精致的莲花暗纹，合身的剪裁将她那成熟丰腴的娇躯勾勒得淋漓尽致。她发髻高挽，插着一支简单的玉簪，妩媚动人的脸蛋上略施粉黛，眼波流转间媚意天成，端庄中又透着一股勾魂夺魄的韵味。李沐月也穿了一件浅绿色的衣裳，却是活泼可爱的短裙款式，露出一双笔直修长、白皙娇嫩的少女美腿。她的头发梳成了双马尾，随着步伐一甩一甩的，那张灵气动人的小脸上满是期待和兴奋，少女的娇憨与青春的活力扑面而来。而白青灵则是一身素白的长衫，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简约到了极致。但就是这最简单的装束，反而将她那英姿飒爽、气质清冷的身段衬托得更加出尘。她像一朵雪山上悄然绽放的冰莲，冷艳圣洁，却又让人忍不住想要采撷。3种风格，3种角色，任何一个放在外面都足以引得无数男人疯狂。而现在他们都是属于他秦风一个人的。小风，萧婉看着秦风那灼热的目光，俏脸微红，柔弱的开口：我们给你准备了回家的礼物。说完，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支通体碧绿的玉箫，轻轻放在唇边。呜，悠扬而又婉转的箫声在石室中缓缓响起，那音乐时而如高山流水，清澈空灵，时而如情人低语，缠绵悱恻。就在箫声响起的同时，李沐月和白青灵动了，两人赤着雪白的玉足，在房间的空地上翩翩起舞。李沐月的舞姿活泼灵动，像一只林间穿梭的百灵鸟，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跳跃，都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和少女的娇媚。白青灵的舞姿则清冷而又优雅，像一只月下独舞的白天鹅，她的动作舒展而有力，柔美中带着一股英气，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回眸，都带着致命的吸引力。一个热情似火，一个冷若冰霜，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在悠扬的箫声中完美的交织在一起。轻纱舞动，长发飘扬，香汗淋漓，这一刻的画面美得让人窒息，好一幅活色生香的美人献舞图。秦风靠在床头，端起一杯酒，嘴角那得意的弧度怎么都压不下去神仙般的享受，也不过如此吧。这些绝色尤物都是他的女人。一曲终了，舞毕，石室内恢复了宁静，只剩下3女的充满情意的目光和那浓得化不开的暧昧气息。秦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猛地站起身来，他的眼中燃烧着熊熊的火焰。礼物我很喜欢。他大步上前，在一片娇呼声中伸出双臂，将3具温软的娇躯同时揽入了怀中。现在该轮到我给你们礼物了。轰！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猛地从秦风体内爆发开来，整个石室内的灵气瞬间被搅动，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漩涡，疯狂地向着4人交缠的中心涌去。那道困扰了秦风许久的筑基中期瓶颈，在阴阳双修大法下，就如同纸糊的一般，被那狂暴的灵力洪流摧枯拉朽般的瞬间冲破。筑基后期成了。秦风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灵力，无论是质还是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沐月发出一声惊喜的尖叫，他只感觉一股磅礴到难以想象的精纯灵力从秦风那儿反哺而来，瞬间让他的修为更加精进。不只是他，萧婉和白青灵的修为也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飞涨。太好了，师兄，你成功了！李沐月激动的浑身颤抖，在灵力平息之后，他猛地从床上蹦了起来，跳得那叫一个高。少女的娇躯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然后重重地落在秦风身上，对着他的脸颊就狠狠地亲了一口。不，萧婉和白青灵也是满脸喜色，疲惫的俏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秦风感受着体内那澎湃的力量，又看了看眼前3个因为自己的突破而欣喜若狂的绝色美人，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接下来几天，秦风没有外出，他整日待在自己的房间内，稳固着刚刚突破的筑基后期修为。澎湃的灵力在经脉中如江河般奔腾，每一次周天循环都让他对这具身体的掌控力更上一层楼。这种力量满溢的感觉让他沉醉。而萧婉3女
则将他伺候得无微不至。每日3餐都是灵气充裕的妖兽肉和精心准备的灵骨。秦风甚至不需要开口，一个眼神，一杯热茶，一盘包好的灵果就会被送到嘴边。温柔体贴的萧婉，活泼粘人的李沐月，还有那个总是默默守护在一旁，眼神却片刻不离他身上的白青灵，这种生活才是他秦风应该过的。就在秦风享受着帝王般待遇的时候，安阳城乃至整个齐国的修真圈子却因为一件事炸开了锅。听说了吗？金安府那边出大事了。什么事？快说说。安阳城内的一家酒楼里，几个仙风道骨的炼气初期的散修聚在一起，压低了声音，神情却无比激动。盘踞在云台山的那个紫云宗被人给一锅端了。什么？紫云宗？我听说那宗主唐华可是炼气巅峰的狠角色，一手火球术出神入化，谁能灭他？不知道啊，就听说是个路过的年轻仙长，姓秦，叫秦风。秦风这个名字一出，在座的几人面面相觑。据说啊，那唐华祭出了压箱底的法器，结果被那位秦先生就那么伸出一根手指头给点死了。说书人般的修士讲到激动处，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下，满脸的不可思议。死！周围响起一片道吸凉气的声音。一指头点死炼气巅峰，那得是什么修为？筑基，绝对是筑基期的大能。我的天，咱们安阳城附近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尊大神？这些议论一字不落地传进了安阳王府。当李弘听着手下的汇报时，他那张肥胖的脸上表情从震惊到狂喜，最后变成了一种近乎癫狂的亢奋。秦先生，一指头点死了炼气巅峰。李弘激动地从太师椅上蹦了起来，身上的肥肉都在剧烈的颤抖。哈哈哈哈！他双手叉腰，在书房里来回踱步，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筑基大能，我李弘抱上的大腿竟然是真正的筑基仙人，天助我也，真是天助我也啊！他原以为秦风只是个实力强横的炼气修士，就已经把他当成祖宗一样供着了，现在才知道自己抱住的根本不是大腿，而是一根擎天巨柱。来人，快备上王府里最好的千年人参，最美的东海明珠，不，把本王司库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本王打包。李弘激动得语无伦次，对着下人咆哮：快，本王要立刻去拜见秦先生。秦风的府邸后院，秦风正躺在一张摇椅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李沐月跪坐在他身边，正小心翼翼地给他捶着腿，那双灵动的大眼睛里满是崇拜和爱慕，一派祥和安逸的景象。就在这时，管家匆匆跑了进来：仙长，安阳王李弘求见，在府外候着呢。秦风眼皮都没抬一下，让他进来。不一会儿，身材臃肿的李弘就一路小跑着冲了进来，脸上堆满了谄媚到极致的笑容。他身后还跟着几个下人，抬着好几个大箱子。秦先生，李弘一进院子，看到秦风，立刻就是一个90度的鞠躬，姿态恭敬到了极点。小王听闻先生神威，在金安府为民除害，扬我正道雄风，心中实在是敬仰万分，特备了些许薄礼，不成敬意，还望先生笑纳。说完，他一挥手，下人立刻将几个大箱子打开，只见里面珠光宝气，各种凡俗间的奇珍异宝，差点闪瞎了人的眼睛。秦风瞥了一眼，毫无兴趣。这些凡俗之物在他眼里跟路边的石头没什么区别，但他看出了李弘今天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恭敬，甚至带着一种狂热。看来金安府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有事？秦风淡淡的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李弘的胖脸一僵，额头上瞬间冒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他知道，在真正的仙人面前，任何拐弯抹角都是愚蠢的。秦先生，李弘支支吾吾，眼神闪烁，似乎在做什么剧烈的思想斗争。秦风端起萧婉刚刚递过来的茶，轻轻吹了吹热气，他也不催促，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李弘。院子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压抑起来。李沐月停下了捶腿的动作，好奇地看着这个胖王爷。萧婉和白青灵也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目光投了过来。李弘感觉自己像是被3座大山压着，呼吸都变得困难。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错过了今天，他这辈子都只能当个碌碌无为的安阳王。皇帝，谁不想做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个掌控亿万人生死的权利。想到这里，一股巨大的野心压倒了恐惧。李弘心一横，牙一咬，猛地跪倒在地，对着秦风的方向就是一个响头。砰！青石板的地面都被他磕得闷响。秦先生，小王有不情之请。秦风呷了口茶，面无表情。说。李弘抬起头，脸上满是豁出去的决绝。如今我那皇兄修行出了岔子，命不久矣，可他膝下却无一子嗣。朝中几位王爷
为了那个位置已经争得头破血流。小王以前毫无竞争力，可现在小王想请先生助我。李红的声音都在颤抖，他死死地盯着秦风，眼中充满了渴望和哀求。秦先生，我想当皇帝。此话一出，整个院子都安静了。萧婉和李沐月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显然没想到这个胖王爷的野心竟然这么大。秦风放下了茶杯，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着，发出笃笃的声响。他皱起了眉头，陷入了沉思。参与世俗王朝的更替，这对他来说完全不感兴趣。看到秦风皱眉，李红的心脏瞬间沉到了谷底。他那张肥胖的脸上血色尽退，变得一片惨白。仙人皱眉了，仙人不高兴了，自己是不是太贪心了？是不是触怒了仙人？一股巨大的恐惧瞬间淹没了他的野心。秦先生，李红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再次磕头，声音都带上了哭腔。是小王昏了头，是小王异想天开，先生就当小王什么都没说，我这就滚，这就滚。他一边说，一边手脚并用的就想往后爬，那副狼狈的样子像极了一条丧家之犬。秦风看着他那副窝囊的样子，眉头反而舒展开了。也罢，这个胖子虽然没什么骨气，但这段时间把自己伺候的还算舒服。行吧。就在李红快要爬出院子的时候，秦风那淡漠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李红的动作猛地一僵，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他缓缓地转过头，脸上带着不敢置信的表情。秦先生，您说什么？秦风看着他，眼神平淡。我说行，但我希望你做一个好皇帝，至少要比现在这个好些。轰！李红的脑子里如同炸开了10000个响雷，巨大的狂喜让他瞬间忘记了恐惧，忘记了尊卑。他从地上一跃而起，指着自己的鼻子，满脸的呆滞。我能当皇帝了。随即他反应过来，双腿一软，又一次重重地跪了下去。这一次是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多谢秦先生，多谢秦先生再造之恩。秦先生放心，小王若是能登上大宝，必定励精图治，让百姓安居乐业，绝不负先生所托。他一边喊着，一边对着秦风的方向一下又一下地磕着响头，额头很快就变得一片红肿，渗出了血丝。秦风摆了摆手，有些不耐。行了，起来吧。是。李红如蒙大赦，颤颤巍巍地站起身，那张胖脸上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看起来滑稽又可怜。他看着秦风，眼神中的敬畏已经化作了狂热的崇拜。秦风看着在地上磕头磕得满脸是血，还在那儿感恩戴德的李红，眉头微微一皱，他觉得有些聒噪。行了。秦风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他站起身，一把抓住了李红的后衣领，就像是抓一只肥硕的鸡。师兄。旁边的萧婉和李沐月都有些惊讶。秦风回头看着3张关切的俏脸，脸上露出一抹笑意。我出去一趟，办点小事，今晚就回来陪你们。话音未落，他拎着体重超过200斤的李红，脚下一点，整个人便如一道青色闪电冲天而起，瞬间消失在了天际，只留下院子里目瞪口呆的3女。啊！刺骨的罡风像刀子一样刮在李红的脸上，让他连眼睛都睁不开。脚下是飞速倒退的山川河流，一切都变得渺小无比。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速飞行，让他这个养尊处优的王爷魂都快吓飞了。秦先生，慢点。李红的声音被狂风撕扯得支离破碎。秦风低头瞥了他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嫌弃。闭嘴！李红瞬间吓得死死闭上了嘴巴，双手紧紧地抓着秦风的手臂，生怕自己真的被当成垃圾一样丢掉。他心中对秦风的敬畏，此刻已经彻底化为了深入骨髓的恐惧。这才是真正的仙人手段，腾云驾雾，日行万里。与此相比，那些所谓的炼气后期大能简直就是个笑话。不到1个时辰，一座雄伟壮阔的巨城出现在了地平线上。齐国皇城到了。此刻的皇城气氛肃杀，城墙上3步一岗，5步一哨，到处都是披坚执锐的士兵。城中几座最豪华的王府上空更是飘扬着各自的旗帜，隐隐有分庭抗礼之势。几位王爷为了皇位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整个皇城都笼罩在一片剑拔弩张的阴云之下。秦风没有丝毫停留，直接拎着李红飞到了皇城正上空。他松开手，李红顿时像个肉球一样悬浮在半空中，吓得面无人色，手脚并用的乱蹬。秦风根本没理他，他只是静静的悬浮着，然后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从他体内轰然爆发，筑基后期的强大气息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瞬间笼罩了整座皇城。轰！皇城内所有修士，无论是在闭关还是在享乐，都在这一刻如遭雷击。他们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压在心头，
灵力运转瞬间停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这是什么威压？筑基，是筑基期的大能。天啊，怎么会有筑基前辈来到世俗界？城中各处数道身影惊骇欲绝地冲出府邸，抬头望向天空。那几位从修真界来的炼气后期修士被各大王爷奉为座上宾。平日里眼高于顶的炼气后期修士，此刻更是脸色惨白，双腿发软。他们在这股威压面前，渺小的如同蝼蚁。嗖，7、8道流光从不同的王府冲天而起，飞到秦风面前100米开外，便再也不敢靠近。他们一个个凌空躬身，姿态谦卑到了极点，脸上写满了惊恐与不解。晚辈参见前辈，不知前辈大驾光临，有何吩咐？为首的一个老者颤声问道。他就是大皇子背后那位炼气8层的供奉，在世俗修真界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可现在他在秦风面前连头都不敢抬。秦风的目光冷漠地扫过他们，根本懒得和这些蝼蚁废话。他伸手指了指旁边那个还在空中哆嗦的胖子。从今天起，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城内每一个人的耳中。他，安阳王李弘，就是齐国的新皇帝。秦风的语气平淡的，就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们有意见吗？此话一出，天地间一片死寂。那几个炼气后期的修士全都愣在了当场，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安阳王李弘，那个最没用、最窝囊，早就被所有人排除在皇位竞争之外的胖子，他凭什么？就因为他抱上了这位筑基前辈的大腿。众人看着李弘，眼神中充满了嫉妒、不甘，但更多的是恐惧。没人敢说话，在一位筑基大能面前提意见，那是找死。地面上那几位原本胜券在握的王爷，此刻更是面如死灰，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完了，全完了！他们争得头破血流，机关算尽，结果人家直接掀了桌子，不跟他们玩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显得那么可笑。秦风见无人反对，满意的点了点头，他随手一挥，一块晶莹剔透的玉符飞到了李弘面前。拿着，这块灵符能抵挡炼气巅峰修士的全力一击，并且能自动反击一次，威力等同于炼气巅峰。他的声音再次传遍全城，故意让所有修士都听得清清楚楚。谁要是不服，可以来试试这块灵符的威力。那几个炼气后期修士听到这话，吓得浑身一个机灵，头埋得更低了。是，谁敢试？这不仅仅是一块护身符，这更是一种警告，一种震慑。李弘颤抖着双手接过了那块玉符，他激动的浑身肥肉都在颤抖，眼泪鼻涕一起流了下来。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皇位稳如泰山。秦风看着他，神情淡漠。我来凡俗界已经1年多了，是时候该离去了。你我之间的缘分就到此为止，好好当你的皇帝，励精图治，让百姓安居乐业，不要让我失望。说不定哪天我心血来潮，会回来看看你把这个国家治理得怎么样。说完，秦风不再看任何人，他转过身，身影一晃，便在众人敬畏到极点的目光中凭空消失，只留下整个皇城的人还沉浸在巨大的震撼之中，久久无法回神。安阳城府邸后院，光芒一闪，秦风的身影出现在院中。师兄，你回来了！萧婉、白青灵、李沐月3女立刻惊喜地迎了上来。秦风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一抹微笑。事情办完了，收拾一下东西吧，我们也该走了。3女都是一愣。走。师兄，我们去哪儿？李沐月拉着他的衣袖，急切地问道。秦风的目光望向遥远的南方。回修真界，我们去华云宗，那里可是有我的一个老熟人呢。萧婉和白青灵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疑惑，但他们没有多问。李沐月更是用力地点了点头，脸上满是雀跃。好，只要能跟师兄在一起，去哪里都行。萧婉和白青灵也跟着点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他们而言，只要秦风在身边，哪里便是家。半个月后，灵木飞舟如一道流光划破天际，在它下方，连绵不绝的山脉和凡人国度都渺小得如同沙盘上的模型。甲板上，秦风斜靠在一张软榻上，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揽着师娘萧婉柔软的腰肢，清风拂面，酒香醉人。他眯着眼看着下方飞速倒退的景致，心中没有半点波澜。这半个月，他过得比凡间的帝王还要滋润。白天有3位绝色佳人相伴，赏景、饮酒、品尝各种灵果佳肴；晚上则是雷打不动的修炼时间。在阴阳双修大法的运转下，他刚刚突破的筑基后期修为得到了完美的巩固，而萧婉3女更是得了天大的好处，修为逐步增进。师兄，你看那是什么？
李牧月像只欢快的小鸟，指着前方天际一道若有若无的屏障，兴奋地叫道。她穿着一身浅蓝色的短裙，露出一双白皙修长的腿，青春的活力几乎要溢出来。秦风抬眼望去，那是一道横亘天地的巨大无形壁垒，将两个世界彻底隔绝，凡俗界与修真界的界限。坐稳了，秦风淡淡开口，随手一挥，一道灵力护罩将整个非洲笼罩起来。非洲没有丝毫减速，一头撞了上去。嗡！空间传来一阵轻微的震荡，紧接着一股浓郁到几乎要化为实质的灵气扑面而来。这股灵气是如此纯净，如此磅礴。三女贪婪地呼吸着每一口灵气，感觉浑身上下的毛孔都舒张开来。终于回来了。李牧月更是夸张地张开双臂，闭上眼睛，脸上满是陶醉。还是修真界的空气好闻，凡俗界那地方灵气稀薄得跟泔水一样，我一天都不想多待。就连一向清冷的白青灵此刻也难得地放松下来，嘴角勾起一抹浅淡的弧度。他默默感受着体内欢快流淌的灵力，握着剑柄的手都松开了几分。秦风感受着这熟悉而又强大的灵气，嘴角也缓缓勾起。回来了，这个弱肉强食却也充满了机遇的世界。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张骄傲又羞愤的俏脸，那个被他欺负惨了却又不得不扔下令牌狼狈逃跑的暴躁小妞。华云宗50，一年多没见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想我。师兄，你在笑什么？笑得这么坏？李牧月凑了过来，好奇地看着他。秦风收回思绪，伸手捏了捏他挺翘的鼻尖，想到了一个老熟人。他没有多说，神念一动，非洲再次加速，向着华云宗的方向疾驰而去。又过了数日，非洲进入了一片广袤的区域，这里的灵气愈发浓郁，空中时不时能看到驾驭着各式法器来来往往的修士，显然已经到了华云宗的管辖范围。秦风寻了一处偏僻的山谷，将非洲收起。好了，我们下去打听一下情况。他看着身边3位国色天香的女子，屈指一弹，3道微光没入他们体内。下一刻，萧婉的成熟妩媚，李牧月的灵气逼人，白青灵的英姿飒爽，都被一层淡淡的平凡所笼罩。他们的容貌变得没有原先那么漂亮了，气质也变得普通起来，扔在人堆里绝不会引起任何注意。师兄，你好偏心。李牧月嘟着嘴，不满地看着秦风，为什么只给我们易容，你自己却不弄？秦风剑眉星目，气质超凡，此刻站在那里就像是黑夜中的萤火虫，想不引人注目都难。秦风瞥了他一眼，理所当然地说道：我需要易容吗？李牧月一时语塞，竟无言以对。萧婉和白青灵则是掩嘴轻笑，他们早就习惯了秦风这种霸道又自恋的风格。4人走进附近的一座方室，这方室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酒楼、丹药铺、法器店应有尽有。街上的修士大多是炼气初期，偶尔能看到几个炼气中后期的修士，都带着一股傲气。秦风随意找了个看起来最热闹的酒楼，要了个靠窗的雅间。客官，想喝点什么？一名炼气2层的小厮点头哈腰地跑了过来。秦风扔给他几块下品灵石，把你们这儿最好的灵酒、特色灵窑都上一遍，再跟我说说最近这地界有什么新鲜事没有？那小厮看到灵石眼睛都直了，态度愈发恭敬。好嘞，前辈您稍等。他手脚麻利地收起灵石，竹筒倒豆子般地说道：要说新鲜事，那最大的就是3个月前咱们华云宗和清剑门的仗打完了。哦。秦风眉毛一挑，结果如何？小厮脸上露出一抹不屑。嗨，还能如何？雷声大雨点小呗。两边在黑风岭打了快1年，最后签了个什么狗屁合约，说那条灵石矿2家共同开采。听说啊，咱们华云宗还赔了不少资源给清剑门呢，主要是杀死了清剑门的一位金丹长老。李牧月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嘴，那打了1年死了不少人吧？小厮撇了撇嘴，声音里带着几分嘲弄和悲凉。死人？那当然死了，不过死的大多数都是那些想加入宗门跑去当炮灰的散修，听说血都把黑风岭的石头染红了，尸体堆得跟山一样高。至于2宗的真传弟子，人家金贵着呢，只死了寥寥几人。小厮摇着头叹了口气，惨啊，那些散修怀揣着一步登天的梦想，结果呢，命都丢了。这就是咱们散修的命啊，不值钱。他说完便摇着头去准备酒菜了。雅间内一时有些沉默，萧婉秀眉微蹙，眼中带着不忍。太可怜了。李牧月撇了撇嘴，小声嘀咕，这能怪谁？还不是他们自己贪心，想走捷径。白青灵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擦拭着自己的长剑，剑身寒光凛冽。秦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散修的命，他比谁都清楚，在这个世界
弱者的命本就一文不值。同情、怜悯，这些都是最没用的东西。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不断变强，强到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主宰别人的命运。很快，酒菜上计，秦风几人没有再谈论这个沉重的话题，吃饱喝足后便离开了方室，重新寄出非洲，直奔华云宗山门。又飞了数日，一座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雄伟巨城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华云城，城墙高达100丈，通体由一种青色巨石砌成，上面铭刻着密密麻麻的符文，在日光下流转着淡淡的辉光。一条巨大的灵脉被强行拘来，盘踞在城池下方，使得整座城市的上空灵气都浓郁地化作了淡淡的白雾光，是这座依托宗门修建的城池，就比凡俗界最雄伟的皇城还要壮阔100倍。天啊！李沐月张大了嘴巴，一双美目中写满了震撼。这就是东域大宗吗？他从小在清河坊那种小地方长大，何曾见过如此气派的仙家城池？就连见多识广的萧婉，此刻也难掩惊容。白青灵更是看得呆住了，握着剑的手不自觉地攥紧。秦风将非洲停在城外数百里的一片树林里，带着3女步行走向城门。高大的城门下，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飞天遁地的修士拉着货物的妖兽，构成了一幅繁华而又奇特的画卷。城门口站着2排身穿统一制式铠甲的卫兵，让3女心惊的是，这些看门的卫兵每一个竟然都是炼气后期修为。在清河坊，炼气后期都可以勉强称为大人物了，可在这里却只是个看大门的。入城费，每人10块下品灵石。一名卫兵面无表情地拦住了他们，声音冰冷，不带任何感情。李沐月顿时有些不忿，想说什么，却被萧婉悄悄拉住了衣袖。秦风面色平淡，随手扔过去40块下品灵石。那卫兵接过灵石，轻点了一下，便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可以进去了。从头到尾，他都没正眼看过秦风一眼。走进城门，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宽阔的街道由白玉铺就，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琼楼玉宇，雕梁画栋。空中不时有修士驾驭着法宝，化作流光飞过，这些人大概都是华云宗的修士。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丹药和灵草的香气。哇，师兄，快看，那家店卖的是法宝，还有那里是丹药阁，好香啊！李沐月彻底被眼前的繁华迷住了，像个刚进城的村姑，拉着秦风的袖子，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萧婉和白青灵虽然没有他那么夸张，但也好奇的四处打量，眼中异彩连连。秦风任由他们看着，自己则在思考一个问题：城市进来了，可怎么联系上武林那个小妞呢？华云宗山门就在城后的仙山上，守卫森严，他总不能直接打上门去，说要找你们的天骄圣女吧？那估计当场就会被当成奸细给乱棍打死。师兄，我们现在去哪儿啊？萧婉柔声问道，将秦风的思绪拉了回来。秦风沉吟片刻，目光在繁华的街道上扫过，先找个地方住下，再从长计议。他正想找个客栈，脑中突然灵光一闪，等等，好像有什么东西。秦风猛地停下脚步，神念探入自己的储物袋中。他记得当初在乱葬岗，武林那个小妞羞愤欲绝地逃跑前，好像扔给了自己一个东西。当时情况紧急，他光顾着感受突破筑基的喜悦，事后就把这事给忘了。他的神念在储物袋里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中飞速翻找着吴刚的全部家产，金丹洞府的怡宝清剑门真传弟子的赞助各种功法、丹药、法器、材料，琳琅满目。终于在一个角落里，他找到了，那是一块通体温润的刻着云纹的青色令牌。秦风心念一动，那块玉牌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做工精致，灵气内敛，显然不是凡品。师兄，这是什么？3女都好奇地凑了过来。秦风没有回答，他握着令牌，将一丝筑基后期的灵力缓缓注入其中。嗡，令牌猛地一震，发出一阵柔和的白光，紧接着一道信息流顺着秦风的手臂直接涌入他的脑海。华云宗真传弟子武灵，凭此令，可见我如见我本人，可调动华云宗管辖范围内一切执事弟子。信息很简单，但内容却霸道到了极点。秦风的脸上瞬间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好家伙，这简直就是一块如朕亲临的金牌啊！武林那个小妞还真是大方。也对，当时他理亏，又怕自己把事情捅出去，给块封口费，合情合理。秦风把玩着手中的令牌，脸上的笑容愈发玩味和邪气。他抬起头，目光穿过繁华的街道，望向城后那座云雾缭绕的仙山。武灵，我来了。秦风把玩着手中的青色令牌，脸上那玩味又邪气的笑容，让身边的3女都看呆了。师兄，你笑得好坏啊！李沐月忍不住又凑了上来，像只好奇的小猫，伸着脖子想看清他手里的东西。
秦风瞥了他一眼，反手就将令牌收回了储物袋。走，先找个地方落脚。他心情大好，大手一挥，颇有几分指点江山的气势。咱们不住普通的客栈，要住就住这华云城里最好的。有武林这块如朕亲临的金牌在手，他还怕什么？这华云宗的地盘不就跟自己家后花园一样吗？秦风领着三女在繁华的让人眼花缭乱的街道上穿行，他神念扫过，很快就锁定了一座看起来最为气派的建筑——云来客栈。这客栈足有9层高，通体由某种陵墓建造，飞檐斗拱，气势恢宏。门口2尊威武的石狮子，眼中都闪烁着灵光，显然是某种傀儡造物。光是这门面就足以碾压秦风以前见过的所有建筑。走，就这儿了。秦风一马当先，带着三女走了进去。刚一踏入客栈大堂，一股更为浓郁的灵气便扑面而来，还夹杂着淡淡的檀香。大堂宽敞明亮，地面铺着光滑如镜的玉石，来往的客人非富即贵，个个气息不凡。一名穿着体面、身形微胖的中年掌柜正坐在柜台后拨弄着算盘。他抬眼看到秦风一行人，眼中金光一闪，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这位公子，里面请。是打尖还是住店？秦风扫了一眼这掌柜，炼气9层的修为，在这华云城里也只能当个客栈掌柜，而在他身后，一名负责端茶倒水的店小二，竟然都有炼气中期的实力，这让跟在后面的李沐月和白青灵都暗暗心惊。这东域大宗的底蕴果然深不可测。住店，秦风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势。把你们这儿最好、最大、最贵的房间给我开一间。那掌柜听到这话，脸上的笑容更甚，眼神在秦风身后的萧婉三女身上一扫而过，露出了一个男人都懂的会心笑容。好嘞，公子您可真有眼光，咱们云来客栈的天字1号房绝对是整个华云城独一份的享受。掌柜一边说着，一边引着秦风往里走，嘴上更是滔滔不绝。这房间不但占据了顶楼最好的位置，可以俯瞰半个华云城，里面更是布置了聚灵阵法，灵气浓度是外界的3倍不止，保证让您和几位仙子宾至如归，流连忘返。秦风听着他的介绍，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多少灵石一碗？掌柜伸出2根手指，笑眯眯地说道：承会，5块中品灵石一碗。什么？李沐月听到这个价格，当场就惊呼出声。5块中品灵石，那就是500块下品灵石，这简直就是在抢钱。掌柜的笑容微微一僵，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只是眼神里带上了一点轻视。看来是哪家出来见世面的小地方修士，被价格吓到了。萧婉连忙拉了拉李沐月的衣袖，示意他不要失态。秦风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随手就扔过去一个储物袋。先开3天。掌柜下意识地接过储物袋，神念往里一探，脸上的表情瞬间从职业假笑变成了谄媚的真笑。储物袋里15块中品灵石码得整整齐齐，散发着诱人的光晕。公子豪气。掌柜的态度瞬间180度大转弯，腰都弯下了几分。小的这就给您安排，您和几位仙子楼上请。他亲自在前面引路，将秦风4人带到了9楼最顶层的一间房门前。打开房门，一股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房间极大，简直像个小型的洞府。客厅、修炼室、丹房、卧室一应俱全，装饰奢华，处处透着不凡。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后那座笼罩在云雾中的仙山。不错，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这灵石花得值。打发走掌柜后，秦风对三女说道：你们先在这里安顿，熟悉一下环境，我出去办点事。师兄，你去哪儿啊？萧婉有些担忧地问道。去见个老朋友。秦风神秘一笑，没多解释，转身便离开了客栈。他独自一人拿着那块令牌，开始在城中打听华云宗在此地的办事处。华云城虽大，但宗门的办事处却很好找，就在城中心最显眼的位置，那是一座庄严肃穆的黑色殿宇，门口有真传弟子站岗，气势森严。秦风没有丝毫犹豫，径直走了过去。来者何人？门口的守卫弟子见他走来，立刻出声喝止，手中的长枪泛着寒光。秦风懒得跟他们废话，筑基后期的气势轰然释放。那2名只有炼气期的守卫弟子脸色瞬间煞白，被这股庞大的威压压得连连后退，差点一屁股坐倒在地。前辈，2人声音颤抖，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店内立刻传来一阵骚动。很快，一名身穿华云宗执事服饰的中年人快步从里面走了出来。此人有着筑基中期的修为，在华云城里也算是1号人物了。他看到秦风如此年轻，却有着深不可测的修为，心中猛地一跳。这么年轻的筑基后期，难道是其他大宗门前来拜访的真传弟子？这种人物绝对有资格位列东域天才榜了。他不敢有丝毫怠慢，
连忙躬身行礼，态度恭敬到了极点。晚辈华云宗执事刘明，不知前辈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我叫秦风，我找武林。秦风言简意赅，直接拿出了那块青色令牌。刘明看到令牌，瞳孔骤然一缩，真传弟子令，还是武林师姐的贴身令牌。这令牌的意义，他再清楚不过了。见令如见人，眼前这个年轻的过分的筑基后期强者，竟然和宗门那位耀眼的天骄有如此深厚的关系。刘明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态度愈发谦卑。原来是武林仙子的朋友，前辈请稍等，晚辈这就立刻传讯回宗门。他不敢有丝毫耽搁，连忙取出一枚传讯玉符，将消息恭恭敬敬地传递了出去。与此同时，华云宗内门深处，一座灵气最为浓郁的山峰上，一间静室内，一名身穿火红色长裙的绝色女子正盘膝而坐。她容颜绝美，身材火辣到极致，每一寸曲线都仿佛是上天最完美的杰作。此刻她周身灵力涌动，气息已经达到了筑基期的顶峰，距离金丹大道也只差那临门一脚。此人正是华云宗天骄武灵。若是他能在此次闭关中成功突破金丹，便足以凭借年龄优势直接冲进东域天才榜前3。然而此刻的他正在修炼，却有些心烦意乱。他的脑海中有时总是会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一张可恶又帅气的脸。那个登徒子1年多了，也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武林越想越气，一张俏脸都绷紧了。就在这时，一道传讯玉符的微光在静室外亮起。武林皱了皱眉，随手一招，玉符便飞入他手中。神念探入，一道信息传来：禀武师姐，山下华云城办事处有一位名叫秦风的筑基后期前辈，持您的真传弟子令牌前来寻您。秦风，武林看到这个名字，整个人都愣住了。下一秒，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有愤怒，有羞恼，但更多的却是一种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喜悦。这个混蛋，这个登徒子，他终于知道来找我了。我知道了。武林冷冷地回了一句，掐断了传讯。但他那微微上扬的嘴角和眼中那一闪而逝的亮光，却彻底出卖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站起身，化作一道火红色的流光，冲出了洞府，向着山下的华云城疾驰而去。那速度快得让沿途遇到的弟子都瞠目结舌。武师姐这是怎么了？这么急着去哪儿？华云城办事处大厅内，刘明执事正小心翼翼地陪着秦风喝茶，连大气都不敢喘。秦风则老神在在，悠闲地品着灵茶，等待着家人上门。没过多久，一道火红色的倩影便如同一团烈火，直接从天而降，落在了大殿门口。秦风抬眼望去，嘴角咧开一抹灿烂的笑容。来人正是武灵。1年多不见，这小妞出落得更加水灵了。一身火红色的紧身长裙，将她那凹凸有致、惹火至极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裙摆开叉极高，露出一双笔直修长、充满了爆炸性力量感的美腿。绝色的容颜上依旧带着那股子生人勿近的冰冷和骄傲，但此刻那双凤眸中却带着几分复杂难明的情绪，正直勾勾地盯着他。帅气依旧，就是看起来更骚包了。武林看着秦风那一身青衫和他脸上那副玩世不恭的笑容，心里没好气地啐了一口。刘明等一众办事处的人员见到武林亲至，连忙躬身行礼，参见武师姐。都出去。武林冷冷地开口，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秦风。是。刘明等人如蒙大赦，连忙拱手退下，还非常识趣地将大殿的门给关上了。偌大的殿宇内只剩下了秦风和武林2人，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武林仙子，1年不见，有没有想我啊？秦风站起身，张开双臂，就想给武林一个大大的热情的拥抱。滚！武林俏脸一寒，身形一晃，便轻巧地躲开了。他看着秦风那副登徒子模样，气就不打一处来。果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秦风也不尴尬，收回手臂，绕着武林走了一圈，目光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打量。身材越来越好了啊！你……武林被他这露骨的言语气得俏脸通红，扬起手就想给他一巴掌。这个混蛋！哎！秦风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他纤细的手腕。武林仙子，今时不同往日了。他笑嘻嘻地说道：我现在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给个面子。他心中又气又恼，但当他看到秦风那张近在咫尺的脸，说正事。武林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冷声问道：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秦风松开了他的手，笑呵呵地说道：我呢，带着我的3个女人来投奔你了，想在你们华云宗找个落脚的地方。3个女人，这4个字如同4道惊雷，在武林的脑海中轰然炸响。
他只觉得一股无名之火噌的一下就从心底窜到了天灵盖。这个混蛋，他竟然有3个女人，难怪1年多都不来找自己，原来是早就有了新欢。武灵气得浑身发抖，胸口剧烈起伏，抬起一只手就想再给秦风一巴掌。他感觉自己快要被这个男人给气疯了。武灵仙子，冷静，冷静！秦风看着他那副要杀人的样子，连忙后退一步，一脸无辜。家事，家事而已，不至于动手吧？谁跟你家事？武灵气得口不择言，但当他看到秦风那副看好戏的表情时，心里又是一痛。他知道自己失态了。为什么？为什么听到他有别的女人，自己会这么愤怒，这么心痛？难道武灵不敢再想下去？秦风看着他那副失魂落魄、渲然欲泣的模样，心里嘿嘿直乐。小样儿，还治不了你了。他清了清嗓子，换上一副诚恳的表情。武灵仙子，我这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为了感谢您当初赠送令牌的恩情，也为了庆祝我们久别重逢，不如去我住的客栈吃顿便饭。武灵闻言，娇躯一震，他抬起头，死死地盯着秦风，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不甘。他也想去见见他的女人。好，武灵咬着银牙，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他答应了。他倒要亲自去会会秦风的那3个女人。武灵跟在秦风身后，一张绝美的俏脸冷若冰霜。他就这么跟着，一言不发，但那双喷火的凤眸几乎要在秦风的背上烧出2个洞来。这个混蛋，登徒子！他倒要看看他那3个女人到底是什么货色。2人一前一后，就这么回到了云来客栈。大堂里，那名身形微胖的掌柜一看到秦风，立刻又堆满了职业假笑迎了上来。可当他的目光落在秦风身后的武灵身上时，那笑容瞬间僵硬，手里的算盘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武仙子！掌柜的舌头都捋不直了，一双小眼睛瞪得溜圆，整个人像是见了鬼，手脚都开始哆嗦。开什么玩笑？这华云城里谁不认识华云宗那位最耀眼的天骄武灵？这位主怎么会跟那个出手阔绰的公子哥走到一起了？他脑子嗡的一声，连忙躬身，头都快埋到胸口里去了，声音里充满了谄媚与恐惧。小的不知武仙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仙子恕罪。滚开！武灵现在心情极差，看都懒得看他一眼，冷冷地吐出2个字。掌柜的被他那冰冷的眼神一扫，吓得浑身一哆嗦，差点直接跪下。哎，掌柜的别怕。秦风笑嘻嘻地站了出来，拍了拍掌柜的肩膀，他今天心情不好，你别往心里去。说着，他随手又扔过去一个储物袋，去把你们这最好的酒菜全都给我弄一桌，送到天字1号房去。掌柜的接过储物袋，只觉得入手温热，连忙点头哈腰。是，公子爷您放心，小的马上就去办，保证让您和仙子满意。秦风不再理他，转身对着武灵做了个请的手势，脸上挂着玩味的笑容。武灵冷哼一声，迈开那双惊心动魄的大长腿，率先朝着楼上走去。看着他那摇曳生姿却又充满力量感的背影，秦风嘴角的笑意更浓了。而武灵每走一步都感觉身后那道目光像钩子一样，让他浑身不自在，恨不得立刻回头一脚把那张可恶的笑脸给踹烂。砰！天字1号房的门被推开，房间内奢华依旧，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萧婉、李沐月和白青灵3人正在打坐修炼，察觉到秦风的气息，脸上都露出了喜悦。师兄，小风你回来了。3女几乎是同时停下修炼，欢快地迎了上来。可当他们看到跟在秦风身后的武灵时，3人的脚步齐齐一顿，全都愣在了原地。好漂亮的女人！一袭火红色的长裙将身材勾勒得惊心动魄，那张脸更是美得让人窒息。更重要的是，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强大而骄傲的气势，让同为女人的她们都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李沐月的小嘴微微张开，眼中充满了警惕和一丝敌意。白青灵则是有些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绝色女子。而萧婉在短暂的惊愕之后，心中便是一声轻叹，这位应该就是小风口中那位老朋友了吧？这容颜，这气势，怕是来者不善啊。武灵的目光也如同利剑一般，在3女身上扫过。就这，虽然各个身段不错，但脸上都蒙着一层淡淡的法力，看起来姿色平平，顶多算是清秀。武灵的嘴角不自觉地撇了撇，他还以为是什么样的国色天香，能把这混蛋的魂都勾走。搞了半天，就这品味，一股莫名的优越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秦风将武灵那细微的表情变化尽收眼底，心里乐开了花。小样儿，还给你治不了你。他似乎知道了武灵的心思，懒洋洋的一挥手，让咱们尊贵的客人见见你们的真面目。话音落下，一道微光闪过，笼罩在萧婉3女脸上的法术瞬间消散。刹那间，
整个房间都亮了起来。萧婉那成熟妩媚、风情万种的绝世容颜，李沐月那青春活泼、灵气逼人的娇俏脸蛋，白青灵那清冷出尘、英姿飒爽的独特气质，三张风格迥异却都足以颠倒众生的脸，就这么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武林面前。武林脸上的那一抹轻蔑和优越感瞬间凝固了，他微微张开红唇，一双美眸瞪得老大，眼中写满了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这三个女人任何一个单拎出来，颜值竟然都不弱于自己。要知道他武林可是公认的华云宗第一美人啊，而现在这里竟然有3个，而且这3个女人看他们望向秦风的眼神，那种发自内心的依恋和爱慕根本做不了架。一股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和汹涌的妒火瞬间冲上了武林的天灵盖，他感觉自己的骄傲被这个男人按在地上狠狠地碾碎了。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无比诡异和压抑。李沐月感受到了武林身上那毫不掩饰的敌意，不甘示弱地挺了挺胸，用挑衅的目光瞪了回去。白青灵则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小脸上满是茫然。关键时刻还是师娘萧婉最先反应过来，她看着武林那副震惊又嫉妒的模样，心中暗叹，看来以后府里又要多一个姐妹了。只是这位姐妹修为这么高，脾气看起来也不太好，能容得下她们几个吗？萧婉压下心中的杂念，莲步轻移，脸上带着一抹温婉柔和的笑容，主动上前。她的声音如同春风化雨，让人听着就觉得舒服。这位想必就是小风的朋友吧？妹妹真是天仙一般的人物，快快请坐。武林正处在震惊和愤怒的边缘，满肚子的火气和质问的话都准备好了，可萧婉这温柔一击直接打在了他的软肋上。他预想过100种见面的场景，或是针锋相对，或是冷嘲热讽，却唯独没想过对方会是如此温婉大度的态度。所有准备好的话一下子全都堵在了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看着萧婉那张真诚又柔美的脸，再看看旁边一脸乐呵呵看戏的秦风，只觉得一口气憋在胸口，上不来也下不去。最终武林只能僵硬地点了点头，闷着头走到桌边坐了下来，只是那双眼睛依旧死死地瞪着秦风，仿佛要用眼神将他千刀万剐。旁边的李沐月和白青灵站在一旁，完全不知所措，气氛尴尬到了极点。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打破了房间内诡异的宁静。那名身形微胖的掌柜亲自领着一对店小二，端着琳琅满目的佳肴，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当他看到房间里那剑拔弩张的气氛，尤其是感受到武林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冰冷杀气时，额头上的冷汗瞬间就冒了出来，顺着肥胖的脸颊往下淌。乖乖，这个男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居然能让武林仙子露出这种表情。他感觉自己的双腿都在打颤，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各位先尝，酒菜来了，请慢用。掌柜的声音都在发抖，将酒菜布好后连头都不敢抬。行了，没你的事了，出去吧。秦风懒洋洋地挥了挥手。掌柜的如蒙大赦，点头哈腰地带着人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退了出去，顺手还把房门给带上了房间内，再次只剩下5人。秦风站起身，端起酒杯，脸上挂着那副招牌的让人又爱又恨的笑容。来，都坐。他环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武林身上，声音朗朗，我给大家郑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武林仙子，华云宗万中无一的天骄，更是咱们整个东域天才榜上都排得上号的顶尖人物。秦风的吹捧毫不吝啬，说的是情真意切。想当初我还是个小小的炼气修士，能侥幸突破筑基，全都是靠了武林仙子的帮助。对我秦风而言，仙子不仅是朋友，更是我的贵人，我的大恩人。这一通高帽子戴下来，效果立竿见影。武林那冰冷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缓和了许多，他下意识地挺了挺那傲人的胸脯，眼中的怒火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淡淡的自得。没错，本仙子就是这么厉害，算你这个登徒子还有点眼光。而另一边，李沐月和白青灵则是彻底听傻了。东域天才榜，李沐月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瞪得溜圆，嘴巴都张成了小小的 O 型，最开始的那点敌意早就忘到了九霄云外。那可是传说中的榜单啊，能上榜的哪个不是人中龙凤，未来的修真界巨擘。他看向武林的眼神瞬间从警惕变成了崇拜。武林姐姐，你这么厉害啊！旁边的白青灵也是用力的点着小脑袋，满眼都是小星星，嘴里喃喃道：太厉害了。萧婉则是柔柔的站起身，对着武林盈盈一拜，声音温婉动听。武林妹妹年纪轻轻便有如此成就，实在是让我等望尘莫及。姐姐在这里敬妹妹一杯。这一连串的崇拜加吹捧，直接把武林给捧得有些飘飘然了。他心中的那点火气和嫉妒早就被巨大的满足感给冲刷得一干二净。他甚至觉得眼前这3个女人好像也挺不错的嘛，一个个嘴巴甜，还懂得看人。几位客气了。武林端起酒杯，
脸上总算露出了一点笑容，虽然还有些僵硬，但已经没了之前那股生人勿近的冰冷。桌上的气氛终于缓和了下来。秦风笑呵呵地给武林介绍：“这位是萧婉，这位是我师妹李沐月，还有这个是白青灵。”介绍完后，几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李沐月彻底化身小迷妹，缠着武林问东问西，从修炼上的问题到天才榜上的八卦，问得不亦乐乎。白青灵虽然话少，但也竖着耳朵听得津津有味。萧婉则始终带着温柔的笑，不时地为众人添酒布菜，将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让武林感觉非常舒服。他甚至都快忘了自己今天来这里的目的了。不对，武林猛地回过神来，自己是来兴师问罪的。怎么跟他们聊得这么开心了？他不好对这3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女人发火，只能狠狠地又瞪了一眼旁边那个罪魁祸首。秦风正悠哉悠哉地吃着菜，感受到他的目光，还一脸无辜地眨了眨眼，那表情仿佛在说：“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惹你。”武林气得牙痒痒，真想把手里的杯子砸到他那张可恶的脸上。聊着聊着，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秦风的身上。武林看着秦风，凤眸中带着一丝审视和浓浓的困惑。秦风，我记得2年半前在乱葬岗见到你的时候，你才只是炼气巅峰，这才多久，你居然已经是筑基后期了。他越说越觉得心惊，这种修炼速度简直骇人听闻。就算他是宗门天骄，拥有无数资源，也不可能快到这种地步。你到底是得了什么惊天的大机缘？武林死死地盯着他，想要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这话一出，桌上另外3个女人的反应却比秦风还要大。只见萧婉、李沐月和白青灵3女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红得像是熟透的苹果，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眼神躲闪，不敢去看武林。那副又羞又窘的模样落在武林眼里，让他心头猛地一跳，有古怪。就在这时，一道只有他能听到的声音带着几分戏谑的传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仙子，还记得我们当初在金丹洞府里一起得到的那本阴阳双修大法吗？”是秦风的传音。武林的娇躯猛地一僵。那本功法？秦风的声音还在继续：“我能突破这么快，全都是托了那本神功的福。仙子，你如今距离金丹大道也只差临门一脚，凭紧坚固吧。你是我的大恩人，若是需要帮忙，我秦风乐意之至，随时可以助仙子一臂之力，保证让你轻松突破。”轰！武林只觉得一股热血噌的一下就冲上了天灵盖。这个登徒子，这个混蛋，他居然真的修炼了那种不知羞耻的恶心功法，还想跟自己武林的脸颊瞬间红得快要滴出血来，一双凤眸燃起熊熊怒火，握着酒杯的手指捏得咯咯作响。他恨不得现在就一掌拍死这个口无遮拦的流氓。但是突破金丹这4个字却如同魔咒一般在他心底疯狂回响。他困在筑基巅峰已经很久了，无论怎么努力都始终无法触碰到那一层膜。如果这本功法真的有那么神奇不行。武林猛地摇了摇头，将这个可怕的念头甩出脑海。他堂堂华云宗天骄，怎么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突破？秦风看着他那副天人交战又羞又怒的模样，心里都快笑开花了。小样儿，还治不了你了。他也不逼他，只是端起酒杯冲他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然后一饮而尽。那个笑容在武林看来充满了挑衅和玩味，仿佛在说：“你的心思我全都知道。”武林快要被气疯了，他感觉自己的骄傲和理智正在被这个男人一点点地撕碎。说正事。武林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翻涌的气血，冷声开口，转移了话题：“你带他们来华云城到底想干什么？”秦风放下酒杯，总算换上了一副正经的表情，当然是想请武林仙子帮个忙，看能不能把我们几个都安排进华云宗。听到这个，武林总算找回了一点自己的主场优势，他恢复了天骄该有的冷静和傲然，扫了一眼萧婉3女。华云宗收徒一般只收年龄不满14岁的，你们几人年纪都太大了，华云宗不可能收为内门弟子，更别提核心和真传了，最多也就是当个外门弟子。他顿了顿，目光转向秦风：“不过以你筑基后期的修为倒是足够了，我可以做主，安排你进入华云宗，担任一名外门执事。虽然地位不高，但有自己的独立洞府，每月的俸禄和资源也不少，足够你们4人安稳修炼了。执事也可以。”秦风干脆的点头：“那就多谢仙子了，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其他的他自有办法。”正式谈完，这顿饭也算是吃到了尾声。武林一刻也不想再待下去了，直接站起身：“事情就这么定了，明日你拿着我的令牌，自去宗门外食堂报到即可。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他转身就向门口走去，步履匆匆，带着几分落荒而逃的意味。就在他一只脚即将踏出房门的时候，那个魔鬼般的声音
又一次在他脑海中响起。仙子，修炼一世，乃逆天而行，当不拘小节。我的提议永远有效。如果你想通了，我随叫随到。武林脚下一个踉跄，差点平地摔倒。他稳住身形，没有回头，化作一道火红色的流光，冲天而起，头也不回地飞走了。只是飞在半空中的他，一张绝美的俏脸已经红得能滴出血来，心跳如鼓，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这个混蛋，登徒子，谁要想通啊？谁会去找你啊？武林走后，房间里瞬间安静了下来。还是萧婉最先回过神来，他走到秦风身边，美眸中带着几分探究，柔声问道：小风，这位武林仙子，他好像对你有意思。这话说的已经很委婉了，那哪是有意思啊，简直就是有仇。看那眼神，恨不得把秦风生吞活剥了。可偏偏那滔天的怒火里又夹杂着一丝女人才懂得嫉妒和委屈。秦风听了这话，只是嘿嘿坏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伸手揽住萧婉柔软的腰肢，感受着那惊人的弹性，凑到她耳边低声笑道：师娘吃醋了，没个正经。萧婉俏脸一红，轻轻拍了他一下，眼波流转，风情万种。秦风哈哈大笑，目光扫过三女。好了，别管武林的事儿了，花了15块中品灵石，不住够本怎么行？来来来，都别闲着了，让为师检验一下你们的功课。他大手一挥，直接将三女全都抱了起来，大步走向那张足以容纳7、8个人打滚的豪华大床。不得不说，这云来客栈的天字1号房贵有贵的道理。房间内布置的聚灵阵等级极高，灵气浓郁的几乎要化为实质，在这里修炼1天，顶得上在外面苦修10天。接下来的几天，秦风便带着三女足不出户，彻底沉浸在了阴阳双修大法的修炼之中。浓郁的灵气加上顶级双修功法的加持，4人的修为都开始了井喷式的增长。尤其是萧婉和白青灵，两人本就底子不差，又经过秦风长时间的修炼，体内的灵力本就积蓄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顶级的修炼环境下，只用了短短2天时间，轰轰，两股强大的气息几乎是同时从萧婉和白青灵的体内爆发出来，炼气8层，两人双双突破，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澎湃灵力，萧婉和白青灵的脸上都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喜悦。特别是白青灵，她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小脸上满是不可思议。想当初她只是一个先天境界的小侍女，如今竟然也成了炼气8层的高手，这一切都是主人赐予的。她看向秦风的眼神愈发狂热和崇拜，唯有李沐月撅着小嘴，有些闷闷不乐。她的修为虽然也增长了不少，但距离突破炼气8层始终还差那么临门一脚。眼看着娘亲和白青灵都突破了，她心里那叫一个急啊！又是2天过去，这一日，武林再次来到了云来客栈，他已经替秦风办妥了入门的手续，特意来通知他。一想到马上又能见到那个可恶的家伙，他的心情就莫名有些复杂，有气愤，有羞恼，但偏偏还有那么一点点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期待。然而当他走到天字1号房的门口时，脚步却猛地顿住了，耳朵微微一动，房间里有动静，那是一种极其压抑却又充满了某种奇特韵律的声音。最重要的是，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房间内数股灵力正在以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方式疯狂流转，其中一股正是秦风那筑基后期的雄浑气息，另外3股武林的脸唰的一下瞬间黑了。大白天，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混蛋竟然在房间里跟那3个女人玩得还挺花。砰！武林的双手猛地攥成了拳头，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发出瘆人的脆响，一股难以言喻的羞辱感和滔天的怒火直冲天灵盖，他感觉自己的肺都要气炸了。好你个秦风，我辛辛苦苦放下天骄的架子去求师傅，为你争取进入宗门当执事的名额，你倒好，就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武林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那双漂亮的凤眸里此刻充斥着冰冷刺骨的杀意。他就这么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像一尊即将爆发的火山。他要等，他要亲眼看看这个混蛋到底有多荒唐。房间内正在兴头上的秦风突然动作一滞，他猛地皱起眉头，总感觉有一道冰冷的目光穿透了房门，死死地定在自己背上，那目光充满了怨念和杀气。小风，怎么了？身下的萧婉察觉到他的异样，媚眼如丝地问道。怎么了主人？另一边的白青灵也抬起头，眨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糯糯地开口。这一声软糯的主人瞬间又把秦风心里的火给勾了起来。他奶奶的，管他外面是谁，天塌下来也得等老子修炼完了再说。秦风心一横，不再理会那道窥视的目光，更加卖力地运转起了功法。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房间内的灵力波动终于彻底平息下来时，秦风神清气爽地从床上坐起，只觉得浑身舒泰，修为又精进了不少。他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去弄点吃的。吱呀，房门被拉开，门口一道火红色的身影静静地矗立着，他的脸比外面的天色还要阴沉，他的眼比万载的玄冰还要冰冷。秦风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看着武林那张写满了我要杀了你的脸，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心里咯噔一下，完犊子了。这武林看这眼神，怕不是要把我活剐了啊？嘿嘿，武林仙子，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秦风讪讪地笑着，试图蒙混过关。然而武林根本不吃他这一套，他一言不发，只是用那双喷火的眼睛死死地瞪着他。然后他动了，一只白皙如玉却蕴含着恐怖力量的手闪电般伸出，一把揪住了秦风的衣领。你！秦风刚想反抗，武林却根本不给他机会，猛地一用力，直接将他从房间里拖了出来。跟我走。他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干嘛去啊，仙子？秦风被他拽得一个趔趄，连忙问道。武林猛地回头，那张绝美的脸上终于挤出了一抹森然的冷笑。你不是筑基后期了吗？正好，我啊，亲自来检验检验，你这修为到底有没有水分。话音未落，武林周身红光大盛，根本不走楼梯，直接拽着秦风化作一道惊鸿，从客栈的窗户冲天而起。卧槽！秦风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整个人便被一股无可抗拒的巨力拉扯着飞上了高空，耳边是呼啸的狂风，脚下是迅速缩小的华云城。武林一言不发，只是拽着他像一颗红色的流星，笔直地朝着城外飞去。那速度快得惊人，秦风被他拽着，心里那叫一个苦啊！他知道这顿打今天是跑不了了，这女人是真生气了。两人一前一后，如电光火石，很快便飞出了华云城的范围，来到了一片荒无人烟的乱石滩。砰！武林将秦风狠狠地往地上一扔，砸得地面尘土飞扬。秦风狼狈地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脸上堆起讨好的笑容。仙子，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动手伤和气。闭嘴！武林厉声喝断他的话，那双燃烧着怒火的凤眸死死地盯着他。他今天受到的刺激太大了，自己辛辛苦苦帮秦风办事，安排好一切，让秦风进入华云宗当执事，没想到这人居然光天化日之下玩得这么花，纵享其人之福呢。他武林是谁？华云宗天骄，东域天才榜上赫赫有名的赤练仙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今天他要是不把这个混蛋打得满地找牙，他就不叫武林。秦风！武林的声音冰冷刺骨。接招！话音刚落，他二话不说，直接出手。轰！一股炽热到扭曲空气的红色灵力从他那曼妙的娇躯中喷薄而出，狂暴的火焰瞬间席卷了他周身，将他整个人映衬得如同一尊降世的火焰女神。赤红色的火焰在他背后凝聚成一朵朵妖异的莲花，散发着毁灭性的气息。周围的温度在这一刻直线飙升，地面上的碎石都开始被烤得发红，发出滋滋的声响。我靠，来真的啊！秦风见状，脸上的嬉皮笑脸瞬间收敛，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武林这次是真的动了真火，没有丝毫留手。他不敢怠慢，连忙运转功法，周身也泛起一层淡淡的金光。武林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玉手向前一推，赤练火莲。他身后的数朵火焰莲花瞬间呼啸而出，带着尖锐的破空声，铺天盖地地朝着秦风轰了过去。秦风瞳孔骤缩，知道这次躲不过去了。他深吸一口气，双脚猛地一踏地面，霸体碎星拳。秦风发出一声低吼，体内的灵力疯狂运转，整个人如同出膛的炮弹，不退反进，迎着那漫天火莲一拳轰出。拳风刚猛霸道，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轰隆！拳头与最前方的一朵火莲狠狠地撞在了一起，剧烈的爆炸声响彻整个乱石滩，狂暴的火焰四散飞溅，将地面炸出一个个焦黑的大坑。秦风的身形被震得连连后退，只觉得拳头发麻，一股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而武林的火莲也被他一拳轰得粉碎。有点本事！武林冷哼一声，眼中战意更浓。他双手掐诀，更多的火莲凝聚成型，攻势比之前更加猛烈。秦风知道这次武林是铁了心要揍他一顿，索性也放开了手脚。他将霸体碎星拳运转到了极致，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的影子，在漫天火海中辗转腾挪，时而一拳轰出，将袭来的火莲打爆，时而侧身闪躲，任由炽热的火焰擦着他的身体飞过。砰砰砰！爆炸声不绝于耳，整个乱石滩都变成了火焰的炼狱。秦风虽然有些狼狈，但却始终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他的霸体碎星拳早已大成，
肉身强悍无比。那些足以将寻常筑基修士烧成灰烬的火焰打在他身上，竟然只是将他的衣服烧出几个破洞，连皮肤都未能伤到，分毫两人你来我往，竟然打得有来有回。武林越打越心惊，他完全没想到秦风竟然已经强到了这个地步。他这赤炼真火乃是师傅秘传，霸道无比，同阶之中鲜有敌手，可秦风竟然单凭肉身就能硬抗，这家伙的身体是铁打的吗？他敢肯定，现在就算是一般的筑基巅峰修士，也绝对不是秦风的对手。这个混蛋，这才多久没见，怎么就变得这么变态了？不过自己可是东域天才榜上赫赫有名的赤炼仙子，是距离金丹只有一步之遥的顶尖天才。随即武林不再压抑自己的实力，武林发出一声娇叱，身上的火焰变得更加炽盛，颜色也从赤红渐渐转为一种深邃的紫红，周围的温度再次暴涨，空气都仿佛要被点燃。秦风感受到那股更加恐怖的气息，心里不由得感叹，这小妞还是那么强啊。当初在乱葬岗的时候，他那副凶悍强大的模样就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许久不见，这风采依旧，甚至更胜往昔。再打下去自己可打不赢啊，而且到时候万一真伤到了他，可就不好了。秦风眼珠子一转，心里瞬间有了主意，哎，罢了罢了，今天这顿打看来是必须得挨了。谁让自己是个好男人呢？拥有这么多绝色美女，总得付出点代价嘛，这就当是幸福的惩罚吧。想到这里，秦风突然停下了动作，散去了周身的金光，双手一摊，直接放弃了抵抗。他看着武林，脸上露出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仙子，我错了，你打吧，我绝不还手。武林看到他这副无赖的样子，先是一愣，随即气得差点笑出声来。这个混蛋，打不过就认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吗？做梦。好，这可是你说的。武林见他放弃抵抗，心中的怒气总算找到了宣泄口。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秦风面前，只是他并没有动用那毁灭性的火焰，而是直接动用筑基巅峰的灵力抬起了手。啪，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秦风的脸上。秦风被打得一个趔趄，半边脸瞬间就麻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啪，又是一个反手耳光。啪啪啪，武林似乎是打上瘾了，左右开弓，巴掌如同雨点一般，不停地招呼在秦风的脸上。他也没有动用太多的灵力，但每一巴掌都用足了力气，打的那叫一个结实。秦风被打得晕头转向，脑子里嗡嗡作响，他只能抱着头，嘴里不停地求饶：师姐，别打了，别打脸啊！我靠，我这张英俊的脸啊！错了错了，我真的错了。武林根本不理会他的鬼哭狼嚎，反而打得更起劲了，就是要打你的脸，让你用这张脸去骗女人，让你左拥右抱，让你白天。不一会儿的功夫，秦风那张原本还算英俊的脸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成了一个猪头，两边脸颊高高鼓起，眼睛都被挤成了一条缝。看着秦风这副凄惨又滑稽的模样，武林终于停下了手。他看着自己的杰作，心中的那股滔天怒火总算是消散了大半。他喘着娇气，胸口剧烈的起伏着，那张布满寒霜的俏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解气的笑意。哼！他居高临下的看着秦风，冷冷的警告道：记住，不准用灵力消肿，就顶着这张脸给我老实待着。说完，他转身似乎准备离去。秦风顶着一张猪头脸，欲哭无泪的望着天空。这难道就是拥有这么多绝色美女的惩罚吗？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点吧。然而武林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带着几分嫌弃，又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还愣着干什么？滚起来，跟我回去。当武林带着一个鼻青脸肿、脑袋大了一圈的猪头回到云来客栈时，整个客栈大堂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那名胖掌柜正点头哈腰的跟客人说话，一抬头看到两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手里的账本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这还是刚才那个俊朗不凡的公子爷吗？这是被人套上麻袋打了一顿吗？再看看他身边那位面带春风、心情明显很好的武林仙子掌柜的机灵，领打了个冷战，瞬间明白了什么，连忙低下头，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武林心情大好，也懒得理会旁人惊愕的目光，直接拎着秦风的后领将他带回了天字1号房。砰！房门被推开，正在房间里焦急等待的萧婉三女一看到门口的人，全都愣住了。他们先是看到了面带笑意的武林，然后才看到被他拎在手里的秦风。空气仿佛凝固了，足足过了3秒。噗嗤！李沐月第一个没忍住，直接笑了出来。他指着秦的速度，眼泪都快笑出来了。哈哈哈哈！师兄，你
你怎么变成猪头了？太好笑了！哈哈，少女的笑声清脆悦耳，充满了幸灾乐祸。旁边的白青灵也瞪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秦风。他虽然没笑出声，但那微微上扬的嘴角和眼中闪烁的笑意，已经出卖了他内心的想法。很少见到这种模样的秦风啊！秦风顶着一张猪头脸，满头的黑线，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太丢人了，这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还是萧婉最先反应过来，他又好气又好笑地白了秦风一眼，然后走上前，从武林手里接过秦风。他看着秦风那种的不成样子的脸，美眸中闪过一丝心疼，但更多的是忍俊不禁。他突然回想起来，当初在清河坊，小风突破住机器，被这位武林仙子强行那啥之后，回来的时候脸上好像也带着2个巴掌印，只不过这次更肿，更像猪头了。不过看着眼前这个狼狈不堪，甚至有些滑稽的男人，萧婉的心里却涌起了一股别样的感觉。平时那个强势霸道、杀伐果断的小风固然让他迷恋，但眼前这个被打成猪头的他，似乎比平时更加亲切了。武林打了秦风一顿，心里的气也彻底消了。他看着捂着脸一脸生无可恋的秦风，又看了看旁边笑得花枝乱颤的三女，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他脸上带着和煦的笑意，主动跟萧婉三女打了声招呼：萧婉姐姐，两位妹妹，不好意思，刚才借你们的男人用了一下，没弄坏吧？他打也打了，气也出了，现在看着秦风这副凄惨的模样，再看看旁边3个女人想笑又不敢笑的表情，只觉得神清气爽。好了，不跟你们开玩笑了。武林清了清嗓子，恢复了那副赤练仙子的高冷模样，对秦风说道：你的事我已经办妥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华云宗的外门执事之一，主管丹药堂。此言一出，李沐月和白青灵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转而变成了震惊和羡慕。华云宗那可是东域顶尖的宗门，外门执事虽然听起来只是外门，但那也是手握实权的人物，尤其还是丹药堂的执事，这可是个天大的肥差啊！武林姐姐，你也太厉害了吧！李沐月满眼都是小星星，凑到武林身边，语气里充满了崇拜。这么快就把我师兄安排进去了？白青灵也重重地点了点头，看向武林的眼神里多了一分由衷的敬佩。这女人的实力和手段确实不容小觑。武林被2个小迷妹这么一捧，脸上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下巴微微扬起。他瞥了一眼旁边顶着猪头脸的秦风，心里更爽了。看吧，还得靠本仙子。秦风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那叫一个郁闷。当着自己女人的面被打成猪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他可不想一直顶着这张脸丢人现眼。秦风心念一动，体内的灵力开始运转，缓缓流向自己的脸部。一股温和的金色灵力如同暖流般包裹住他肿胀的脸颊。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他那张堪比猪头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消肿，高高鼓起的脸颊慢慢平复，被挤成一条缝的眼睛也重新睁开，露出了那双深邃的眸子。不过片刻功夫，一张英俊帅气的脸便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皮肤光滑，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哎呀！李沐月见状发出一声惋惜的叹息，怎么这么快就消肿了？我还想多看一会儿呢。萧婉和白青灵也是同样的想法。平时那个霸道强势、杀伐果断的秦风，他们见得多了，但刚才那个可怜兮兮被打得抱头鼠窜的猪头版秦风可是稀有品种，错过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了。秦风摸了摸恢复如初的脸，没好气地瞪了李沐月一眼，看热闹不嫌是大事吧。随后他转向武林，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武林仙子，这次多谢了。武林看着他恢复原样的脸，心里没来由的也有些小小的失落，但嘴上却冷哼道：谢就不必了，以后在宗门里别给我惹事就行。走吧，我带你们去宗门安顿下来。武林在前方带路，秦风则带着3女跟在身后，一行人在胖掌柜的殷勤下离开了云来客栈，向着城后的华云宗仙山飞去。越是靠近华云宗，空气中的灵气就越是浓郁，那磅礴的灵气几乎化作了实质的白雾，缭绕在连绵起伏的山脉之间，仙鹤在云雾中啼鸣，灵瀑从千仞绝壁上垂落，景象壮观至极。一路上不时有华云宗的弟子驾着遁光飞过，当他们看到武林时，无一例外全都停下来，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见过武林师姐。武林只是清冷的点点头，算是回应。那股属于天骄弟子的傲气展露无遗。那些弟子们在行礼过后，都忍不住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跟在武林身后的秦风4人。他们都在猜测，这个能让赤练仙子亲自带路的男人究竟是什么来头。至于萧婉3女，因为脸上施加了简单的易容术，看起来姿色平平，倒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很快，武林便带着秦风来到了外门的一座大殿前。这里是外门执事堂，专门负责处理外门的各种事务。殿内的执事
大多都是筑基初期和中期的修为，一个个气息沉稳，但眉宇间却带着几分木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是宗门内精彩绝艳的核心弟子，只是因为冲击金丹无望，才退居二线，来这外门当个执事。当他们看到武林走进来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恭敬的神色。武林师侄，你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外门了？一名看起来颇有威望的筑基后期老者笑着迎了上来。武林对着老者微微颔首。孙执事，我带他来办理入职手续。他指了指身后的秦风，宗门已经批准，由他担任外门丹药堂的执事。孙执事闻言，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抹惊讶，他上上下下打量了秦风一番，感受到秦风身上那筑基后期的雄浑气息，心中更是诧异。如此年轻的筑基后期，天赋绝对不凡，怎么会来当一个外门执事？不过既然是武林亲自带来的人，他也不敢多问。有武林这位华云宗顶级天骄在，一切手续都办得异常顺利。秦风很快就领到了一块代表着丹药堂执事身份的令牌，以及一套执事的服饰。华云宗的外门弟子数以万计，构成了整个宗门的基石，而外门的权力则基本都集中在丹药堂、功法阁、炼气坊、制服堂和任务堂这5个地方。秦风如今成了丹药堂的执事之一，可以说在外门这1亩3分地上，他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话语权。办完手续，武林又带着秦风4人来到了外门执事专属的洞府区域。这里就是你的洞府了。武林指着一座位于半山腰、灵气氤氲的洞府说道。秦风放开神识一扫，不由得暗暗点头。这洞府的灵气浓郁程度虽然比不上云来客栈天字号房那种顶级的聚灵阵，但也相差不远了，比他们在清河坊的那个家更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作为外门执事，你每个月可以领取50块中品灵石的俸禄。武林淡淡的补充了一句，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不算那些弟子们孝敬你的。秦风闻言，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50块中品灵石，再加上丹药堂这个肥差，看来以后的修炼资源是不用愁了。好了，人我送到了，我也该回去了。武林看了一眼秦风，又瞥了一眼旁边正好奇打量着新家的3女，开口说道。他深深地看了秦风一眼，眼神复杂。我要回去闭关了，你最好不要来找我。说完，他便转身化作一道红色流光，消失在了天际。秦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不要去找他，呵呵，跟这女人认识这么久了，他还能不了解她的性子？嘴上说着不要，心里恐怕早就已经急不可耐了。看来金丹的诱惑对这位高高在上的赤练仙子来说还是相当致命的啊。哇，师兄，这里好大！李沐月兴奋的叫声将秦风的思绪拉了回来。只见3女已经迫不及待地走进了洞府，开始四处参观。这座洞府比他们在清河坊的家大了何止10倍，各种修炼室、炼丹室、会客厅一应俱全，装修的也颇为雅致。小风，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了吗？萧婉走到秦风身边，美眸中泛着水光，脸上是难以掩饰的激动和喜悦。他左瞧瞧，右看看，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从清河坊那个小小的洞府，到如今华云宗内灵气充裕的执事大院，他们终于在这繁华的华云宗有了一个真正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一个崭新的可以落脚的地方。耶！炼功房内灵气氤氲，秦风盘膝而坐，感受着体内澎湃汹涌的灵力，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多时，3道婀娜的身影带着沐浴后的水汽和馨香，缓缓走进了炼功房。萧婉、李沐月、白青灵3女都已经换上了轻薄的丝质衣裳，在朦胧的月光石映照下，玲珑有致的曲线若隐若现，引人遐想。秦风看着眼前3个绝色尤物，眼中闪过火热。快开始修炼吧，时间很宝贵的。他一本正经地说道。萧婉风情万种地白了他一眼，那妩媚的眼神几乎能让人的骨头都酥了。秦风见状，哈哈大笑起来。他起身，在3女还未反应过来之前，飞快地在她们娇嫩的脸蛋上各自重重地亲了一口。第2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洞府时，秦风神清气爽地睁开了眼睛。他看了一眼仍在打坐稳固修为的白青灵和李沐月，嘴角微微上扬，悄无声息地走出了炼功房。客厅里，师娘萧婉早已等候多时，她已经为秦风准备好了一套崭新的华云宗执事服饰，正温柔地将衣服抚平。小风，你醒了。萧婉迎了上来，美眸中满是柔情，亲手为秦风换上新衣。她仔仔细细地为秦风整理着衣领和袖口，动作轻柔，眼神专注，那温婉贤淑的模样让秦风心中一暖。他伸手将萧婉揽入怀中，在她丰润的红唇上轻轻啄了一下。我出门了。早去早回。萧婉踮起脚尖，在他的脸颊上回吻了一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满足感。在萧婉温柔的告别下，秦风迈步走出了洞府，向着山腰处的丹药堂飞去。与此同时，外门丹药堂内，
早已是人声鼎沸。这里是整个华云宗外门最炙手可热的地方之一，也是油水最足的部门。然而此刻，丹药堂内数百名外门弟子却一个个都有些心不在焉，他们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压低了声音，激烈的讨论着什么。喂，听说了吗？咱们丹药堂今天会来一个新执事。早就听说了，据说背景很大，是赤练仙子武灵师姐亲自领进宗门的。一个消息灵通的弟子神秘兮兮地说道。什么？武灵师姐？这话一出，周围的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武灵是谁？那可是华云宗最顶尖的天才，内定的未来宗门高层，是无数弟子仰望的存在。能让他亲自引荐的人，那得是什么来头？真的假的？该不会是哪个超级仙二代吧？我看80%是，不然怎么可能直接空降到咱们丹药堂当执事？哎，这下咱们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新官上任3把火啊！弟子们议论纷纷，有羡慕，有嫉妒，但更多的是忐忑和不安。就在众人议论的最热烈的时候，一个修长挺拔的身影出现在了丹药堂那巨大的拱形门口。秦风背负双手，缓步走了进来。清晨的阳光从他身后斜射而入，为他整个人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轮廓。他一出现，原本嘈杂的大堂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在了他的身上。整个丹药堂顷刻间真落可闻，所有人都愣住了。太年轻了，也太帅了。眼前的男人剑眉星目，面如冠玉，一身剪裁合体的执事服更衬得他身姿挺拔，气质超然。这哪里像是来上任的执事，分明就是哪位下山巡视的真传天骄弟子。我的天，这就是新来的执事，也太帅了吧！这修为我看不透，但感觉好强。他真的是执事，不是来找我们炼丹的哪位师兄吗？短暂的死寂之后，人群中爆发出压抑不住的惊叹，尤其是那些女弟子们，一个个看的是两眼放光，呼吸都变得急促了几分。他们的眼神像是粘在了秦风身上一样，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火热和渴望。如果能抱上这位年轻帅气、背景又深不可测的执事大人的大腿，那以后在宗门里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就在这时，3名身穿同样执事服饰的中年修士从大堂内侧快步迎了上来。他们是丹药堂原有的3名执事，为首的是一名须发微白的老者，筑基后期的修为气息在3人中最是雄浑。他快步走到秦风面前，脸上挤出热情的笑容，拱手道：哼，想必这位就是秦风，秦执事了吧？老夫王德发是这里的管事执事，果然是年轻有为，一表人才啊。另外2名筑基中期的执事也连忙跟在后面，对着秦风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王执事客气了。秦风淡淡的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他能感觉到这3人看似热情，但眼神深处却带着审视和试探。不过他并不在意，在修真界，实力和背景就是最好的名片。王德发上上下下的打量了秦风一番，越看越是心惊。他完全看不透秦风的深浅，只感觉对方体内蕴含的灵力如同一座深不见底的火山，让他这个老牌的筑基后期都感到心悸。再加上武灵那层关系，王德发立刻收起了所有轻视之心。他清了清嗓子，转身对着大堂内数百名弟子说道：都看什么看，还不快来见过秦执事。随后他又转头对秦风笑道：秦执事，你看要不要对弟子们说几句？秦风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所有被他目光接触到的弟子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不敢与之对视。秦风这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堂：我叫秦风，从今天起是这里的执事之一，都散了吧，各司其职。说完便再也没有下文了。话不多，甚至可以说是简短到了极点，但话语中那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心头一凛。弟子们不敢多言，纷纷躬身行礼，然后迅速散开，回到了自己的炼丹房。整个大堂很快就恢复了秩序。王德发见状，眼中的惊讶更浓了。他笑着对秦风做了个请的手势：秦执事，这边请，我带你去你的公事房。所谓的公事房其实是一处位于丹药堂后方的独立小院，环境清幽，颇为雅致。秦执事，咱们丹药堂呢，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清闲得很。王德发一边泡着茶，一边用拉家常的语气说道：主要的工作就是监督这些外门弟子炼制宗门下发的丹药任务，保证每月的产出达标就行。他给秦风递过一杯灵茶，意有所指的笑道：当然，这每个月炼制出来的丹药，除了上交给宗门的那部分，总会多出来一些。秦执事，你懂的。秦风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没有说话。他当然懂，水至清则无鱼。这丹药堂果然是个天大的肥差。秦执事刚来，先熟悉环境，有什么事随时可以找老夫。
王德发见秦风不说话，也识趣的没有再多言，寒暄了几句后便起身告辞了。整个院子顿时安静了下来。秦风一个人靠在宽大的太师椅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这执事的生活比他想象中还要惬意，有钱有闲。秦风坐在丹药堂执事专属的公事房内，宽大的太师椅，上好的陵墓打造，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桌上摆着一叠厚厚的卷宗，记录着丹药堂这个月需要清点的各种丹药名目。他随手翻了几页，只觉得百无聊赖。回元丹100瓶，清心丹80瓶，疗伤散200份。这些低阶丹药对他如今筑基后期的修为来说，跟糖豆没什么区别，真够清闲的。秦风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王德发那个老油条把他当大爷一样供着，什么事都不让他插手，美其名曰让他熟悉环境，说白了就是怕他这个新来的过江龙抢了他们的油水。秦风对此心知肚明，也懒得去计较。他来华云宗可不是为了跟几个外门执事勾心斗角的。他的目光再次落在了卷宗上那些丹药的名字上，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从心底冒了出来。自己现在守着这么大一个丹药堂，手底下管着几百号炼丹的弟子，这条件简直是得天独厚，是不是也可以学一下炼丹？这个想法一出现，便如同野草般疯长起来，技多不压身。更何况炼丹师在修真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备受尊崇的存在。秦风嘴角微微勾起，决定了，明天就去找王德发问问，看能不能搞到一些炼丹的基础典籍。以自己的悟性，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打定主意后，秦风便不再理会那些琐事。他双腿盘起，就在这太师椅上缓缓闭上了眼睛。上虚宫的法门在体内悄然运转，丝丝缕缕的天地灵气被他霸道的牵引而来，涌入四肢百骸。虽然只是上半卷，最高只能修炼到金丹期，但其品质却远超寻常的玄阶功法。秦风能如此迅速地突破到筑基后期，这门功法功不可没。可一想到金丹之后功法就断了，他的眉头就不由得微微皱起。看来自己必须尽快找到后续的功法，或者另寻一门更高阶的传承，否则金丹就是自己的终点。就在秦风沉浸在修炼中时，他的神识忽然微微一动，他感受到自己的小院外来了两股陌生的气息，很弱，大概只有炼气7、8层的样子。是丹药堂的外门弟子，来找自己干什么？秦风缓缓收工，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丝疑惑。秦执事弟子苏清然、苏清雨有事前来求见。院外传来2道清脆悦耳又带着几分怯生生的声音。秦风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袍，缓步走到院门口。他拉开院门，门外站着的2个少女让他眼神微微一亮，居然是一对双胞胎。2人都穿着华云宗外门弟子的统一服饰，但样式却被他们改得颇为清凉。领口开得很低，露出精致的锁骨和一抹雪白的沟壑，裙摆也被裁短了一截，堪堪遮住大腿根部，2条修长笔直的美腿就这么明晃晃地暴露在空气中。他们的脸蛋生得一模一样，都是标准的瓜子脸，杏眼桃腮，楚楚动人。虽然姿色比不上萧婉、武林他们，但也绝对算得上是百里挑一的美人胚子。尤其2人站在一起，那种双倍的视觉冲击力足以让任何男人心跳加速。此刻这对双胞胎正低着头，双手紧张地搅在一起，一副局促不安的模样。何事？秦风的声音很平淡，听不出喜怒。那对双胞胎姐妹闻言，娇躯微微一颤。左边的少女鼓起勇气，抬起头，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秦风。秦执事，我们是丹药堂甲字号炼丹房的弟子，我叫苏清然，这是我妹妹苏清雨。她旁边的妹妹苏清雨也连忙跟着抬起头，怯生生地看了秦风一眼，又迅速低下。有事就说。秦风的耐心有些告罄。苏清然咬了咬下唇，似乎是做出了什么重大的决定。他向前一步，声音带着一丝颤音和一股刻意营造出的柔弱。秦执事，您能不能请我们进去坐坐？我们有些话想单独跟您说。秦风闻言，眉头一挑，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们。这2个小丫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没有说话，只是侧过身让开了门口的位置。苏清然和苏清雨见状，脸上顿时露出喜色，2人连忙走进小院，还很懂事地随手关上了院门。秦风转身走到院中的石桌旁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姿态悠闲。说吧。苏清然和苏清雨对视了一眼，然后竟扑通一声齐齐跪在了秦风面前。秦执事，2人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哭腔。我们姐妹俩不想在刘执事手底下做事了，求求您收留我们吧。说着，2滴晶莹的泪珠恰到好处地从他们的眼角滑落，顺着白皙的脸颊滚下，更添几分我见犹怜。
秦风端着茶杯的手在半空中顿了一下，他明白了，原来是想走捷径啊，这就是权力的滋味吗？刘执事是丹药堂另外一名筑基中期的执事，听说为人刻板，对手下弟子也颇为严苛。这两个丫头怕是受不了苦，又看自己年轻，还是武林仙子亲自引荐来的，背景深厚，所以就动了心思，想攀上自己这颗高枝。秦风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这对双胞胎长得确实不错，身段也够妖娆，想必在丹药堂乃至整个外门都算得上是女神般的存在，不知道有多少男弟子对他们垂涎三尺。可惜啊，自己是那么随便的人吗？跟萧婉的成熟妩媚，白青灵的清冷飒爽，李沐月的娇俏灵动，还有武林那女人的火爆角色比起来，眼前这两个靠着卖弄风骚和眼泪博取同情的女人实在是太庸俗了。秦风甚至懒得跟他们多说一句废话。起来，他的声音依旧平淡，你们可以走了。苏清然和苏清雨脸上的悲戚表情瞬间凝固了，他们难以置信地抬起头，看着秦风那张英俊却毫无波动的脸。拒绝了，就这么干脆地拒绝了。他们对自己姐妹的魅力一向是极有信心的，过去只要他们随便对哪个师兄抛个媚眼，勾勾手指，对方就会像哈巴狗一样凑上来，对他们有求必应。可今天他们连眼泪都用上了，对方竟然无动于衷。秦执事，苏清然还不甘心，想再说些什么。需要我请你们出去吗？秦风放下了茶杯，眼神陡然变得冰冷，一股属于筑基后期的恐怖威压如同潮水般向两人席卷而去。苏清然和苏清瑜只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座大山压住，呼吸瞬间变得困难，脸色惨白如纸，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他们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帅气的执事不仅仅是背景深厚，他本身的实力也是深不可测。两人再也不敢有任何小心思，连滚带爬的从地上站起来，踉踉跄跄的冲到院门口，拉开门就跑了出去，仿佛身后有恶鬼在追赶。看着他们狼狈逃窜的背影，秦风撇了撇嘴，他端起茶杯，将杯中已经微凉的灵茶一饮而尽。唉，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秦风在心底自恋地感叹了一句。不过这种庸脂俗粉连给他提鞋都不配，他很快就将这对双胞胎姐妹抛之脑后。当务之急还是应该打听一下武林的住所，毕竟突破金丹这种大事可不是谁都能帮忙的。普天之下除了自己这个身怀阴阳双修大法的男人，还有谁能帮得了他？一想到武林那火辣的身段和被自己气得跳脚却又无可奈何的模样，秦风的脸上便露出了笑容。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想看看那位高高在上的赤练仙子在金丹的诱惑面前会是怎样一副表情了。兄弟们不用压评分了，好像压过头了，现在只有8分。次日清晨，秦风神清气爽地再次来到了丹药堂。他没有去自己的公事房，而是直接走进了人来人往的大堂。正在指挥弟子们搬运药材的王德发眼尖的看到了他，立刻满脸堆笑的迎了上来。秦执事，你怎么亲自过来了？有什么事你传个话，我立马给你办得妥妥帖帖的。王德发姿态放得极低，热情的有些过分。他心里门清，这位爷可是武林仙子亲自塞进来的，背景硬的能砸死人。只要把他伺候好了，让他别插手堂里的大油水，那大家就都相安无事。秦风懒得跟他绕弯子，开门见山的说道。王执事，我想学学炼丹，堂里有没有什么入门的典籍，给我找一本过来。学炼丹？王德发愣了一下，随即眼中爆发出狂喜的光芒。好事啊，这位爷找到自己的爱好了。只要他沉迷炼丹，那还有功夫管他们这些人在底下捞好处？有，当然有。王德发一拍大腿，激动的脸上胡子都乱摆。秦执事您天资聪颖，想学炼丹那还不是手到擒来，这可是我们丹药堂的荣幸啊。他一边说着，一边亲自小跑到一排书架前，在上面翻找起来。很快他便捧着一本有些泛黄的兽皮古册跑了回来，递到秦风面前。秦执事，你看这本丹道入门如何？这可是我们丹药堂最详尽的入门典籍了，保证你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秦风接过书册，随手翻了翻，里面的内容确实很基础，从辨认药材到控制火候，图文并茂，讲得十分详细。行，就这本了。秦风点点头，将书册收进储物袋。王德发见他满意，笑得更灿烂了。秦执事，你先回去研究，有什么需要或者缺什么药材，你尽管开口。堂里的低阶药材你随便用，只要能让这位爷不来捣乱就行。秦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懒得再待下去，转身便乐呵呵地回了自己的执事小院。回到院中，秦风直接躺在太师椅上，津津有味地研究起了那本丹道入门。不得不说，他的悟性确实是逆天级别的。那些在普通弟子看来晦涩难懂的丹方理论，在他眼里
却十分简单。不过1个下午的时间，他就将整本书的内容吃透了七七八八。原来炼丹就这么点东西，也没多难嘛。秦风合上书册，有些意犹未尽地撇了撇嘴。理论知识已经掌握，剩下的就是实践了。不过他现在可没心思真的去开炉炼丹。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决定出去走走。毕竟来华云宗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当一个炼丹师。他换上那身代表着身份的执事服饰，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小院。在外门，执事的地位相当之高。秦风所到之处，所有外门弟子都纷纷停下脚步，恭敬地向他行礼，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这种感觉还真不赖。华云宗不愧是东域的顶尖宗门，单一个外门就大得超乎想象。除了丹药堂，还有专门负责炼器的炼器堂，绘制符箓的符箓阁，研究阵法的阵法司，各个部门分工明确，井井有条，充满了大宗门的气派。秦风一路闲逛，很快就将外门的地形摸了个大概。他拦住一个路过的外门弟子，随口问道：“内门怎么走？”那名弟子被他拦下，本就有些紧张，听到他的问题后，脸上更是露出了极度困惑的表情。这位执事大人怎么连内门在哪都不知道，跟个刚入门的新人似的？而且内门那是什么地方？那可是核心弟子、真传弟子，还有各封封主、长老们待的地方，哪是他们这些外门的人想进就能进的？不过他心里虽然疑惑，嘴上却不敢有半点怠慢，连忙恭恭敬敬地伸手指了一个方向：“回执事大人，沿着这条路一直往里走，看到一道灵气屏障，就是内门的入口了。”秦风点点头，直接朝着那个方向走去。没过多久，一道巨大无比、散发着淡淡光晕的阵法屏障便出现在他的眼前。屏障前站着2名身穿外门服饰的守卫，但这2人的气息却比普通外门弟子强悍一些，赫然都有着炼气9层的修为。看到秦风走来，2名守卫立刻上前一步，伸手将他拦下，态度虽然恭敬，但语气却不容置疑：“执事大人请留步，前方乃是内门重地，无内门令牌者不得入内。”秦风手腕一翻，那块武灵给他的青色令牌便出现在掌心。他甚至没有说话，只是将令牌随意地亮了一下。那2名守卫的目光在接触到令牌的瞬间，瞳孔骤然收缩。真传弟子令。2人脸上的表情从严肃瞬间变成了惊恐和敬畏。他们二话不说，立刻对着秦风深深一躬，然后手忙脚乱地打出一道法诀，在屏障上打开了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缺口。前辈请。秦风收起令牌，迈步走了进去。随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屏障之后，那2名守卫才敢直起身子，额头上已经布满了冷汗。我的天，那居然是武灵师姐的令牌！这位执事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能拿到武灵师姐的真传令！2人对视一眼，幸好刚才没有得罪这位爷。一进入内门，秦风便感觉到一股比外界浓郁了数倍的精纯灵气扑面而来。放眼望去，远处云雾缭绕，一座座秀丽挺拔的山峰若隐若现，仙鹤在云间飞舞，充满了仙家气象。内门的弟子大多都在各自的山峰上修行，很少在外面走动。秦风直接御空而起，朝着内门深处飞去。他需要找个人问问武灵那小妞到底住在哪个山头。很快他便在下方的一片竹林中发现了一个正在练剑的年轻弟子。那人身穿核心弟子才能拥有的月白长袍，修为也达到了筑基初期，剑光凌厉，气势不凡。秦风身形一动，悄无声息地落在了他的面前。那名核心弟子察觉到有人，立刻收剑立，警惕地看了过来。当他看清秦风身上那件外门执事的服饰后，脸上的警惕瞬间就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傲慢与轻蔑。外门执事。他上下打量了秦风一番，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问道：“你来内门做什么？”“找人。”秦风淡淡地回了2个字：“找人。”那名核心弟子嗤笑一声，眉宇间尽是嘲弄：“哼，内门也是你这种货色能随便闯进来的地方。”他的目光在秦风年轻的脸上扫过，眼中的鄙夷更甚。看你年纪轻轻就跑去外门当执事，想必是修炼伤了根基，道途无望了吧？真是个废物。在他看来，所有外门执事都是从内门淘汰出去的失败者，眼前这个如此年轻的更是废物中的废物。秦风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他没有跟这个蠢货废话，他只是缓缓抬起手，将那枚青色的令牌再次亮了出来。那名核心弟子脸上的嘲讽笑容瞬间凝固，他的眼珠子死死地盯住那块令牌，仿佛看到了什么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脸上的血色唰的一下就退得干干净净。这是……他的嘴唇哆嗦着，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那股嚣张的气焰如同被戳破的气球，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慌。武灵师姐的真传令。那张原本傲慢的脸此刻写满了谄媚和恐惧。他对着秦风弯下腰，
头都快埋到地里去了。前辈，弟子有眼不识泰山，弟子该死。不知前辈是武林师姐的朋友。他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哭腔。得罪谁不好，偏偏得罪了那位姑奶奶的人。那位姑奶奶可是十分护短啊，这要是让武林师姐知道了，自己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武林在哪座山峰？秦风的声音冰冷，不带任何感情。在赤霞峰。那名弟子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伸手指着远处一座通体泛着红光的山峰。就在那个方向，最红的那一座就是赤霞峰。前辈，要不弟子给您带路。他现在只想拼命弥补自己的过错。不必了。秦风冷冷地丢下3个字，身形一晃，化作一道流光，径直朝着赤霞峰的方向飞去。只留下那名核心弟子独自站在原地，浑身被冷汗浸透，双腿还在不停地打着摆子。赤霞峰通体泛着一层淡淡的红光，整座山峰的温度都比别处高上几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炙热的灵力。不愧是赤练仙子武林的地盘，连山头的属性都跟他本人一样，火爆的不行。秦风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径直落在了赤霞峰的山脚下。他刚一落地，一名正在打坐的女弟子便警惕地睁开了双眼。当他看到秦风身上那件外门执事的服饰时，秀眉微微蹙起，眼中露出一抹疑惑。你是何人？外门执事来此地有何贵干？内门山峰可不是外门的人能随便乱闯的。秦风懒得废话，手腕一翻，那枚青色的真传弟子令便出现在掌心。他只是随意地亮了一下。那名女弟子看到令牌的瞬间，武林师姐的真传令。她猛地从地上一弹而起，对着秦风深深一躬，态度非常恭敬。弟子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是前辈驾到，还请恕罪。前辈是要寻武林师姐吗？弟子这就为您带路。秦风收起令牌，不咸不淡地点了点头。女弟子不敢有丝毫怠慢，连忙在前方引路，一边走一边小心翼翼地介绍着。前辈，师姐的洞府就在峰顶，是宗门专门为她开辟的，里面布置了顶级的聚灵阵，灵气是我们这些弟子住处的10倍不止。秦风听着，心里也暗暗啧舌。真传弟子就是不一样。很快，一座气势恢宏的洞府便出现在眼前。洞府大门由一整块巨大的火属性灵石雕琢而成，门上刻画着繁复的阵法纹路，散发着惊人的灵力波动。前辈，师姐就在里面修行，您请。女弟子将秦风引到门口，便恭敬地退下了。秦风上前一步，朗声道：武林仙子，故人来访，不知可否一见？洞府内沉默了片刻，才传来一道清冷中带着几分不耐烦的声音：进来。石门缓缓开启，秦风迈步走了进去，眼前的景象让他也是微微一怔。好家伙，自己那个只是小院跟这里一比，简直就是茅草屋和皇宫的区别，这才是真正的小巫见大巫。洞府内部空间极大，穹顶上镶嵌着拳头大小的夜明珠，将整个洞府照得亮如白昼。墙壁上随处可见嵌着闪闪发光的中品灵石，角落里甚至还有一汪小小的灵泉，泉水咕咚咕咚地冒着热气，浓郁的灵气化作白雾，在洞府中缭绕不散。洞府正中，一个铺着雪白兽皮的蒲团上，正盘膝坐着一道火红色的身影，正是武灵。他今天依旧穿着一身火红色的长裙，或许是因为在自己洞府的缘故，裙子的布料显得有些轻薄，紧紧贴着他那凹凸有致的火爆身材，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一双笔直修长的美腿盘膝而坐，鲜艳的红唇紧紧抿着，那张绝美的脸蛋上此刻正布满了冰霜。他看到秦风，心里莫名的涌起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喜悦，但这份喜悦很快就被他强行用不耐烦和冰冷给掩盖了下去。你来干什么？武灵冷冷的开口。我不是警告过你，让你最好不要来找我吗？秦风看着他这副口是心非的模样，心里就想笑他自顾自地找了个石凳坐下，翘起2郎腿，乐呵呵地说道：仙子这话说的太伤人心了，我这不是担心你吗？特地来看看你。再说了，我之前可是答应过的，要来助仙子你一臂之力，成就金丹大道啊！你要是没事，就赶紧给我滚！武灵话说得极重，毫不留情，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掩饰住自己内心的那一丝丝动摇。秦风脸上的笑容丝毫未减，他也不再说话，就那么站起身，一步一步地朝着武灵走了过去。武灵的瞳孔猛地一缩：你想干什么？他厉声喝道，一股筑基巅峰的强大威压瞬间从他体内爆发出来，朝着秦风狠狠压了过去。别过来！然而秦风仿佛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他依旧不紧不慢地走着，脸上的笑容甚至还带着几分玩味。转眼间他已经来到了武灵的面前。武灵心中大惊，他下意识地想要起身，想要拉开距离，但已经晚了。秦风猛地伸出双臂，一把就将盘膝坐在蒲团上的他，连人带兽皮整个抱了起来。
啊！武林惊呼出声，身体瞬间绷紧。他想要挣扎，想要运起灵力将这个胆大包天的男人轰飞出去，可秦风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他低下头，直接用自己的嘴堵住了他那张正要破口大骂的红唇。武林的眼睛瞬间瞪得滚圆，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个混蛋，他怎么敢？他象征性的伸出粉拳，在秦风的胸口捶打了几下，但那力道软绵绵的，与其说是攻击，不如说更像是情侣间的打情骂俏。秦风的吻霸道而强势，充满了侵略性。武林的挣扎越来越弱，他的身体从一开始的僵硬慢慢变得柔软下来，紧握的拳头也松开了，双手无力地抓着秦风胸口的衣襟。他那颗高傲的心在这一刻被彻底击溃。许久，唇分。秦风松开了怀里的美人，看着他那张已经红得快要滴出血的绝美脸蛋，还有那双水汪汪的充满了羞愤与迷离的眸子，咧嘴笑了。仙子，现在还想让我滚吗？武林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看着眼前这张可恶的笑脸，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拒绝的话怎么也无法说出口。秦风看着他这副模样，也不再逗他。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在了武林光洁的额头上。别反抗，我把功法传给你。一股庞大的信息流瞬间通过他的指尖涌入了武林的脑海。阴阳双修大法。当那些图文并茂、姿势露骨的内容一幕幕的在武林的识海中展开时，他的眼睛瞬间瞪得比铜铃还大。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如此不知廉耻的功法。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被颠覆了，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精彩到了极点。秦风趁着武林还在消化那惊世骇俗的功法时，不慌不忙地从储物袋里摸出了一枚传讯玉简。他注入一丝灵力，对洞府里的萧婉传讯道：师娘，我这边有点事，要助武林仙子突破，这几天就不回去了，你们在洞府里安心修炼，照顾好自己。很快玉简便微微一亮，萧婉温柔的声音从中传来：知道了，徐傲峰放心，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我们等你回来。秦风收起玉简，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再次看向依旧处于石化状态的武林，坏笑着问道：功法看明白了，怎么样，是不是大开眼界，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武林猛地回过神来，他抬起头，用一种看魔鬼般的眼神死死地瞪着秦风。羞辱、愤怒、好奇，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渴望，种种情绪在他眼中交织，形成了一场剧烈无比的风暴。金丹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他被困在筑基巅峰已经很久了，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撼动那层坚固的瓶颈。而刚刚脑海中的功法虽然羞耻，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绝对是真实有效的。看到武林不说话，秦风便知道他已经默认了。这个高傲的赤练仙子终究还是败给了现实。那就开始吧。秦风的声音带着一丝蛊惑，他再次将武林横抱而起，大步走向了洞府深处那张由万年暖玉打造的石床。一场颠覆武林认知的修炼就此展开。当秦风体内那股霸道雄浑的阳属性灵力，武林浑身一颤，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内那如同火焰般炙热的灵力，在到秦风的灵力后，非但没有产生任何排斥，反而像是干柴遇到了烈火，瞬间沸腾了起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灵力，按照阴阳双修大法中记载的玄奥路线开始疯狂地运转。一个大周天又一个大周天，武林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功法的霸道之处。他那困扰了自己数年之久、坚固的如同铜墙铁壁一般的修为瓶颈，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丝松动。这个发现让他欣喜若狂，所有的羞耻和矜持在这一刻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突破，一定要突破到金丹期。时间在两人紧密相连的修炼中飞速流逝，一天两天，整整2天2夜。即便是以秦风那强悍的体魄和深厚的修为，此刻也感觉到了阵阵疲惫。而武林在经历了最初的生涩后，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这种突破瓶颈的快感之中。终于在第3天的清晨，咔嚓一声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清脆碎裂声在武林的体内猛然响起。那道困扰了他多年的瓶颈，在两人灵力的不断冲击下，终于被彻底撞碎。轰！一股比之前强大了数十倍的恐怖气势猛地从武林的体内爆发开来，整个赤霞峰都剧烈地晃动了一下。紧接着，方圆百里之内的天地灵气像是受到了某种致命的吸引，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洪流，疯狂地朝着赤霞峰顶的洞府汇聚而来。天空之上，风云变色，大片大片的灵气汇聚成云，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灵气漩涡。漩涡的中心正对着武林所在的洞府。如此惊人的天地异象，瞬间惊动了整个华云宗。
无数道强大的神石从各个山峰冲天而起，骇然地望向了赤霞峰的方向。这是金丹天象！天哪，有弟子在冲击金丹期，好恐怖的灵气波动！这汇聚灵气的速度究竟是谁？方向是赤霞峰，是赤霞峰？难道是武灵师姐？一定是她！除了武灵师姐，还有谁能引动如此异象？她真的要成功了！一时间，整个华云宗都彻底沸腾了。赤霞峰深处，一座更为宏伟的宫殿内，一名身穿宫装、风韵犹存的绝美妇人缓缓睁开了双眼。她感受着那股熟悉的火属性灵力波动，绝美的脸上流露出欣慰的笑容。灵儿这孩子居然这么快就触摸到金丹了，比我预想中还要早了不少呢。